深夜，你被一群黑衣人捆成粽子扔进了车里。当你再次睁开眼时，却发现绑架你的人竟然是龙城的首富。而首富勾起你的下巴，反复确认过后说道：“陪我女儿上学，1个月给你30万，如果不同意，我现在就把你埋了。”你原本是一只很普通的单身狗，刚刚在楼下倒垃圾时，突然就被一个素未谋面的小丫头紧紧抱住。小丫头穿着牛仔背带裙，头顶的呆毛剧烈的晃动着，仰着头，大大的眼睛扑闪扑闪的，还一副我终于抓到你了的得意表情。而不管你怎么问，小丫头就是不回答也不撒手，显然精神状态存在问题。你叹了口气，试着挣扎，不料却被抱得更紧了。而此时肚子被2个包子顶着，很是尴尬。你不再挣扎，只好问道：“你要做甚？”女孩张开了嘴，能看到口腔中粉嫩的舌头和扁桃体在摇晃着。你看到她这副模样，升起了几分怜悯之心，配合的点点头。哦，女孩似乎是在疑惑，你很奇怪我为什么能听懂。闻言，女孩点点头，看着女孩傻乎乎的很是讨喜的样子，你突然玩心大起，其实我听不懂。谁能听得懂啊？女孩似乎想要解释，晃动着短短的舌头，嗷嗷叫着。看着这着急的可爱模样，你无奈的笑道：“行，我知道你没法说话。”女孩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而此时你已经被女孩抱着有半个小时了，虽然知道自己可以挣脱开，可现在女孩的重心全部靠在你的身上，如果强行让开的话，女孩肯定会摔倒的。而这种障碍人士你是不会欺负的，所以如今只能委屈自己，任由她这样占你便宜了。见你不再挣扎，女孩直接很不客气的把脑袋靠在了你的胸膛上。大半夜的不回家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要不要用手语辅助一下？松开我保证不跑。闻言，女孩却抱得更紧了。你很无奈，我们之间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女孩果断点头。你只好商量道：“这样，你松开我送你回家。”女孩小脑袋疯狂摇晃。那你要干嘛呀？不会真是痴女吧？她有些疑惑的抬头。痴女就是好色女变态的意思。她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疯狂争辩。行，你不是就这样半猜半蒙一无所获。又过去半个小时了，你都困得不行了。小丫头就是不撒手。你无聊地吹着她的呆毛，终于想到了办法。你说你不是痴女？女孩眨了眨眼。那你大半夜抓住我是为什么？女孩似乎在极力解释。现在这个情况你听不懂，我说不明白，但是我有个主意。闻言，她明显起了兴趣。见此，你循循善诱。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为了证明你不是痴女，你现在需要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你眼中的正义之心。正义之心好像戳到这丫头心里的某个点了。她重复了一遍，语调十分严肃的点头，眼睛瞪得一下亮了，紧紧盯着你。10秒、20秒、30秒、1分钟，女孩的眼球开始干涩，渐渐布上了血丝，最后终于眨了一下。你大喜。好啊，你果然是痴女。她揉搓着眼睛，不满地撅起了嘴。几秒钟之后，她再次睁眼时，竟看到了一个落荒而逃的背影。就当你以为终于顺利逃走的时候，迎面却走来一个西装革履、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，眉眼之中与小姑娘有3分相似。中年男子看到你还很自然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嗨，迪迦。”迪迦又是谁？你脸颊微微抽动，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，还是向他点了点头。越过了中年男子，又是一列统一穿着黑色西服、戴着墨镜、十分有标志性的保镖训练有素的走来。你加快了跑动的速度，万一被认为是可疑分子挨顿就冤枉了。抓住他，他是迪迦。随着中年男子的一声命令，你被一众保镖蒙上了眼，直接被他们绑进了车里，而身上被软乎乎的东西抱住，大概可能是之前那个痴女。她现在整个人趴在你的身上呼呼大睡，你感觉自己的前襟已经被口水完全打湿了，而你的双手和双脚都被捆在椅子上无法动弹。此时你已经被带到了一栋别墅里，保镖队长解开了你的手脚和蒙在眼睛上的眼罩，面前走来一位身材火辣的少妇，见到你便快步迎了上来，十分欢迎的样子。而女孩揉了揉眼睛，眨巴眨巴后找到了坐在一边的你，又横跨在你的身上抱了上去。刚刚叫人绑了你的中年男子客气的让你坐下，端着2个一次性杯递到你面前。迪迦，喝水，我叫李艳。你已经欲哭无泪了，束手束脚的接过了茶杯。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啥叫我迪迦？少妇坐在了你的右侧，握住了女孩的手，一边温柔的抚摸着，一边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还记得12年前的事吗？那时候你还在一所福利院呢，你怎么可能忘记？这是你10几年来噩梦的源泉。12年前，8岁的你在以蔷薇为名的福利院生活，又因为不是正规的福利院，手续也不太完整，一直没人收养。蔷薇福利院就建在一处山脚下，周末的时候，你只要做完作业就去山上捡东西去。山顶有一座破庙，那里是你和兄弟姐妹们的秘密基地。因为你作业写得最快，便经常一个人先去打前站。可是那天，破庙的门却关上了。好奇的你透过门缝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，有一个女孩静静地躺在门槛，皮肤呈现蜡黄色，小小的脸蛋上残留着恐惧，肚皮被划开，内脏被掏空，血浆流了一地。旁边还有5个女孩都被捆绑着，可嘴里塞着破布，眼里充满了惊恐。其中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已经昏过去了，而破庙的案台上还躺着一个女孩。那个中年男子满脸鲜血，举起了明晃晃的尖刀。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样恐怖的场景，当时的你没有跑，尽管浑身颤抖，但还是飞快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趁其不备狠狠地砸向中年男子的后脑勺。而那块只是3、4斤重的石头，也不知砸中了什么穴位，中年男子居然就昏厥倒地。你急忙拿起尖刀给所有活着的女孩解绑，指挥着他们一起下山，直到到了山脚，恰好遇上了呜哇呜哇的警车。你自己则偷偷溜回了福利院，但这件事对你造成了不少心理阴影，只要一提起你就会浑身哆嗦，大喊大叫，甚至不敢上学。后来倒是有不少好事发生，福利院搬到了更好的地方，而且你找到了自己的家人。现在想来，8成是那些获救小孩的父母为了感激做的。想到此，你下意识揉了揉怀中女孩的脑袋，这个妹妹应该就是当时的其中之一吧。少妇牵着女儿的手，双眼泛着泪光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饶是中年男人回想起来也感觉眼睛发酸。那时你才8岁，6条人命都是你救下的。如果当时警察搜寻的时候发生了过大的响动，他不敢想象那个畜生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所有的孩子。原来那个杀人犯也是有一个女儿，而他的女儿却被有权势的家族掳走了。
只因那个家族的孩子需要紧急移植肝脏，而他的女儿刚好跟全世家的孩子匹配成功。自那之后，他连女儿的尸体都没有找到。为了复仇，他便把全城年龄相近、身世好的小女孩全部掳走了。少妇拿起一块哈密瓜递给你，孩子，别想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顺势接过了水果，道了声谢。那么叔叔阿姨找到我是为了什么？中年男人的脸上流露出一抹苦涩。那些活下来的女孩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特别是我的女儿，她因为那次刺激至今都不能开口说话。尽管看过很多医生，但还是没什么用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她都会在脑海中经历一遍那时候的场景，然后她都会大吼大叫问迪迦为什么还不来。所谓的迪迦也就是你，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用 AR 之类的技术，虚拟出一个8岁的你来去安慰她。可她的时间仿佛循环往复，一直都是8岁那年。后来我们听从专家的建议，用你近期的形象去制作，不过依旧还是没太大好转。她其实早就知道虚拟和真实的区别，所以一直闹着要找你。说完，中年男子站起身来，深深的鞠了一躬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请求你能够帮帮我的女儿。你挂着一个昏睡着的树袋熊，不能起身搀扶。叔叔别这么说，我应该帮忙的。他不由得老泪纵横，感激地握住了你的手，随后拭去了眼角的泪，对妻子说道：老婆，你先给默默洗个澡吧。少妇也抽泣着，从沙发缝隙拿出了一张3D 面具戴在脸上，轻轻拍打着女儿的肩膀。默默去洗澡了。女孩揉了揉眼，抬起头看着长发的你和本体的你，随后伸出手捏了捏你的脸，亲了一口，得意的一笑，仿佛在说就你也想骗我。少妇见此也十分为难，难道以后要你给女儿洗澡了吗？而中年男人作为商人十分机敏，很快想到了办法，走进一个房间，拿出了一张迪迦的面具递给了你，而你戴上了以后，小丫头抬起头迟疑了一下，但很快伸出手去要掰开面具。忘了，她闺女现在除了情感方面有问题之外，智力跟寻常的女孩没什么区别，看样子是没有办法了。中年男子有些为难，见此你浑身一颤，只好看向女孩疑惑的眼睛，循循善诱道：只有坏女孩才会让男孩子给她洗澡，我最讨厌坏女孩了。听此，小丫头才软趴趴的从你的身上下来，拽了拽妈妈的袖子。啊！少妇眸中闪过泪光，摘下了面具，向你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，这才牵着女儿走进了浴室，尽量柔软声音问道：宝贝，今天是要8岁的迪迦玩偶，还是18岁的迪迦玩偶啊？闻言，女孩毫不犹豫地竖起了2根手指。少妇宠溺地揉了揉闺女的脑袋，都要啊！默默你也太贪心了，女孩子可不能那么贪心。闻言，她转过头看向了你，波澜壮阔的胸脯被她拍得颤颤巍巍的，脸上十分得意。啊！你知道是同一个人呀，真聪明。见此，你嘴角抽搐，但还是附和道：对呀，真聪明。她这才满意的甜甜一笑，晃了晃手。与此同时，你也坚定了一定要治好女孩的决心，否则半夜惊醒都会想起魔都的某个角落不仅藏着你的面具，还以你为原型制作的玩偶，这也太可怕了。于是你直奔主题：叔叔，我该怎么配合您女儿的治疗？中年男人摩挲着下巴，医生的建议是要和你多接触，刚好你学校附近我有幢楼空着，如果愿意，你可以先陪我女儿住一段时间试试。至于报酬，你开个价吧。你挠着脸随便报了个数字，就月薪3000吧。闻言，中年男人一脸嫌弃：30万，我们保镖头子都有20万月薪了，我女儿总比那个王八蛋值钱吧？闻言，保镖队长尴尬的咳嗽了2声，而你却摇摇头拒绝了，毕竟你也没把握让对方女儿痊愈，价格太高反而不安心。中年男人叹息了一声，也懒得跟你较真了，3000就3000吧。这时你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有些为难：叔叔，要么您有空的时候，还是亲自出马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中年男人却无所谓的点点头：没问题的，你爸妈还挺好说话的。那时候让他们骗你去体检给闺女建模的时候，他们立马就答应了。而这句话直接让你亚麻呆住，怪不得每次一家人去体检的时候，你的父母都异常的开心，就像是做了什么好事似的。见你不再说什么，中年男人迫不及待道：那就这样说定了。学校附近的住处已经在装修了，大概还要3天左右。接着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：按照以前的经验，这几天我女儿会比较敏感，能不能拜托你先带着，晚上最好也回这里住。听到男人的虎狼之词，你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您的意思是？男人却有些不高兴：我女儿那么可爱，跟她一起睡你不吃亏吧？你尴尬的抹了把脸，一起睡也太……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男人却面无表情。作为女儿的父亲，我现在像吃了屎一样难受。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吐出巨大的烟圈。可是啊，他看着你，似乎追忆着某段岁月，不由得戴上了痛苦面具。小李啊，你知道哄女儿睡觉还得戴别人的面具是什么体验吗？12年，整整12年啊！他都不知道这12年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你捂着脸，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是真的笑得都快抽筋了。中年男人正了正坐姿，双手抱胸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聊点正事吧。现在的情况对女性，她还有一定的接受度，但对于除了你之外的男性，他会有生理性的不适。关键是他性取向还是正常的。如果不治好他，那就只能拜托他跟你结婚了。我也就这个女儿，这份家业到时候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，收益都归你们俩。如果你们能结婚，我保证你们这辈子都能衣食无忧。你咽了口唾沫，我只要3000一个月，还得包含这个条件吗？男人点点头，那我又没逼你只要3000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给你开30万一个月？而男人的怒火已经蹭蹭蹭的上涨了，倒贴钱还能得到自己心中最真实的宝贝，这个后生居然还会犹豫。男人越想越气，对，闺女虽然不会说话，可她就是可爱啊。你明明知道自己什么都没做，但好像似乎是挺过分的，连忙解释道：您也没必要那么生气吧，我是觉得不至于，我就是帮个忙。你放屁，你就是嫌弃我女儿，看不起她，觉得她不会说话。你只好连忙安抚：叔叔，我其实还挺喜欢性格天真的女孩子的，可是默默她有点太天真了，而且第一次见面就直接定下下半辈子的这种事，这太草率了，对您的女儿也不公平，她总有恢复正常的那天，会后悔的。闻言，男人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：你觉得我很不负责任的随便就把女儿给别人了？接着双手抱胸认真道：你以为我没调查过吗？你从小到大的经历，身高体重体检报告，为了我女儿的性命，我连你的长度都知道。
甚至连八字都找3个各种领域的算命先生合了，他们都说好。你凭啥说我草率的定了女儿下半辈子的事？我很认真的。而此时的你早就困得不行了，又因为之前喝了酒还有些醉醺醺的，2相叠加之下已经没办法正常思考了。而男人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巴巴的说你嫌弃自己闺女什么的，你脑子里的 CPU 已经给干烧了。那我错了，那你还不改口？快点，别逼我发火！你混混沌沌的。岳父闻言，男人直接化身变脸大师，笑容十分慈祥。哎，乖女婿，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以后要是背叛我女儿，天打五雷轰劈碎了你！毕竟你当年可是一次性救下了6个豪门千金。说实话，他心里是真的没个底。你一瞬间惊醒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。男人竟然为了不让你耍赖，还喊来了保镖队长，拿着梯子当着你的面拆墙角的摄像头。见此，你嘴角微微抽搐。原本还在想这种有钱人干嘛在自家客厅弄个摄像头呢？原来是为了随时就地取证啊！叔叔，你闭嘴！以后你要是跟别人结婚，我就派人在你的城市包下所有的电子笔，循环播放这个录像。你头疼的揉了揉眉心，叔叔，这玩笑实在拍过头了，眼看来硬的不行。中年男人转头就开始卖惨，我作为父亲实在是无奈啊，万一我女儿没被治好怎么办？我总要个保障吧。你这孩子又不爱钱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。而且说实话，他现在这样黏着你，作为老父亲的我不得不担心你会对我的女儿吃干抹净。当然，我女儿主动的肢体接触，我是不会怪你的，但最后一步哪怕是她主动，你也要拒绝，明白了吗？你艰难的点了点头。其实我不会做这种事的，您多虑了。他卖力的摇摇头。是啊，我没说不相信你。这时浴室的门开了，小丫头已经换上了睡衣，用烘发机烘干了头发，扎了最方便的丸子头。她的脸蛋因为热气的氤氲格外的粉嫩。女孩快步跑到你面前啊！你疑惑的看向女孩身后的少妇，女人有些尴尬的解释道：“她叫你去洗澡，你咽了咽唾沫，不是吧？”少妇此时都尴尬极了，我没劝住，她一定要和你一起睡。女孩双手抱胸，像极了她父亲的姿态，小脑袋十分认真的点了点。她刚才说你刚才偷偷跑了，怕你这次也会偷偷跑掉。你有些好奇，阿姨你是怎么听懂的？她认真的说道：“只要有爱就能听得懂，有一天你也能听懂的，我能拒绝吗？”啊！女孩晃动着粉白的手，十分焦急。少妇的脸红的都要滴血了。她说不行，她说她早就想要一个宝宝了。女孩点点头，十分认真的竖起一根手指。啊！少妇捂着头无奈道：“早知道不让你看那些言情小说了。”而此时的中年男人脸黑得跟快炭似的。闺女说的啥？少妇欲哭无泪的解释道：“自从知道你要给默默抓迪迦，我做妈的也总得给闺女出主意。为了让默默有点准备，我就给她看了某乎的恋爱文，她大概是记住情节了，还总结了一条规律：有了孩子的女人最后都赢了。”过了会，男人又道：“她不会学会了吧？放心，没有那种情节。”男人放心的点点头，给她的手机下个反诈中心，免得让她学会了。女孩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。见此，男人宠溺的给了她一个脑瓜崩：“没什么，这种事只能让迪迦教你，爸爸妈妈没法教你了。”女孩点点头表示理解。而此时的你已经洗漱好，走出了浴室，又念了一套金刚经，这才稍稍恢复了理智。少妇端来一杯牛奶，似乎在鼓励你。你老脸一红，咳嗽了几声，保证道：“阿姨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默默的。”池母看向池府，双手叉腰，蹙起了柳眉：“你不是说已经成功了吗？你这娘们是不是傻？跟你说成功了就是成功了，别当面问。”哦，原来是害羞啊。他 wink 了李艳一下。李艳怀着忐忑、害羞、尴尬、踌躇的心情，终于被池母领着进入了一个充满少女感的房间。卧室的房间通常都不是很大，池墨的房间布置得很整洁，温馨感十足。虽然没有想象中的洋娃娃的，但是李艳在门口看到了以自己为原型制作的抱枕，墙角摆着一张梳妆台，一张写字台，还架着一部投影仪，看起来就很值钱的样子。有钱人的生活啊。靠墙摆着一张2米宽的大床，看起来还挺新的，真丝的大红床单，苏绣的大红被套。池母有些尴尬，这是池墨看了小说之后要求的，我们还没有恨嫁到这个地步。李艳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池母宠溺的揉了揉池墨的头，去刷牙，然后就可以上床睡觉了。池墨眨了眨眼，你会自己刷吧？男人可是最讨厌女孩子生活不能自理哦。池母抓到了诀窍。池墨很快就跑去卧室的卫生间开始刷牙了。给池墨关上门，他招手想跟李艳说些悄悄话：“小李，难为你了，你叔叔那人就是爱开玩笑，你别介意。没事，如果叔叔那么幽默，我会更尴尬的。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够尴尬了的。”池母叹息一声：“如果有办法，我们也不会这样。”池墨已经20岁了，就像你叔叔说的，在他最好的年纪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，太可悲了。如果不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，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可以称之为荒谬的事。严重了，阿姨全是一场意外。而且池墨妹妹那么可爱，我会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的。她点点头，十分真诚，盯着李艳的眼睛。我想池墨现在的情况，你也大致了解了。他虽然有些问题，但性子不差的。我说这话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，但是请你接触看看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家里不会强求。池墨是我的心肝尖尖上的宝贝，你只拜托你尽量别伤害他就好了。你也是个好孩子，阿姨也了解过，以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吧。你叔叔和我
都挺喜欢你的。如果未来迟墨有了好转，你们有了感情，叔叔阿姨不会反对。如果不行，未来征得你父母的同意，希望可以认个干亲。李艳看到的是一个母亲的无奈和纠结，这让她十分动容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她喉结上下一动，做出了承诺。阿姨，你放心相信，我一定会带他走出来的。好孩子，迟母十分欣慰。此时，卫生间的门开了，迟墨踢踏着毛茸茸的拖鞋，迈着小碎步走出了卫生间，摸摸了嘴角的牙膏泡沫，又转身跑回了卫生间。迟母笑容十分温暖，傻闺女。他走出卫生间，像是要跟李艳解释。他松开了李艳，牵住了母亲的手，捂住眼，一副千万别给我看的样子。首先看到置顶的的消息只有一条，晚安。李艳随手取消了置顶，回复了一句抱歉，手机没电，睡到现在没能及时回复。还有宿舍群的艾特，李艳回复了一句你爹刚醒。然后是亲妈的发来的消息，你吃叔叔的闺女呢，赶紧带过来。李艳懒得回。最后还有3、4个短视频的商务合作，统一道歉，然后按照价格是否合适，客气的回叫，或者另约时间再谈细节。回复完消息就到家了。保镖队长又突然冒出来，递过3袋礼品，一袋是长条形的漂亮盒子，里面有一条丝巾，另外的是2罐茶叶，还有3盒手工糕点，都用透明的聚乙烯塑料袋装着，一眼就能看到内容物，能感受到心意，收起来还没压力的那种。迟母合起老练，一瞬间调整了一下表情，在客气和亲近之间维持了微妙平衡，提前融入了情景。而社会经验几乎为零的迟墨莫名的紧张起来，迈进院门的时候动作僵硬。李艳则压力骤增，喊道妈，我回来了。一个短发的妇人走了出来，有迟父打前站，自然知道是来客人了。李艳嘴角微微抽搐，做了头发，还去美容院化了妆。做甚呢？这位就是迟老板的夫人吧？嫂子，这是来之前买的，随便了些，还有些糕点，是自己做的。李母连忙接下，太客气了，快请进。她看向被太阳晒得脸红扑扑的迟墨，迟墨今天穿了一身小白裙，衬得皮肤更加白皙。虽然不谙世事，但家门的气度在这里，那2分贵气更添了光彩。他的小脸蛋因为紧张绷得紧紧的，接收到李母的视线后，马上露出了一个羞涩又僵硬的笑容。李艳发现自己亲娘的嘴巴咧的能装下一个西瓜了，这闺女太俊了。第13进门下，迟墨张了张嘴，又合上，着急又紧张，一时间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把李母心疼的不行。闺女都知道进来吧？我听到了，你叫阿姨呢吧？感受到像母亲一样的温柔，她止住了泪，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拿出手机打了几个字：婆婆、李艳、江鸾、李母。先进去吧，李艳提醒道。进了客厅，迟万里和老李吹着电风扇，看抗日神剧，吃西瓜。老李连忙起身相迎，茶水、花生瓜子、开心果、瓜果梨桃都上了。妹妹呢？上课呢。学校补国庆假，真惨啊。李母摆了摆手，瞧给这闺女热的。儿子，赶紧去房间开空调，去凉快凉快。李艳也乐得清闲。迟墨站起身来，鞠了一躬，跟着李艳进了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李母走过来，打开了点门缝，关那么严实干嘛？李艳，这就是社会经验的差别了。老李递过纸杯，弟妹，我们2家本来就认识，这事老迟刚刚同我说了，我们答应了，我儿子有什么出格的地方，你们直接报警抓走就好，我们都认。江鸾舔言道，不能这么说，是我们家为难小李了。妹妹啊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儿子呢，都应该的。迟万里递了根烟，给老李点上，要不是小李，我闺女都没命了，怎么能这样算呢？而且福利院那一批孩子，你们家是最好找的了，只有100公里，没费多少心思。老李哈哈大笑，说实话，我都觉得是老天爷特意派我儿子去救人的那个村子，我去过好几遍，但就是问不到。你天天说嘴上唯物辩证法，现在又扯上老天爷了呢？组织上的事归组织，闲聊归闲聊嘛。李艳有些出神，父母把事情说得那么简单，可李艳知道他们有多在乎自己，为了他的事，又经历多少良心的拷问。父亲是公安口的一个中层干部，刚正不阿，而被贩卖人口的犯罪集团报复，襁褓中的李艳被掳走，人贩子被抓了，知道要枪毙，就咬死不说李艳的下落。父亲明明能接过这个案子，他为了规则选择了回避，8年来也从来没用过哪怕一丝公共资源来寻找他，哪怕单位里的朋友
有心帮忙，他都严词拒绝。可只要办完案子，就会骑上几十公里自行车，寻找李艳丢失的线索。证据把李艳锁定了魔都周边的城郊，可能真的是命。李艳觉得自己都有可能和父亲擦肩而过数次。登记户口的时候，窗口人员用错了照片；登记学籍的时候，又没注意到。去福利院的找的时候，李艳发烧了，志愿者不清楚，只说都在了。当李艳被送回家里的时候，一切清楚了。父亲老泪纵横，没跟犯罪分子服过软的他，直接给李艳跪下了，说对不起他，把他所有在外人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，直接说给了李艳听，说李艳不认他这个爹都行，永远不进家门他都可以接受。小小的李艳大受震撼，越长大越为父亲骄傲，而父亲听到李艳年纪轻轻的英雄壮举，也十分自豪，又为缺失了他的童年而黯然神伤。李艳找回来的时候，妹妹刚出生，一个家庭就这样否极泰来，幸福美满。我也不是自夸，李艳这孩子哪里都好，就是有个地方有些别扭，老婆能说吗？李母乐了，有啥不能说？有一回老李买了只烤鸭，我见少了一个大腿，就问儿子他是不是偷吃了。李艳那时候梗着脖子说没有，我跟叫他说实话，吃了就吃了，没吃就没吃。他说我是不是不相信他？我说我不是不相信，可家里也没别的人啊，一个鸭腿又没事，妈不是怪你，没吃就没吃吧，兴许被野猫叼了。说的好好的，李艳就生气了，没有吃饭，抱着那盒烤鸭就跑了，也没去学校，直到晚上才回来，还真抓了一只野猫，还有一根鸭骨头。到这回了，我也知道冤枉他了，可他不乐意了，非得老李检验科的同事过来，也不哭也不闹，就是谁来劝都不行，他就要站一晚上，一定要把骨头拼回来，还非得检验上面的口水，证明他的清白。老李也妈了着，只能请过来吃饭，还自掏腰包花了好大一笔钱检验，结果还真是那只猫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的，又怎么抓住的。之后老李的同事只要来家吃饭，就一通夸，说老李虎父无犬子，说李艳以后肯定是干这个的料。就因为这件事闹了半年的脾气，他脾气也挺好笑的，该孝顺孝顺，就是半年里没有叫过我一声妈，算是对我的惩罚。我那时候也没觉得怎么样，只想着这孩子挺可爱。他擦了擦泛红的眼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没爹没妈在学校得受多少欺负，那些6、7岁的孩子不懂事，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都爱冤枉给他们。老师也是嫌麻烦，一般都是各打3棒子了事，而李艳每一次都会给他福利院的兄弟姐妹出头，因为这事在学校里被排挤得厉害。老李家烟的手微微颤抖，院长阿姨把李艳还有那些孩子教得真好啊，可惜好人不长命。10万里也是讶然，不知道还有这回事，连忙道：大哥嫂子放心，李艳陪着我们家闺女，我们绝对不会让她受这个气的。李母连忙摆摆手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毕竟这闺女情况有点特殊，我倒是挺喜欢，就是以后的事不好说。江鸾笑了笑，我们家对不住李艳，这样子也不好找对象，所以才给你们一颗定心丸，反正我们是乐意的，就是委屈了李艳。我闺女我家里都不是在乎这个的人，只要双方喜欢就行。江鸾小口小口地咬着西瓜，突然想起了件事，糟了，忙里忙慌地忘了问小李有没有对象。第14结印。10万里尬住了，狠狠揉了揉眉心，还真忘了问了。李艳父母也是一脸迷茫，李母抓了抓脸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这种事他不让我们问，好像是有的吧。李艳前几天跟他奶奶打视频的时候，我隐隐约约听到她说她快谈恋爱了，我也不知道她是安慰婆婆还是说真的。10万里脸颊很明显的开始抽搐，江鸾也是笑容一僵，如果有女朋友的话，还让李艳带着女儿，就太不合适了，哪怕再倒贴也不能败自家闺女的名声。于是叫来了李艳。迟默正在玩着10元游戏机里的俄罗斯方块，依旧如影随形，滴滴滴滴的伴奏中，李艳又一次面临了社死现场，把自己追求陈瑜的事一语带过，最后支支吾吾的道，他觉得我在骗他，不愿意跟我谈了，我也觉得不合适，就算了。然后着重说了一起拍微电影的事，想要转移话题。看到4个人都挺感兴趣的，李艳觉得成功了，而江鸾的表情却越来越怪异，端着手机指着女主角问道，这不会就是……江鸾把手机递给迟万里，你看看是不是陈菊的闺女。迟万里接过了手机，看了眼，眼睑跳了跳，这也太巧了。江鸾翻开了手机的相册，去年我记得我们去野餐的时候一起拍过照片。他切着屏幕，表情越来越奇怪。李艳踌躇道，怎么了？迟万里看向他，你8岁那年救了几个女孩？不是吧，
不会那么巧吧？老李也明白过了，是你们5家人中的其中一家。呐。池万里点头。陈康，记得吗？我们那年一起聚过一次，就是那个跟你最聊得来的。老李也绷不住了，现在他是我的直属领导，今年来了我们单位视察了好几次，请我喝过几回酒，当时醉醺醺的。我就记得聊过孩子的事，跟我提了好几遍。他有个闺女，我原本还有些奇怪，他闺女就是我儿子救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李母拽了拽他的袖子，然后用看渣男的眼神看向李艳。李艳，池万里虎目中，寒光一闪，商人思维开始运转，认真的考虑起是否能被刺一手，举报一下他的生活作风问题。连标题都想好了，易局长居然曾和富商一起吃烧烤，简直腐败。李艳看气氛越来越奇怪，连忙打住，他很直接的拒绝我了，而且我暂时也没有恋爱的打算。女方还没来得及安心，男方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一声铃声就突兀的响起。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，是微信电话的声音。李艳拿起手机，4个大人都微微抬起屁股，仰着头偷瞧。微信名于李父咳嗽了几声，谁呀？李艳只感觉浑身发痒，支支吾吾，就是那个一个朋友。池万里大脑飞速旋转，马上得到了印证，眯起了眼。我记得陈康闺女的小名就叫鱼鱼。李艳艰难的点点头，哈哈，叔叔阿姨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江鸾拨弄着精致的美甲，去呗。池墨觉得她终究是做不到母亲口中温婉大方的女人，放下了游戏机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哀怨地看着李艳。她一瞬间读懂了这个眼神，虽然我很想知道，但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，我会带着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。李艳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，儿啊，接吧。李艳为了诸位安心，若无其事地按了接听键，步伐不急不缓，以堪称优雅的姿态离开了莫名其妙之修罗场。可微信电话第一时间是外放的，一个甜腻又委屈的声音响起，带着几分哭腔，小火火，对不起，李艳，众人，昨夜夜晚还是在陈瑜家过夜了。2人抵足而眠，他却因为迟迟没等到李艳的回复，辗转反侧，一夜没睡。起床后，连准备去经纪公司看看的预定行程都取消了，因为经过一夜的思考，以及发现了论坛上格式化的抹黑的，他终于想通了一件事，自己真的冤枉李艳了。夜晚最后还是没忍心告诉他手写剧本的事，以及李艳有别的打算，让陈瑜不要去质问林清玄，这就已经足够佐证了。陈瑜对于李艳的愧疚在一瞬间爆发，回想起最后的交谈，2人都是以决绝的语气相处那么久，他自然知道李艳的脾气温柔，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着想，从不逾越，死板的可爱，甚至牵手都是自己的各种暗示才会主动的。他当然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李艳就跟刚认识的女孩睡在了一张床上了。但陈瑜知道的是，李艳还是有所求的，她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亲密关系，一个眼神能读懂彼此的心情，无意中的视线交汇，明白彼此的心意，以及他说过无数遍，而陈瑜都听到了又忘记，最后才想起的东西，信任。陈瑜这才惊恐地发现，可能他把那个曾经满眼都是自己的男孩弄丢了。直到收到了一条客气又疏离的回复，抱歉，手机没电，睡到现在没能及时回复，让他仅剩的一丝期盼崩碎，不由得泪流满面，把家人和夜晚都吓到了。他开始不断地给李艳发道歉的信息，甚至语气中夹杂着从来未有过的姿态，卑微的祈求，可曾经无时无刻都能秒回。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他，居然连打开对话窗口的兴趣都没有了，所有的消息都显示着未读。其实李艳当时是教迟默玩游戏，手机随手放在枕头下面，没有听到，出去的时候又随手揣在兜里，没有看而已。于是他拨打了微信电话，李家。迟默拿起手机，给他的军师兼母亲发了条微信，默默不能去听吗？他会讨厌默默的吧？可是默默心里痒痒的，好难受啊。江鸾抬眼扫了一下，回复了一条，宝贝，刚刚的话是说给你男人听的，不是说给你听的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妈妈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意思就是既要收集情报，还尽量不能被对象发现。小火火肯定会发现的。可是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哭，我感觉小火火就要离开我了。爱情就像战争，现在你的城门都失火了，为母已经来不及教你了，别管什么发现不发现，到了快要丢掉男人的时候，手机能看就看，电话能听就听，赶紧冲呀！李艳父母目瞪口呆地看着母女俩堪比结印的打字手速。池万里云淡风轻，视线却丝毫没有离开李艳，浅浅地喝了一口茶，呵，天气真不错呀。谢啊。
谢啊 ！P.S. 各位的支持与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，请把5星和追更砸我脸上，日更万字不是梦。第15获奖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陈瑜的嗓音带着哭腔。李艳走到花坛边，摘下一朵香味扑鼻的栀子花，从声音中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我原谅你了。陈瑜心中更加忐忑。那我们还会像从前一样吗？李艳想了想，道：我们还会是朋友。30度朝上的气温，陈瑜只感觉手脚冰凉，声音愈发颤抖。我现在想见你，我们见面聊好吗？我在家，现在家里有客人在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了迟默。他提着白裙，距离李艳只有1步，侧着身子想要偷听，被他发现了之后，迟默模样慌张，失了重心。李艳连忙扶住，小心点。陈瑜不解：啊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跟你说话。语气没有疏离，也没有亲近，可陈瑜心里却愈发慌张。明天有空吗？我约你吧。我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空。李艳松开了放在迟默腰上的手，问道：是夜晚和你说了什么吗？没。你刚刚身边有人？是谁啊？陈瑜岔开了话，他不想让李艳觉得自己是被夜晚提醒，才会相信他的清白。本来在此之前，他也已经想通了，含糊其辞是不想让李艳增加恶感。李艳直白地回道：客人家的女儿。陈瑜语气一滞，心中掠过千万种可能，然后摇摇头：一定是调皮捣蛋的小女孩吧？小女孩很调皮的，你带她出来玩吧。学校附近的银泰有家儿童乐园。李艳想了想，出去走走，可能会对迟默有帮助。和陈瑜见面，和迟默一起，就不太方便了。有些话只能一对一说。喂。陈瑜尽量保持语气的平静。李艳方才回神，她的年纪不适合去儿童乐园了。陈瑜表情僵住，用着玩笑的语气道：你该不会在相亲吧？李艳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意味。既然要和陈瑜做朋友，有些话不妨说开了。直白地说，我不打算和你交往，以后仅限于朋友的关系。太过直球，也显得自己自我意识过剩。旁敲侧击也无妨。李艳也不是傻，看迟父迟母的意思跟相亲也差不多，而且未来势必要在学校里带着迟默，不如提前说，跟相亲差不多吧。他家雇我给女儿做保姆，回头介绍给你认识。陈瑜，什么意思？说是要我陪着上学，你答应了？李艳想了想道：我答应了，其中有些原因，算是做好人好事吧。做好人好事不能把自己也搭上吧？陈瑜急了：是不是因为我伤害了你，你就随便找了个人家入赘了？你不能那么随便的对待自己。不是，情况比较复杂，这是有关我朋友的隐私，我是答应照顾，其他的没有。李艳现在已经知道陈瑜和迟默一样，也是他救过的女孩，于是补了一句：你可能也认识。陈瑜急切道：我现在去你家，你发我个地址。真的不太方便。陈瑜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陈瑜听到这句话，眼泪又要掉下来了，强撑着：对不起，是我失态了，以后介绍给我认识吧，我先挂了。见女儿挂断了电话，又掉眼泪。陈母皱起了眉头，用指肚给她拭泪：是之前追求你的那个男孩子吗？是他欺负你了？这种渣男我们不要。现在网上那么多人喜欢我们家的鱼鱼，妈的，朋友有好多都来打听呢。我们换个好的。陈瑜哇的一声就哭了，擦着眼泪。聂如道：没有比他好的了，他没欺负我，是我欺负的他啊。陈母把女儿揽入怀中安慰，看向叶婉，叶婉只能摇摇头。另一边的只是陈康瞥了一眼，扶了扶老花镜，又聚精会神地看起宗卷，拿起钢笔做出批注，关掉电话。李艳扫了眼微信，宿舍群有个艾特的消息：张正李艳，你的作品上热搜了。一张微博截图，热度第3。景浩在校生拍摄微电影入选国际奖项。景浩，魔都大学微电影《一碗面》正式入选金花奖最佳社会作品影片奖。据从业人士透露，获奖概率极高。恢复了个字。李艳捏着手中的栀子花，心情好极了，顺手又摘了一朵，送给迟默，乐呵呵道：这个花很像你。原本心情莫名沉重的迟默收到了礼物，顿时就开心了。迟默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撩了撩碎发，露出天鹅般的玉颈。片头示意李艳给他戴上，李艳尽量以不触碰到他的动作帮他夹在耳后，可是手指还是不经意地抚过他的脸颊和脖颈。迟默脸倏地红了，他不能理解这种情绪，哪怕昨夜一起同床共枕也未有过。迟默只是环抱住李艳的那只手，仰起头嫣然一笑，阳光明媚，有些晃眼，令李艳都有片刻的失神。房间里，江鸾略有阴郁的脸上顿时被自豪之色取代了。
我闺女天赋异禀啊。池府心里酸唧唧的，已经开始想结婚那天该怎么哭了。池墨一笑展示自己之后，就踉踉跄跄的从李燕的身边跑开了，冲进了妈妈的怀里。李燕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打开水龙头洗手，顺手搓了把脸后回到了客厅，随手取了个纸杯，把栀子花放好。老李神情严肃，傻乐什么呢？李燕，儿子当面觊觎人家女儿，实在是不像话。作为父亲，他要提醒一下。老李瞥了一眼旁边黯然神伤的池父，李燕还是不解。行了行了，李父甩了根烟，过来坐，别熏着人家。池叔叔都出了钱要我照顾池墨妹妹，他闻烟味难受。我打算戒了。李燕懒得挪屁股，继续出神傻乐。江鸾揉着女儿发烫的耳垂，心里欢喜，那么快就让她找回了一种这个年纪姑娘该有的情绪，没白戴那么多年的面具。正主是真好使啊。李母也是没辙了，直言提醒，你这样怎么让你池叔叔放心把你池墨妹妹交给你照顾？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笑得太猥琐了，居然还不懂。李母已经无奈了。李燕摊手，我拍的电影获奖了，我才笑的，哪里猥琐了？李母呵呵没，挺好。第16，算计，求书假，求催更，恭喜恭喜，这得订个酒店庆祝一下。江鸾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打电话通知保镖队长去预约。哎，这不成的，哪有让客人请客的？池万里拿起一块糕点，一顿饭罢了。小李边上学边陪着我家闺女，我们表表心意也是应该的。江鸾偷偷搜了一下，微微一惊，还是正经的国际奖项，厉害啊！池墨抬头钻进江鸾的臂弯，看手机上的新闻，哇呀，他高兴极了，看向李燕。李燕嘿嘿一笑，羞涩的挠着头，多亏了同学的帮忙，我也就起个关键的领导作用。你还真不知道谦虚。李母嘴上这么说，可乐的都合不拢嘴了。老李也凑到池万里身边，看微博上的消息。李燕突然想到了件事，皱起了眉头，低声埋怨了句：该死，漏算了。他原本以为是自己冒用剧本的社会新闻会拿出来宣传，结果是影片本身品质太高，获奖了。那么肯定就会有人开始细查。当林清玄意识到这点之后，就会想办法补上漏洞。李燕不会天真到注册个版权就高枕无忧了。儿子，这上面显示的导演和编剧都是别人的名字，是怎么回事？说着，李父补充道：不是怀疑你，爸，没事，我知道的，哪怕你说我撒谎，我也不会半年不叫爸的。李燕嘴里开着玩笑，可表情仍然凝重。知子莫若父。李父皱眉：儿子，有什么麻烦吗？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。微信电话再次响起，李燕看到林清玄这个名字，冷哼一声，按熄了屏幕，而后看向池万里：池叔叔，你和林家有什么生意往来吗？哪个林家？林氏集团，以魔都大学为地盘，纵横于媒体业、教育业。池万里点点头，有些广告投放需要和他们合作，但不是唯一的选择，没你重要。李燕，妈，手机借我一下，录个音，有些事需要叔叔和爸帮忙，等会麻烦您几位先不要说话。叮嘱完，他便打开手机，接听了微信电话。李燕，哦，林学长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开门见山：你算计我？李燕冷冷道：不敢不敢，我哪里敢算计林学长啊？还装？你为什么把我的剧本注册了版权？林学长，思维导图、大纲、分镜、手稿都在我手里，什么叫把你的剧本注册了版权？你这是无耻的偷窃！哦，电脑上只有我的指纹，上面有操作记录，手稿有我的笔记，你报警吧，强词夺理。你现在在哪？你要是这个态度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，让学校劝退我吧。有了名气，还怕赚不到钱？我们说好把剧本是卖给我的。林学长，这太可笑了，你先毁约，而且之前从来没提过这件事，我没有收到1分钱，而且即便卖，著作权的署名也应该是我呀。他故作诧异，100万没到账吗？李燕倒吸一口凉气，100万。沉默了半晌后，那边说道：我刚刚问了，是打款一偿我们重签的合同吧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刚到老家，在山沟沟里。林学长，给我个地址，我现在就往回赶，明天下午之前能到。给我地址，我派车来接。在山里用驴车，我二大爷正赶驴呢。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先关机到有车的地方，立马打给你。电话挂断，手机关机。李母严肃道：儿子，这钱咱们不要，该咱们的就是咱们的，宁可不要钱也不受这个欺负。李父笑着扶额：傻媳妇哟，你儿子算计人家呢，乃是要钱呢。李燕终止了录音，
草了，这帮狗逼资本家怎么心眼那么多？电话里一句露马脚的话都不说。池万里笑容一滞，江鸾眼中异彩连连。没想到这准女婿那么有本事，有丈夫年轻时候风范，甚至比老池同龄的时候更加老练。池墨警惕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从他怀里钻了出来，往李艳身边凑了凑。李艳连忙往回找不到，池叔叔不是那种黑心资本家，林家太可恶了。池万里满意点头，而后问道：你为什么想对付林氏集团？江鸾疑惑道：不是对付他学长吗？跟林氏集团有什么关系？池万里耸了耸肩膀，如果只是对付同学的话，光是小李手中掌握的证据就够的了，也不会问我一嘴是否和林氏集团有合作了。我但凡不提一下小李在我们家的重要地位，这件事不就帮不上忙了吗？李母知道自家儿子聪明，可没想到心眼能那么多，才知道平时都是装的乖乖仔，合着都是逗他玩呢。不过儿子成器，他自然是高兴的。然而惹了这种事，不免担心平时丈夫在单位里，他就够提心吊胆的了。唉，没辙。妈，你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时候，有个女同学跳楼的事吗？李母回忆了一下，点头道：那闺女啊，听说是跟家里闹了矛盾。不是闹矛盾，我后来查了，她是魔都大学的优等生，被轮奸后跳楼的。李艳面沉如水，继续道：她家庭条件还好，父母双职工，一儿一女，日子原本过得不错。这学姐相貌好，毕业后想进娱乐圈或者当主持人。林清玄听说后，以介绍为名，实则诱奸。学姐去报警，林清玄被抓，林家便出手对付他的双亲。那学姐只有妥协。李母瞪圆了眼，拍着茶几，这种公诉案件怎么能撤？池万里冷笑：林氏集团在媒体业深耕多年，给部分有心思的官造事，升官简直不能太轻松。说句实在话，做生意做到一定地步，不沾这个很快就会达到极限。我也是沾了小李的光，认识了人才有机会走到今天。李艳没有追问池父沾了什么光，继续道：妥协之后就是无底洞了。他一步一步的被林清玄拽入深渊，最后是被学校部分管理层轮奸数次，不堪受辱跳楼自尽，甚至怕牵连父母，连遗书都不敢写这件事。事后他父亲带着一家人离开了魔都，其母无法接受，精神崩溃，住在精神病院。在此之前被林清玄设计过的女孩，两只手都数不清，大部分都是收钱了事，没人敢报警。李父眉头越蹙越紧，剑眉倒竖，怒之以极：你怎么不早说？第17。池墨张开双臂，站在了李艳面前，他吓得瑟瑟发抖，几乎都要站不稳，哪怕闭着眼也愿意移开。老李再大的气也消了：侄女，我没对你发脾气。江鸾把女儿抱在怀里坐下，轻声安抚着。李艳直视着父亲凌冽的视线，毫不退让：我妹妹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气，她已经12岁了，能记得事，如果被抓走，想必爸爸比我清楚她将受到怎样的对待。老李原本坚毅的神色瞬间消解，他有些佝偻地站起身，打开窗户，背对着众人，靠着窗台点燃了一根烟，拿着手掌擦了擦他粗糙黝黑的脸：儿子，我刚刚是气糊涂了，你继续说吧。李艳看着父亲的背影，长叹一声，继续道：有了学姐这件事之后，林清玄消停了不少，换作直接拿钱砸人，或者拿学校的一些名额和资源去要挟。刚刚对话你们也听见了，这种人做事很谨慎，哪怕那些当事人也没能保存下确凿证据，更别说我了。所以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我伪装了一下，联系了受害的14个女生，约好了一起去报案。池父皱眉：你确定他们会去吗？人那么多，很有可能已经散出了风声。李艳点头：那时候我太生气，没想太多，他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风声，有个女生靠着这个信息换了一笔钱，他一威胁，便直接全军覆没。之后我花了1年时间去甄别其中没有放弃复仇机会的人，怕引起警惕，只能旁敲侧击，有跳楼学姐的前车之鉴，以及这种事当事人本来就不愿意提及，情况不是很理想，我只能在最后的时候再与他们摊牌，只有5成机会。为了避免第一时间林家动用自己的势力，爸，您想办法让林氏集团接受调查，或者想办法传出要调查他们的风声，这样一来至少能增加2成概率。老李已经坐回了沙发上，你先继续说。我手上有学姐被学校管理层轮奸的直接证据，但人死了，还被这么折腾过一次，学姐家人想必也不会配合，但只要能锤死林清玄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现在魔都大学因为电影的事名声赫赫，那么事情一翻出来，学校那帮尸位素餐的茉莉一个也就跑不了。林家关系在学校中盘根错节，
他们肯定也会受到重创。池父皱起了眉头，我怎么觉得机会没有你说的那么高？李艳看向父亲，我记得1个礼拜后，各公职单位有个活动。他说了一遍自己在肚子里滚了800圈的计划。好，好，好。李父听了，狠狠按灭了烟蒂，一改颓然。是爸老了，你放手去干，屁股由你爹来擦。爸，你打算徇私枉法？李父又皱起眉头。怎么？李艳耸了耸肩膀，没事。不愧是8岁就能在穷凶极恶的罪犯手上救人的孩子。数年过去，没成想成长到了这个地步，池万里也感觉自己老了。他妈撒着下巴，如果女儿和他能成，这份家业也是后继有人了。很巧，老李跟他想到一块去了。儿子，以后还是干我这行吧，你天生是这块料。不去。李艳无视老爹幽怨的目光，把手机重新开机。他思索着之前同林清玄说的屁话，以林清玄的脑袋，拖延不了几个小时，他就能反应过来。如今的微电影获得国际奖项提名，对于任何一个豪门子弟来说，这种名声都是不能割舍的利益。林清玄是不可能放弃的，可豪门子弟具体会是什么样的手段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这触及到李艳的知识盲区了。于是他把自己担忧的问题直接和几位社会经验充足长辈商量，爸妈理所应当的一脸茫然，而池母却自信满满。我天天看某户的豪门文，我知道无非是把家人绑票，或者把你女朋友绑票，威胁。不过你放心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男主角都会挺身而出的。在书摊常年租书，已经看完了全部琼瑶阿姨著作的李母，理所应当的起了兴趣。那种小说好看吗？池母连连点头，好看，特别好看，我每天都看。池墨#39#39，他拿出手机，展示微信2维码给李母，一副我来安利的样子。李艳，老李。池万里捂着额头见笑了。绑票这种事应该不会发生，毕竟只是关系到林清玄的个人利益。这种小辈在家族中能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，如果足够聪明，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这年头，拿绑票来威胁人的二逼很少见了。家人还有点可能，女朋友完全是扯淡。江鸾神色不善地看向丈夫，池万里翻了翻白眼。李艳放心了不少，那就只剩威逼利诱了，无非是让你无法在这一行从业，再许诺你得不到的利益，虚与委蛇就是了。李艳松了口气，那无所谓的，吊着就是了。这边只是几句话的功夫，另一边的3人的感情就突飞猛进了。默默这闺女真好啊，又乖又亲人。嘿嘿，池墨羞涩地挠着头。江鸾，池万里，若不是池墨社恐到了一定地步，老两口都不可能把李艳带进家门，是实在没辙。查了半天，确定李艳比较靠谱，才敢带回来给池墨。他们也没想到池墨能爱屋及乌到这个地步，只要和李艳有关，都划归到了好人一列。姐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去个逛街。江鸾邀请李母。天太热了，闺女中暑咋办？李母已经被可可爱爱的默默迷失了双眼，随便找个商场逛逛。冷空气快来了，买几件秋装。李母有些犹豫，她是想去，可自家的消费水平，江鸾大概猜出了李母的心思。我看附近有个银泰城，我们就去那逛逛。第18，牵手。池万里有工作要忙，老李要刷 app 上的地课，如今组织也是与时俱进了。李艳短视频处于停更状态，所以闲没事做，但浑身上下依旧写满了抗拒。我不想去。池墨也摇摇头，他曾经去过一次，可一看到人潮，就不由自主的恐惧。待在李艳身边，明显会更好玩。他还没跟李艳一起交流关于奥特曼的心得，而且他房间里有很多等着他探索的宝贝，床底下的纸箱，衣柜的夹层，以及书桌上锁的抽屉，都对他充满了诱惑。江鸾沮丧地垂着眸子，我已经好多年没跟女儿逛过街了。李艳有些抓马，看向池墨，我们也一起去。池墨眨了眨眼，不明白李艳为什么改了主意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有小火火在，外面就是安全的。他莫名有些气恼，小火火这么好听的名字，为什么是别的人取的？心里有些发痒。车上，李母有些局促，坐在迈巴赫的商务7座的真皮座椅上。作为公职人员的妻子，她深感不安，有一种已经腐败掉了的感觉。江鸾则善解人意地跟她聊些家常，问些李艳过去的趣事。李艳的妹妹书念得怎么样？李艳妹妹会不会喜欢池墨之类的？李母很快就放松了下来。后排，池墨在微信上给坐在身边的李艳发表情，龇牙、爱心、狗狗、兔子，玩的也挺开心。李艳不太快乐，她已经很久没看动漫了，只想补番，因为她知道
未来他很有可能坐牢什么的。所谓的问李府会不会徇私枉法，只是顺嘴了而已。真正要做的事，怎么可能说出来？他看向呆萌的迟默，觉得要尽一些责任。默默，外面不全是坏人？迟默疑惑地看着李艳，在说什么傻话呢？肯定全是坏人啊！李艳没办法跟迟默进一步解释，有些无奈，观念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，否则迟父迟母也不会束手无策。跟我一起去逛街，你会觉得开心吗？迟默露出大大的笑容，点头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？我带你去玩。迟默伸出手指，指了指李艳，啊，他故作痴呆，你喜欢买衣服？迟默撅了撅嘴，拿起手机打字，我喜欢你。你喜欢爸爸妈妈吗？喜欢，但最喜欢你。你为什么喜欢爸爸妈妈？因为他们对我好，我没有像你爸爸妈妈那样对你好，你应该最喜欢他们。迟默脸上写满了疑惑，歪头看着李艳，李艳当然是茫然状。迟默对于感情的理解能力不太正常，对于他的依恋也属于非正常状态，因此李艳打算卡一些 bug， 引导他把依恋当作亲情，最好是友情，那么相处就会很轻松了。可惜车上有一位爱情程序员，迟默向母亲求助，递过了手机。江鸾看向李艳，我可以看吗？这怎么拒绝？不过也没说什么出格的事，他笑着点头，我跟迟默妹妹聊天玩呢，您看吧。对于男女感情，江鸾虽然实战不是很多，属于年轻时候恋爱脑，就过到了现在也因祸得福，有钱有闲，因此理论知识十分充沛，都是从小说里学来的。他扫了一眼便看透了李艳的心思，当然对于李艳真心想要帮助迟默，没有歪心思，也很认可，从而进一步的放心了。不过迟默对李艳的感情真的是因为童年阴影吗？心理医生说过，迟默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节，恐惧到了难以磨灭的程度，那么被救赎后的感觉也会额外强烈。当他以后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是多么巧合，李艳当时是多么英勇之后，他的英雄恐怕这辈子只有这一个了。因此迟默是离不开李艳的，这就是结论，一旦相遇就不可能结束，迟默一辈子都会缠着李艳的。也是因此他们两口子拐弯抹角的做面具，找人做程序，也不愿直接找李艳，因为这真的很不公平。可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谁会舍得自己青春可爱的女儿就这样枯萎在家中？反正这对父母宁可付出所有的一切都不愿意。默默，你喜欢爸爸妈妈和你喜欢李艳是一样的吗？迟默歪着头思索了片刻，摇头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江鸾递还了手机。李艳对于当面谈论这种事实在是有些吃不消，李母早就听过，如今一见更加心疼迟默，决心回头一定再嘱咐一下李艳，绝对不能欺负她。迟默双手抱胸，撅着嘴苦恼，慢慢想吧，不着急的。跟李艳出去玩很开心吧？迟默小小的忧愁马上就消失了，点点头，露出大大的笑容，把手放在李艳的手背上。李艳尴尬的拿起手抓了抓头，抱歉，我的头有点痒。迟默伸出手来想帮李艳抓一抓，没事，好了。江鸾看了眼，搜了一张图片发给迟默，手牵手会更开心。等迟默学习完毕，江鸾试了俯身去，深藏功与名的撤回了消息。他戳了戳李艳的手掌，啊，怎么了？迟默翻了翻手掌，抬抬下巴，示意李艳照着学。李艳，他装作不懂，呐。迟默妹妹翻花手真好看呢，哈哈，他焦急的嚷着，求助似的看向妈妈。唉，李艳不愿意呢。江鸾为难的看着迟默，叹息道，不要为难他。迟默低下了头，像是发蔫的小白花。李母一直注意着，心疼坏了，斜睨了李艳一眼，你为什么欺负人家？李艳，我没有，还狡辩。李母瞪着李艳，默默妹妹说什么你都要听。李艳只能讨好的转着手腕，翻花手我也会。迟默则趁机抓住了李艳的手，手指伸进她的指缝，然后握紧，霸道的拽进了自己的怀里。他感觉到浑身酥麻，但是真的变开心了，咧开了嘴，妈妈真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李艳身体一僵，而后脑海里开始播放咒语，这是我亲妹妹，像妈妈一样的家人。可是她的手好软啊，肚子也好软，不是肚子。看着老妈杀人般的眼神，他把十指相扣的双手轻轻从迟默的怀里挪开，放到了扶手上。可酥麻感没有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迟默的呼吸也越来越深。他另外一只手捂着胸口，感觉心脏都不舒服了，开始害怕起来，向妈妈求助。江鸾听了，跪在座椅上，关切地看着，哪里难受？
还没说完，江鸾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，笑着摇头，没事的，不是生病了啊，跟妈妈手牵手不一样吧？迟默呼吸，然后点头。啊，江鸾温柔的一笑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，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，默默要自己去找了呢。李母也是笑容温暖，默默还真是可爱呢。第19遇上了魔都城郊的一处庄园，角落的一栋别墅，林清玄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随手掐着花盆中价值不菲的兰花叶，谦逊着回应贺喜来电。一整天里，他不知道接了几通这样的电话，家族内部拉拢的，同个圈子里的朋友来寻求合作的，还有几个采访邀约。可林清玄的心情也没多好，原本是完美的一天啊，就因为一点点疏漏变得有了缺憾。这个时代让建明也有了防备的心思，反抗得意志，可惜结局大多可笑。他从小就见了太多，听说的则更多。希望李燕是个聪明人吧，否则太可惜了，调教起来会很吃力的。他一下一下的在蓝叶上掐着，心却没法平静，感觉仿佛会有什么坏事发生。犹豫再三，走进房间，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老年机，在滴滴滴的按键声中翻找号码，找到了，拨通，再呼叫转移。林清玄嗤笑一声，都这年头还玩得那么传统。半分钟时间，终于接通了。他淡淡道：帮我追踪一个号码的所在地，3日之内的路径。187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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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万，虚拟币交易。对，一会加你的微信名就是账户，不用添加，直接交易。好，等了一会，邮箱收到了一个表格。林清玄粗略了的扫了一眼，阴郁染上了眉梢，又是个蠢货。3次元真是垃圾，没有人能发现我美好的内心。江年华撩起 T 恤，擦了擦汗，埋怨道：你们说为什么路过的女生见到我都绕着走？张正嘴角叼着烟，抖着腿，接过文海递来的柠檬水，蹲在奶茶店门口，就像一头大狗熊，斜了江年华一眼，因为你长得像 H 漫的男主角。江年华一人拎着一杯柠檬水，难得有空，便打算去网吧搞团建。你们说李燕今天在干嘛？躲在被窝里哭？难以想象，但感觉还挺有可能的。文海咧了咧嘴，我跟他小时候接触的多，所以对于这个或感情方面的反应，真的猜不到。查一下定位不就得了？江年华用手机调出了他自己编写的程序。3个人探头看定位，哦嚯，不到1公里，就在附近的银泰卧槽。怎么绕着银泰外围一圈圈的逛？看路径都有好几圈了，这家伙在做甚呢？去狙击一下。去 Go go go。 李燕是不会一个人逛街的，肯定是又去舔了。张正十分有兴趣，可是定位在路上啊，手机定位本来就不太准。此时一辆网约车停在了路边，车门打开，羊脂般的美腿从车上探了下来，踏着一双凉鞋，露出粉嫩的脚趾，还没从车上出来，就吸引了一圈的视线。她拢着裙摆从车上下来，俏生生地站在路边，看着眼前的3人，露出绝美的一笑。你们好。玩笑归玩笑，再怎么样的美女，兄弟的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刚刚还开着玩笑的几人，见到来人都表现得礼貌又疏离，眼前这娘们现在还不是嫂子。不仅如此，还狠狠地伤害了他们的兄弟，他们自然不会太热情。张正颔首示意，江年华则默不作声地划着手机。而文海曾经陪同李燕和他吃过饭，态度好上许多。学姐，好巧。说着看向陈瑜身后的叶婉，也打了个招呼。叶婉学姐，嗨，正好看到你们去吃饭。叶婉刚说出口，就觉得有些好笑。都快3点了，顺嘴了，别介意。张正扯了扯嘴角，作为优秀大学生，只要放假就不存在正常作息。他们原本是打算去网吧点外卖的，还真是去吃饭的。文海尴尬地笑了笑，那就先这样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们是去银泰吃饭吗？陈瑜问道。文海有些奇怪，他难道不是跟李燕约好的？那可真是太好玩了。3个损友全想到一块去了，都眼睛一亮。啊，对张正一改刚才的疏离，连忙接过话茬。2位学姐也去银泰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说着陈瑜故作随意。李燕呢？没跟你们一起？没有，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听说回家了吧？昨天一边哭一边跟我们打视频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唉，这让陈瑜的愧疚不已，不由得想起昨夜李燕面对他的冷淡，以及他一个人走在街上的狼狈模样，心疼的难以言喻。张正嘴角微翘，只看纯爱番的他，对于这种情节十分了解。后悔了吧？追夫火葬场了吧？呵呵，3集之内绝对不能原谅。学姐，你就胃疼去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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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三人紧急拉了个群，统一了意志，联合着添油加醋，搅风搅雨，把陈宇整郁郁了。结果就是，在吹到空调之前，成功让陈宇主动掏腰包请客，既能蹭到饭，又能帮到李艳逆推，几人的心情都极好。老李，不用感谢我们。另一边，商务车已经绕着银泰城开了好几圈了，大小姐的不适终于得到缓解，这才停到了路边。大热天，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队长率先下车，推开了车门。张正站在枫木上，扇了扇领口，这帮有钱人真特么能装。话音未落，两位妇人率先从车上下来。干妈，江年华翻了翻白眼，你想走捷径了？文海又仔细端详，拍了江年华的脑袋一下，少放你妈的屁！你神经病啊！江年华揉着生疼的头，那是李艳的亲妈。傻逼！江年华啊！正在收阳伞的陈瑜一愣，下意识的出口，带着惊喜：真的？哪个？披丝巾的那个。李母也注意到了文海，跟江鸾说了声，就径直走向一行人。干妈文海挠着头，打了声招呼：你这个混小子，怎么不来家玩？李母亲昵地拍了拍文海的肩膀：得空了来家吃饭啊？看你都瘦了。没有没有。文海连连摆手：阿姨我哪有瘦啊，天天大鱼大肉的。过几天我去看您。第20，溃不成军。你这孩子。说着，李母看向另外几人，这几个都是李艳的同学吧？你们好，我是李艳的母亲，几声阿姨，让李母笑眯了眼。哎，有空来家玩，随时欢迎。李母与陈瑜对视一眼，便被惊艳到了，好俊的闺女，同时还觉得有些熟悉。对了，是电影里的姑娘，也就是说，察觉到她羞涩又略带讨好的神色，李母下意识的嘴角上扬。好儿子，个屁！他不是说人家不愿意谈了吗？这闺女都这样子了，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背后的车子里，他儿子还在跟迟墨腻歪呢。李母都妈了，这根本没法解释啊。而陈瑜观察到李母阴晴不定的模样，不误会都难，顿时心头一凉，紧张道：阿姨，我跟李艳有些误会，我能去您家跟她解释一下吗？果然是这样，得到证实的李母尬的都能把鞋底扣穿了，含糊道：昂昂。而此时别着一朵栀子花的少女，把昨天晚上痛哭流涕，听着网易云直到天亮，做梦都在喊着陈瑜的李先生从车上牵下来了。除了陈瑜被李母遮挡了视线之外，其余几人都看到了。虽然实际情况是迟墨死活不愿意松手，他又坐在里面的座位，才会这样的，但在各位观众看来，十指紧扣，郎才女貌，少女十分倔强的不愿意松开手，而李先生脸有些红，明显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吃不消。张正在内心高呼：这才是逆推，滑掉，这是修罗场。他默默给李先生在心里立了个碑。你们怎么了？陈瑜迎着几人的视线，也看到了错愕、震惊、惶恐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伸手紧紧攥着身边夜晚的袖口。不明所以的李艳还在跟迟墨交涉，迟墨妹妹在外面这样牵手不好。哼！注意到路过行人的目光，迟墨原本的霸道化为了胆怯，躲到了李艳的怀里。江鸾无视了李艳求助的目光，老神在，赶紧进去吧，外面多热啊。李艳叹了口气，默念了几遍咒语，同时希望不要遇到熟人，拨弄了几下迟墨的呆毛，感受到他颤抖的身躯，轻声安慰道：没事的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小脑袋在他的怀里拱了拱，迟墨的呆毛开始从不安的抖动中恢复过来，他哼唧了几声给自己打气，然后抬起头看了李艳一眼，得到一个笑容后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低头慢吞吞地走着。李艳抬头看到了一行人，下意识的捂脸，绷不住，完全绷不住。迟母当然也发现了，也认出来了，刺激，太刺激了！会员在哪儿冲？不对啊，女儿遇到危机了，怎么能那么兴奋呢？话说她活了那么多年，也是头一回遇到那么狗血的状况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陈瑜带着微笑，主动走向了他们。李艳，好巧啊！他笑容明媚地招了招手，在李艳的面前站定，温婉地把碎发撩在脑后。这位是……李艳也恢复了几分冷静，她本来就没做什么错事，不需要心虚。这是我的朋友。迟墨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抬起头茫然地看向陈瑜，瞬间明白过来了，敌人，这是敌人。呆毛开始旋转起来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陈瑜轻笑，刚刚你母亲跟我解释一遍了，这次我没有胡乱揣测你。他看向迟墨，露出无懈可击的笑容。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为何，
他原本的慌乱当然无存，神情一变，井号39，井号39。他与陈鱼直视，没有怯懦，只有坚定。江鸾发现他闺女好像在发光，父亲的霸道总裁之魂再次附体，一只手伸向他的母亲，勾了勾手指。池母赶紧从包里取出女儿的手机，放在他的手心。池墨轻轻在键盘上敲击下2个字，翻手展示给陈鱼。这下轮到陈鱼搞不清楚状况，这是做什么？江鸾解释道：“我女儿不会说话，你看她打的字吧，她在跟你自我介绍。”哦，阳光有些耀眼。陈鱼微微俯身，眯起了眼。迟墨，他记忆中的某处被唤醒，抬头看着江鸾，终于认出来了，错愕道：“您就是江阿姨？这位就是当年的那个默默妹妹，好久不见了，小鱼鱼，你长得越来越好看了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李艳：“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当年救你的那个男孩，就是现在的李艳。”陈鱼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少年模样的他和眼前面容局促的青年重合，难怪他第一眼见到李艳就不由得心生好感。原本依靠理智按下的情绪，反弹之后更加汹涌，心乱如麻，溃不成军，想说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。陈鱼从来没有这样慌张过，他连手都不知道怎么放，只能紧紧地握在一起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李艳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也就比你早几个小时吧。那你还喜欢我吗？李艳只觉得尴尬，我们做朋友吧，那样会更开心。陈鱼睫毛微颤，眼睛眨了几下，才没有让眼泪流下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还可以弥补。他看起来可怜极了。李艳皱了皱眉，这帮室友真的没辙，会中暑的。我们先进去吧。少女倔强地咬着嘴唇，我们还有可能的，只是这样就结束了，我不甘心。李艳劝道：“我们回头再说这件事好吗？你答应我，不然我哪怕中暑了也站在这里。”他就像孩子一样耍赖，央求卓想要的东西。他眼眶红红的，那你只要回答我，我可以追你吗？李艳，这个话根本没办法回答，沉默就是回答。他终于扭回头，泪如雨下，他不停地擦着脸颊，可怎么也擦不干净，泪珠从脸颊滑落，从手背滑落，在地上留下一个圆圆的印记，很快被地砖吸收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婉婉，送我回家。第21 Omega。 看那3个货跟老妈打了声招呼后，就飞似的溜了。李艳知道他们肯定添油加醋了，人群也散去了。对当事人来说，社死的事件；对旁观者来说，也不过一场热闹而已。走进商场，2个当妈的一个梯队，李艳和迟墨则是另外一个梯队。李母兴致不错，平日里家里2个爷们都不爱逛街，跟李科科娘俩逛又觉得少了点意思，可今天有种跟亲家母和媳妇逛街的感觉，十分新鲜。江鸾则回忆起最早和池万里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池万里还是个小老板，小两口真是忙得脚不着地。后来怀了孩子，老公不想让她太辛苦，总是先把她送回家，一个人就不想开火，就会来这种地方吃碗面，吃份盖饭。最常听到的就是同龄人吐槽老板如何不当人，他会一边偷笑，一边大口干饭。到后来，为了照顾池墨，很少出门了，来到这里，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他指了一家男装店，嫂子，这家店进去看看。李母看着门店国潮来袭的 logo 和里面花哨的衣服，扯了扯嘴角，我听说像你家老池这种老板，都是一套西装10几万，哪有穿这个的？江鸾笑了，那是正式场合穿的，现在不是有小李在吗？默默也敢出门了，等好一些了，我们2家一起去旅游，咱们比比看谁家老公穿得更年轻，怎么样？李母动心了，她当初在一众追求者选择老李，其中有90%原因是相貌好，可干这个工作，长年累月的，就变成天天拎着保温杯，夹着笔记本，一副干不下乡的模样是挺可靠的，但他多少有点看腻了。被江鸾一说，顿时醍醐灌顶，老公他可舍不得换，可是换衣服行啊。于是情投意合的2人把包挂在了大冤种李艳的头上后，携手走进了店里。另一边，李艳带着迟墨坐在了休息的长椅上，迟墨明显不适应，耷拉着脑袋，呆毛也蔫蔫的。有人路过，或者听到不远处的交谈声，都会让他浑身一颤，凑近李艳几分，想要牵手，可是又挪了挪屁股，扭过头，气鼓鼓的样子，然后被路人吓到，就这样循环着。女人心这门学问，李艳觉得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没法入门了，哪怕是像迟墨这样简单的女孩，她都参不透。你怎么了？哼！受到瞩目，她又瑟缩着，凑近了李艳几分，
李艳觉得他有点可爱，又有点可怜，问道：“你是生气了吗？”迟默 ：“OK， 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”迟默烦躁地抓了抓耳朵，下意识地不想搭理他。“你打字给我吧。你不说我也不明白啊。”用哄孩子的语气说了一句之后，他便从李艳揣着的包里拿出了手机。李艳顿时松了口气，看样子迟默还是很好哄的。他如是想着，打开了微信。生气，李艳，我错了。迟默点了点小脑袋。李艳长舒了一口气。迟默，李艳，迟默，李艳。他双手抱胸，哼，李艳。迟默又一次面对了新的陌生情绪，刚刚感觉心里酸溜溜，听了他的话又莫名的烦躁。也不是讨厌，他明明很喜欢小火火的，可他就是觉得这么做，小火火就会对他好一点，比如说主动跟他牵手，多跟他说一点话，睡觉的时候会像妈妈一样抱着他。结果看到李嫣自顾自的玩手机，迟默心里顿时空落落的，都注意不到来往的行人了，这个世界仿佛就只有他一个人。于是他伸出一只手，挡在了手机屏幕前，葱白般的手指张了张。啊！他指了指李嫣另一只空闲的手，牵手吗？他点头。李嫣牵起了他小巧的手，但没有十指紧扣。带妹妹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偶尔也会这样，反正也社死过了。他看了眼迟默的表情 ，Oh my god！ 李嫣，不，生气了 ，Oh my god！ 哼 ，OK， 明白了。李嫣把手机揣进兜里。刚刚江鸾阿姨叮嘱过她，可以带迟默吃一点这里的小吃。迟默可能没怎么吃过这种商场里的小吃吧，于是他指着不远处的火山石烤肠，要不要吃？啊，猪肉做的香肠，烤起来的。迟默觉得坐在这里也挺开心的，因为那个戴着白帽子毛茸茸的人笑起来很可怕。他有点不想去，可看到李嫣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得到允许后，李嫣牵起迟默的手，走向那个面容和蔼的大叔。迟默依旧低着头，慢吞吞地走着，躲在李嫣的身后，一只手牵着，一只手抓着她的腰，直到领取了2根烤肠，坐回了位置上。他轻轻扶了扶胸口，长舒一口气。李嫣递过去一根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嚼起来。迟默学着李嫣的样子，嗷呜地咬了一口，可明显技巧不够娴熟，被烫到了，烤肠掉落在地。这是他冒了那么大风险买来的，是他心爱的大宝贝爱吃的东西，他还没尝到呢，眼中蒙上了水雾，弄哭了可还行？他连忙道：“别哭啊，我再给你买。”迟默更难过了，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再去一次他会死的，太可怕了。李嫣连忙用手撅了一截，把剩下的递给他，诺，吃这个。他吹了好几下，想到他干饭时候不要命的样子，又叮嘱道：“小口一点咬。”迟默擦了擦眼睛，伸出脑袋小小的咬了一口，又一口，又一口，又一口，然后没忍住嗷呜一下全都吃完。好吃吗？迟默以定格的礼节称赞，眼睛里都有小星星了，盯着竹签，很想嗦一口的样子。他想起了掉在地上的烤肠，李嫣惊恐，不能捡，我再去给你买。迟默眨了眨眼，他只是看一下，又不会捡地上的东西吃，但是看到小火火着急的样子，他莫名的有些开心，开心到把脑袋杵在了他的怀里。第22回不去了。李嫣接完一个电话，李母和江鸾也出来了，他们好像没有取回李嫣脖子上的包的意思，他还是头一回背那么贵的包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至于为什么知道包贵，一来是从家境上判断，二来是路过女孩子的目光，都会不自觉地投向迟母的包包。幸好2个妈妈血拼来的几袋子衣服都被保镖队长拿走了，这让李嫣更加好奇保镖队长到底躲在哪里。刚刚他四处打量都没有发现，阿姨一出来，保镖队长就出现了，接完袋子就光速消失，一言不发，走路都没发出声音。月薪20万真不是盖的，顿时让李嫣感觉自己干的活3000块都不值。刚刚跟谁打电话呢？李嫣追踪着保镖队长消失的背影，随口道：“跟个朋友聊点事情。”怎么了妈？余光瞥见老娘不停使眼色，便看向身边迟默，他已经鼓起腮帮子了。李嫣看着他手掌又在张，李嫣牵了上去。迟默 Omega， 李母，江鸾，我只知道这个办法。说着，李嫣解释道：“我把她当妹妹，随你吧。”李母无所谓的样子，江鸾则笑了笑：“那以后就拜托你多照顾照顾妹妹了。”李嫣点点头：“那必须的。”迟默妹妹那么可爱，迟默的脑袋又开始哐哐往李嫣的怀里拱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李嫣已经没那么别扭了，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只是郁闷的想着，还是不知道保镖队长躲哪儿了。李母，江鸾，
就这样，两个妈妈逛到哪儿，两个孩子就坐在哪儿的长椅上。李艳也会想办法带着迟墨买点好吃的，小蛋糕、奶茶、寿司、鱼小丸子什么的，迟墨都吃上了。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，虽然还是害怕，但发抖的没那么厉害了，就是脑袋时不时会拱进李艳的怀里，头发有点乱了。逛了3个点，天将黑不黑。到了饭店，两个当妈的恋恋不舍地离开银泰。车上，江鸾给迟墨重新扎了个丸子头，迟墨啊的说着什么，江鸾连连柔声道歉，嘴上安慰着的迟墨，但像开启了震动模式的身体，暴露了江鸾的开心，可能是解锁了迟墨的什么新功能吧。李艳以一味药的身份自居，迟墨有所改变，他当然乐见其成。他捏了捏自己的小拇指，感觉手都快被迟墨弄得秃噜皮了。他的手是一点都不安分，一直动来动去，松开又不乐意。保镖队长把车稳稳地停在办公楼下，接上一脸不愿上工的迟万里，爬上车。迟万里跟李母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跑到迟墨的身后落座。默默，玩得开心吗？啊，他点头。有没有想爸爸？哼，爸爸可想你了。哼，唉，爸爸今天工作真的好辛苦，都是为了默默，也没办法呀。哼，今天爸爸赚了好多钱，给你买礼物吧。哼，李艳。江鸾听了，回首笑道：“给默默买个包吧。”迟墨的耳朵明显动了动，瞟了一眼妈妈，包？那玩意不是要多少有多少？可默默不喜欢啊。迟万里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一颗扣子，直叹气，根本没有上班的乐趣。江鸾乐呵呵的道：“今天逛街，李艳竟给我拎包了，都没给默默拎包，他都生我气了。”李艳，迟墨，哼。迟万里哑然失笑，而后兴致勃勃地拿起手机，翻了翻朋友圈，保存了一大堆图片。迟墨的微信叮叮叮的响着，宝贝，把你不喜欢的挑出来。迟墨拿起了手机，手指划了划，一副选择困难的样子，挠了挠脸，把手机递给李艳。李艳摇头，我不会挑，你自己选吧。迟墨一脸沮丧，李艳只好接过手机，随便选了个模样可爱的包包，在迟万里的抗议下，又选了俩。迟万里非常不满，太便宜了，加起来都没10W，再选，其他都不符合迟墨妹妹的气质。迟万里摊手道：“不用给我省钱，要是买太便宜了，他们反而会瞧不起我家女儿。就你这个毫无人性的样，谁家会瞧不起？”李艳心里负棒着，只装作没听到。江鸾一拍掌心：“对了，还是明天去店里给默默买吧，她马上就要上学了，还得买文具。”李艳神情有些尴尬：“阿姨，我正好想说个事。你说话别那么客气，以后有话直说就好了，能不能暂时别让迟墨跟我一起去上学？等一段时间，当然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我个人的问题。”江鸾点点头：“可以啊，等你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再说，不过有空的时候要多陪陪默默，尽量吧。”江鸾听了也没再说什么。迟万里抬头看路，见车子直奔酒店，提醒道：“哎，不去接老李吗？”李母解释：“他临时加班，没办法。”迟万里一拍脑瓜，终于想到了，是担心坏了组织纪律吧？是我考虑不周，下次来我家吃。李母叹了口气，也没再说什么托辞，干这活也没办法，本来我也不应该来的，还是我家老李让我不要介意，要我陪着吃顿饭。江鸾有些愧疚：“嫂子，添麻烦了，帮我了家那么大忙，还要你们照顾我们的心情。哎呦，可别这么说，我家儿子能帮上忙，是他的福气。默默那么乖，怎么能算麻烦呢？”喂喂，说的是这个吗？甩锅技巧是真娴熟。李艳翻了翻白眼，进了一家私房菜馆。迟万里点了几个菜，让菜单。李母客套，李艳又接锅，就随便点了俩。菜上来了，江鸾给迟墨带上了兜兜，无奈道：“我女儿吃饭比较用力，怎么教都教不好。”迟墨反抗道：“啊，你今天穿了白裙子，脏了就不好看了，不好看李艳就不喜欢你了，是吧？”他说着便看向李艳，李艳嘴巴张了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结果迟墨抬眸看了李艳一眼，就妥协了。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，主宾尽欢。主要是迟墨吃得太香了，一桌人基本都看着他下饭，聊了几句，除了李艳之外，全都各回个家了。到家的时候，李艳正好看到他的行李被一部小卡车拉走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家是回不去了，又不由得担心床底下的箱子、衣柜的夹缝和书桌上锁的柜子，那些地方藏着的宝贝，应该没被发现吧。PS 大家520快乐。另通知，以后更新在晚上8点，加更会放在0点。这几天不会加更，不用等，
10W 字首秀的会尽量爆个更，到时候麻烦各位新老顾客追读一下哦。第23聂倩，清玄，吃什么？床上女子只盖着一张毛毯，在手机屏幕的微光下，映出她潮红的脸颊。林清玄提起裤子，随手打开灯，冷冷道：“随便。”聂倩被灯光激得眯眼，她看起来有些委屈，裹着毛毯经过大敞着的卧室门，赤脚走向浴室。待她揉着发丝走出卧室，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摁了5个烟头了。她眼神温柔：“清玄，你怎么了？”林清玄蹙起了眉头：“我记得跟你说过，我的事你少管。”聂倩垂眸坐在他身边，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林清玄冷嗤一声：“要多少？”聂倩摇头：“我爸爸的手术费已经够了，我不要钱。”“那你还过来？卖上瘾了？”聂倩身体一僵，眸中闪过一丝水光，又低下了头。林清玄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：“是不是点你点的多了，让你有了错觉？要么给你介绍几个客人。”“清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？我不过是为了我爸爸治病，如果不是急着用钱，我不会这样的。那你是想上位了？”聂倩沉默不语，捏着指尖，眼泪滴滴点点，最后抬起头，擦着泪起身，声音低沉又沙哑：“我走就是了。”她站起身来，走向玄关，被茶几磕到脚趾吃痛，也没有止下脚步，穿上高跟鞋，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，装进一个塑料袋里，包还给你。借我的钱，我也会还。寂静的别墅内，只剩下鞋跟敲击大理石阶梯的杂乱之声。林清玄坐到了阳台的藤椅上，看着聂倩一瘸一拐离去的背影，眸光沉沉。回来。他扭回头，倔强的脸上带着一抹惊喜，很快便掩饰过去了，化为了清冷：“我已经卖完了。林少爷找我还有什么事？”他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：“借了我的钱，我是要收利息的，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帮我做件事，做完以后你爱滚不滚？”他扭头走回了别墅，咬着牙站在林清玄的面前：“林少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林清玄歪了歪头：“我要你告人迷奸。”聂倩脸上带着不可抑制的失望，偏过头，眼中又蓄起泪水：“我不会替你做这种事的，你那么有骨气，干嘛为了钱爬我的床？”他擦着泪：“对，我没有骨气，我不去银行借钱，非得找你借，还爬你的床，我就是个贱货，是个婊子。这么说您就满意了？”林清玄脸色依旧阴沉，但眼中闪过一抹异色，他舔了舔上颚：“你想跟我，就得做这种事。”他站起身，声音阴哑：“你以为钱是怎么来的？权势又是怎么来的？答应，你以后可以留下来；不答应，你离开就是了。我不会再找你，钱我不问你要，那个包也是送你的礼物，丢了也随便你。”聂倩有些呆滞，忘了是泪，一双红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清玄，他居然在聂倩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怜悯。听到他不自觉的呢喃：“清玄，这样活着多累啊！”林清玄不由得嗤笑，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燃：“在我这个家，不像我这样，就只能一辈子跪着你走吧，这里不适合你。如果说我愿意呢？”聂倩抽噎着，可语气坚定。林清玄瞳孔漆黑，皱眉：“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”“我愿意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哪怕最后和你一起跪着，我也愿意。”呵，林清玄冷哼，但夹烟的手终于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。开始了，就没有结束。后悔了，你也是没法脱身的。我不后悔，我不会娶你，我会选择一个能帮助我事业的花瓶结婚，你最多只能算情妇。聂倩低下了头，低声道：“那我们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？”林清玄把烟头掐灭，双手抱胸：“你有病。”“对，我就是有病，就是喜欢你。怎么了？”林清玄站起身，拿起车钥匙：“给你1晚上的思考时间，后悔了就离开。”他逃也似的离开。聂倩站到阳台，目送林清玄黑色的跑车疾驶而去，他的唇角勾起了一抹讥笑，给某个人发送了一条消息：诬告迷奸。陈瑜，你看看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陈母怒不可遏地丢下手机：“你看看你，都被别人录下来了，那男人到底有什么好？”陈瑜十分心虚，低下头默默吃饭，没有反驳。回头想想，确实有点丢脸。陈康蹙起了剑眉，不明白老婆为什么刚刚还给女儿布菜，现在就换成这副模样，急什么急？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你自己看。陈康拿远了手机，播放了视频，看了一会就关了。孩子长大了，他自己的事我们就别管了。哦，我还管不了他，你以为我是为了谁？太丢人了，这传出去怎么办？陈康夹了口菜：“这侵犯隐私了，我会联系人删掉的。”
陈瑜松了口气，谢谢爸。陈母冷哼一声，坐了回去。哎呦，就我一个是坏人。妈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陈瑜小心翼翼，就是天王老子，跟我也没关系。你的事我可管不了。陈康抬了抬眼皮，别阴阳怪气的，好好说话。哎呦，你还急了？都是你惯的，我早说管管。我看那男生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偏不？陈瑜脸红的不行。妈也知道了，我早知道了，人家现在都有女朋友了，你巴巴的上去干嘛？陈母怒气不争，你就离不开他了。陈瑜只能低下头，他是10几年前救你女儿的那个人。陈母眼角抽了抽，真的？陈康点头，真的。那该好好谢谢，这像话吗？就算救了100条命，也没有倒贴的。陈母喝了口水顺顺气。妈，那不是他女朋友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是他妹妹啊，我也没见妹妹这么贴着哥哥的。陈康皱眉，那是池家的闺女，他那闺女的病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陈母思考了一阵，就是那个差一点就被杀了的，后来没法说话了的。对，他每年都会犯病，今年可能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找的李艳吧。陈瑜放下了筷子，爸，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好家伙，冲我来了。他扒拉着最后的米粒，塞进嘴里，饮进了水杯里的水，急匆匆地提起椅背上的外套。我去分局看看，晚上给我留门。爸，你别跑！陈瑜拽着他的衣服，我真有事，约好了的。不信你问你妈，你肯定认识李艳的爸爸吧？对啊，今天就是他约的我。哦，我能不能一起去谈工作？你去像话吗？陈康叹了口气，等下次私底下见面再带你去。那你赶紧去。迎着陈母要杀人的目光，陈瑜赶紧收拾碗筷。第24，我要回家。保镖进进出出的搬运着行李，李艳想不通自家亲娘脑子里装的什么，连她房间的家具都让池家打包带走了，只能无语的亲眼看着一件件东西被搬进池墨隔壁的房间。也不能说隔壁，因为2个房间已经被打通了。他走下楼，阿姨，我的床没有带过来吗？江鸾正在给刚洗完澡的池墨擦面霜，回首，对啊，你难道不回家了吗？新床订的国外的，还要过几天到。李艳揉了揉眉心，您到底是多想我跟你女儿睡一张床？收拾房间的保姆从楼梯上下来，江鸾打了个招呼，吴妈，东西收拾好了？吴妈点点头，好了。行，休息吧，辛苦了。谢谢夫人。江鸾看向李艳，小李，快去拿衣服洗澡吧。李艳，1分钟之后，她趴在按摩浴缸里，研究起它的功能。哦嚯，还能放歌呀！李艳饶有兴趣地捣鼓了一下，音乐响起，有我在呢，不要害怕。李艳毫无防备地听着音响传来自己的声音，一阵恶寒，这太变态了，不由得回忆起今年暑假的体检。当时奇怪体检项目为什么会有发声测试的环节，要读的句子如此古怪，还要求声情并茂。现在终于破案了，一会一定要跟这家人协商一下，把他们全部删掉，还得问问抱枕、面具、AR、VR 程序之类的东西丢没丢干净，删没删。客厅，池墨坐在沙发上，玩着从李家顺回来的10块钱游戏机，滴滴滴滴。江鸾坐在一旁看着，像速快的坦克和别人对打，池墨玩得非常开心。江鸾也有点兴趣，借妈妈玩一把。啊呀，妈妈帮你把她全部的宝贝都搬回来了，你以后随时都可以探险了，你却连游戏都不借妈妈玩。池母何其老谋深算，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让女儿的良心受到谴责。池墨不情不愿地递过游戏机，好好好，妈妈会珍惜的，玩一把就还给你。李艳从浴室出来，就看到池墨和江鸾2人玩得起劲，嘴角抽搐。这玩意他小时候玩了1天就腻了，后来就失踪在房间里，没想到居然被池墨随手翻了一下就找着了，居然还能玩，甚至还当个宝贝似的玩了1天，有点可爱。他笑着摇头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发现有条消息，点开看了眼，蹙起了眉头，站在原地愣了几分钟的神，又突然笑了，回过神，发现母女俩都盯着他。池墨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李艳，李艳还是完全听不懂啊。江鸾笑了，默默问你想什么呢？李艳，阿姨，能不能把按摩浴缸的录音给删了？江鸾摇头，不能，要么你陪池墨洗澡。池墨，李艳，他坐到柔软的沙发椅上，发现池墨没贴上来，长舒一口气，终于有时间追番了。而对面，江鸾在池墨耳边窃窃私语，你被转移话题了。他刚刚的反应不是在想这个。池墨呆毛接收到了某种信号，不安地舞动着，他贴在妈妈的耳边，江鸾，傻闺女，
这种反应要么是正事，要么就是女人。男人真正会放在心上的，就只有这两种东西。迟默大惊，轻声道：“啊！”有可能是那个人，但是也不一定。这种时候就要火力侦查了。啊呀，他不愿意说，就不能再问了。妈妈问也不好。对了，你知道他的手机密码了吗？人脸识别这种功能果然是21世纪最讨厌的存在。暂时没办法了，多观察吧。李艳余光观察着他们，母女俩说点悄悄话，李艳还是能够理解的。妈妈和妹妹也常常搞这种小动作。不得不说，江鸾阿姨有点太强了。迟默的说话方式，声音还那么轻，她居然都能听得懂，确实是有点超能力在的。其实吧，迟默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他也听不懂。3倍速看完1集动漫，两人已经结束了悄悄话。母女俩一起搜罗冰箱，找了香蕉、苹果、菠萝蜜、大枣什么的，一顿炫。李艳也不得不接受了一根香蕉，她剥开皮，迟叔叔呢？他去加班了，说女儿马上就学会花钱了，他要加油。李艳的罪恶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，好像自己也有责任。然后继续追番。3集动漫之后，一只熟悉的小爪子又出现在李艳的脸和手机之间晃了晃。她抬起头看着可怜兮兮的迟默，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了上来。李艳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怎么了？迟默撅了撅嘴，呀。江鸾嗑着瓜子，若无其事地看着电视的综艺，默默说要你抱抱，要你的手让一让。李艳脸颊抽了抽，尴尬地笑了笑，阿姨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江鸾放下了瓜子，眼神严肃，这对他有帮助。你也不想一辈子被缠着吧？李艳感觉这种话跟我只是蹭一蹭的话术没太大区别。她决定这辈子都不能喝酒了，太危险了。不是昨天晚上迷迷糊糊的着了这家人温情攻势的道，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山东人劝酒太狗了，城市套路太深了。发现迟默有用强的趋势，他只好把手放到了沙发扶手上。迟默2只 GO 踩着沙发边，之后一屁股坐在了李艳的大腿上，用双脚勾住了她的腰，以她的腰为支点往前挪了挪，最后双手从她的腋下穿了过去，抱了个结实。柔软之物在她的胸前变形，李艳都能感受到迟默的心跳，非常稳定，就像运动员一样。她突然感觉像自己这样咚咚咚的跳有些不太专业了。家人们，谁能受得了？可迟默的连招还没释放完毕，挪着屁股调整姿势，鼓捣了好一会，终于满意了，把软软的脸颊贴在了他的脖颈上磨蹭着，温热的呼吸不断地扑在他的脖子上。第25看动画，这对李艳的刺激实在太大，也因此面临十分严峻的事态。这个动作是绝对不能起反应的。迟默要是像动漫小说里的一样，在江鸾阿姨的面前问一嘴这个硬邦邦的东西是什么，社死的程度将达到人生的巅峰，恐怕今生都不会有其他的经历能够超越。之前她是我妹妹，像妈妈一样的家人的咒语，在刚刚迟默挪屁股的时候就已经派不上用场了。他用阿弥陀佛暂时压制了一下，然后紧急百度了一篇《金刚经》，诵念完，他才抽出心神，用求助的目光看向江鸾阿姨。而他嗑着瓜子看综艺，完全无视，甚至在李艳的目光中，淡定地拿起手机点外卖。宵夜吃吗？李艳，吃。小龙虾可以。好。麻辣、蒜蓉都可以吧？我们的漱口水打开镜面柜就有新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李艳，阿姨，我把她当妹妹。行。江鸾十分敷衍的回答，然后继续看菜单，再来点皮皮虾吧。吃宽面还是米粉？对了，烤韭菜和生蚝要吗？这特么是妹妹，这闺女你那么宝贝，还着急送出去？您是真打算全程播放是吗？江鸾说着，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，算了，10万里真的有可能会杀了你的。索嘎，他悟了，这是一种独特的提醒。吃宽面还是米粉？李艳，宽面。他手指在屏幕上飞速跃动，娴熟的下单付款，放下了手机，又摸起了瓜子，继续看起了综艺。李艳被迟默囚禁了，没法玩手机了，也只能跟着看。说实话，在男人的视角看恋综是真的尬。当李艳终于看进去了的时候，江鸾阿姨看着荧幕上为了赚钱拼命的挥洒汗水和眼泪的痴男怨女，悠悠的叹了口气，又开始自言自语：我可怜的女儿，都20了。李艳，送我回去，我要回家。吃完宵夜，帮着收拾了餐桌，去刷了个牙。李艳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开了一瓶漱口水，走出浴室。1楼已经没人了，别墅区十分寂静，
甚至能听到门口的保镖队长手机传来的 “Siri” 的声音，大概是在欣赏跳舞的艺术。李艳走出大门，保镖队长斜了他一眼，他从嘴角取下了烟头，弹了弹灰，冷冷道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在边境生擒过10几头阿三，和气到7段，柔道3段，散打9段。你在说什么？让你先跑2分钟。”李艳脸颊抽了抽，我没打算跑，我就是想问楼下有没有被褥，床来之前睡沙发应付一下。那你还不如试着跑跑看。这家的女人比我难缠。她悠悠的叹息，怨恨的看着李艳，取出 Piet 点开了某乎，一手滑动着屏幕，一边看着手机上跳舞的小姐姐。现在我的 KPI 考核多了一项，每天要看2个小时至少10W 字的某乎文，还要学里面的管家说话。一个刚毅的中年男子，一脸屈辱。我们家小姐很久都没有那么开心了。你是小姐第一个带回家的男人，求你了先生，不要离开小姐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乖乖听话，别让我说这些台词。李艳深感同情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们只是单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。Piet 的人脸识别报警了，还真是专业的 KPI 考核。保镖队长对着脸过了审核，他把烟头放回嘴里，吞云吐雾，似有缅怀，只是戴着墨镜看不真切。很久之前他们也是那么开心，现在终于回来了，还是要谢谢你。他抬头看着李艳，嘴角有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你可以喊我一声舅舅。李艳还以为他跟池父是情同手足的关系，还真没往亲戚那层关系想。亲的。他看了眼微信，对，你赶紧滚上去，催我要人了。李艳，这亲舅舅那么爱玩 cosplay，cos 到比真保镖还专业，也是 MP。既然那么宝贝外甥女，也不反对。虽然李艳不想说，但总觉得他们一家的脑子多少有点不太正常。迈着沉重的脚步上楼，打开门，床上阿姨搂着迟墨看布幕投影，正在播放迪迦奥特曼，就像阳光穿破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。江鸾阿姨听着音乐，笑容僵硬，有些 PTSD， 可能是看太多了。迟墨拍了拍床铺，小手招了招，似乎非常期待和李艳一起看这个片子。阿姨，这不合适吧？江鸾叹息，那我走。李艳，那个沙发椅我可以坐吗？行，我走就是了。他语气生硬，可惜根本就没移动过，只能说演得很像。李艳只能坐在床边，在最边边躺下，拉了拉从家里带回来的枕头，垫在腰上，靠着床头靠背半躺着。迟墨饿虎扑食，钻进了李艳的怀里。他认命了，反正没有刚刚的刺激大，降级之后反而没感觉什么。3分钟之后，作战室终于发现怪兽了，战机出动，一顿花里胡哨，连怪兽的皮都没蹭下来。江鸾窃窃私语，听说男女之间看点恋爱片对感情有帮助。迟墨抬头看着李艳，他也不想看奥特曼，尤其是这种古早流的，但是肥皂剧更加接受不了，于是拿起手机跟纯爱战士张正同学讨教，有什么治愈番？终于要入坑了。 Clannad 永远的神，看完了滴滴我，无视他亢奋的传教，把手机关了静音。李艳看向迟墨，换个片子看。迟墨点点头，他说换恋爱片也可以，接过了江鸾的遥控，找到了这部番。江鸾终于解脱了，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开灯，拉了张跨床桌，泡了壶养生茶，给闺女和自己都贴了张睡眠面膜，还好心的问李艳贴一张。李艳敬谢不敏。迟墨哼哼唧唧，李艳再次败北，只能由着迟墨玩。在浪费了3张面膜之后，阿姨亲自出手解决。仪式准备完毕，开始播放。江鸾笑道，哟，校园恋爱，小日本的动画片我还没见识过，是要学习一下。迟墨点了点小脑袋，在这方面他以母亲为权威，也十分认真地看着。第26第2晚，这个男主没有李艳帅。长头发呀，不知道到时候可以让他留一下看看，可能会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要染头发？什么颜色的？女主角的？太普通了，还是黑色好看，要么试试看短发怎么样？看起来清新可人，校园风，嘿嘿。有了女主角，还给别的女人送温暖，狗男人，渣男。迟墨气的脸颊都鼓起来了，哼哼，那不是李艳，你别太入戏了。他眨了眨眼，然后翻身看到李艳光影斑驳的脸，伸手摸了摸，他问你会不会背叛他，和别的女人玩？李艳，江鸾点点头，他说他这辈子只会爱你的。李艳，迟墨嘿嘿一笑，在他的怀里又拱了拱，牵着颈后的手。就这样，
母女俩叽叽咕咕的看投影。李艳倒是没被说话声和迟默的小动作影响，只要是有关李艳的问题，江鸾都会翻译之后替她回答，她只要负责配合迟默的小动作就好了，然后迟默就会很开心，江鸾也很开心。说实话，李艳也挺开心的。凌晨2点，母女俩都看睡着了。李艳在床头柜摸到了遥控器，关了投影仪，准备下床去沙发椅上躺着，可两人如出一辙的在床上滚来滚去，睡相太夸张了。李艳怕迟默掉下去，她靠在床边作为护栏。终于，在李艳即将被迟默越来越嚣张的睡姿 to in 下床的时候，迟甫轻轻地打开门，他蹑手蹑脚地抱起了江鸾，给李艳投去一个歉意的眼神。休息吧，他搂着江鸾，带上了门。江鸾被走廊的灯光弄醒，见到是迟万里，娇憨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一口，辛苦了。不饿，吃过宵夜了。迟万里虽然疲倦，但看起来很幸福。他抱着老婆走向自己的卧室，真是个正确的选择。是啊，默默今天特别开心。迟万里点头，小李有说些什么吗？江鸾打了个哈欠，贴在丈夫的胸膛上。他跟我说要延后带迟默上学的时间，那个破学校马上就要被处理了，现在去的确没太大意思。动作那么快，倒没有那么乐观，挺麻烦的。那小李不会有事吧？没事的，你睡吧。迟万里为他盖上毯子，解衬衫纽扣。我先去洗个澡。迟默的活动范围增加，危险性降低。李艳摸黑到了沙发椅上，轻轻的放平，躺下，开始觉得他的工作值3000一个月。刚刚哪怕他爸抱走他妈响动那么大，还能睡得天昏地暗的迟默，居然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，按亮了手机，在床上找他，没有看到人，着急了，坐起身来，开始照整个房间，终于看到沙发椅上的李艳，焦虑才得到缓解，声音还挺温柔。啊！李艳只能回道：我没事。迟默点点头，趴了下来，拍着身边的位置，打着哈欠。啊呀！李艳重新爬回了床上，不敢忤逆大小姐的命令。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的保镖队长兼亲舅舅都说他难缠，回头要跟迟叔叔商量一下涨价的事了。是真特么难缠。李艳一上床，迟默开始挪动趴在床上的身体，像个阔鱼一样运动，最后趴在他的身上，睁开一只眼，发现李艳没有闭眼睛，语气关切：没事，睡觉吧。他在床边躺着，偏头任由让迟默啵的吸了好几口。李艳有一种被凌辱的羞耻感，盖上毯子，顺手拉起了毯子一角，挡住了扑向脖子的温软气息。几分钟之后，他睡着了，开始在毯子里旋转翻滚，但是身体某个部位都会跟他接触，手、脚、脑袋，或者直接整个人仰躺趴在他身上。迟默是属于肉乎乎的体质，估摸着有100来斤了。虽然身体上的接触有些煎熬，但李艳奇怪地发现，他竟然没觉得多吃力。可能是床比较高级，不对，这跟牛顿第3定律不符啊。思考着这个问题，不知不觉的也睡着了。床果然很大很舒服，有钱真好。昨天没有喝酒，李艳今天是自然醒的。看时间，是上午10点。迟默呈大字形，半边身体放在李艳的大腿上，睡得正酣。李艳叹息一声，第 N 次帮他把撩起来的睡裙放下去，把身上的脚放好，给他盖好毯子，摸了摸半边脸上的口水，心中感慨，又是一个不太清爽的早晨。他打算先洗漱一下，可刚刚一只脚踩下床，迟默就睁开一只眼拽他，收回来他又睡，不管动作再轻也不行，而且他明显没有醒，这可能是属于迟默的超能力，大概是不允许宠物离开领地之类的。11点半，李艳睁着眼，悠悠的叹息。迟默仰躺在他的身上，毫无形象可言的挠着肚子，好像不太过瘾，又开始挠李艳的腰侧，很痒，但是没办法，只能忍。他突然偏了偏身子，放了个屁。几秒钟之后，李艳捂住鼻子，短短2天学会了很多道理的他，又学会了一个新的道理：小仙女放的屁也很臭。迟默也被自己的屁臭醒了，一双眼睛终于一起睁开了，他捂着口鼻，一脸没睡醒的懵逼表情。啊！李艳摇头，不是我放的。他羞涩的挠了挠头，指了指自己。他趴在李艳的胸口，哼哼唧唧，又开始拱啊拱啊拱的。门口的江鸾全程看到了，乐得不行不行的了，让女儿又撒了会娇，才过来给她穿内衣换衣服。李艳背过身坐着，叹了口气，没睡好吗？
江鸾关心地问道。李艳直白地告知，睡得挺好的。迟暮的睡相虽然有点差，但没感觉多累。江鸾语气十分骄傲，我的女儿有睡眠加成，老师加班的回来都会抱着她睡，睡3个小时就能上班。李艳，难怪要做面具。PS 这几天收到一些评价，非常开心，本来还以为会被喷的。另感谢 Gulf 起名废物1林渊雾雀的小礼物，以后礼物感谢会在本说，以免影响观感。没想到只是书荒推，大家就那么支持，我也不好意思休息了，继续码字了。第27，问题出在李艳的身上，她大概是有病。江鸾发现李艳起床吃饭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仅仅2天而已，就已经有了敷衍的感觉，对她的不敬业深感不安，于是把特意回家陪女儿吃饭的池万里逮到花园，说出了心里的疑惑后，江鸾叉腰拧眉，质问道：小李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？去池万里叹息一声，连你搞不懂，我就更白瞎了。江鸾威胁道：男人才知道男人，你给我想，想不到就别想碰我。池万里脸颊抽了抽，自从池墨生病以后，正经夫妻的夫妻生活弄得跟偷情一样，见缝插针。刚开始是挺刺激的，可日子一久就太折磨人了。自从李艳来了之后，久别胜新婚，这5个字简直是世间最美妙的词语。他这几天补品都吃上了，身材维护也跟上了，在总裁办一边处理工作，一边练腹肌，才第2天就不让碰了，是人干的事。而老婆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似乎是说李艳没有全心全意对待自己的宝贝闺女，那么可爱，你还能分心？还是人？本来对李艳些微的好感，直接大幅度降低。他给老婆推着秋千，认真的思考起这个问题，思索了半天，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，打算牺牲一下女儿，实在不行就让她碰一碰。江鸾整个人无语住了，气得差点心梗。你是2吧？这不是碰不碰的问题，大傻逼，人家根本就不爱默默，真当成妹妹了。要是有那个意思，大晚上了关上门，亲亲嘴啥的，我们还能发现。默默虽然很主动的跟李艳亲近，但是如果被李艳主动碰一下，还是会嘶哈嘶哈的，害羞的不行。今天那么正常，还粘在她身上，就是完全没有进展，怎么可能？池万里大惊，我女儿人见人爱。他说着就哽住了，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戴上了痛苦面具。我他妈在说什么啊？他痛苦到连未见合作方新做的发型都抓乱了，脸拧成一团。什么亲亲嘴？不行不行，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弱智当老公？我的天哪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江鸾崩溃的从藤椅上跳了下来，他运了半天的气才缓了下来，叹息道：我给你 cos 一下闺女，你就懂了。江鸾随手摘了朵月季，撩了撩碎发，把花别到耳朵上，然后动作夸张的对到池万里的怀里，模仿着池墨的娇嗲。妈妈妈妈，我是怎么了？池万里皱起眉头，若有所思，在江鸾的探寻的目光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女儿不会说话。傻逼，你真是个大傻逼。江鸾把耳边的月季摔在地上，崩溃的抓头。我是模仿那种感觉，你感受一下，用心去感受，别用你2逼一般对感情的判断力。他严肃提醒，再次进入情境。现在默默在跟李艳牵手，他双手十指紧扣，触电似的颤抖了一下，装作呼吸紊乱的样子，呼呼吸吸，捂着胸口，捏着腔调：妈妈，我的心脏好难受啊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模仿完，他又换回平常语气 You come。 池万里神情呆滞，很久之后嘴角抽了抽，猛搓脸：我女儿这就爱上了。不行啊，你教教她，不能这样，她不能结婚，她要一辈子只做我的女儿。他伸出一根手指，认真的强调：默默只能跟爸爸亲。江鸾，傻逼，躲在角落抽烟的保镖队长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池万里是真他妈有病，我当初干嘛要跟他拜把子，还把妹妹介绍给他？操！江鸾按着眉心，已然对池万里没有办法了。他强调道：你忘了心理医生怎么说的了？这辈子他是嫁定李艳了，而且李艳这孩子多好啊，人家美帝跟天仙似的倒贴，他连句准话都不给。这种人肯定专情，而且充满正义感，能力还强。你自己昨天晚上也说了，他从商至少有你这样的水准，从政也不会弱于陈局。池万里才醒过神来，这小子是没有娶我女儿的意思，你还能明白？真是不容易。江鸾坐回了秋千上，勾勾手，示意池万里赶紧干活。秋千轻轻荡起，江鸾悠悠叹息，现在已经证实了李艳的作用，比我们想象中重要。关键是他不止嘴上说说，也是真把默默当妹妹。就昨天晚上这样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还以为默默会问我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呢。
唉，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池万里十分紧张。没事没事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他晃晃手，本来池墨贴近他，他还会脸红什么的，没想到那么快就免疫了。池万里摩挲着下巴，眼中寒光一闪，那么快就腻了？江鸾已经懒得计较了，他眼里就像看亲妹妹一样，随便池墨怎么样，他都笑呵呵的包容，完全没有爱意啊。腻了是恋爱才会有的，李艳眼里更类似于亲情，跟妹妹闹矛盾还是有可能的，跟亲妹妹怎么会腻了？在池万里这里，女儿碰李艳，是这个臭小子赚大了；李艳敢碰女儿，是茅坑里打灯笼，找死！女儿喜欢李艳，是他的福气；李艳不喜欢女儿，是不识抬举。作为爸爸对女婿的双标，池万里同志是专业的，因此他很生气，又发现没法对李艳发脾气，就更生气了。江鸾又叹息一声，女儿是没办法正常的谈恋爱的，她只知道跟喜欢的人贴贴，可一开始就这么亲密，导致李艳只能把心中的悸动往亲情转化，才不会情难自抑，也导致两个孩子落入现在的境地。以后闺女开窍了，想亲个嘴啥的，李艳到时候来个达咩，然后闺女嗷嗷哭，你咋办？你该不会嚯，闺女以后没有男人了，只能跟爸爸贴贴了，这样你就真能高兴了。池万里其实是想点头的，但是迎着江鸾杀人的目光，咽了咽唾沫，现在是要扭转李艳的想法。对，你以男人的视角告诉我，他这样的男孩子喜欢啥样的？池万里双手抱胸，客观来说，默默的外形、身材、身家都是1顶1的一般的男孩子，见了都会直接贴上去。问题出在李艳的身上，他大概是有病。江鸾表情严肃，点头，显然是认同了。虽然有些不礼貌，可默默那么可爱，而且优秀，而且可爱，李艳还没有一见钟情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第28默默真是小坏蛋，真贪心，他应该不至于一点都不喜欢默默。昨天晚上他还给默默盖被子呢。江鸾叹息，跟你说了，他把默默当妹妹，连池墨在他身上放屁，他都乐呵呵的让池墨撒娇。嘿嘿，我闺女真可爱。江鸾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没事，他是有事在心，等学校的事处理完了，他就不会那么心不在焉了。现在默默在他心里的位置不够高，只是因为时间问题。李艳是个有事业心的孩子，没有组成家庭前，是不会一门心思扑在女孩子身上的，只能等黏着习惯了，身边又突然没有池墨，他就会感到寂寞了，还不是逃不出默默的手掌心。江鸾眼睛一亮，明白了，需要追妻火葬场的桥段，这个我熟。行了，你去上班吧。他摆摆手。对了，关于你刚才说的腻了，我觉得咱们之间也需要一些空间，今天休战1天。池万里既然暂时不用去上学了，江鸾便取消了今天去购物的行程，在家里玩耍。差人端了个棋墩，让李艳和池墨下棋。李艳正在教池墨五子棋的规则，他其实还挺喜欢下棋的，特别是围棋，虽然没有系统的学过，但却是资深票友，在一个叫做野狐的网棋软件中，在2、3段之间徘徊。跟池墨嘛，还是下五子棋就好了，让他赢几把开心一下。江鸾给李艳端来一杯茶，顺手捏了捏池墨 Q 弹的脸。默默只下棋是不是没太大意思？兴致勃勃的池墨不明就里，仰着头不满妈妈的说法，反驳道：哦，默默说要赌些什么啊？池墨小小的脸上大大的疑惑啊，输的人要答应您的一个条件，感觉还挺好玩的呀。李艳面无表情，阿姨，他就发了一个音。江鸾呵呵一笑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池墨已经听进去了，胜负心熊熊燃烧，一脸认真。池墨井号39，井号39。李艳注意到他的手掌又张开了，无非是牵牵手，他无所谓的点点头。金刚经不愧是佛学经典，功效非凡，他已经毫无杂念，只剩一片渡人之心。池墨则哼哼的给自己打气。李艳的注意力已经移向厚重的棋墩，估摸着这8成是上好的榧木，一直有精心保养。19道上还有着一些棋子的印记，是一件久经拼杀的古董。藤边的棋篓成的是有国宝之称的云南俑子，这一套装备没有一位热爱下棋的棋友能够抵抗它的魅力，可惜了，要是能被虐一下得有多开心啊。马上李艳就可以开心了，或者说池墨更开心啊。李艳被池墨的说话声打断了思绪，抬头看向江鸾。江鸾啃着一只梨，翻译道：默默说下围棋，他没下过五子棋，容易输。李艳尴尬的点点头，好，是他傻逼了。池墨毕竟也是大家闺秀，
小时候学些棋道，培养气质，实属正常。果然，他开始下棋之后，坐姿端庄，神情认真且克制，从气势上看，很像样。碾子的动作也十分好看，雪白的小手如同穿花蝴蝶，敲击在棋盘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阿姨，他经常下吗？江鸾摇摇头，就小时候学过，10几年没下了。说着，江鸾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要李艳让让他。李艳自然会意，同样碾子落在棋盘上，布局阶段都是不假思索的下一些定式，哪怕职业棋手对弈，在布局阶段也差不出太多。不过迟末都是些老棋谱，跟 AI 时代有些脱节。李艳研究的不深，水平有限，但多少能看出点端倪，很多都是如今被淘汰或者打为俗手的招数。可这不能代表迟末的水平差，至少记忆力非常杰出。李艳还是头一回看到他脸上这么认真的神情，如果不和他好好下，就太不礼貌了。最后一共361目地围棋，认真的李艳被放水的迟末赢了100多目。江鸾不太懂，见李艳头子，只知道结束了，但看不出结果，问道：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李艳：迟末妹妹赢了。江鸾眨了眨眼：是你故意让她的吧？不是，我已经出全力了。迟末妹妹到了中间就开始让我了。李艳嘴角抽搐，有一块已经死了的大龙，迟末想让他做活的，是可杀不可辱。李艳不好意思下，迟末还故意点了点，他就更不好意思了，反正哪怕活了还得输半目。哼，还是迟末中盘好像就感觉到李艳很菜，开始让了，不然的话李艳除了脚地一块棋都活不了。他不是输不起的人，强调道：迟末妹妹真的很厉害，没有职业水准也有业务，业6了。迟末羞涩地摸了摸丸子头，嘿嘿，江鸾阿姨的说法不像说谎，迟末是真的非常非常聪明，10几年不下了还有这个水平，至少也是过目不忘。而且围棋不是做到过目不忘就够了的，需要训练维持感觉。反正李艳1个礼拜不下，水平就会下降一大截。江鸾一拍掌心，对于这种事并不在意，女儿聪明不是正常吗？他对赌注更感兴趣。默默，你赢了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他伸出一只手，像昨天在车上那样翻着手，跟妈妈眨了眨眼。啊！李艳端起茶喝了一口，十指相扣，反正就一下下，昨天都签了一路，没事的，不要紧，小意思，收了钱。江鸾开始翻译。哦，默默要李艳在你脸上亲一口啊。说着他点了点迟末的鼻子，默默真是小坏蛋，真贪心啊。迟末又是一脸疑惑，不禁出声：啊！噗！李艳一口茶喷到了地上，连忙制止：阿姨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吧？然而迟末小宝贝的反应更快，眼睛开始闪小星星了，连连点头，竖起一根手指，煞有介事地解释道：江鸾也是一脸认真，连连点头，似乎很公正的样子。他说他就是这个意思。李艳，江鸾叹气：你不愿意就算了，默默很懂事的，不会为难你的。迟末低头，委委屈屈地揉着腰间的丝带。李艳，第29，暂时先别打扰他，让他用心去感受。李艳陷入了沉思，如果没有出现幻觉的话，自己应该只是在他的脸上碰了一下吧，为什么有一种自己做了特别过分的事的感觉？对面，迟末软趴趴地靠在藤椅上，他像是失去了灵魂，只剩下了可爱的躯壳。阿姨，默默没事吧？李艳有些忐忑，而江鸾云淡风轻地捧起茶杯，给了一个安心的眼神，抿了一口茶，悠然道：暂时先别打扰他，让他用心去感受。李艳，许久，他不由自主地娇嗔出声，终于恢复了神智，一双小手捂着被亲过的地方，酥麻感从脸颊蔓延至全身，一双 GOGO 不安分地晃动着，呼呼吸吸，吴嘤嘤，眯眼，睁眼，挠腿，挠脸，就这样过了一会，他终于恢复了原来那个呆萌的迟末。他抬头看向一脸关切的李艳，招了招手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艰难地开口道：江鸾呆住，默默，我是真是没看错你，你是真贪心。李艳有些好奇，默默说了什么？再来一次。啊！江鸾都替女儿脸红，不好意思地重复道：他说让你再来一次。李艳，江鸾晃了晃手指，替李艳回答：不行。啊呀，这是约定好了的。于是迟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速，把黑白子收进了棋篓之中，提出对局申请。同时棋手迟末与裁判江鸾进行了严正的交涉，比出了5根手指，希望下一把赢了可以亲5下，但裁判江鸾秉持公平公正，
团结友爱的原则，以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典故，敦敦教导，感化了执迷不悟的迟墨，同时以多赢几把也是一样的说法安慰了他。江鸾是真有点害怕了，他打算暂时不为迟墨解锁新鲜玩法了。如果太过头，李艳万一讨厌被他粘着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当然，下棋还是继续。于是，一个下午的功夫，左边脸蛋，右边脸蛋，额头都亲了2遍，其实就是碰一碰脸。李艳已经没有心理障碍了，习惯的力量就是如此可怕。在李艳的理解中，迟墨的睡相如此之差，估计睡着的时候亲个嘴都有可能。这样根本就不算什么嘛。算了，反正今天过去，估计很久都不能见面了。等再来的时候，肯定也有新床了。天黑了，要吃饭了。他还想下，江鸾阿姨跟他偷偷说了些什么，迟墨才妥协，不情不愿的去吃饭了。李艳如释重负，迟墨不知道，因为一下午的对弈，李艳之后不知道注册了多少个小号去虐菜，才弥补了心灵受到的创伤。到了开饭的时间，迟万里照旧匆匆赶来，一桌4口人开始干饭。江鸾给迟墨系上了饭兜兜，可是今天迟墨干饭没有往日那么用力了，出神、傻笑、挠脸、挠头、拽拽妈妈、玩玩手指，就是不专心吃饭。默默没事吧？迟万里非常担心，都吃不下饭了，要叫医生看看吗？李艳也有些担心，阿姨，没事吧？她为傻笑的迟墨吃饭，用手接住迟墨从嘴角露出来的米饭，没事没事，小意思，以后这种情况会很多的。哦，李艳刨着饭，迟万里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，胃口差了很多。他惴惴不安的自言自语，感觉会损失什么东西，明明业务进展非常顺利啊。江鸾不以为意，这种东西迟早都会损失掉的。迟万里，什么意思啊？江鸾，没事。吃完饭，又是喜闻乐见的洗澡环节。李艳忧伤的躺在浴缸中，围棋这个爱好可以戒了。她特意多泡了一会，洗去了今天的疲惫和屈辱，清爽的走出了浴室。明天就回学校了。江鸾递过来一杯冰镇果汁，李艳点点头，一边的迟墨举着杯子，看向妈妈，默默不能一起去哦。李艳笑了笑，跟他碰杯，干杯。迟墨却没有想象中的心情低落，碰杯之后眉眼弯弯，依旧十分豪迈的喝完了果汁，然后眼巴巴的看着李艳。李艳只好一口气喝完，而迟墨拽着李艳的手往楼梯上拉，李艳不明就里，任由他带着。江鸾有些诧异的跟上了，今天那么早就去楼上看投影吗？迟墨摇摇头，有些嫌弃，呀。江鸾，不要妈妈一起。他点头说道，呀。江鸾看向李艳，他说今天让你早点睡。李艳，迟墨等李艳刷完牙，就挪了挪身体，让出了身边的位置。虽然每次都很尴尬，但这一次特别尴尬。这么郑重的睡觉，还是头一回。坐在了床沿，然后在迟墨的身边躺下。迟墨见李艳躺下，他却坐了起来，拿起遥控器，按了几个按钮，窗户自动合上了，关上窗帘，关上百叶窗，打开通风系统，然后关闭房间的大灯，氛围灯、床头灯。短短半分钟，卧室内漆黑一片，旁边传来悉悉索索衣物摩擦的声音。众所周知，大多数女孩子睡觉之前是要解放小兔的，哪怕睁着眼也看不清楚。但李艳还是背过身去。迟墨操作完了，躺下，掰了掰李艳的肩膀，他十分熟练地伸出了一只胳膊。迟墨躺在了上面。呀，他说道。晚安。李艳另一只手掀起毯子，给他盖上。再黑，眼睛还是能看到的。两人不由得对视了一眼。迟墨，李艳，睡不着吧？迟墨 ，z。李艳，楼下的江鸾，看电视看得意兴阑珊。恋综哪有闺女的现场直播好看？于是也上床睡觉了。明天女儿嗷嗷哭的时候，他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安慰。都20了，有些事情他也该明白了。嘿嘿。第3时离开，头一回吃上了保姆吴妈精心制作的早点。跟迟叔叔和吴妈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，李艳大概清楚了这栋别墅的人员构成。吴妈专门负责给起得来床的人制作早点，一般来说就只有迟万里一个人。之后取出1篓的衣服拿去送洗，打扫除卧室外的房间，把洗好的衣服整理一下，然后去附近的购买水果、零食，补充2位可爱女士的日常所需。做完这些，迟墨和江鸾也差不多起床，他也可以收拾卧室，顺便问一下女主人明天冰箱刷新些什么物资。
他就可以下班了。而保镖队长负责迟墨和江鸾的安保工作，正餐也是他做，厨艺上等，大概是因为血缘关系，作息和这家难缠的女人们吻合。反正李燕吃午饭的时候，都能看到他躲在厨房精神饱满的干饭。迟墨和江鸾只当没有这个人，可能是长久以来的习惯。至于作为亲舅舅的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，李燕还不太好意思去打听。吃完早点，池万里的司机过来接人，司机看起来比保镖年长，给人一种沉稳的印象。几点迟到？有节早课，8点。池万里的守时是刻在骨子里的，看了眼手表，来得及。先去魔都大学。车子上高架绕行，作为老板的司机，需要熟悉道路，拥有精湛的驾驶技巧，还得会看眼色。在老板需要补交的时候，能不变道就不变道；在老板赶时间的时候，能开多快就开多快。李燕不知道为啥池万里要告诉他这种事，难道打算让自己给他做司机？在想什么呢？他回过神来，讪笑：“池叔叔这几天真辛苦。”池万里不说话的时候，抿着嘴唇，看起来很有威严，但是和亲近的人说话非常随和，跟李燕都能开玩笑。被绑架的那天，李燕就已经感受到了，习惯了。忙过这阵子能休息好久。池万里按下车窗，往嘴角塞了根烟，给李燕散了一根。见李燕不要，他乐了：“真戒了？为了我闺女？”李燕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只得挠了挠脸：“我怕她闻了难受，毕竟叔叔你给我开工资了，我也是注重客户体验的人。”没想到池万里还挺满意这个说法，觉得默默怎么样？李燕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他非常聪明，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他一定会做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。我会尽我所能帮他走出阴影，让过他应有的生活的。”池万里偏头吐出一缕烟：“我不是问你这个，你喜欢他吗？如果和现在的他过一辈子，你能接受吗？”李燕，他语气很随意：“都20岁了，你还害羞个什么劲啊？”“啊，对，跟朋友当然不害羞了。您是谁啊？”“池墨的亲爹啊，他很喜欢你，而且会越来越喜欢你。”李燕刚要开口，就被打断了：“行了，你闭嘴吧，我是他爹，比你更了解他。不得不说，这风格跟池墨一样的，非常霸道。不跟你说这些了。”池万里挠了挠手腕，又看了眼时间，还有多远？司机，老板，快到了。池万里看向李燕：“告诉我你有什么麻烦，别跟我说没有，要是江鸾知道，肯定是要插手的。”李燕有些抓马，挠了挠脸。池墨外公非常有能量。池万里提醒道：“要是坏了事，你可别迁怒池墨。”李燕只能老老实实道：“有人要诬告我迷奸。”啊！池万里震惊，就学生之间这点破事，也能搞出这种东西来？就是林家那个学生，你说的没法来我家，就是因为这件事？那你不早说？说着，他开始翻手机上的通讯录。李燕连连摆手：“告我的人站在我这边，叔叔你不用帮忙，我能自己处理的。这件事就算插手也没用，最后肯定是证据不足释放的，无非是败坏我的名声，我的信用破产，那微电影的事就无法翻案了。”池万里放下了手机：“好家伙，手段够脏的。”李燕就更 NP 了，已经学会在对手那儿安间谍了。这孩子才几岁啊？他好奇地问道：“那你后面打算怎么举报学校方面的脏事？用舆论，到时候魔都大学的关注度就够了，这件案子才能彻查。我爸爸已经安排好了，他的一手举报信在单位可是人厌狗嫌的存在。挺好，干完这票你就能安心地陪在默默身边了吧？”李燕：“别墅内，池墨抱着江鸾，果然嗷嗷地哭起来了。呜！江鸾心疼极了，抱在怀里哄着：“没事没事，他又不是陪别的女人去了，跟爸爸一样，去上班了，会回来的。”哥，对，他太坏了，居然临走之前没有亲你的脸蛋。啊！池墨疑惑，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嘟了嘟嘴唇：“闷吗？”江鸾脸红了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池墨抽噎着：“啊呀！”江鸾，据他所知，吻别这种事，在当前情况下，李燕10成10是不会主动去做的。呜！池墨扑在江鸾的怀里，又哭了起来。他可是期待了好久，也是因为这个才勉强愿意和小火火分开的。每次爸爸要出去几天的时候，都会把睡着的妈妈亲醒，而且会亲好久。只要亲过了，就算爸爸离开了，妈妈也会特别开心的滚来滚去。虽然他在那种时候基本上都懒得起床，但都偷偷看了全程。池墨以为他终于可以体验一次被亲醒的感觉了，结果起床就发现人没了。
在他的理解中，这可是只有分开的时候才能做的事。想到这里，他哭得更大声了，叽叽咕咕地跟妈妈哭诉着。江鸾越听，表情越怪，决定要让女儿彻底明白这件事。于是，母女俩难得的吃了顿早饭。第31天后，一间审讯室内，李艳坐在后悔椅上趴着睡午觉。在这里已经住了整整10天，前3天扛过了疲劳审讯，被无罪释放，然后在派出所门口用非常奇葩的方式就地举报了林清玄，然后又被逮了回去。忘了是第6天还是第7天，终于迎来了曙光。派出所开始被各种各样的单位进驻，并暂时接管那些本来恶狠狠逼问李艳的人。脱下了警服，同样被控制了起来。李艳就知道已经稳了，就不知道啥时候自己能走。该配合的都配合了，连浏览器记录都让陈于亲爹带领的调查组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。李艳还因此受到了批评教育，说是浏览不良网站什么的。他说是不小心点开了，也没人信。虽然他是故意不小心的，但被警察同志怀疑的感觉真的很难受。尤其是当得知过去1年浏览的每一个网页都会被实习生小姐姐查看的时候，每次见面都无法直视她的双眼。吱呀，砰，铁门被打开又关上。李艳抬头皱眉，揉了揉眼，看到对面的实习生小姐姐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微笑。如果我有罪，就让法律审判。对了，正在审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她抱着档案袋，正襟危坐。李艳眉头一皱，和男朋友复合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在茶水间听到的。小姐姐害羞的捂了捂脸。OK， 恭喜恭喜，有空请客吃饭行了。出去吧，让我再睡会。局内的招待所太闹腾了，我都没睡好。小姐姐，李艳，她后知后觉地看了眼档案袋，叹息一声，对你这种狡诈恶徒，不应该放松警惕的。正式通知你，你所有的罪名经调查核实都不成立。他转着笔，恭喜你，可以回家了。如有需要，依旧希望你配合调查。李艳松了口气，然后感觉更累了。她瘫在后悔椅上，我可以问一下办案的进度吗？小姐姐摇头，不可以。林清玄抓到没？小姐姐摇头，无可奉告。那就是没抓到。李艳叹了口气，你怎么老是想套我话？也太不礼貌了。我好歹也是做这个职业的吧，换个班上吧。不适合你，所以可以告诉我了吗？不行。小姐姐都气笑了，你别犯到我手上就完了。见你急言，他无所谓的仰躺着，应该通知了我家人来接吧。我可不想被围观。通知了。唉，这帮无良媒体。说着，他恶狠狠地敲了敲笔。毕竟林家就是媒体业的，应该是给他们办案搞了不少的麻烦。不过李艳一点都不在乎，被诬告迷奸的时候的就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了。对了，手机能还我了吗？结案之前，那都是重要证物，不过电话卡可以还给你，也行吧，省得补办了。离开派出所的时候，受到了特别的关照，刑侦、经侦、职务3个办案组都派了代表相送，热情的和李艳握手道别。第32真的非常油腻，小同志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在学业上多多努力，为国家做贡献。一定，一定，有空上家玩，我女儿念叨很多次了。李艳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陈康，李艳，太客气了，叔叔有空来我家玩。陈康，好的，这几天我比较忙，让陈玉代表吧。忘了，这几天有事要忙，回头我联系他。陈康从后门偷偷溜走。李艳打了个寒噤，10天过去了，压根就没出过门。没想到外面那么冷，已然入秋了。路边停着辆熟悉的桑塔纳，车边站着一对更熟悉的母女。李艳哆哆嗦嗦，抱着双臂，吸了吸鼻涕。妈，有衣服没？我冻死了。李母给她掸了掸尘，无奈道：你衣服都在池家，家里哪还有啊？李艳，先上车，给你打空调，你阿姨已经派车过来了，你先坐车上等一等。李艳揉了揉眉心，您不是来接我的？这边超市打折，买完东西正好接到电话，我就替你通知你阿姨了。不过你阿姨说堵车，我才顺便等一等。李艳，你这么看我干啥？家里已经没有你住的地方了。许久未见的李科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长发理短了，穿着一身紫色毛衣，揣着毛衣兜兜，打开另外一边的车门，坐在了李艳身边，毫无热络可言的打了个招呼：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上次见面还是再上次。李母，你们是咋了？李科科撩了撩短发，冷酷道：这是我们兄妹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。讲真，中二病真的很难缠，
没辙，谁叫是亲妹妹呢？她从鼓鼓囊囊的购物袋里搜了一袋奶酪棒，我可以拆吗？不必问我，自取。李艳撕开包装，放在嘴里含着，含糊不清道：念初中能适应吗？切！李科科嗤笑一声，这还用问？交了几个朋友？他45度角仰望车顶，孤高的灵魂，不需要羁绊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一个都没有。呵，李科科冷冷笑，真的，有时候连他都忍不了李科科的说话方式，就不勉强同学们能团结友爱了。李科科想起什么来，突然嘴角翘起，邪魅一笑，对了，听说你已经成为别人圈养的宠物了。李艳就这样被富家小姐挂上了项圈。李科科揣着毛衣的兜兜，得胃病了，这辈子是吃不了硬饭了。见面无表情，装逼脸的哥哥明显破防了，他快乐了。李艳脸颊抽搐，看向自己的老母亲，妈，你怎么什么都跟妹妹说？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又没别的人可以分享。李科科猖狂地笑了，李母又补上一句，哎呀，反正你妹妹也没有朋友，不会说漏嘴的。李科科，李艳扯了扯嘴角，解释道，李科科，你完全彻底的误会了。他重重的叹息，实际情况是，我给人家做保姆，1个月3000，包3餐住宿，是合法收入，工作非常辛苦，完全是体力劳动。讲真，迟末真的挺重的，等发了工资，我给你买礼物。当然，陪睡这一点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，不过这件事怎么可能传出去呢？李科科撩了撩短发，一语道破，别装了，刚刚妈妈说是阿姨来接的时候，你口嫌体正直的模样，真的非常油腻。李艳，第33前置条件。江鸾收到消息前，正在照顾迟末，穿着恐龙睡衣的迟末虚弱地趴在大床上，江鸾端着玻璃杯，拽了拽恐龙尾巴，喝点热水吧。迟末抬起头，本来不羁的呆毛都失去了生气，沦为了普通头发的一员。他爬起来，靠着李艳的枕头，接过了水杯，小口小口得喝着，小脸蛋因为身体不适，显得更白了。他喝了几口，把水杯还给妈妈，弱弱道，啊呀。江鸾一脸无奈，你没有得绝症，只是痛经而已。迟末低下头，非常不高兴。他这几天趁妈妈洗头的时候用冷水冲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偷偷把冷气调到最低，还脱光了衣服，甚至不盖被子，居然都没得绝症。迟末非常失望。至于为什么那么想得绝症，是因为他发现失恋之后，在某乎上看了一大堆的虐文，学习能力卓越的迟末同学又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女主只要得了绝症，男主就会一顿挽留。如果要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失恋了，那就得从10天前说起。江鸾因为大意，让迟末偷窥了夫妻俩吻别的场景，导致迟末误以为亲吻还有限定的场景，以至于李艳偷偷溜走的时候，迟末还因为没有被吻醒，深觉吃了大亏，大哭了一场。也是因此，江鸾觉得需要指点一下迟末了。于是那日，在花园中，江鸾为迟末掀开了第一次花园悟道的序幕。难得早起的母女俩坐在花园的凉亭中，吃着小熊饼干配旺仔牛奶的早茶。迟末在妈妈的安慰下擦干了眼泪，但仍像个被抛弃的小猫，幽怨地拿指头搅着盒子里的小熊饼干，捏起2个，让小熊贴在一起。啾啾，他嘟了嘟嘴，模仿了亲嘴的声音，让2个小熊饼干亲在一起，然后再丢进嘴里，狠狠地嚼着。负心汉，居然辜负了他，绝不能原谅，除非下次起床能被清醒。江鸾托着腮，看着迟末娇俏的模样，真想拍张照片，可惜没地方晒啊。感情这种事，光是可爱和一颗纯天然的少女心是不够的。思忖了一番，江鸾心中有了主意。他伸手擦去了迟末下巴的饼干屑，小宝贝，其实亲嘴这种事吧，只要是彼此相爱的2个人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的，不一定是要在分别的时候。啊！开幕雷击，迟末被震惊到了，急切地问道：啊呀！为什么不亲你？因为你们还没有达成前置条件啊。虽然有点不忍心，江鸾还是叹息道，可是亲嘴是彼此相爱的2个人才可以做的呀。迟末愣了愣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他耸了耸鼻子，小手抓住了裙边，委屈巴巴地看着江鸾，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，他的心里越发不安，说话都带着哭腔了。啊呀，对啊，你喜欢他呀，但还是不能亲亲。他呆呆地坐在原地，如遭雷击。过了一会，哇！迟末终于哭出了声。第34小恐龙，小手不停地在脸蛋上胡撸着，可就是擦不干净，泪水越来越多。
直到脸都被他擦红了，江鸾才把他拥在怀里，用毛巾给他擦脸。把女儿弄哭了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总比以后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要好。哭得差不多了，江鸾宽慰道：“没事的，不是要彼此相爱吗？你喜欢他，不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吗？虽然这逻辑，我想挣5000，就等于赚了2500了，没啥区别。但是迟墨真信，于是从这天开始，迟墨单方面宣布失恋了。本来一天能吃3碗饭的，现在就只能吃2碗半了。每天就是搬着个小凳子坐在别墅大门口，等李艳回来。可迟墨至少不会因为童年的阴影，在半夜惊醒痛哭了。只是半夜、清晨、中午睁开眼，看到身边的是母亲，不是李艳，就会撅嘴委屈，甚至连面具之类的道具都不起作用了。目的达到了，江鸾便开始传授专业知识，就是恶补各种电视剧以及小说。可没成想日常学习的时候，勤奋好学的迟墨自己延展了课外读物，看了一篇在江鸾那里列为迟墨的禁忌读物的虐文。然后江鸾开始发现了一些异常，洗完头之后，浴缸的水温降低了很多，晚上被冻醒，还发现迟墨全身光光的。问了之后，才得到一个哭笑不得的答案。他严肃地看着死不悔改的迟墨：“你不能为了他伤害自己的身体，李艳会心疼的。”迟墨眼睛一亮，点点头：“江鸾。”他不由得记起，初中的时候，班级里的男生会用圆规在手臂上刻下心爱女孩的名字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幸好平时江鸾对女儿的健康非常关注，发现的时候天气还没冷下来，迟墨连感冒都没的，也成功劝说了迟墨不要继续犯傻。结果迟墨作死的报应来了，这次来例假，痛经痛得死去活来的。问过医生知道不会有事之后，江鸾想让他尝尝记性，就没给他吃止痛药。其实迟墨最怕痛了，肯定是不敢了的，只是对于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没有达成目标，有种求而不得的失望，所以嘴犟。江鸾没好气道：“默默，你要是真的得了绝症，以后就都见不到李艳了，她就是爱你了，也没法跟你亲亲了，你愿意这样吗？”迟墨连连摇头。痛经又发作了，他痛得冷汗都下来了。江鸾叹了口气，伸手给他揉肚子：“长记性了吗？”迟墨平躺在床上，虚弱的点头。江鸾一起钻进被窝，掖好被子。就在这时候，收到了李母发来的消息。江鸾接完电话，促狭的笑着：“默默啊，现在你那么难受，没办法接你的小火火了。”迟墨的呆毛蹭的一下就支棱起来了。啊呀，对啊，他要回家了。于是床上的哥斯拉复活了，迟墨掀开了被子，就开始套袜子、穿鞋。恐龙睡衣的尾巴被迟墨晃得跟拨浪鼓似的。第35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黑色迈巴赫停在了桑塔纳之后，一个落落大方的雍容少妇从车上下来，后面跟着一个小恐龙。少妇凑到车前，笑道：“嫂子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来接李艳了。”李母见到江鸾就是一笑，左右看看，没见到小可爱，有些失望。哎，迟墨呢？江鸾尴尬地指了指后座，李艳的膝盖上已经趴着一只恐龙了。迟墨的这个动作，抬起头正好能和李科科正四目相对。呆毛雷达有了反应，虽然并不剧烈，但迟墨还是十分警惕。井号39，井号39。江鸾知道自己闺女在想什么，咳嗽了2声，提醒道：“默默，这是李艳的妹妹哦。”迟墨 Omega， 这操作直接把见多识广的李科科都给干沉默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怪可爱的，但他还是要维持自己高冷的人设，从毛衣兜兜里伸出一只手，面无表情。嗨！迟墨眨了眨眼，伸手握住了李科科的手，看向妈妈，撒娇道：“啊呀呀，江鸾，默默，你不能带他走。啊呀，他还要上课的。”迟墨遗憾地叹了口气，李科科完全抵抗不了这种蔑视等级的天然呆。在2次元中，主角为了这种天然呆都是可以毁灭世界的。于是他理所应当的脸红了。迟墨松开了手，从李艳的身上爬了下来，坐到了兄妹之间，双手非常规矩地放在了膝盖上，看着李科科，露出大姐姐般慈祥的神态，模仿着温婉大方的江鸾音色：“啊啊啊！”连说话都不会的迟墨居然都能夹，这10天没见识进化了吗？李艳歪锐好奇这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江鸾翻译：“科科，他在问你喜欢吃什么。”李科科突然就紧张起来了，高冷人设彻底绷不住了，说话都断断续续的：“我喜欢吃饭。”李艳。迟墨露出了一个鼓励的笑容，伸出一只手放在李科科的后背，轻轻摩挲着，柔声道：“啊呀！”李母虽然不知道迟墨在说啥，但同为女人，
知道他是在装，憋着笑，默默说什么呢？迟母尴尬的不行，他说他最擅长做饭了，邀请科科来家里吃饭。迟默，你是什么时候学的做饭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迟默迎着女儿杀人的目光，江鸾一拍掌心，对了，是上次吧？迟默满意的点点头，寒暄了几句。迟默虽然穿了一套卡通睡衣，但依旧温婉大方，举止优雅，姿态得体的赢得了分数。下了车，还俯下身低头在车窗前晃了晃小手道别。桑塔纳疾驰而去。妈，我下个礼拜能去他们家玩吗？可以啊。迟默好玩吧？李科科把脑袋靠在车窗上。他看着街边有个美女挥着手，正在追车，连忙提醒道：妈，刚刚那个人好像在叫你。李母看了眼后视镜，停下了车。迈巴赫上，李艳以公主抱的姿势抱着迟默，她靠在李艳的肩头，一只手在李艳的下巴上磨来磨去。派出所虽然也能剃胡子，但是一次性剃须刀的质量有点差，胡子茬剃不干净。然后迟默不经意间摸到了李艳的下巴，被刺到了手，就上瘾了。驾驶室下划线，派出所里过得咋样？李艳笑了，还挺开心的。伙食咋样？一言难尽。李艳重重的叹息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都行，你给我好好开车。江鸾关上了连接驾驶室的窗口，聊两句还没完没了了。迟默已经进不到用脸磨李艳下巴的胡子茬了，感觉有点怪，又有点刺激，渐渐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江鸾看向迟默，肚子不痛了？迟默他沉溺在跟胡子茬磨蹭的快乐中，压根就没听到。江鸾许久没接触迟默的李艳被蹭得面红耳赤，听了又不免担心，默默怎么了？江鸾摊手，做的正在痛经。哦，李艳有些尴尬，她突然想起件事，提议道：建设路东边有一家煲汤的店，那里的一亩草鸡汤很管用。江鸾笑了，非常满意，女儿被关心了。迟默将大胜利，没想到还能知道这个。吴妈正看着砂锅呢，突然陷入了一阵沉默，只剩下沙沙的磨蹭声。江鸾，李艳，呵呵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李艳眼神飘忽，语焉不详，以前给朋友买过。哦。江鸾云淡风轻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把瓜子，磕了起来，展开说说。李艳，嗨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肯定有事，时机不成熟，以后慢慢拷问。江鸾如是想着，车子在车流中穿梭，回到了李艳已然阔别10日的别墅区。而在车上，用脸磨蹭已经快要满足不了迟默了，他已经把鞋子脱了，袜子也摘了，显然是打算用脚丫子磨磨看了。江鸾这才制止，多脏啊！李艳松了口气，又隐隐有些失望，又听到他说好歹洗洗。李艳，迟默恋恋不舍地套上了袜子，展开了双臂，要李艳抱下车，因为不可抗力因素，不能像树袋熊一样。迟默深感遗憾，下了车，被风一吹，迟默脸又开始泛白了，松开了挂在李艳脖子上的手，捂着肚子，不是还会疼得抽一下。李艳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只能走快点，抱紧点，把他送到了沙发上。房间里开了暖气，江鸾找了条毛毯给他盖上。吴妈端了碗红糖水，江鸾接下了。妈妈喂。迟默摇头，你那么不乖，还想李艳给你喂？迟默，已经被接走了吗？得知消息的陈瑜难掩沮丧，李科科脸颊微微抽搐，这年头女孩子眼光是不是出现了问题？就欧尼酱这种废物，还能吸引这样等级的大姐姐？这几天你父亲工作很忙吧？成天不着家，所以我和我妈妈来看看，是辛苦。我家儿子给他添麻烦了？没有，我给爸爸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夸李艳，也是多亏有你父亲照顾，我们放心多了。第36，情绪不稳定。没有我爸爸太古板了，最多只能在生活上帮一点点忙，那就够可以的了，难道还能徇私枉法不成？李母笑容和煦，等哪天你们家方便，我带李艳去家里拜访，上门道谢。不用。他看向后座的李科科，你好，你是李艳的妹妹吧？叫什么名字？李科科怯生生的样子。李科科，妹妹好可爱啊，加个微信吧。李科科讷讷道，我没有手机，不过哥哥答应给我买一个，而且只有周末能玩。陈瑜笑容灿烂，你哥哥对你真好啊。李科科，这女人说什么傻话，这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封口费，不过好像跟这个姐姐联系以后，又能抓到哥哥更多的把柄。妈，你加一下姐姐的号吧，等我有手机了以后我也加一个。李母是开明的家长，
孩子个人的事，只要不过分，他基本不会插手。拿起手机加了个陈瑜的好友。陈瑜心满意足的道别，车子再次开走了。李科科双手揣兜，锐利的双眼像是看穿了一切，眸光一闪，哥哥是不是脚踏两条船了？是啊，你要破坏一下你哥哥的如意算盘吗？李母只觉得有些好笑。李科科撩了撩刘海，聪明的大脑占领了高地，这个姐姐的爸爸好像挺厉害的。那个叫默默的家里又很有钱，踏两条这种船，翻了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李母再次被李科科刁钻的角度整不会了。你哥哥不是这种人，难说。李母，李科科循循善诱，妈，你想想，这个姐姐美的跟天仙似的，属于那种初恋感觉的迟暮妹妹，软软的，容易激起保护欲。哥哥没谈过恋爱，很容易被姐姐那一类勾引，而且还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正义感，又会被默默打动。啧，桃花泛滥。接着，李科科怪腔怪调地模仿了一下李艳的语气，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只是同时爱上两个人，又有什么错？他把渣男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李母听了，感觉还挺有道理。成功被忽悠瘸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可是正经人家啊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来做联络员，放学的时候让我玩会手机，我保证只聊天。李母点点头，好吧，那你盯着点，这个家没我早晚得散。迟默痛起来是一阵一阵的，喝了半碗红糖水就好了许多。李艳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打算先洗个澡。派出所的条件比较差，只能随便冲一冲，顺手从书桌上拿起了剃须刀。嗡，啊呀！跟在身后的迟默浑身上下写满了抗拒，像是游行的群众般举手抗议。李艳十分无奈地放下了。江鸾双手抱胸，倚着门框，有些好奇，真有那么好吗？迟默点头如小鸡啄米，还怕江鸾不信，小手在空中挥着，形容道啊，然后捧着脸。江鸾有些羡慕，可能是年纪轻，胡子还不是很硬，像池万里那样不剃胡子大半夜都能给他扎醒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要么让妈妈也试试看。迟默来了一把川剧变脸，哈哈，妈妈就是开个玩笑啦。迟默狐疑地看着江鸾，你连妈妈都防，妈妈对你那么好，还亲自带你抓男人。李艳，迟默放松了几分警惕。李艳翻出了衣柜底下的卫衣，吴妈很贴心的都给洗过了，直接就能穿。迟默跟在身后，拽着李艳的袖子，一边打着游戏机，一边下楼，走进了浴室。迟默就搬了凳子，就坐在浴室门口等。晚饭时间到了，今天迟万里没有回家吃饭，听说是商界大佬们都在狙击林家的产业，都试图分一杯羹。迟万里也因此已经3天没有回家吃饭了。李艳饱餐了一顿，真的好吃，而且看迟默吃饭是真下饭啊。1个小时后，洗完澡的江鸾擦着面霜、水乳、精华，一旁的迟默如出一辙地涂着护肤品，两人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。江鸾注意到下意识揣口袋的李艳，拿起了手机发了条语音，去买个手机回来。他放下了手机，一边拍脸一边埋怨，你跟家里还客气什么？这年头没有手机啥也干不了的。李艳尴尬地挠了挠脸，到时候我把钱转您，工资里扣吧。江鸾巴不得他客气，欠得越多越好。他没多说什么，到了谢便答应下来了。江鸾拿着遥控器换着频道，似乎是没有中意的节目，最终调整到新闻联播，当做背景音乐开始看小说，同时和李艳聊闲天。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，特别是后面几天在里面除了不能出门外，基本上是自由的看看案件纪实的小说、新闻联播什么的。李艳心不在焉的回道，因为迟默又开始用脸磨下巴了，感觉下巴蹭了不少迟默脸上的护肤品，这波胡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养。洗完澡的迟默特别香，哪怕裹着厚厚的睡衣也能闻得到。迟默蹭了一会，大概是腻了，离开了李艳的怀中。他甩掉了拖鞋，坐在了沙发上躺着，然后抬起一只白嫩嫩的 GO。 江鸾赶紧制止，不行。迟默一脸遗憾地坐下，转了一圈，生无可恋地躺在李艳的大腿上。他想起很早之前在花园里和江鸾的交谈，妈妈既然制止，那么这种事应该也是彼此相爱才能做的，可是还差了一半，心情突然就不好了，特别低落，咕噜了半圈，把脑袋揣在了李艳的肚子上，呜咽起来。李艳怎么的了？江鸾知道女儿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没有解释。来例假，情绪不稳定。啊！保镖队长此时送来了手机，江鸾接过了，看了眼价格标签，十分不满。你有意思吗？保镖队长，他阴阳怪气，老板娘镶钻的倒是有，
一部手机就得干10年，呵呵，似乎积攒了很多怨气的样子。李艳，江鸾被戳穿了心事，狡辩道：“我怎么会是这种人？我是说，你怎么没有买手机壳和钢化膜？”保镖队长面无表情，摔了可以再买不是？江鸾嘟囔着：“这叫什么话？小李赚钱可不容易。迟墨现在多沉啊，放屁还臭。”迟墨，李艳接过瞅了眼，很好，5个月工资。捣鼓了一番，开始激活新手机。李艳注意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坐起来，一脸好奇的迟墨：“怎么了？”迟墨摇头。李艳抬起手机，人脸识别。迟墨又凑近：“要么给你也录一个。”迟墨点头。李艳对过了手机。第37处理消息，刚接收到讯号，手机就一顿震动，各种短信和未接来电，8成号码外泄了。李艳赶紧设置了仅接受通讯录好友联络，把骚扰短信一键删除，然后把常用 App 选了个遍，一起下载。迟墨从睡衣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来，戳弄了一番，递给李艳：“怎么了呀？”李艳不明就里的接过手机，看到界面有些错愕：“让我在你手机也录一个。”迟墨抬了抬下巴，李艳照办，对他只要哄着就好了。录完递回去，迟墨脑袋抵在李艳的肩头，抱着手机，一脸幸福，几乎就要冒粉色泡泡了。李艳偷瞧着傻笑的迟墨，又长知识了，刚刚哭唧唧，转眼就乐呵呵的，情绪是真起伏不定啊。阿姨，我回一下消息。李艳站起身，迟墨想跟着，但被妈妈的眼神再一次制止了，又不高兴了，躺在沙发上哼哼唧唧的拿着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。李艳坐在就餐的椅子上，一条条的看，置顶是妈妈的微信，有10几条语音，一一听完了，都是些鸡零狗碎，什么都没问，好像什么都问了，发了个语音报平安，告诉妈妈今天自己吃的什么，洗过澡了，一会就睡觉。这个时间点妈妈大概是在洗衣服，所以没有回复。往下拉，是一些没说过话的同学，大多数都是一开始咒骂，后来发道歉和支持的消息，装作没看到咒骂的部分，道了谢，删掉聊天记录，没有道歉的直接拉黑。打开宿舍群，李艳已经出来了，工作的事明天具体联系，没空喝酒。不去。张正，你要是不能喝就坐小孩那桌。文海，没事了。李艳，接下来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江年华，换新手机了，怎么查不到定位了？李艳，你还是个人。他切出去，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提现，一共大概有2W， 1个月时间，缺了2周的更新。这个收入属于正常范畴，把截图贴到了群里。文海也把早就做好的报表发出来了，而且上个月李艳大部分时间放在微电影上，按照 KPI 的分成，能分到钱只有3000，不过平时花钱比较节省，存款还有2W 左右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年自己都够出学费了。母亲节、儿童节、父亲节还能发大红包，经济状况非常良好。如果不算新手机的话，收入第一的张正马上就发了个66块钱的红包。张正说真的，在我们那里的规矩是要接风洗尘的，至少喝一圈吧，也就3个人实在不行，你喝红的。李艳，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需要每天吃头孢，所以戒了。张正，一罐啤酒，真就意思。李艳，真的。张正，那肯定，绝对不勉强。李艳，那等学校重新开课的吧，最近不想走动。江年华，点 GPG。李艳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？我是不会点开看的。江年华，好家伙，居然在别墅区，哥们，真被包养了。李艳，你踏马。江年华，这几天闲得难受，把技术迭代了，赶紧交代吧。李艳，在上班，给别人当保姆，到时候让你们见见我老板。江年华，男保姆，1个月多少？李艳，3000。江年华，你傻逼吧？李艳，你管得着吗？剧本照写，分镜照画就是了。文海，陈瑜又问我了，该怎么回？江年华，苏醒吧，舔狗之魂。张正，苏醒吧，舔狗之魂。文海，苏醒吧，舔狗之魂。李艳的太阳穴跳了跳。李艳，明天我会联系他的，你就告诉他不知道，我没联系你就行了，你们不要添油加醋了。我那天在 KTV 时说真的，想了想又补上一句，不然朋友都没得做，只谈工作了。我认真的，他们就像没看到一样，但也没提陈瑜的事了，又闲扯了几句，他们就开语音3黑了，一点兄弟情谊都没有。李艳感觉被排斥了，很伤心，打开电商软件，花了3K，把下午说好的小米
和某动漫联名款的手机给死宅妹妹买了。这孩子，唉，大哥是怕威胁的人吗？还不是纯纯的兄妹羁绊。李艳含泪把购物车里1799的手机删掉了，想了想，又买了2份月饼，给奶奶和家里各寄了1份。中秋在所里过的，现在补上，突然感觉自己现在都像有家的人了，一股淡淡的忧伤萦绕。他往门口走了2步，抬头望远，江元周乐了，这次打算当着面跑了。李艳，我就是出来吹吹风，这家里委屈你了，又没让你刷碗，又没让你洗衣服，又没让你做饭，默默还天天把你当大宝贝捧着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李艳看着江元周的 PA 上的台词，冷漠的摇摇头，感情不够饱满。江元周耸了耸肩膀，只要记住台词就好了，等你欺负冷落默默的时候，我感情就饱满了。李艳当作没听到，转移话题道，说真的，你为啥要来给池叔叔当保镖啊？他沉默了半晌，他哆哆嗦嗦地拿出了烟盒，从中取了一根，叼在嘴里，点烟的姿势如同忧郁的罗伯特巴乔。呼，你真的想听吗？李艳转身突然就不想听了。江元周，好心情是会转移的，比如现在，江元周的好心情就转移到了李艳身上。他坐在池墨身边看他玩游戏机，有点眼馋，借我玩一下好不好？江鸾愣住，这还是李艳第一次主动靠近，还对池墨提出所求，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。今天是怎么的了？其实李艳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和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分别了一段时间之后重逢，突然就感觉亲近了很多。池墨偏头呆呆地望着李艳，又低头，然后他把游戏机放在了李艳的手上，香扑扑的脸蛋突然凑近了，闭着眼睫毛轻颤，软软的嘴唇在李艳的脸上贴了一下，又很快缩了回去，脸渐渐红了，伸出脚踩在大理石上，慌乱地跑向了妈妈，却因为没穿鞋被茶几磕了一下脚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真的，情绪非常不稳定。PS 明天凌晨开新书验证。第38，睡眠观测者。检查发现没有骨折之后，江鸾把池墨牵了起来，他也没哭得太厉害，很快就被江鸾用一颗桃子哄好了。池墨啃着桃子，偶尔拿另一只手戳一下受伤的脚趾，有点在意的样子。不用擦药吗？又不是3岁孩子。江鸾笑了笑，明天就好了。池墨专心地吃着桃子，好像很喜欢的样子。注意到李艳的视线，看了看手上的桃子，朝李艳递了递，啊呀。他摇摇头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拿起游戏机打了一会，有些无聊，打了个哈欠，累了就去睡觉。江鸾叮嘱道。李艳确实是累了，赧言的笑了笑，那我先去睡了。池墨动作迅速的从沙发上下来，跟在他身后。江鸾也起来关灯。李艳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阿姨，我的床还没到吗？卡海关了，江鸾张口就来，随便买一张就好了，要搭配房间的布置。李艳带来的家当摆放的房间是池墨的书房，本来就有个书桌在，加上李艳的一堆破烂也支不下床了。这个解释非常合理，如果不是表演痕迹严重，李艳就信了。倒不是说讨厌池墨，只是有些不方便。池墨就算不在意，他总要自觉点的。洗漱了一番，李艳贴在枕头上就睡着了。因为睡得比较早，池墨在半夜的时候苏醒了，小手捏了捏，应该是大腿，感觉和妈妈的不太一样，才想起来今天是李艳事情，开心了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翻来覆去，滚来滚去，调整各种姿势，就是没办法入睡，索性就不睡觉了。摸索着打开床头灯，打开保温杯，对着吸管痛快地喝了几口温水，舒服了。拿2个枕头把脑袋垫高，侧过脸，开始对李艳进行睡眠观测。李艳睡觉基本上睡了什么样，醒来就是什么样，很规矩，连最轻微的鼾声都没有。虽然胸口一起一伏十分规律，但池墨有些不放心，拿起指头探了探鼻息，手指头感受到温温的气息。池墨放心了，往下看，T 恤下摆，露出一截腹部的肌肤。李艳虽然有锻炼，但也就是跑跑步，做一些日常的体能锻炼，没有刻意练腹肌，但是硬撑的话还是耐摸得到的那种。池墨伸出手指戳了戳，感觉有点怪，和自己软软的肚子不一样。观察了一下，李艳没有被吵醒，他大胆地把整个手放了上去，摸了一把，得到了新奇的体验。嘿，玩了一会，有点累了，打了个哈欠，打算关了床头灯继续睡，又伸出手探了探鼻息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伸手关了灯，房间又陷入了漆黑一片。李艳睁开了眼，谁他妈半夜被摸还能睡得着的？等到池墨的睡相渐渐猖狂起来，李艳打开手机，回了一条消息，然后伸手给池墨提了提被子。
市中心的一所公寓门口，一个满身疲惫的中年男子摸索着皮包内的钥匙，摸黑打开了家门。吱呀，门被他轻轻地打开，打开玄关的灯，把皮包放在鞋柜上，轻手轻脚地脱去了外套，挂在钩子上，解开袖口的纽扣，是他最放松的时刻了。把视线移向大厅，电视里正在无声地播放着老套的电视剧。穿着睡衣的女儿捏着手机呆呆地看着，泪流满面。陈康打开客厅的灯，陈瑜才回过神来，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爸，今天那么早？事情理顺了，无非是慢慢磨而已。我不走，他们不好意思走，所以就回来了。辛苦了。他站起身来，我给您下碗面吧。陈康走近了几步，伸出手擦了擦陈瑜的眼角。陈瑜才发现自己刚刚在流泪，他慌乱地抬起手，解释道：刚刚困了，打哈欠。你不想说，爸爸不会问的，毕竟你也长大了。他垂下手，挽起了袖子，语气温和，一如往常。爸爸给你做宵夜，你可以再哭一会。陈瑜咬着嘴唇，眼睛睁了又睁，眼泪终于淌了下来。他投入父亲的怀中，无声地哭泣了起来。陈康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摸着他的头发。父女俩在餐桌上对坐，陈瑜没有胃口，只是看着爸爸吃。等到他吃完后，陈瑜情绪也平复了不少。爸爸，我做了什么罪无可恕的事吗？感情上的事，爸爸也不太懂。陈康把碗放到了水池之中，洗了洗手，去玄关摘下外套给女儿披上。你们之前相处了1年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。陈瑜心中一颤，这1年里，他被动地接受着李燕的好，却没有好好的为李燕想想自己和叶婉给他设下的所谓考验。他真的看不出来吗？那一次次的告白被拒绝，李燕真的像表面上那样一点都不介意吗？想起第一次见到他，那个看着自己出神，被发现了又低下头，有些羞涩的男孩，到最后 KTV 镜子里那个悲哀的眼神，回头想来，自己的小脾气他都能宽容，可是他曾经有意无意的提起，后来一遍遍强调，他所求的从头到尾只有信任，他都没有给他。陈瑜眼中泛起了泪水，终于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蠢事，我该怎么挽回？陈康手倚着下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他很执拗，认定了的事万难更改，他曾经就下了你们，也因此获得了力量，敢于挑战，去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。陈康捋了捋有些斑白的鬓角，女儿，有些错误是可以弥补的，但是有些是没办法的。我和他父亲聊过，他因为过去的经历最讨厌被别人怀疑，尤其是被他爱的人。桌面上陈瑜的眼泪滴滴点点，可是他一句难听的话都没说过。他告诉我不要介意之前的事，谢谢关心，他很好，所以我说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，他很宽容，已经原谅了你。我知道错了。爸爸相信你以后不会了。可能他也是这么想的，那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路过那条街的那天晚上，他看了你好几眼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最后他有多失望。他已经给过你很多次了。PS 凌晨继续码，今天的4000字够了，晚上熬4000字。卡文是真地难受啊，今天一天至少写了1W 字，删删改改才理顺了。透第39陈诗诗，这个作品完成度很高，每一幕的构图都非常干净，情绪也够，虽然技巧生涩，场景转换僵硬，但还有救。如果是新人，可以签下来。年近50，相貌依旧俊逸的陈东风，葛优躺的姿态，在沙发上摆烂，看起来颇为疲倦。前些日子，以评委的身份在国外参加了一场电影颁奖典礼，半夜才下飞机，一心只想跟貌美如花的老婆互诉衷肠，居然还得工作，简直没人性。莫谦眯起丹凤眼，侦测到他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知道他在国外肯定没好好做身材管理。20几年的夫妻，莫谦对付他简直不要太容易，花钱上个井号油腻影帝井号的热搜，到时候粉丝群里的老婆粉纷纷爬墙，他就会边哭边炫沙拉了，顺便还能给新开拍的电影造势。陈东风还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厄运，一心想满足自己的色心。别闹，诗诗在家呢。莫谦拍开了他的咸猪手，拿起遥控器重新播放了一遍，说起了正事。这个微电影拍的不赖吧？是咱们一家的熟人，你猜猜看。还是熟人？陈东风挑了挑眉毛，思索了一番，摸不清头绪。莫谦也懒得卖关子，李烨，记得这个名字吗？有点耳熟。陈东风揉着太阳穴，突然想起来了。他坐起来，连连点头。哦，他呀，这还有啥说的？赶紧签。莫谦摊了摊手，人家还在上大学呢。你在国外没看新闻？
他这几天可是干了件大事啊。陈东风听了始末，饶有兴趣拿起手机搜了搜，这孩子还真厉害，有点手段。此时浴室的门开了，一个绝美的少女亭亭玉立，她刚出浴的样子真是应了出水芙蓉这个成语。少女身材修长，皮肤白皙，一张标准的瓜子脸，美的不可方物，身穿吊带短裙，露出一双白皙的大长腿，一双拖鞋走出了10厘米细高跟的气势，袅袅走向酒店式公寓的吧台，取出冰桶中冰镇的葡萄汁，倒入了高脚杯中，移步至全景天窗前，晃了晃杯中紫色的汁液，优雅地抿了一口，葡萄汁充满了口腔，唇齿之间的酸涩似乎转移到了心中，才上心头，又上眉头。他撩起鬓角的碎发，抬起那双令人心颤的眼眸，俯瞰魔都夜景，诱人的红唇轻轻开启，语气中包含着淡淡的忧伤。明天给我约造型师，给我染个绿色的头发。陈东风直接目瞪狗呆，这是接了什么剧本？莫谦哭笑不得，回道：人生如戏。陈东风，他头脑风暴了一下，得出结论后嘴角扯了扯，就这10几天功夫就谈了个男朋友，还被绿了？哪个公司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封杀一下。莫谦，没有公司，叫李艳。陈东风，他起身提起了客厅上的摆件唐刀，为父去就回。莫谦，陈诗诗。与此同时，睡梦中的李艳脚突然就抽筋了，坐起来捏着。迟默被身边动静吵醒，睁开了眼，语气娇憨的关心：啊呀，没事没事，有点抽筋。他捏了捏腿肚，感觉没事了，松了口气。现在好了，睡吧睡吧。迟默点点小脑袋，把头重新放在李艳的手臂上，很快又打起了小呼噜。这玩意没有开封，我就是跟他友好沟通一下。陈诗诗双手抱胸，坐在沙发上，愤愤道：我跟他比，就是差在了爸爸上。陈东风彻底懵逼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坐在一边的莫谦叹了口气，以前李艳不想提起救人这件事，再加上李诗诗也走了这条路，怕影响李艳的生活，就没有主动接触。没想到家被偷了。陈东风拧了拧眉，就小时候见过一面。莫谦直翻白眼，小时候被一个男孩子救了，长大了以后发现他是个帅哥，换作是我也得想办法尝尝看再说，不然死都没法闭眼。陈诗诗摇摇头，妈妈，你不要把人家说的那么肤浅，12年后的重逢多美好啊。说着他提了提香肩上的吊带，怅然道：不是本人是 get 不到那种感觉的。唉，陈诗诗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哎呀呀，他的腰好细好有力量感，嘴唇好薄啊，好好亲的样子，他的手臂看起来好结实呀，好想被他壁咚，呀呀呀呀呀，他冰冷的眼神刺到我了，好想被他骂骂看。陈诗诗绷不住了，小拳拳捶着莫谦的胸口，讨厌讨厌讨厌，偷听人家。陈东风按下了微信语音，语气森寒：我有把刀，帮我开一下封。莫谦，陈诗诗面无表情：你打不赢的，我是打算帮你抓回来。他现在在持家。莫谦耸了耸肩膀：有本事你就试试看，能抓回来我穿 JK 给你看。陈东风眸光一闪，此话当真？莫谦无奈：你不该问问他为什么在持家吗？对哦，陈东风后知后觉，我记得他那闺女被吓得最厉害，我还介绍过心理医生爱，那个心理医生后来把我拉黑了，还是粉丝来着，都怪池万里那个狗东西太吓人了。莫谦点点头，前几天和池万里商量一起收购林家产业的时候，他说溜嘴了，李艳现在陪着池墨，说是给他治病，其实跟上门女婿差不多。我还听说池万里手里还有他的把柄。陈诗诗撅了撅嘴，切这种不上台面的手段，我们凭实力就是了。诗诗那么好看，还不迷死他？再说了，他现在拍电影也是我们这行人了，实在不行前一下。莫谦，你的手段真是光明正大。陈诗诗饶有兴趣的样子，又抿了一口果汁，眨了眨眼，那该怎么做呢？陈东风放下了刀，侃侃而谈，他的电影不是提名了，到时候我去做颁奖嘉宾，8成是有晚宴的，让他了解一下本人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，他还不得巴巴的凑过来。先签合同，然后随便找个本子，让诗诗做主角，聊剧本，沟通剧情，直接井号新晋小花深夜出入某酒店，井号炒一波绯闻，接着官宣炒 CP， 反正导戏的合同按艺人的来签，微博也是我们运营的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都打包开夫妻店了，还能跑得了吗？莫谦蹙起了柳眉，为什么这个套路听起来那么熟悉？陈东风干笑了几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说什么呢？讨厌，人家那时候那么纯情，没有套路，满满都是爱。第40螃蟹。清晨，
迟墨满血复活，摆脱了棉衣，穿回了心爱的小裙子，元气满满的套上了裤袜。一起下楼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迟万里一副命不久矣了的样子。江鸾正在给他的黑眼圈上遮瑕。啊，不想上班，亏钱就亏钱吧，亏钱比杀了你还难受。你能舍得？我早不想干了，只想天天跟女儿玩。可是那些职业经理人，我完全信不过来。此时，迟墨下楼了，挥了挥手，就像下乡的老干部。啊呀，迟万里一下就活过来了，抬头挺胸，早啊，我亲爱的女儿，爸爸又要上班去了，给爸爸一个亲亲吧。迟墨，他毫无迟疑的摇头，亲了李艳一下，接着俏皮的眨了一只眼，向他发射 wink 光束。李艳尴尬的笑了笑，叔叔，早上好。昨天还阴晴不定，今天就活泼过头了，大清早眉来眼去的，看得迟万里直心寒。女儿是好多了，就是感觉丢了。他不情不愿，一步三回头的上了车。不过女儿难得起床送他上班，多少慰藉了老父亲的心。送别了老父亲，迟墨坐在餐桌上，开始凶狠的干饭，估摸着是打算把这几天亏了的气血一次性都给找回来。江鸾边打哈欠边给迟墨包第3个鸡蛋，吴妈则非常开心，又端来了一盘包子。江鸾给李艳加了个包子，我听你昨天说今天要工作了，又准备拍电影了吗？没有，之前拍电影是学校的任务，我业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做短视频的账号，内容是动画短片。江鸾起了兴趣，什么类型的？比较杂，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。江鸾顺手叠了盘子递给了正在收拾的吴妈，问道，有点好奇，我可以看你工作吗？李艳点点头，当然可以。吃完了早饭，迟墨心情更加舒畅了，穿着圆头皮鞋坐在秋千上，双马尾跟着晃啊晃。李艳有一下没一下的推着，江鸾随便提了一口，聊闲天。可可几岁了？12了，念初一，成绩怎么样？比我当初要好，老师挺看重他的，就是他性格有点怪，不太擅长社交。江鸾点点头，默默挺喜欢他的，下次叫来一起玩。迟墨晃过去，迟墨晃过来，等于。李艳跟他击了一下掌，点头道好。迟墨又晃过去，迟墨又晃过来，等于。今天迟墨好开心啊！李艳也笑了，又跟他击掌。江鸾点点头，例假走了本来就会开心一点，而且今天你在，他就更开心了。他挠了挠鼻子，等了一会，同城跑腿把办公的笔记本电脑送过来了，代价就是挨了全寝室的一顿骂。这帮人离开了自己之后是彻底摆烂了，昨天晚上钱到账了，这几天又都不上课，他们组队去洗了个脚，然后去网吧玩到半宿，最后喝酒撸串。李艳醒的时候他们刚睡，简直羡慕的要死好伐。打开电脑，先检查了一下邮箱的邮件，这几天都是张正代管，整理得很好，这个活可以交给他了。坐在凉亭里之后，迟墨也跟过来了，盯着看。江鸾泡了壶茶，吴妈端了几盘糕点之类的点心。这是什么？江鸾好奇地指着一张像儿童涂鸦的图片，上面还有一些注释，这些都是零碎的小点子集合，有灵感的时候会记下来，把这些东西凑一凑，然后花时间磨情节，直到传成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剧本就基本完成了。毕竟只是2到3分钟的短片，有时候100字就够了，最多也不过200-300字，划分镜更难一些，用图像表达和文字压根不是一回事。不过都是些十分枯燥的工作，江鸾并不觉得乏味，他已经很久没工作过了。为了女儿，他放弃了很多。迟墨晃着腿，根本没看电脑屏幕，只是托着腮看着认真工作的李艳。今天格外顺利，可能在派出所天天看案件纪实类文学，那种书场景描述非常专业，受益匪浅，把文件传到了群里。他们还在睡着，李艳就合上了电脑。另一边，母女2人已经针对中午的伙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迟墨小手在桌上爬来爬去，像是在模仿某种昆虫，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，一副嘴馋的模样。抬起头看向妈妈，提出申请。不行，江鸾摇头，今天不吃螃蟹。迟墨可怜兮兮的伸出一只手指和江鸾交涉。江鸾皱眉，谁叫你晚上不盖被子？不行就是不行，我说你没好你就是没好，犟嘴以后都不给你吃了。江鸾在这种地方完全不惯着他。迟墨抓脸，看向了李艳，他粗粗的眉头不安分的抖了抖，伸手放在李艳的肩膀上，叹了口气。李艳无能为力，你还是听妈妈的话吧。迟墨又叹了口气，等好一点了再吃吧。李艳只能劝他。迟墨的手放在桌子上，模仿着螃蟹爬行的动作，连连叹息。那边喊吃饭了，
走到别墅门口，迟默嗅了嗅鼻子，心情瞬间好了，拽着李艳的手奔向餐桌。江鸾正好端出一盘黄澄澄的螃蟹，迟默直流口水。不是吧，你连李艳的份都想抢？迟默，菜还没做完，今天江鸾也下厨了，似乎要做大餐。迟默不甘心地跟进厨房，跟妈妈据理力争。有人打电话进来，看了眼号码，他走到别墅门口接听。喂，我们搬回魔都住了，你父亲给我爸介绍的工作非常适合他，他是不会徇私的，肯定是你父亲适合这个职业。对了，你母亲怎么样？好很多了，不用住院了。那就好。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喂，还在吗？我姐姐的葬礼定下了，你能来吗？好，来的。什么时候？下周一，城东墓园。好，那到时候见。电话挂断，回头，餐桌边看到迟默偷偷伸向螃蟹小手，注意到李艳的视线，连忙缩了回去，挠了挠 Q 弹的耳朵，嘿嘿的讪笑着。PS 明天起恢复晚8点更新。第41锦鲤的一生。迟默最终还是如愿以偿的吃到了螃蟹，拿着小剪子认真的剪开蟹腿，在醋上轻轻蘸了一下，放进嘴里，酿母酿母的抿着，一脸幸福。江鸾限定他能吃的只有蟹腿，蟹身都是李艳的。大闸蟹这年头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，不过迟家对吃的东西非常专业，肯定是好螃蟹，可惜李艳属于山猪吃不来细糠那类人，没觉得有什么区别，连吃了2个就有点懒得嚼了。迟默的盘子只剩下3、4只蟹腿了，顿时急了，趁妈妈没注意，拿起一只螃蟹，把蟹腿和钳子掰下来，把蟹身放进了他的盘子里。李艳就这样吃了5只螃蟹，最后他盘子上的壳垒得高高的。江鸾眨眨眼，你跟迟默这点还是很合得来吗？都爱吃螃蟹啊？还好，晚上再煮几个吧。迟默非常赞同，无声的点头。李艳已经无力承受了，再吃下去这辈子就得吃软饭了，连忙制止，再吃就要拉肚子了。迟默，小活火居然做了叛徒！江鸾从迟默的小动作和李艳的反应中发现了玄机，案件被侦破，迟默受到审判，刑罚是喝姜汤。他据理力争了一下，但法官不吃他这套，抗诉无效，在以后都没螃蟹吃的威胁下，他只能不情不愿地舔了一口，然后吐了土粉粉的舌头。江鸾面无表情，别装，你什么时候吃东西会吐？迟默抿了2口，实在不想喝，推给了李艳，看向神色不善的妈妈，的解释着，还指了指他盘子上的壳，想要说明李艳更需要姜汤。江鸾知道他讨厌，没勉强，不过也不想轻易放过他，那你再喝一口。正说着，电话铃声响了，迟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江鸾哪里不知道迟默打的什么主意，拿着手机连电话都先不接了，双手叉腰，我看你喝。迟默皱起了眉毛，快点，大口喝。僵持了几秒后，迟默的眉毛抖了抖了，在江鸾的注视下，真的喝了一大口。明明能喝，还装，你这孩子！他嗔怪一声，接起电话走向门外。在江鸾转身的一瞬，迟默嘟起了嘴，一个龙吐水，把含在嘴里的姜汤都吐了出来，然后把碗推给了李艳。迟默，李艳，在厨房吃饭的江元周看到了全程，过来收碗筷，拍了拍李艳的肩膀，成了家的男人，就要有成为厨余垃圾桶的觉悟。李艳，迟默瞪了江元周一眼，然后警惕地看着随时可能转身妈妈，小手扬了扬，示意李艳赶紧喝。李艳转了转碗，艰难地把嘴靠近了碗边，见他迟迟不喝，迟默打了个拜托拜托的手势，配合着3分鼓励3分怜悯4分求求你的眼神，李艳完全顶不住，只能屈服了，浅尝了一口，居然感觉味道还不错，这舅舅手艺是真不赖，姜汤都能做得那么好喝，怎么样，好喝吧？叔叔你的手艺真好。不，主要还是多亏了默默的加工。李艳，江鸾打完了电话，看向餐桌上喝得干干净净的碗，桌边迟默若无其事地玩着手指，李艳的脸可疑的红了。你吃螃蟹过敏？江鸾关心地问道。以前吃过，不过敏的。江鸾十分好奇，刚刚怎么了吗？没事。迟默认同的点头，还装出疑惑的神情。可惜了，画蛇添足。拙劣的演技被江鸾看穿，他面无表情地盯着迟默，撒谎这个月都不准吃螃蟹，点心减半。迟默显然有些动摇，但还是嘴硬晃着小手极力争辩。啊呀！江鸾一句话都不说，露出了危险的微笑。
在上位者的威压持续了半分钟之后，迟默顶不住，只能招供了。得到完整情报的江鸾，默默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吐出来呢？还让李艳给你喝，可不能这样了，多不卫生啊！迟默沮丧地低着头，用眼角余光偷瞄妈妈，发现她已经没有生气的意思了，松了口气。好吧，晚上让你吃一只螃蟹，不许这么做了，知道吗？迟默顿时眉开眼笑，连连点头。可惜迟默的功力还未到家，还看不出妈妈眼中加大力度的提示。吃完饭，在花园中散步。萧萧时，别墅的院子很大，还有个池塘，池塘中栽了不少水生植物。李艳只认出了荷花，可惜季节不对，荷叶的边缘有些微微焦黄，荷花早已枯萎。不过鸡尾肥硕锦鲤依旧在清澈的池水中懒洋洋地游曳着，有几抹亮色在，冲淡了秋季的衰败之意，景致也算不错。迟默熟练地从袋子里抓了一把饵料，拉着李艳一起坐在池塘边的木椅上，似乎想表演什么绝活。他摊开手掌，用手指拨弄着饵料，十分小气地数了3粒，撒到了池塘里。鲤鱼闻到食物的味道，开始进食，池水如同被煮沸了一般，场面十分壮观。李艳俯下身子，饶有兴趣地看着。迟默满意的点点头，却没有继续投喂。几分钟之后，没有得到食物的锦鲤散开了，他又数了3粒，抛向了池塘中。锦鲤们继续扑腾。5次之后，锦鲤，而迟默这次慷慨地把手中1/3的饵料抛了出去。锦鲤没忍住诱惑，又上当了。就这样，迟默乐此不疲，仅仅靠着一把饵料，就把一池的鲤鱼累得精疲力尽，有几只都翻肚了。他神清气爽地拍拍手。迟默，李艳看着，莫名感到一阵心塞，这是什么玩法？说真的，江鸾深深地叹息，一语道破天机。如果让迟默继承家业，我真怕他被有朝一日会挂在路灯上。李艳瞬间就明白了，脸颊抽了抽，不愧是迟叔叔的女儿。江鸾扶着额头，你迟叔叔没有他那么狠。他干笑了几声，想起了做暑假工的时候被老板支配的恐惧，强忍着心塞道，这些鲤鱼还真是生命力顽强。江鸾摇头，池塘里的锦鲤2年就要换一次，被换下来的锦鲤就像得了厌食症似的，根本就不吃饵料，只能送公司食堂了。李艳感觉在鲤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。迟默还得意地叉着腰，舔着小肚子，嗯哼，那么可爱的话，稍微变态一点也很正常。好厉害，嘿嘿。第42，正义执行。魔都大学暂停授业，进驻了不少办案人员，老师、校领导人人自危，但和学生没有关系。于是，没有管束的大学生们都玩疯了，这导致魔都大学城附近所有娱乐场所营业额翻了数倍，纷纷延长营业。张正几人干了一下午的活，而且刚发工资，务必要潇洒一回。而李艳被关了10天，也很向往自由。江鸾也深知不能困着他，主动放行，说服了迟默安心在家吃螃蟹。而李艳开着迟家准备的车，一部粉色的双人座敞篷小跑车，出门了。这部车是迟默18岁的生日礼物之一，但由于迟默连驾照都没有，让这部售价中7位数的跑车吃了很多年的灰。江鸾让李艳开出去溜溜，免得放坏了。于是，魔都夜晚的街道上，川流不息的车流中，一个相貌刚毅、1.8米的高大男子，开着一部带有猫耳朵的粉色小跑车，停在红绿灯前。旁边的4座吉普摇下车窗，座驾上大光头，一脸凶相的社会人，居高临下，憋笑憋得很辛苦。多少钱买的？李艳面无表情，抽奖送的。那你运气还真不错。他拿起手机，拍照识图了一下，看到价格的他，笑容凝固了。600万，嘴脸马上一变，这位小哥相貌堂堂，果然是有品位的人。李艳，这破玩意脚都伸不开，还值那么多钱？驾龄基本为0的他，全凭胆子大开车上路。可惜他的胆子没有锻炼到经受得起7位数的冲击。于是，主干道上，粉色小跑车以30码的速度行驶着，后面传来一阵喇叭声：“有病吧你，傻逼！” @ 号人民币100分号 amp， 挨了一路的骂，把车停到了一个安全的停车场。步行20分钟与3人会合，来到一家门面不大的烧烤店，隔桌的客人正在炫啤酒，连炫了3瓶，骂骂咧咧。我他妈不是故意迟到的，路上有个傻逼故意开慢车炫耀，好不容易老婆放行，还遇上这种老六，我是真服了。他朋友劝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喝都喝了，别扯那些没用的，赶紧坐下来。”张正撇撇嘴：“你瞧瞧人家迟到，多有诚意啊！”刚炫了3瓶啤酒的客人打了个嗝，
侧过脸看到了李艳。李艳，他猛了一下，挠挠头，十分尴尬，哈哈哈哈哈！真有缘分，刚刚就数这个逼骂的脏。不过李艳自己也没干人事，没啥好说的。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开车来了，总不能喝酒了吧？张正指了指不远处一排等生意的代驾，钱我给你出，就1罐啤酒，还请代驾？你是钱多的烧得慌，下次喝不就好了？李艳摊手无奈。江年华和文海露出了神秘的微笑，合力从脚边抬起了煤气罐大小的啤酒罐。李艳，隔壁桌的小学生正在聚餐，大哥带着一群学校里的朋友举杯相庆。见到这一幕，冷嗤一声，切，啥也不是。众人，李艳看向巡逻的警察，招了招手，警察叔叔，过来一下。小学生，第43实习生小姐姐。一群酒客欣赏着小学生哀嚎，快活的饮酒作乐。巡逻的是一对男女警察，女的李艳还认识，就是派出所里的实习生小姐姐。男警察拦着盛怒的家长，还挨了不少皮带。实习生小姐姐鸡贼的偷跑了，就坐到了李艳的身边。嗨，让我蹭一下不？不太想，我还给你点外卖来着。你就这个态度？他抬起头，迎着几人诧异的目光，笑了笑，打扰你们了。三人摆手，在制服面前十分拘谨，连道没有。李艳，很打扰了。他当作没听到，拿起一串大鱿鱼吃了起来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李艳提醒道，要和群众打成一片。再说了，你还没给我外卖钱呢，不是报销的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可以说他真的很不适合这个职业了，不过有他在，几个人也不劝酒了，还算件好事。李艳拿起了一串韭菜嚼着，你们这几天不办案了，还有空巡逻？他摇头，这个局里的基本都犯事了，警力不足，可日常巡逻还是要的，所以会差我们出来处理，当做放松。现在网上的热度正在压，那些人放出的捕风捉影的消息今天已经删干净了，我们压力小了不少，这2天特别顺利。李艳打开手机搜了搜，果然如此，顿觉轻松。男警察正在对几个孩子批评教育，相貌端正，态度很友善。男朋友？是啊。帅不帅？帅。之前为啥要和你分手？他觉得配不上我，像这样有自知之明的男人太少了，所以我打算再处。李艳，男朋友批评教育完小学生，走到李艳这桌，看到李艳顿时一笑，这也太巧了。坐，难得。他摇摇头，别了，穿着这身衣服做私事就不太好了。实习生，他把外套一脱，衬衫一解，露出里面的打底衫，把衣服递给男警察，俏皮的吐了吐舌头。他十分无奈，接过衣服，自己去巡逻了。对了，礼拜一你去不去？李艳收敛了笑意，点点头，去的。他叹了口气，那个跳楼的姑娘，真的很可惜。你们之前认识吗？认识，一个高中的。哦，他点点头。你为什么要为了他那么拼命，做那么多麻烦的事情？她是我高中的学姐，曾经追过我，一句话把实习生干 emo 了。他摸了把脸，小心翼翼地观察李艳的表情。对不起，那时候我念高一，他念高3，认识的时候已经是期末了。其实没见过几面他在大学的事，从头到尾也没有和我说过。我其实没有什么责任，只是看不过去而已。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你不喜欢他吗？高中的时候喜欢我的人可多了，情书都有一大摞，我总不能都喜欢吧？众人，晚上做梦的时候小心梦到他，给你一个大逼兜。小姐姐愤愤道，我还真希望梦到，打就打吧，我也能用这个安慰一下他的父母。你的脑回路真的不太正常。他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，我去找男朋友了。对了，你有对象了吗？李艳，怎么要给我介绍？对啊，我有亲戚年纪跟你正合适，到时候让你认识认识。太客气了，回头把你微信拉黑，那我就把你的浏览器记录打印下来送到学校去，叫他们给你处分。李艳，第44偶遇。见警察同志走了，他们又抬起了煤气罐。真喝不了，跟你们说了，现在给有钱人家当保姆，一会还得回去上班。他说的是实话，拿了工资的那必须是上班。文海和李艳是个同个孤儿院的，虽然详情不明，但是救人那事他还是知道的。他对那个姿态雍容的妇人也有些印象，猜测那日遇见的女孩8成就是其中之一。陈宇好像也认识。那李艳一向不愿意谈论这件事，他哪怕好奇，也不愿意兄弟为难。文海捧起酒杯和张正碰了一下，算了，别劝了。张正打开啤酒桶的水龙头，接酒。他着实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
当保姆，晚上还要上班，你图个什么？助人为乐呗。李艳摊手，挑挑眉，你们也知道我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你越说我越糊涂。张正话说出口，突然想起了那天的修罗场，从这老贵的车上牵手下来，顿时恍然大悟。哦，他这嗓门大的在树边撒尿的狗都吓了一个机灵。江年华十分不满地看着张正，你学驴叫呢？张正翻了翻白眼，你记得那天在银泰门口跟老李牵手的那个小姑娘吗？10几天过去，这几天发生了不少事，记忆有些模糊。江年华摩挲着下巴，开始回忆小姑娘。一阵头脑风暴后，隔壁桌的酒客十分好奇地张望过来，这桌玩的可真够花的，还得学驴叫。文海像个老妈子一样给他们擦屁股，跟被打扰的客人道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们玩的啥呢？这驴叫学的真像，没玩啥，他们就是兴趣爱好。张正 M 江年华跟你们解释不了。李艳放下了酒菜，十分郑重地说，总之我没吃软饭，几人都是将信将疑，这帮逼就是拿他找乐子。李艳懒得再解释，文海贴心地扯开了话题，对了，之前做的表白短片发不发？那部作品花了很长时间打磨，发上去是一定能火的。李艳也算干这行1年了，这一点还是能看出来的。可毕竟是自己和陈瑜的故事，他有些不想面对，但这毕竟不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。李艳犹豫了一下后点头，把片尾那些东西删了，把视频发出去吧，好歹也能挣点钱。这周的更新也算补上了。什么表白短片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李艳回头，说话的女孩摘下了口罩，露出那张绝色的容颜。不好意思，偷听了你们的谈话。陈瑜穿着一身运动装，额头微微见汗。同样装扮的夜晚从小卖部出来，手上拿着2瓶矿泉水，也是一脸错愕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打了个招呼，真巧。是啊，陈瑜也没想到能撞见他。我们能一起吃吗？李艳回头继续跟韭菜对抗，背对着他，招招手如同对待好友。坐。第45大圣人。张正挪了挪屁股，搬来2个凳子，让2个女孩插了进来。陈瑜坐在李艳的身边，文海推来了菜单，随便点。今天李艳请客。李艳。陈瑜小心翼翼地瞧了眼李艳，见她似乎没什么反应，心绪有些复杂，强撑出一个笑脸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李艳跟韭菜纠缠不清，嘟囔着别客气。江年华抬了抬眼皮，这逼是真不打算舔了，还是施展是高端技巧，欲擒故纵？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耳机，打开动漫，不关他的事。垃圾现充，都给爷死。夜晚接过陈瑜推来的菜单，随便点了几串，明明是减肥的，变成了吃宵夜。但是闺蜜的心情她也可以理解，只能舍命陪君子了。你们刚刚说的短片是什么？陈瑜十分好奇。他们都知道这条舔狗当时为了工作和女人兼顾，经常性的熬夜，还不想让陈瑜因此内疚，一直没跟他说过。至于现在想不想说，还是得由正主决定。于是几人都看向李艳，李艳十分坦然，我们合作运营了一个短视频账号，我毕竟是编导专业的，提前为毕业做打算，所以在聊这上面的事。从这几天开始的吗？陈瑜有些疑惑。从入学前就开始了。陈瑜一僵，喃喃道，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。张正只觉得好笑，接过老板的盘子放在桌面上，推给他。见陈瑜脸上居然有几分埋怨，他实在有些忍不住了。周末跟你出去玩的时候，李艳还要在宿舍半夜干活，没告诉你，是因为他是怕你内疚，又舍不得能和你一起培养感情的机会。1年了，你都没有发现李艳那时候特别的累吗？你难道没有关心过她？那时候她常常打哈欠，陈瑜是注意到了的，也问过她，可是她说是因为第2天要和他约会，太兴奋了。那时候陈瑜还感觉挺甜蜜的，现在想想自己没有真的关心过她，只顾着自己开心而已。愧疚，只有愧疚，如同溺在水中，身侧的娇躯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。所以那个表白短片是为我准备的吧？原本你是打算在餐厅里放给我看的，但是因为我的态度，你放弃了。李艳有些沉默，最后点了点头。他横了一眼张正，你看什么看？大圣人，你什么都不说，别人怎么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你是真打算烧点舍利子出来？他喝了一大口酒，拍在桌面上，看向陈瑜，你是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还是你给我闭嘴？李艳拍了一下桌面，张正咽了口唾沫，哼了一声，不过也没再言语。陈瑜垂着眸子，强忍着泪意，低声嗫嚅，谢谢你。
李艳，我现在签约了经纪公司，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。那就好，恭喜你。可是我却把你弄丢了，我宁可不要这些，只想回到半个月之前。他低着头，攥着李艳的袖口，我该怎么弥补？我是不是做什么都没办法弥补了？第46，哪怕统一刀，也比凌迟要好。李艳深吸了口气，你没必要这样委屈自己，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陈瑜的眼泪滑落，夜晚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只能帮闺蜜挽回。陈瑜真的知道错了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如果言辞暧昧，对她的伤害可能更大。哪怕统一刀，也比凌迟要好。李艳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她的酒量很差，干完她就想吐了，难受的闭了闭眼。她没错，不相信我也是正常的，只是我没办法接受而已。我不会和一个不信赖我的人在一起。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梨花带雨的陈瑜，是我太天真了，那天的话我收回，我们是做不了朋友的。错愕、惊异、呆滞、痛哭，各种表情从他们脸上浮现。当然，除了一心看动漫的江年华。抱歉，扫了你们的新闻海，帮我垫付一下。我先回去了。他步履匆匆地走向一个代驾，坐在小电驴上，身影很快淹没在喧嚣之中。烧烤是真没法吃了，换了个安静的咖啡厅。张正后悔了，老老实实喝酒就是了，非得说那话干啥？年华呢？文海没看到人，皱了皱眉，半路溜进了地铁口，现在估摸着都快到家了。文海，包厢内，4个人对面坐。陈瑜抽泣着，夜晚轻声安慰。文海十分尴尬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张正尧是看了1000部纯爱动漫，也没有从中汲取出应对现状的办法。真的，现实情况比动漫复杂多了。唉，要是不说那话，现在他也可以抱着煤气罐子溜了。他抬了抬眼皮，看了眼陈瑜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里还有些窃喜。这娘们还知道难受，知道错了。晚了，你姐哭去吧，你就眼巴巴地看着老李跟小白花吃着火锅唱着歌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文海的手臂戳了戳他，低声骂道：你笑你妈呢，傻逼，还嫌不够乱。抬头见到夜晚发射的眼神飞刀，张正收敛了笑意，勉强安慰了一句：你就是日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也没法把李艳哭不回来不是？那还不如省点眼泪。文海，夜晚，没想到陈瑜居然真的止住了哭声，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。西西，你告诉我，西西怎么样才能西西把李艳追回来？我哪知道去？你问他呗。张正拍了拍文海的肩膀，我跟李艳不熟，在宿舍都不怎么说话的。文海和李艳是拜把子兄弟，还叫他妈干妈。文海指定行。放屁！你俩一个专业的，天天吃饭坐一桌，拉屎蹲隔壁。我特么一个学播音的，就晚上宿舍见个面，还得给短视频配音，哪有功夫和你们唠嗑？迎着陈瑜求助的眼神，文海挣扎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这种事，我说实话，连我也不太敢管李艳生气的时候，还挺可怕的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他很可能不会改变主意的。今夜，有人无眠。第47江源州，代驾司机开着小跑车在别墅区的大门前停下了。要么您自己开一下吧。李艳瞥了他一眼，司机顿时升起了几分寒意，但还是撑着笑容解释道：这也没几步路了，我开出来也麻烦。我喝酒了，你确定吗？我看您也没多醉不是？麻烦您自己开2步了，我回家还得照顾孩子。李艳点点头，那好，你既然自找的，我就没办法了。门口有个持家的保镖等着，李艳认识，招了招手，保镖十分狗腿的露出几分谄媚的笑来。这位是大爷啊，把他控制住，报警，诈骗。代驾面露慌张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是上了车，不就该你威胁我酒驾报警了？我没有那个钱给你转封口费。保镖也明白过来，乐了，胆真够大的。我没有，你胡说八道。李艳懒得跟他掰扯，保镖二话不说，一只手攥住了他的肩膀，打开车门把他从车子上提了下来。我叫人来吧。不用，我认识路，走2步。你记得把车开回去吧。他潇洒的下车，在昏黄的灯光下走着，转过一个弯，李艳一脚踩开垃圾桶，吐了个痛快，蹲在垃圾桶前，拿纸巾擦了擦嘴和鼻涕眼泪，抬头就是一张戴着墨镜的熟悉的脸。江源州，李艳，他不屑的一笑，就你这个量，还出去浪呢？李艳嘴角抽了抽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默默叫我出来等你，怕你丢了。江源州一副无奈的样子，
注意到李艳略显狼狈的模样，他很有长辈风范的笑了一笑：“要陪你走走吗？”“好。”秋风飒飒，温度适宜，李艳舒服了不少。江元周和李艳一般高，但壮硕不少，步伐迈得很大，有些军人习气，说话倒是不疾不徐。今天没玩开心吧？还好，嘴硬的都吃不饱。不过万一你晚上不回来，我还得现抓你。你还是别玩开心比较好。李艳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半晌，你为什么不问我在姐夫家当保镖的事？李艳十分配合的道：“哦，为什么？”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。于那夜的表情如出一辙。呼，你真的想知道？李艳，你能忍住不说的话，再好不过。那要从很早以前开始说起了。他把黑布胶带揣回了口袋里，深深的叹息。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祖辈往上数5代都是军人。我从有记忆开始，25000里长征、抗战、解放、抗美援朝、对应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这些东西好像就烙印在脑海里。每天都是锻炼身体，上完学后还有针对性的学习。课外读物只有军旅杂志、兵器杂志之类的，我没有得选。但是那时候我依旧为我将来的职业感到骄傲。可是后来，我第一次不想做这个职业了。第48过去，那天我和学校里的同学打篮球，摔断了腿。我母亲来到了医院，没有安慰我，只是看着我的腿，叹气，说我没办法成为飞行员了，真为我可惜。可是她没有问问我痛不痛，但是我依旧不敢发火。记得小时候和朋友斗嘴的时候，只是无意中说过军人的坏话，就被罚站了一宿。后来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类似的事，我开始越来越讨厌我的家庭，越来越讨厌这种没有选择的未来。可是在讨厌，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加入了这个队伍。我去了中印边境，那些阿三非常嚣张，而我们当时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，不宜生事端命令都是忍耐，冲突不宜过大什么的，挨了打都不能还手。最过分的时候，甚至有一次站岗的都被打了黑枪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有点期待，如果死了，我的父母会不会为了我而难过？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非常幼稚。总之，我那时候经常报名去放哨，有人摸上来的时候，我都是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。对面据点的指挥官算是记住我了，我就期待着什么时候给我来一枪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害怕，反正我的结局就是这样。我对未来没有任何一点的期待，因为我一直在我父亲身边，知道他过的是怎样无趣的生活。就这样熬了5年，我终于等来了那一天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当父母翻开我充满着咒骂与指责的遗书，到底是怎样精彩的表情。可阿三那里所谓的一等射手是真不给力，不过150米的距离，居然只不过把一小块头盖骨打飞了，是真他妈的菜。不过也算因祸得福，在维护了家族的荣誉的条件下，我获得了自由了。我醒来之后，第一次看到我妈哭了，我父亲也放弃了手头上的工作，过来看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在领导那里知道了我的所作所为，猜到了我是寻死，也看到了我的遗书。那时候的我不想跟他们说话。伤愈后，我退役了，以伤残军人的身份出院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回过家。他们偶尔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很少接，哪怕接了也从来不会听完他们的话。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，大把大把的补偿金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直到我遇到了池万里，才知道了社会的险恶。这个奸商骗了我的补偿金作为启动资金，还骗走了我妹妹，羊毛都被他薅完了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和爸妈长谈了一次，其实到了现在，我们也没有和解，但是所谓家人，也没办法再计较下去了。我对经商没有什么才能，也不想在这个方向努力，只能当保镖过日子，无非是有个工作罢了。迟墨这件事你是知道的，有我的责任。不过迟墨真的好可爱，我愿意给他做一辈子的狗去弥补。李艳，第49门口的小可爱，难怪看着不太正常，原来脑袋挨过打。李艳无奈的摊手，以我编导的学习经历来说，你除了被打飞头盖骨那一段之外，其他的经历一点戏剧性都没有，是没办法拍一部电影的。江元周在垃圾桶上按灭了烟头，你这孩子一点都不讨人喜欢，我又不是为了别人的喜爱而出生的，不过谢谢你，我心情好多了。江元周笑了笑，被女人甩了，差不多吧。他叹了口气，看向江元周，你谈过恋爱吗？算是谈过吧。有几个都是到谈婚论嫁那一步结束的。那些女孩子都说我给别人拎包，没出息，工资低，家庭条件不好之类的。你在考验他们？江元周摇摇头，不全是，我本来也没太大出息，如果不能接受的话，那就是不合适了。
迟墨的外公外婆很早就退休了，现在在乡下种地。我月薪虽说有20W，但能花的真不多。我想给迟墨找一个舅妈的时候，为了和同龄大多数人感同身受，做了点小准备，拿攒的钱按揭了这里的别墅，月供19W5。你呢？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李艳耸了耸肩膀，一个都没。江元周震惊地看着他，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不过追过一个女孩子，追了1整年，今天晚上刚结束的。被甩了？是啊，你们来抓我的那天晚上我就被甩了，那还真是巧啊。呵呵。哦，这声音令李艳倍感熟悉。江元周也是想起了下车时候看的那场戏，就是去你家那天，在商场门口遇到的那个小姑娘。对，她甩了你，突然发现自己后悔了，你不愿意原谅她。江元周挑了挑眉毛，原来江鸾让我看的脑残小说在现实也是有原型的。李艳，你该不会原谅她吧？他翻了翻白眼，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，只是感觉不合适，我不想拖着她，就趁早说个清楚。两个人闲聊了几句，拐进了别墅里。迟墨搬着一个小凳子坐在门口，手机上的亮光映出他不太高兴的脸。抬起头看到李艳，腮帮子可见的鼓了起来，举起手机展示给李艳，声音不大，但明显感觉是在埋怨，絮絮叨叨的。最近有一些骚扰消息，老是会有拦截的提示音。李艳太烦了，就静音了。吃烤串的时候也没顾着看消息，打开了以后有99加、太阳、月亮、微笑，接着生气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星号128。迟墨气鼓鼓的拍腿上的蚊子，脸上都有红红的包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到，我在吃烧烤。迟墨舔了舔嘴唇，看着他的手空荡荡的。迟墨，哎呀呀！他十分生气，感觉被背叛了。李艳想找江元周求助，结果他已经进了别墅。第50，自我催眠。我给你点外卖。哼，下次给你带。哼。他站起身，搬起小凳子，扭头，双马尾甩得啪啪响。不过他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小手张了张。我带你回家吧。迟墨嗯了一声，任由他接过了凳子，牵住了手。冷不冷？他摇摇头，揪了揪腿上的袜子。被蚊子咬了，很痒吗？他一只手牵着李艳，另外一只手挠个不停。别挠了，抓破了会留疤的。他听话的没有继续挠，但看脸上的表情还是很在意的样子，拽着李艳的手，小跑着进了屋。回来了。江鸾看着女儿脸上的包，拉开茶几，取出了一瓶药膏，递给李艳。他是等你被咬的，就由你来处理了哦。说完，江鸾就盯着液晶电视上的节目，看情节是某部宫斗剧。这时候正好到了高潮，几个妃嫔已经跪在地上撕逼了。江鸾舍不得错过，迟墨脱了鞋子，迫不及待地在腰上摸索着，不一会就露出袜子下如凝脂般白皙的双腿，几个红红的蚊子包，格外扎眼。李艳接过药膏，打开盖子，沾了一点在指尖，径直坐在他身边。迟墨的屁股挪了挪，把大腿放在了他身上，催促道：啊！先擦上药膏止痒，然后揉一揉就能消了。江鸾贴心的说明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宫斗的精彩剧情。李艳在一个蚊子包上轻轻抹了抹，冰凉的药膏让迟墨颤了颤。他索性坐到了李艳的腿上，双臂环抱在颈间，脸贴在李艳的脖颈。李艳微醺之时，反而有一种专注力，而且跟迟墨的接触已经有些习惯了，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。主要是这个药膏非常好用，只要揉一揉蚊子包，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去了，有点好玩。可他没注意到，随着他手上肆意的动作，迟墨的呼吸越来越粗重，身体也越来越烫。他只是一心专注于科学实验，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迟墨已经浑身发软，靠在自己的身上。最后一个蚊子包被处理完的时候，李艳看向他面色潮红的脸，他甚至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是烦恼于脸太红了，找不到蚊子包。这药膏太神奇了，只要揉一揉就能把凸起的蚊子包消了。他都想自己去花园喂蚊子，再实验一下。于是跟二逼似的上手在光滑细腻的脸蛋上摸，打算找到蚊子包。直到迟墨嗯的一声娇喘，把他拉回了现实。江鸾也听到了，看着李艳在迟墨脸蛋上摸来摸去的动作，用惊呆了的表情看着李艳。李艳，江鸾，他低头，震惊，他冻感冒了，那么快就发烧了，赶紧把袜子穿上。江鸾说着，李艳就在沙发上拿起裤袜就要给迟墨套上。醉心于宫斗剧的江鸾这时候才发觉到李艳脸上有一抹异样的酡红，
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像对待孩子一样，笨拙地给迟墨穿裤袜。第51社死程度刷新。你喝酒了？李艳握着迟墨的肉乎乎的脚丫往裤袜里塞。没喝多少，算下来就2瓶啤酒吧。车我让代驾开回来的，没撞。哦，江鸾觉得有些好玩，好像在玩真心话似的。默默在门口等了你好久，有什么想法？以后别让他等了，被蚊子咬了多可怜，腿那么白，留下疤就不好看了。很好，江鸾大概明白了李艳现在的状态了，伸手就给电视按下了暂停键。宫斗剧哪有跟女婿玩真心话刺激？江鸾压制了内心的兴奋，以尽量寻常的语气问道：在我们家住，有没有感觉不方便啊？天天吃好的，睡好的，还能贴面膜看投影，还给我发工资说不方便吗？确实感觉有一点，但是迟墨那么可爱，他爸爸妈妈那么还帮我的朋友找到了家，我一定要帮他恢复正常啊，尽量习惯吧。江鸾咂咂嘴，话还挺密，猜的没错，他果然之前都在端着。李艳毫无顾忌地捏着迟墨的小腿，继续往袜子里套，不时还隔着裤袜摩挲着，想把褶皱磨平。迟墨的脸红的快要滴血了，而江鸾看过迟墨每年的体检报告，知道迟墨的心脏承受能力特别强，于是他贴心的打算让女儿再享受一下，继续问道：这几天在派出所待着，有没有想迟墨啊？可能是有点想的吧，主要是放心不下他那么依赖我，我一走怕他不习惯。江鸾乐呵呵的嗑着瓜子，晚上睡觉感觉怎么样？之前老是怕迟墨着凉，最近则有点担心别的。怎么了？江鸾十分好奇。他昨天晚上在我的身上乱摸，唉，不知道怎么跟阿姨说这件事。江鸾 Sigma 迟墨。李艳叹了口气，青春期吗？我也可以理解，可毕竟迟墨在情绪上有点障碍，以后他后悔了怎么办？睡一张床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，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拒绝的。如果他不后悔呢？他哪怕不后悔，我也不能做柳下惠。裤袜已经穿到大腿上了，江鸾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你喜欢迟墨吗？可李艳最后提裤袜的动作非常顺利，把迟墨扶着站在沙发上，一次性就把裤袜帮他提到了腰上。李艳抬头看到一脸遗憾的江鸾，迟墨摇摇晃晃，他急忙搂住抱着，他终于从专注于蚊子包导致的自我催眠中苏醒。李艳，江鸾合起老练，放下瓜子，拿起遥控，打开了电视，继续看宫斗剧，当作这一切都没发生。李艳低头，迟墨宛若春日桃花，脸庞绯红，呼吸依旧粗重。江源粥醒酒汤已经端在手里5、6分钟了，适时的把汤递给李艳，喝吧。我早说了，就你这点量，以后别出去浪了。李艳痴呆般的接过醒酒汤，淡淡淡的喝光，放到了茶几上。李艳是个能够勇敢面对现状的男人，于是他把迟墨轻轻的放到了沙发上，站起身，上楼拿衣服，进浴室。江鸾按下了暂停键，得意的看向女儿，我说了吧，让他出去对你有好处，你还不信？迟墨抱着双腿支着下巴，露出了我服了的表情，点了点脑袋。你昨天晚上干啥了？迟墨，摸哪儿了？大腿？还是腹肌？还是脸？该不会……迟墨放开了捂脸的小手，眨眨眼，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，有些疑惑的看着欲言又止的母亲。啊呀，啊啊啊！哦，江鸾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你还太小了，这些东西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迟墨。第52他开始变得从容起来。翌日下午，魔都城郊某处防空洞内，聂倩从浴室出来，打开了吹风机，正欲吹头发，见林清玄正在打电话，便把吹风机放下了。10几日的功夫，他已然胡子拉碴，一脸颓相，身上价值不菲的衬衫半敞着，本来饱满的上肢，如今看着十分干瘪，瘦了不少，可周身的力气却更盛了。他用叉子撩起泡面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肩膀夹着电话，不时回应一声，抬眸看向从浴室走出的聂倩，眼中流露出了难得的温柔，把剩下的半桶面朝他推了推。聂倩拿发卡夹起湿漉漉的头发，接下来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。林清玄伸手拨了拨她粘在脸颊上的湿发，从肩膀上拿下手机，翘起二郎腿，同对面交谈。不知道电话那边说了什么，他眼神骤然变得阴翳，像是饿了一个冬天后刚刚苏醒的毒蛇，现在想到要派人接我了。怎么想杀人灭口？林清玄嗤笑一声，我死了，你们就能盖住那些脏事了。聂倩知道林清玄这是在和林家某个人通话，每天都是在固定的时间，本来说好的今天会安排妥当，把他送出国，
如今已经是最后期限了，要么是情况不太乐观，或者就是最后的交锋了。无论哪一种，他很快就可以解脱了。别扯淡了，到底安排好了没有？林清玄十分不耐，小拇指轻轻敲击着听筒。安排我出国，你们还能多一点时间转移财产，否则我就去自首。我未必会被枪毙，但你们肯定会死不少人。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几分钟之后，他就得到了满意的答案，又谈了些条件，确保自己出国之后的衣食无忧。他放下了手机，站起身来，开始扣上衬衫纽扣。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对他说话，但却没有看他一眼，看似不以为然，可手指颤抖，怎么都扣不上最后一颗。聂倩抬手为他扣上，温柔的一笑，当然要一起走了。林清玄握住了他的手。好。他打开画框后的一个保险箱，取出一些东西。林清玄的手上多了一把手枪，还有匆忙来到这处城郊防空洞带来的随身物品。他把属于聂倩的皮包递给他。为什么有这种东西？聂倩有些惶恐地看向漆黑的枪管。林清玄把他别在腰后，这是最后的保障。不用担心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会没事的。他把手掂了掂，示意他接过包。我去看一下监控，你把家里收拾一下。提到家这个字眼，林清玄没由来的有些心颤，突然感觉这不是逃亡，而是走向某个美好的地方。聂倩接过包，指了指他的手上的东西，能不能不要带那个东西？林清玄手离开了枪柄，笑了笑，上了保险。放心，不会走火的，只是怕意外而已。他点点头，没再坚持，走向卧室。林清玄看着他的背影，眉眼温柔，转身离开了这个狭窄的房间。派出所内，罗嫣然喝着奶茶，吃着臭豆腐，盯着电脑屏幕，在一干忙得焦头烂额的人之中，做着最轻省的活。对面噼里啪啦写案件记录的青年，感受到一股股嫉妒的视线，偷偷凑过去，低声提醒：“你好歹也装一下吧。”罗嫣然插起一块臭豆腐塞进他的嘴里，他下意识就嚼了起来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他又捧起奶茶递过去，新品，尝尝看。他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，太甜了。罗嫣然满意的点点头。宁城，现在我们是共犯了。众人，宁城咳嗽了几声，坐直了身体，单手握拳挡住了脸上的红晕，抓紧干活。有个年轻组员翻了翻白眼，抱怨道：“组长，是你假公济私好不好？我们都在干活啊。”嗨嗨，那继续加油。罗嫣然试了扶身躯，深藏功与名，继续吃着臭豆腐，盯着屏幕。地图上一个红点突兀的出现，他慌乱地拿起一边的手机，上面收到了一个讯息：浦东 T2。办公室的众人齐齐盯着罗嫣然，眼见他扣上代表光荣和责任的警帽，站直敬了个礼。字正腔圆：“组长，发现主要嫌疑人线索。”宁城剑眉微张，双眼如电，炯炯地盯着手机讯息：“小邓，去通知其他办案单位，嫣然留在局内联络，其他人坐便车跟我走。”见罗嫣然想要争辩，宁城蹙起眉头，抢先道：“服从命令。你现在只是实习期，没有能力处理这次任务。”罗嫣然也知道他不该去，倒不是不敢，主要他没经验，在这种案子里容易添乱，只是想被宁城这样说说看。真的帅啊！一行人鱼贯而出，手脚利落，行动迅速，面色认真。他自然也不继续摸鱼，联络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把定位信息同步到宁城的手机上，发现车辆已经下了高架，进入了机场。想要几分钟之内安排拦截已经是不可能了的。林嫣然的心里顿时升起了几分不安，而后又收到了一条消息，证实了他的不安。有枪！他瞳孔微缩，连忙打开队内的联络频道。井号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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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，现有情报补充，嫌疑人佩戴枪支。井号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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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，现有情报补充，嫌疑人佩戴枪支。井号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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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，现有情报补充，嫌疑人佩戴枪支。重复3遍之后，滋滋的电流声中，回复的声音十分严肃：“继续保持联络，请尽快联系机场等各单位，做好应急准备，以免造成平民伤亡。”明白。哪怕再担心，可责任是首要的。如果因为小性子导致没有保护好群众的财产生命安全，宁城是真的会对他失望的，他自己也会对自己失望的。他处理了那么多次大案要案，这种小场面肯定会没问题的。在心中暗暗祈祷，拉来座机，按照流程开始联络，不时抬眼看看窗外，一步步车辆驶出了院子，一个个或年轻或老成的面孔，坚定地走向了自己的岗位。他也开始变得从容起来。第53林清玄之死上，林清玄脸上敷了一张面皮，
依旧谨慎地戴上了口罩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。聂倩也是如此，此时看起来满脸雀斑，脸蛋是健康的小麦色，扎着村姑辫，像一个乡下丫头，样貌和两人手上捏的身份证如出一辙，甚至都能通过人脸识别。聂倩现在惴惴不安，她不知道林清玄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让枪通过了2道安检。两人正坐在登机口角落的座位上，中途他去了一趟厕所，现在手枪正别在他的腰间。林清玄非常警惕地等到防暴警察到最远的地方巡逻，才去的厕所。聂倩根本没有时间和这里的警察沟通，但他也不可能让林清玄这样逃走，那他一整年的屈辱到底算什么？他想自己去夺，可林清玄防备心极重，成功的概率太低了。而且看林清玄谨慎的坐姿，保险似乎也打开了。再等一等，如果到了登机前的最后10分钟，警察没有赶到，他就只能这么做了。程程，你马上就可以安息了。他在心中默念了一句。过了会，播报台传出合成音，通知旅客，航班还有30分钟就要起飞了。在叮的提示音响起的时候，两人的身体都骤然紧绷，牵着的手都骤然紧握，又同时松开。林清玄看了眼聂倩，笑了笑，太紧张了。他点点头，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聂倩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年轻的清扫员，动作虽然熟练，但那样的容貌和年纪，显然不会做这种工作。他收回视线，捏了捏林清玄的手指，想要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我们还能回来吗？他轻声道，等风声过去，整个容就好了。以外籍身份定居，国内的人崇洋媚外的厉害。眼前一个男子路过，林清玄不再说话，一只手以尽量缓慢的动作摸向腰后。聂倩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，好在没有异常。等人路过，他又放松了下来。男子拐过一个拐角，按住耳机，侦查完毕。嫌疑人警惕心很强，突击不成立。宁城心中一阵烦躁，停止检票，除去13号口之外，所有人都疏散，注意隐蔽。狙击手点位寻找的怎么样了？侧面没有点位，正面射击误伤概率超过 95%， 取消狙击。疏散完毕时，随时准备强攻，叫救护人员预备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13号口附近就是一家小超市，人流量不小，可10几分钟的功夫，人却越来越少，工作人员的密度却开始增加。聂倩寻找话题跟林清玄聊天，可是他终归还是发觉了异常，眼神渐渐变得阴翳。聂倩如坠冰窟，只能在心中祈祷。在一对母女路过的时候，聂倩没来得及阻拦，林清玄抢走了母亲手中的女儿，死死地掐住了她的后颈，按在了冰冷的不锈钢椅子上。砰！顶部玻璃破碎声随后而至，他蹲下身，躲在不锈钢椅子后，漆黑的枪管顶在了小女孩的后脑。都这个时候，他怎么能不明白？所有若有若无的疑点都得到了证实。声音阴哑而怨毒：倩倩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嘈杂、慌乱、哀嚎、痛哭，警察维持秩序的声音响彻在这个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。林清玄没有去要挟其他人质，只是举着手枪对准着小女孩，质问着身边依旧保持着坐姿的少女。林清玄、聂倩伸手轻轻安抚着趴在椅子上哭嚎的女孩：你自首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血丝渐渐布满了眼球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聂倩露出了一个荒唐的表情。林清玄洁白的牙齿咬破了嘴唇，原来都是假的。你也不能理解我。理解？程程的父母如同我的亲生父母，她就像我的亲姐妹，你害死我的姐姐，还想要我理解你？哀莫大于心死。林清玄所剩不多的温情也死在了现在，灰白的嘴唇沾染了猩红的血液，流入了牙齿之间。所以一开始你就在算计我，1年前联络那些婊子的人是你。婊子？呵呵，人渣就是人渣。不过那不是我，那就是李艳。林清玄的脸上阴狠与嫉妒交织。你想让警察把他叫过来，为了保护举报人，他们也绝对不可能让李艳来送死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的神情愈发狰狞，他到底有什么好？聂倩继续安抚着小女孩，皱眉，你先放开这个小孩，你伤害的人还不够多吗？机场的人群已经迅速疏散完毕，只剩下了举着防爆盾以及荷枪实弹的警察。谈判专家呢？一边鬓角发白的中年男子放下了耳麦，举了举手：你好，同志，我们的事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嫌疑人手上有2个人质，年纪在7岁的女孩存在现实的威胁，请问案件背景是否了解？他点点头，语速很快，但吐字非常清楚，来的路上重新翻过了。我已经等了一段时间，也通过你们的设备听到了人质和嫌犯之间部分的谈话，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条件足够，直接击毙。宁城，
心理分析我事后会补，你没有责任，结论就是他有很大概率会开枪，对准谁不一定，现在场上的那个女孩子比我的效果更好。宁城挠了挠头，他现在躲在小女孩的身后。谈判专家果断点头，那我去。很快便准备好了，他举起一个喇叭，在防爆盾后以尽量柔和的语气开口：林先生你好，我是警方代表，希望能……砰，一阵火光喷射而出，在防爆盾上留下了弹头。少废话，不想你们的人致死就别来烦我。谈判专家放下了喇叭，看向宁城，看样子心理小组事前的分析非常准确。宁城，他叹了口气，偏头叮嘱身边的2个同事，你找技术人员调一下地形图，顺便找一下侧面角度，请机场的负责人协助一下，多找几个位置，以及能隐蔽行进的路线。狙击手如果过去的话，危险系数太大了，用手枪。我去，你们也准备一下。明白。X2 第54林清玄之死中，滚烫的枪管抵住了小女孩的后脑勺。本来受到安抚平静了些的小女孩，受到生理性的痛苦，又开始嚎哭挣扎。林清玄双眼赤红，手上动作更加用力，几乎要把他的脖颈折断。林清玄，聂倩目眦欲裂，放开他，我做你的人质就是了。他嘲讽道，儿童作为人质时，妥协让步的概率更大，他的价值要比你高的多，还是你觉得？我不会向你开枪，所以有恃无恐。林清玄，如果你不放开他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跟你说一个字。聂倩摘下面皮和假发，摔在地上。林清玄抬眸直视他，冷嗤一声，双目像是结了一层寒霜。你以为自己真有那么重要？聂倩以眼神回敬，果然一言不发。就这样彼此对视，像是过了1分钟，又像是过了1万年。林清玄手上陡然用力，女孩闷哼一声，牙齿磕到不锈钢座椅，崩断了一颗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卑鄙。聂倩偏过头，看向小女孩，用抚摸给予她安慰，而后用嫌弃的眼神直视她。输了就是输了，你为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的结局？说白了，你不过是个懦夫而已。一遍遍的跟我说讨厌家族上层，说他们衣冠禽兽，却根本没有勇气对付他们，就用他们一样甚至更加禽兽不如的手段欺负弱者，以换得自己成为他们的筹码。这就是你的理想？换成冠冕堂皇的话说出口，就能骗过自己了？都这种时候，好歹让我看得起你一点。聂倩这些话都是真心实意，想要激怒他，成功换下小女孩。寂静的候机大厅中，开始回荡起林清玄疯狂又肆意的笑声，他笑得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。所以这又是老套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戏码。他喘了几口气，面露狰狞。好，好得很。他厉声道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我会放过这个女孩，也会自首，但是你要死。聂倩达成目的，不假思索的点头，可以，放走她。林清玄把枪对准了她，提起小女孩的后领，放在了不锈钢椅子后面干净又冰凉的瓷砖地面。聂倩无视枪管，转身跪在了不锈钢椅子上，伸手摸了摸女孩的头发，指着前方，那些警察叔叔会保护你的。她受到了鼓励，擦着脸蛋，踉踉跄跄的跑向那堵人墙。聂倩浑身一僵，林清玄从背后揽住了她，他把脑袋藏在了她的背后，以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开口，我对你说话算话，这把枪不会向你开的，但是求求你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等我说完，会把林家所有的证据给你。聂倩望着小女孩的背影，沉默了一阵，最后轻轻点头。林清玄松了口气，流露出释然之色，语气不复刚才，温柔极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垃圾，爱上你后，我后悔了，那些过去拼命渴求的东西，一点也不重要。他叹息一声，哎，可惜了，时光不能倒流。你救下了这个女孩，以后就能以英雄的身份生活，而我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第55林清玄之死下。林清玄摸索着口袋，聂倩感觉到手指被冰凉的东西箍住。我捡了一块废铁，在防空洞废旧车床上花了很长时间打磨了一枚铁质的戒指，本来打算在飞机上给你戴上的。井号39，你真的好厉害，连我都骗过去了。我明白，如果我没有做那些事，你会真心实意的同情我，我们真的会在一起的，不会像现在这样。可你对我难道没有一点点真心实意的喜欢吗？聂倩眼睁睁地看着小女孩被一个警察抱在了怀里，医护人员开始检查伤势，她安心了，转过头来，脸上的表情如同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。她咬牙道，每一次我都恶心的想吐，我是不可能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的，如果不是为了报复，我宁愿死。林清玄痛苦地闭了闭眼，所以你饱含爱慕地看着我的时候，想起的是谁？能不能告诉我答案？
程程有个弟弟，他攥紧了拳头，又松开了，眼中只留下了恨意。如果不是你，他会和我一起上大学，我和他还有程程会在学校过得无比快乐。你既然摧毁了我的幸福，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真的很恶心。聂倩偷偷用拇指剥下了食指上的金属指环，金属环敲击不锈钢座椅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落在地面上，朝着远处滚着。林清玄用脚够了一下，没能够到，他灰白的嘴唇轻轻颤抖。嗫如出声：“聂倩，那是我最后的一点点心愿啊。”他的双眸只剩下了偏执，本来已经有些软弱的心充斥了激变的占有。你为什么就不愿意拯救我？告诉我，你会一直等我的。告诉我。他用力地把枪管抵在聂倩的额头，他神情淡漠，冷哼一声：“垃圾就是垃圾，你开枪吧。你以为我会在乎吗？为了给自己一点心理的支柱，就想到用这种话来蛊惑我。到了现在，还是想着立即真心喜欢一个人。如果会耽误他，不应该放手吗？如果你真心悔过，不想杀人，为什么要带手枪？真是可笑。我爱赵阳熙，但我现在脏了死了也罢，活下来也好，我都不会耽误他。我比你要好得多。他哪怕浑身泥泞，也充满了骄傲，高高的昂起了下巴。你配不上我。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他搬动了撞锤，狠狠的道：“你还想不想要证据？”聂倩摇摇头：“你早就想弄死林家了，肯定早就准备了开枪吧？那样你也能被枪毙了，省得坐10几年牢出来，再去恶心别人。”林清玄彻底崩溃了，哀嚎夹杂着嘶吼，似乎下一瞬就会扣动扳机。躲藏在防爆盾后的几位狙击手抬起枪口又放下，几个年长的警官在防爆盾后打着安抚的手势，神情急切。而聂倩嘴角微微翘起，她死得其所，内心无比平静。她已经彻底击溃了林清玄。程程，我赢了哦！聂倩得意的、自豪的、安心的闭上了眼。第56林清玄之死。完，所有的嘈杂在此刻都消失了。聂倩想把最后一刻定格在最幸福的时光里，可惜不能如愿。原来这种时候真的是不由自主，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是5岁的自己。那是第一次出村子来到大城市，也是第一次看到沥青马路。可他一点也不高兴，既没有吃上肯德基，也没有去游乐园，因为爸爸死了。出村给城里人修路的第一天，就被压路机碾成了泥。他身上只有一件破洞的宽大 T 恤，连条裤子都没有，手上抱着一张遗像，跪在一块沥青板后。旁边的奶奶用隐蔽的动作狠狠揪了一下他，在围观的人群下，他痛得哇哇大哭。离得最近的男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拿着当时十分稀罕的手机，眉头紧锁打着电话。一生的记忆从这个画面开始，一幕幕场景如同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浮现。和妈妈一起被奶奶赶出了家门，来到大城市，颠沛流离。妈妈带着她嫁给了城里人，她又有父亲了，可继父酗酒，最后就会打人，骂他是个拖油瓶。第一次挨打，妈妈扑在他身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只有他自己了。再后来，连挨打后的安慰都没有了。后来妈妈生了个弟弟，他更多余了。直到8岁的时候，他差点被继父打死的那天，画面开始动起来了。新的爸爸妈妈出现了。聂倩紧闭着双眼，脸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。他们给奄奄一息，被抛弃的他付了医药费，收养了他。伤好了以后，他除了新的爸妈，还多了漂亮的姐姐以及可爱的弟弟。新的爸爸妈妈因为同情，对他比亲的还好。结果他又挨打了，但是这次不疼，是姐姐跟弟弟因为嫉妒打的。他们力气不大，对聂倩来说就像挠痒痒一样。可后来被新的爸爸妈妈发现了，轮到姐姐和弟弟挨打了。聂倩跪在地上声嘶力竭的求情。那天晚上，一家人长谈了一次。他第一次跟弟弟和姐姐睡在了一张床上，彻底成了一家人。失而复得，却得而又复失，他又如何能够爱上林清玄？只有恨意滔天。砰的一声枪响，把他拉回了现实，身体不由得一颤，思维却未坠入黑暗。又听到数声枪响，他还是没感到痛楚，于是缓缓转身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他抬起了脚。我已就位，视野良好，请求射击。宁城绕了一大圈，到了目的地。此时有些喘，他靠在支撑柱上，食指摩挲着扳机，调整呼吸，做着准备。射击允许耳机中传来清晰的指令。明白。宁城多年在一线办案，知道这个命令在当前状况下的意思。如有可能，不得击毙。转身，举枪，瞄准目标，稳定，一切都在2秒内完成。砰！漆黑的枪管喷出火光，子弹毫无意外地击中了嫌疑人手腕。
嗷！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的同时，几个持枪的警察冲出了防爆盾组成的围墙。第57，抱歉，他无能为力了。眼前嫌疑人忍住痛意，用左手摸上了枪支。宁城在心中叹息一声，出现这个动作，就不得不击毙了。抬枪瞄准之时，一缕残阳通过玻璃折射，正好迷了他的眼。开枪，他有90%把握击毙目标，但他不敢赌误伤的可能。宁城往左跨了一步，躲过耀眼的阳光，瞄准，再次扣动扳机，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的眉心。林清玄眉心的孔洞里缓缓流出猩红的血液，他双眼暴突，死不瞑目，却用最后的力气扣动了扳机。一颗子弹穿透了宁城的手臂，宁城不由得闷哼一声，捂住了伤口。而后响起了一阵爆斗式的枪击声，林清玄求人得人，被打成了筛子。组长，宁队！一群人冲了过来，宁城瞬间就从痛楚中恢复镇定，子弹从身体里出去了，贯通伤，只伤到了小臂的肌肉组织。看着现场死状极惨的林清玄，甚至还要被鞭尸，宁城连忙道：“我没事。”赶紧拦着人质，别破坏现场。女孩泪眼朦胧，脚却在狠狠地踢着林清玄的尸体。听到宁城的声音，停止了动作，从包里取出一张银行卡，丢到他的身上，又开始踢。众人第一时间赶过来的有一位女警员，她跑向聂倩，然后死死地抱住了她上半身。至于下半身，抱歉，她无能为力了，反正都已经破坏了。身上有执法记录仪的，动作整齐地背过身去，关切地看着宁城。宁城，10几秒后，顶替指挥的陈康跑了过来，女警员及时地拉走了聂倩，医护人员也赶过来了，给宁城包扎手臂的伤口。陈康看着现场，捂着额头，直嘬牙花子。宁城一边由着医护包扎，一边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陈局，抱歉，当时没有办法，你的判断完全正确，我烦的是……”他环视了一圈眼神飘忽的下属：“你们到底怎么想的？嫌疑人打成这样，要怎么跟督察解释？再者说，场地那么光滑，万一出现跳弹的情况，误伤了怎么办？报告，刚刚没视野，不知道嫌疑人已经被宁队击毙了。报告，我们都是一等射手，保证能命中身体，子弹不会产生弹跳，不信您等会看。我判断他身体下的瓷砖都是完整的。”陈康狠狠揉了揉眉心，摆摆手：“行了行了，赶紧配合机场工作人员恢复秩序。”众人开始各忙各的，陈康也要去善后了。抬脚时想到什么，突然回头瞥了宁城一眼，眉头一皱：“防弹衣呢？出门才知道有枪，没来得及拿，不知道问别人借一件。当时情况紧张，实在是来不及了，而且打中的是我的手臂，穿了也没用。”陈康被杠的脸颊抽了抽：“那都是我的错了。”宁城连忙往回找步：“我写检讨。”“写个屁，技工还差不多。”陈康背过身：“你跟着医生去拍个片子，没问题就直接回去。对了，把刚刚说的穿了也没用，跟你的小女朋友重新说一遍，以后就能长记性了。”宁城。第58结束了。翌日清晨，枕边悠扬的儿歌声响起：“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。”李艳本来就清醒着，今天是赵程程葬礼的日子，她看到联系人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：“喂，爸，最近降温了，天气有些冷，记得多穿点。”“好，您也一样。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上午需要你去一下市政厅，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，具体的我不太清楚。”“结案了。”“结案了，市里会派车接你，很快就到了。”“好。”身边的迟默在电话响起的时候就睁开了一只眼，见李艳开始穿外套了，又睁开一只。“我现在出去，昨天就打过招呼了。”于是迟默打了个哈欠，翻身继续睡。一辆红旗停在门口，车窗摇下，陈康向他招了招手，还给他递了一袋包子：“吃点。”李艳接过了袋子，3两口吃掉了包子。车子行驶在街道上，别墅在城郊的位置，这段路并不堵。李艳偷偷打量着抽烟提神的陈康，看着挺累，但是心情似乎不错。林清玄被抓了，李艳实在没忍住，开口问道。陈康摇摇头。李艳皱眉。陈康道：“被击毙了。”李艳又皱眉：“聂倩呢？”安然无恙，笑容开始从李艳的嘴角蔓延至整张脸。他竖起大拇指：“真棒！”陈康皮笑肉不笑：“应该的。”李艳这才尴尬地缩了缩脑袋。到了市政厅，被引进了一间办公室，办公桌边坐着一位和善的中年男子，捏着笔，指了指沙发：“没睡醒，昨天睡得比较晚。”他乖乖坐下。年轻人也得注意身体啊，要早睡早起啊。是。他接过了茶杯，
到了声线，中年男子脸色温和：“你父亲说你不需要嘉奖，我想这件事还是要问问本人。”李艳叹了口气，放下了茶杯。这太不公平了，那些女性遭受煎熬，我却因此获得了奖励，而且会影响我的学习生活，没有必要。他笑了笑，那我们尊重本人的意愿，不会大张旗鼓，该有的奖励还是要给你的。只要不宣传就无所谓了。李艳松了口气。还有一件事需要告知于你。您说。这个案件需要保密。李艳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不禁蹙起了眉头，咬了咬牙，终归是忍住了怒意。是因为某些行业巨头抹黑他们会造成损失？不是。中年男子又笑了。有些事情可以给你透露，因为这件事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清算，包括你猜的那个利益集团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，他们做的事不是考虑经济问题就能容忍的。李艳赧言的挠了挠头，抱歉，不要紧的。之所以说要你保密，是出于另外一个问题的考量。魔都大学是一所建校100年的名校，一旦通报之后，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，那些教育资源和之前的投入会受到损失，而且许多的教师都没有涉案，如果直接通报，舆论会影响到他们。李艳点头，这我没有意见，我还要上学的，不如说这样更好。中年男子满意的点点头，谢谢你的配合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还想跟我这种老头子再聊聊吗？李艳，他轻轻合上办公室的门，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第59城东墓园。城东墓园，李艳站在墓碑前，盯着笑颜如花照片上的少女，悲从中来，沉默地站了1分钟，才鞠上一躬，在墓碑前放上鲜花，走向赵程程的家人。二老看起来十分清瘦，聂倩和赵阳熙站在两旁。叔叔阿姨，节哀，连累你为了程程的事受苦了，赵父面带感激。ZF 给了我奖励，还是划得来的。李艳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说道，谁会为了这点奖励冒那么大的风险？赵母握着他的手，谢谢你。寒暄中，办案的团队以及当地工作人员也来了，带着鲜花祭奠死者，安慰家属。李艳自觉退后几步，赵阳熙陪李艳说话，阿姨看起来比前几日好多了，回到魔都的家以后哭了一阵，就回了魂，但在家总是哭，不过总归是一天比一天好。李艳点点头，那就好。他看着李艳笑了，那时候姐姐常常说起你，高兴的时候说你长得帅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说你瘦得跟竹竿似的。李艳叹了口气，我高一刚长个，瘦得很，你姐姐常常从背后偷袭，把我放倒，那时候觉得可丢脸了。那时候她念高3，我念高1，结果比我还闲，我拼了老命才考了分进的大学，结果她轻轻松松就进了，真是没法比。赵阳熙有些沉默，抱歉。他摆摆手，没事。对了，你知道我姐姐喜欢你吗？李艳一愣，而后点头道，知道的。她当时说我们如果在一起会不会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惊呆了。她一学生会的，没事干尽天找我的茬，看到她我就开心不起来。李艳无奈的摇摇头，是我姐姐的风格。她还说过什么吗？我想想啊，她揉着下巴，到后面她大概是死心了，天天问我喜欢谁，那时候我就想好好念书，根本没打算谈恋爱，所以没那个心思。但是她就是不信。李艳说起赵程程的事以后，赵父赵母便不再理会他人，侧耳听着，其他人也非常体谅了，没有再说话。而李艳专心开始搜罗着过去的回忆，也没注意到所有人都在听着。她说如果遇到喜欢女孩子，就要大胆的追求，不能像我这样偷窥她。其实是她老是带着学生会的袖标找我的茬，我看到她就冲她瞪眼。还有吗？她说她来例假了，肚子痛，告诉我益母草鸡汤很管用，叫我要学着煲汤。回忆渐渐清晰了起来，李艳开始滔滔不绝。有一天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其实雨也不是很大，跑回宿舍就行了，可你姐姐非得逼着我跟她拼伞，就拼伞好了。她还说下雨天鞋子会打湿的，叫我背她。但那天她脚上穿了双雨靴，她发现的比我还晚，就气急败坏的把靴子丢进了下水道里，光着脚就要我背，实在太丢脸了。我就打算把鞋子脱了给她穿了，结果她又丢进了下水道，然后雨停了，我们就吵起来了。她说做男人一点也不大气，我说她有病，吵得太厉害。晚自修结束都是人，我们就一起进了校长室。因为临近高考，你姐姐成绩又比较好，属于宝贝疙瘩，校长就狠狠批评了我。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气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眼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，声音也开始哽咽了起来。他发现几乎每件事他都记得，直到最后说了句我可能是有点喜欢他的。
李艳再也没忍住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许久之后，她才反应过来，抬起头来，羞赧地看着一行人，可每个人都面露哀容，没有人流露出任何嘲弄的神情。离开时，李艳跟赵程程的父母说，等我有空了写下来交给你们，他们却摇头拒绝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不用交给我们。赵阳熙一家自此之后留在魔都定居，但李艳却很少见到。聂倩换了一所离家近的大学，赵阳熙也进了同一所学校，赵父在当了一名警察，赵母则开了一家花店。聂倩和赵阳熙成婚的时候没有时间参加，李艳送了份礼，从此以后再也没交集。偶尔回忆起这件事，李艳总是没有来的觉得他们会过得很好，唯愿逝者安息。当然除了那个筛子。 P.S. 欧的铁们，既然打算走轻松路线了，沉重的节就到此为止了，再写就不礼貌了。这2天想了想，林清玄的事件重新补上意思也不大，不再赘述。这几天收到很多的支持与鼓励，再次感谢。晚安。11:04还是打算续上，不然结构不完整，不影响1天2更的情况下，11月底会一次性放出来，大概3-5W 字的样子，大家帮忙追更哦。第60，叛逆期。机场绵绵细雨中，江元周开着车驶出，池万里坐在副驾驶上打着哈欠。出国半月有余，甚是想念家中的小宝贝，先去瞅一眼，再去公司开会。今天是立冬吧？江元周心不在焉地应了声。高架上车流有些拥堵，他伸手挪动地图，前面似乎出了车祸，按什么喇叭？傻逼！江元周变了个车道，被滴了好几下，不禁骂出声。平时江元周并不路怒，池万里看了眼时间，心中了然，何苦亲自来接我，留在家里给默默做饭不就好了？池万里把椅子往后放了放，舒服的躺着。他并不着急，家里怎么样了？江元周唉声叹气道：“你回去就知道了。”池万里紧张地坐直了身体。默默怎么了吗？不适应新家，还是上学被欺负了？都没有。他跟李艳在一起，哪里都能适应，就是压根没去学校。李艳中午都回来吃饭，午休和放学都会第一时间回来陪池墨，他就还挺开心的。这几天还养了2只宠物，一只蓝猫，一只仓鼠。李艳不在的时候，就跑到宠物房里给猫和老鼠培训，回头问问心理医生。池万里有些忧心，养鱼还好说，折磨哺乳类动物就有点问题了。江元周摇头，没有折磨他们，还可宝贝了。他给仓鼠取名叫默默，猫咪取名小火火，让江鸾天天叫。猫咪已经能听懂了，仓鼠还费点劲。据说接下来默默要教他们谈恋爱。默默真是富有挑战精神，池万里有些欣慰。女儿恢复了小时候的性格。他看向明显有抑郁倾向的江元周，那你又怎么了？李艳真不是个东西。江元周磨了磨牙。中午放学给池墨带奶茶，下午放学给池墨带烧饼。池墨被他彻底教坏了，现在晚上我做的饭都吃不完了。池万里白担心了，找了个出口下高架，下面的路就好走多了。没一会就到了魔都大学的校区附近，离校区2条街，有一条黄浦江的支流。这楼盘处于一个狭长的地块，几十栋别墅沿江而建，后排是高层公寓，江景算被开发商玩明白了。池万里穿上外套下车，别墅内的布置按城郊那处原样装修，院子肯定没有城郊那处那么大了，不过池万里还是想办法扩建了一下。池塘是没法挖了，好歹花园凉亭还是要有的环视一圈。池万里还算满意。走进大厅，池墨正慵懒地躺在沙发上，肚子上有一只几月大的蓝猫幼崽，小猫的肚子上有一只仓鼠。池墨往嘴里塞了一块薯片，然后给猫咪塞了一块冻干，又给仓鼠塞了一粒瓜子仁。池墨和仓鼠默默心情非常愉快，只是蓝猫的心情不太好，大概因为今天看的是猫和老鼠。池万里走进厨房，江鸾在厨房帮着放碗，跟吴妈聊天。回来了，老板要吃点什么？池万里揉着老婆的肩膀，摇头道：飞机上吃过了，不饿。江鸾见到他就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拉着他走出了厨房。怎么了？你看看默默的状态。池万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感觉没什么变化。池墨扭头看到池万里，伸手嗨。池万里也伸手打了个招呼，就要过去做，打算试试看今天能不能跟女儿贴贴，却被江鸾拉住了。你再看。几分钟之后，池墨端起可乐喝了下去，打了个嗝，继续看电视。江鸾看向池万里，明白了吗？池万里一头雾水，都长大了，喝一点碳酸饮料也没事吧？行了行了，你跟我出来。两夫妻进了凉亭，池万里点燃了一根烟，把玩着打火机上的擦火石，
望着庭外的雨幕，面露愧疚之色。老婆，这几天你辛苦了，我不是考验你。江鸾趴在桌子上，你工作比我辛苦得多。是迟默真的不对劲，他不只是今天这样，每天都是一个样。早上送李燕出门以后，就拿着手机给她发消息，中午吃完饭和她在花园里下棋，等李燕走了，他去宠物房玩一会，或者看一会电视，就去睡午觉，等李燕回来跟他腻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上床睡觉。短短几天的功夫就变成一条咸鱼了。我搬到这里之前就找过心理医生，描述了迟默状态，医生说他已经安定了，完全可以开始接触外界，甚至可以学着说话。可是他不愿意，有一回连李燕都想出去逛逛了，迟默都缠着他不让他走。迟万里皱眉道，他不是最听你的话了吗？他现在自己有主见了。叛逆期到了，江鸾双手抱胸，气哼哼的。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就不听话了。迟万里，那李燕呢？你让他想想办法。江鸾叹了口气，就是因为他感觉把李燕拿捏了，才突然有了主见。之前的事尘埃落定以后，李燕的意志力就断崖式下跌。迟默一撒娇就啥都行。迟默现在以为靠自己就能亲上嘴了。江鸾嗑着瓜子，阴阳怪气，真厉害呢，都靠自己，不要妈妈了。说着他又开始连连叹气，我现在连他的房间都进不去了，要不是洗澡这件事李燕还能坚持，我就彻底没用了。迟万里眉头紧锁，这个情况就很严重了，劝劝李燕要坚持住。江鸾翻了翻白眼，就不是这回事，李燕她是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是迟默自以为抓住了窍门，看了几部电视剧，现在说委屈就委屈，说嘤嘤嘤就能嘤嘤嘤，回头就给我扮鬼脸，这给我气的，他现在比小时候都讨厌。昨天我订了张床，搬进了迟默的房间，让他们分开睡，制裁一下迟默。他就是这么办的。李燕连1分钟都没坚持住，迟万里羡慕的不要不要的，能不能想办法让默默也跟我撒撒娇？江鸾沉着个脸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吗？要是继续下去，他们是走不到一起去。李燕越来越把迟默当作妹妹，等哪天有其他女孩子占据了李燕的心，迟默只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迟万里尴尬的扯了扯袖口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难怪今天的江元周心情不佳，他应该也感觉到了。要怎么办？江鸾把手上的瓜子皮丢进垃圾桶，该让迟默有点危机感了。第61，他要退学了。学校重新开始正常授课之后，各种流言蜚语四起，牵扯了一些无辜老师，但学校新的领导层早就做了应对的准备，直接替那些被冤枉的老师请了律师，以诽谤罪起诉了几个造谣情节严重的学生。在他们公开认错之后就撤诉了，只是给了个休学反省的处分。火候拿捏得非常巧妙，没有人敢再煽风点火。这件事在学校里就没什么人提了。至于那些受到伤害的女生，官方自然不会公布，她们可以安静的在学校继续学业，或者调剂到其他大学。连李燕也不是都知道，但她知道每个人都收到了林家8位数的补偿。之后的事就有意思了。在林家支出这笔钱之后，官方图穷匕现，拿出了林清玄提供的证据。听说那个林家的负责人被官方的操作玩到心态炸裂，直接破口大骂。随着调查的开展，娱乐圈是天天大地震。这个月的热播剧有一大半都下线了，大家伙吃瓜吃得不亦乐乎。李燕则天天给加班到在朋友圈发疯的罗嫣然点赞，但到了下午就会出现几张宁城裹着绷带提溜着饭盒奶茶之类的照片。什么宁队做饭送过来，好辛苦，今天的虾还包了壳，太麻烦宁队了，奶茶居然只有3分糖，宁队管的好多之类的。只要看到这些东西，李燕都会马上划走，因为这些招都是他教给宁城的。那天在城东墓园真情流露了一下之后，莫名其妙的加了宁城微信，后来才知道自己在宁城那里成了恋爱专家了。天可怜见，他都没谈过恋爱，不过被这种咖位的大哥喊兄弟，他是真遭不住。于是没事干就看看酸臭 UP 主，学习一下经验，然后再交给宁城。可后来罗嫣然找他聊天，说觉得最近的宁城舔得厉害，想让李燕支招让宁城恢复一下。李燕那时候真有点破防，差点就把这对情侣拉黑了，但是想到自己浏览器记录，就一忍再忍。神游中，下课铃响了，看了眼时间，还有1节课就得回别墅上班了。今天给迟默带点什么吃的好？李燕学弟思绪被打断，见到来人，李燕眼中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嫌恶。晦气，这是之前一起拍微电影的其中之一，同时也是林清玄的狗腿，除了他其他都被逮走了，但这个资深狗腿居然没碰过那些事。可李燕对他一点好感都欠奉，他冷冷道，有事？林清玄被抓了？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派出所问问吧。眼镜男皱眉道，
你没必要这样看待我，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他的那些事我并不知情。哪些事？他冷冷地看着眼镜男。我不是跟你说这个的。眼镜男顾左右而言他。关于奖项的提名，我想我们也是有份的，所以就代表其他人跟你商量一下。李艳不由得嗤笑。学校以电影被奖项提名的名头，大力表彰了李艳，还有官方的代表过来发言，得了个电影奖，在人品方面夸了10分钟。李艳当然知道什么意思，更别说10W 的奖金，还有优秀大学生的称号。这奖励说到底跟微电影的关系不大，但也没办法解释。那10W 也早就捐给贫困山区了，实在不行就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拿点钱什么的。不过这种摸鱼的人过来当谈判代表，那完全就是扯犊子了。你干了些什么？就想来要钱？眼镜男十分不满。既然好名声都是你的，钱总是要给我们这些出力的吧？不是，我记得电影好像是学生会出力的吧？他们可不能问我要钱。这是学校的任务，你不是学生会，那就告诉我，你具体干了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？他突然起高了调门，班级里的同学都看向李艳，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坐在一边的纯爱战士张正摘下了耳机，看到眼镜男，痴汉笑顿时消失，从纯爱战士进化到了狂战士，眉头紧蹙，有病。那天在 KTV 被支配的恐惧重新贯穿了眼镜男的身体，他站起来讪笑了几下，灰溜溜的跑走了。怎么的了？没事，你说的对，他是有病，跟张正在一个班里，麻烦真是少多了。早几天问东问西的人更多。张正一开枪，一拧眉，就全跑光了。男友力真的爆棚。李艳感慨，你不谈恋爱，真是全校女生的损失。张正突然羞涩起来。李艳感到一阵恶寒。其实我现在有在追求女生了。还啦？你真特吗？李艳反应过来后，直接目瞪口呆。谁？叶思？就你那个保研名额被顶替的老乡？现在已经重新审查了，应该没问题。张正一脸羞涩，大手捧着大脸盘子。据我看番的经验，我现在已经离成功不远了。李艳竖起了大拇指，真牛逼。那必须的。张正得意洋洋地拿起手机，翻看消息，马上就变得一脸哀怨。思思已经10分钟没回我消息了，我是不是有点太黏着她了？唉。李艳凑过去，被张正毫不客气地拨开。看什么看？他拉着屏幕，看到一条消息，笑道：哎，江年华终于出来了，说晚上请客，还开了电竞房。给聂倩定位的程序是江年华给做的，因为设计的非常巧妙，被陈康看上了。李艳就给江年华介绍了这笔生意，听说价格非常可观，程序是现成的，而且为了追踪李艳的舔狗之路，修订过好几版，如今只要略作修改就能用。但是因为涉嫌保密，手续很繁琐，还得跑很多地方，所以才花了半个月时间。啧，20W， 他是真的发财了。张正看着看着，却笑容一滞。怎么了？李艳问道。江年华说他要退学了，第62真就不送了呗？我晚上不回来了。没事，你肯定有正事，我先挂了。江鸾挂断了电话，看着迟默露出了和善的笑容。默，李艳今天晚上有事，不回来了。迟默，他拿起手机，委屈，对不起，晚上真的有事。迟默下划线。江鸾在背后看着，笑意愈发浓郁了。你不会以为发一个表情就能把他叫回来吧？迟默叹了口气。江鸾则打了个哈欠，哎，有点困了，晚上早点洗澡，回房间睡觉。哎呀，就是李艳的抱枕忘了带过来了。默默一个人睡得着吗？迟默表情一僵，缓缓地转头，迎着妈妈戏谑的眼神，他的叛逆之心被激发，一个没忍住，嘴硬地哼了一声。江鸾笑了，看样子是可以的。迟默，坐，先吃饭。江年华热情地招呼着几人，炭火生的极旺，肉被烤得滋滋冒油，难得吃顿烤肉，可惜是散伙饭。江年华给几人加肉倒酒，过去他都是自顾自地看动漫，笑呵呵地把别人烤好的肉夹走，从来不做这些。张正按住了酒杯，散伙饭我不喝酒。江年华胖胖的脸上露出难过的神情，你就是给我判刑，也要给我申辩的机会吧，我好不容易倒一次酒，就是要绝交也要给我这个面子吧。张正依旧垂着眉眼，却松开了手掌。文海则一向很好说话，一直笑呵呵的。到了李艳，他也按住了酒杯，别误会，我只是单纯不能喝。文海把他的手扒拉开，张正没忍住笑出声，给他倒上。江年华如释重负，笑容浓郁了几分，几人都放松了下来，就像没什么事，只是单纯出来放纵一下。江年华喝了点酒就恢复了本性，又当上了大爷，喊张正给他满上。
还嘲笑李艳养鱼。吃完一顿饭，都是微醺。4个人打车去电竞酒店，买了花生瓜子、几件啤酒进行下一场。可惜李艳不济事，已经躺在床上了。特么，每次都是他掉链子，真没劲。江年华脱掉了外套，坐在地毯上抽烟。李艳翻了翻白眼，我早说了我不会喝，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不能喝酒的人，而且还不是酒精过敏。张正抱怨道。文海看着他难受的模样，递过一板解酒药，我看他也没醉，可能只是胃不好。李艳把药片塞进嘴里，翻了个身。你行李都准备好了，打算明天就走吗？气氛骤然有些沉默，几人都看向江年华。他拿起啤酒罐，点了下烟灰。是的，退学之后干嘛去？总得告诉我们一下的吧。文海叹了口气。我除了在画短视频的图之外，偶尔也会画一些别的图，跟你们说是卖钱的，其实是骗你们的。江年华皱了皱脸。我和网上的几个朋友合作在做一款游戏，但是用爱发电真的很难，他们打算草草的收尾，直接上线赚一笔，但我一直不愿意。现在有了这笔钱，我可以养着他们继续做了。我有信心一定会做出一款大爆款，可能确实有点冲动了，但我想了很久，这股冲动也消弭不下去。如果不把它完成，我这辈子都会后悔的。我这个人意志力一直都很弱，所以就把退路都封死了。这辈子我打算 Allen 这一把，哪怕输了，做个烂仔我也心甘情愿。实在对不起，你们另外再找人合作吧。李岩乐了，不愧是能做出那么猥琐的追踪软件的人，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。张正叹了口气，早说吗？我还以为你得了什么病，要死了，所以瞒着我们，怕我们伤心。江年华叹了口气，你少看点谈恋爱的动漫吧。你踏马啊，最开始不是你给我安利的吗？我哪知道你能那么沉迷，而且只看一个类型。江年华突然眼泛泪光，偏过头擦了擦，我还以为你们会跟我绝交的。张正摊了摊手，你都这么有决心了，绝交了，万一有出息了不就亏了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文海点点头。李嫣坐起身来，我们视频就做到这里吧，我最近没灵感了，这1年多把我都榨干了。最近的片子评价都不是很好，连我们学业也下滑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张正叹了口气，几乎每天都想着这件事，确实没心思学习。我配音倒是还好。文海笑道，但是你们就有点惨了，再弄下去毕业证都很难拿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有个和我们合作做科普的跟我聊过，想买下我们的账号 60W， 我看挺合适的，咱们再谈谈就卖了吧。李艳无奈地看向江年华，做游戏怎么可能20W 就够了，到时候支持你一点，记得算股份，你多少也做一点规划，别没头苍蝇似的。文海摊手，我钱够用。张正点头，喝酒也喝不了那么多钱，我也感觉拿去投资比较靠谱。江年华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机遇坠泪，都忍住了，只是点头。李艳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别太激动，我好了，赶紧上号打游戏，不然房白开了。李艳，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，说，今天都满足你。江年华重重的点头，我做的恋爱冒险类游戏，有个舔狗角色一直塑造不好，能不能帮我写一条线？李艳，滚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X3， 最终还是没打成游戏。4个人席地而坐，天南海北，聊了一夜。清晨，上课的闹钟响起，几人悠悠的醒来，江年华已经不见了踪影，桌面留着一张纸，歪歪扭扭写着4个大字：顶峰再见。啧，真能装啊，这逼老家就在浙江，坐个动车2个点就到了啊！我真受不了，我要再睡会。翘课。几分钟后，江年华打开门，你们真不是人啊，真就不送了呗。几个人靠在玄关，戏谑地看着他。江年华，第63时间管理大师。迟默昨夜哭唧唧的，害怕了半宿，没忍住去拍江鸾的房门，没拍硬，就嚎啕痛哭的道歉。直到在江鸾身边睡着的时候，还是梨花带雨的模样。吃早饭的时候，他眼眶都红红的，小心翼翼地揣摩着妈妈的态度。为了讨好妈妈，只要是江鸾端来的早点，他都一股脑都吃下去。吃太饱，打了一上午的嗝，把妈妈逗笑了。迟默这才松了口气。李艳还没搞定，要是把妈妈得罪了就糟糕了，能糊弄还是糊弄一下比较好。迟默一边喂仓鼠吃瓜子，一边侦查着凉亭外坐在秋千上打电话的江鸾。主要是我闺女的事，不是李家那边安排的，有空就好，那就定在这周末。湖畔度假村。挂了电话，他转身回到凉亭，迟默赶紧捏着仓鼠藏进了卫衣口袋。糊弄家大人，这种技巧是不用学的。假模假样的拿起了 iPad， 学习起拼音课程。张大嘴巴，
这个迟默非常熟练，张大了嘴啊，一边学一边还打量着江鸾。江鸾装作没看到，托着腮看江元舟在花圃中榨干，听着迟默孜孜不倦地重复播放第一条音频，直到连啊都开始敷衍起来，他才转回头，正看到迟默把手从卫衣口袋抽出来，一脸心虚的样子。江鸾却露出一个笑脸，没事，妈妈不勉强你，反正李艳现在已经听懂了好多，她以后肯定能和妈妈一样，我现在也觉得没必要学了。迟默顿时双眼放光，可下意识又感觉不太对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啊，妈妈怎么会生气呢？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啊，李艳拿不拿你当宝贝就不一定了。迟默又问：学校也不着急，李艳愿意迁就你，你也觉得跟她一起玩就够了，现在就挺好，她跟你一个人玩可不够。迟默没有读懂新生的超能力，只是傻乐，他可不想做这些麻烦的事，他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，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江鸾给迟默又馈赠了块糕点，迟默用嘴接下了点心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到了下午，迟默的心情就更好了，搬着凳子在门口等着，因为今天是周五，李艳可以陪他整整2天。每天例行的吃饭、洗澡活动结束后，时间还没过7点。一来，立冬之后天黑得早了；二来，江元舟最近做菜的兴致也不是很高，出菜比较快。而告别了运营短视频的李艳，有了快乐的空闲时光，再加之迟默的堕落磁场，让他也受到了些影响。此时他侧靠着沙发，笔记本电脑放在扶手上，打开了软件，注册了一个小号下网棋虐菜，觉得有点不太过瘾，又开了小窗口播放动漫，最后又开一个窗口玩植物大战僵尸，堪称当代时间管理大师。这个是跟江年华学的，要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娱乐，这一点对他以后的时间分配非常有帮助。迟默则趴在李艳身上看了一会就觉得无聊，伸手挠了挠他的胳膊。怎么了？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愣了一会，摇了摇头。李艳又重新把注意力放在电脑上，迟默抓抓脸，流露出一抹不知所措，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李艳，伸过脸在她下巴上蹭了蹭。李艳把电脑放到了茶几上，无奈地揉着他的脑袋，要玩些什么？他这才弯了弯眉眼，露出开心的表情。坐在对面的江鸾都不用看，光是听李艳说的话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搬家之后，迟默已经无数次流露出茫然的神情，每次都靠着讨来的宠溺弥补心中的迷惘。江鸾清楚地知道，女儿这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李艳，对待自己的感情就想办法糊弄自己，这对她来说肯定不是好事。可感情这种东西光用言语描述不了的，更何况教育对象是迟默。江鸾想了很多，只想到一个办法，让他接触更多的人，自己去学习。这一点江鸾很有把握。迟默完全属于恋爱脑，治不好的那种，只要这方面有点竞争，他马上就能背上书包上学校。关键是江鸾有点担心李艳被拐跑了，但也没别的招了，反正迟早也是会接触的，就是不知道迟默在他心里得了多少分了。晚上10点，迟默枕在李艳的膝盖上，闭着眼，眼睫毛轻轻颤抖。李艳手上捏着掏耳勺，神态认真的工作，谁能拒绝的了？给别人挖屎，就是迟默发出来的声音比较奇怪。哈呀，哼。江鸾根本不抱有任何期待，李艳今天又没喝酒，单纯是迟默的耳朵比较敏感而已。没想到掏了一会，李艳的脸就已经红得不行了。她抬头迎着江鸾的目光，脸变得更红了。江鸾心中一喜，似乎分还挺高的。李艳放下了挖耳勺，也放开了另外一只抓着迟默耳垂的手。阿姨，要么你来吧。江鸾拿起遥控器，你继续。迟默不满地拍了拍他的大腿，出声催促，但更像是撒娇。李艳只能脸红心跳地继续劳作。掏完耳朵，迟默心满意足地咂咂嘴，翻了个身，就地打起盹来。昨天被教育了一下，没睡好。再说了，睡着就能被小火火抱上楼了，他得抓紧睡着。江鸾顺势放低了电视的音量，问李艳道：明天有事吗？这几天都没事，我连视频都不做了，现在很闲的。不做也好，看你这几天怪累的。中午还骑着小电驴回家陪迟默，连午休都没有。李艳笑了笑，我不太习惯睡午觉，那明天一起出去玩一趟吧。我看天气很好，你迟叔叔也不上班，迟默这几天不爱出门，也该出去透透气了。好。对了，可能会有其他人在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要紧的。李艳摆摆手。江鸾嗯了一声，看向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迟默，心中叹息，你可别怪妈妈，谁叫你先叛逆的。第64
温爵一家人大清早集合，连吴妈、保镖等人都带着家里人坐上了大巴。池万里也趁这个机会给企业员工搞了一次集体团建，高架上一整排的旅游大巴，十分壮观。迈巴赫上，池万里坐在副驾驶，跟江元周聊闲天；池墨跟猫咪和仓鼠聊闲天；江鸾跟李艳隔着池墨聊闲天，其乐融融。去哪儿玩？江鸾兴致很高，小仓山，市内的4A 级风景区，应该快到了。每年你叔叔公司团建，他都会跟着去一次，不过咱们就不跟公司里的人一起玩了。另外包了度假村，在魔都生活了20年，也就知道一个游乐园，一个野生动物园，其他地方都没去玩过。我也差不多。江鸾瞥了一眼池墨，以后能不能出去玩，就全看你了。我尽量努力。江元周握着方向盘听不下去了，你努力个锤子努力，少带点吃的回家。烧饼我也会做。你闭嘴！江鸾翻了翻白眼，那种地摊风味你做得出来吗？江元周，你是在夸我吗？江鸾，快乐的江元周哼着小曲，安全的把一家人送到了停车场。这次集体出动，江鸾连带着给家里的保姆、保镖也放了个假，带的东西就需要自己收拾了，连池墨都得在脖子上挂一个保温杯，背着宠物包。私家车只允许在停车场停放，人很多。池墨下车以后十分不安，这次倒不能怪他性格敏感。池老板趁机搞团建，所有人的注意力便自然而然集中在他们身上。由于目光过于炙热，宠物包加保温杯，还连带着池墨的重量都加到了李艳的身上，这下注意力更集中了。李艳顿觉芒刺在背，好在池总裁还是有特权的。很快就有人送来了观景车解围，风驰电掣，7拐8拐，到了目的地。院落的布置倒是不错，可只有一栋建筑，进去以后才知道，这里称之为度假村，毫不为过。内部空间大得夸张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连卧室都有10几间。选房间的时候，李艳注意到有些门口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江鸾点头，是啊，池墨需要多接触接触他人，就顺便约了那几家的人来这里一起玩，你也能趁机认识认识。虽然语言不详，但李艳瞬间便明白了，除了童年的经历，他过去跟池家也没有其他的交集，那就肯定是和池墨有一样的经历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的表情顿时有些怪异。不高兴吗？早知道提早跟你说了，还想给你个惊喜来着。也不是不高兴，就是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江元周玩笑道，担心人家非得以身相许，那倒不至于。李艳耸了耸肩膀，选好了卧室，就去3楼会客。见到了生人，池墨又紧张了起来。一位看起来颇为儒雅的中年男子起身相迎，先跟夫妻俩打了声招呼，便亲切地朝着池墨招手。默默，还记得师傅吗？他紧张地躲在了李艳身后。你小时候跟叔叔学的下棋，不记得了？江鸾提醒道。池墨探出半个脑袋，打量了他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一位身着素色百褶裙的少女凑近了他。池墨，还记得我吗？池墨面对他倒是没害怕，打量了他几下，面露疑惑的神情，歪着头思索了一下。啊呀！江鸾欣慰的一笑，看向少女，温爵，他叫你姐姐呢。池墨得到妈妈的证实，马上就抛弃了李艳，投入了温爵的怀抱，抱住他。池墨就咯咯直笑，可笑了没几声，却又哭了起来，呜呜咽咽，委屈极了。温爵先是一愣，眼神变得温柔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池墨哭了好一会才恢复平静，抱着温爵的胳膊，在他的脸上蹭啊蹭。江鸾同落单的李艳闲聊，池墨过去下棋就是和他父亲学的。裘君之9段，江鸾眨眨眼，你认识？哦，我可连世界冠军都没拿过。裘君之端着茶杯坐在了李艳身边，大佬就在我身边的感觉让李艳有些激动。裘叔叔，我有个问题想问您，那次您明明进入了3星杯的决赛，为什么会弃赛啊？裘君之笑了笑，那时候被有些事影响，感觉下不出好棋，便不肯丢人现眼而已。怎么，现在还有人骂我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我们这帮围棋的票友都把你当做历史的巅峰。李艳解释道，这几年大家都喜欢拿以前的棋谱跑分，您在3星杯1/4决赛的棋局堪称历史之最，与 AI 的吻合度足有 89%。 裘君之付之一笑，你爱下围棋吗？李艳羞赧的挠头，算是兴趣爱好吧，我棋品很差的，喜欢注册小号跟新手下。哦，那我们聊得来了，我也喜欢在新人比赛里面混。李艳，江鸾注意到大厅角落，站起身来，我去跟你夫人聊聊，刚才没注意到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好，不过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她现在不是我的夫人了，抱歉。
没事，我才该道歉，是我不请自来，否则温芳也不至于那么不自在。他眼中的黯然一闪而逝，看向李艳，那里有棋盘，我们下一把吧，能和您下一把指导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李艳彩虹屁张口就来，我从来都不下指导棋，都是能杀必杀，你难道没跟默默下过棋吗？李艳突然就不想下了。对面的温爵面露震惊之色，据他所知，父亲可是自那年之后就没有碰过围棋了，于是连忙拉着迟默去观战。迟默也流露出震惊之色，小伙伙居然要跟师傅下棋，岂不是要亲师傅？这可不行！在迟默的极力破坏之下，对弈的变成了李艳和迟默。这对于李艳来说倒是没什么差别，反正都是一个样。PS 下暴雨，地下室水漫金山，抢险到半夜欠的今天会补上，实在抱歉。第65烈女怕缠郎，这一层是用餐加娱乐的地方，开放式厨房附带餐厅，中式、西式的风格均有，甚至还有调酒的吧台。没有服务人员在，但有万能的姜圆粥，不怕用不上。再者说，自己 DIY 也很不错，除了用餐之外，台球桌、乒乓球桌，甚至还有保龄球设施，室内运动娱乐几乎一应俱全。一侧是落地玻璃阳台，呈弧形，视野十分开阔。光这块玻璃，估计就价值不菲，但景致是真的好。特别是看湖对面游船排队，人挤人，还有小苍山阶梯上如蚂蚁的人群，心情能好上不少。很好的疗愈了李艳被迟默、裘君之轮流虐了一把的悲痛。温爵倒是没有虐他，非常认真的和他下了一把指导棋。李艳十分愉快，在温爵的忍让之下，只输了半目，甚至局后还会帮李艳复盘。但是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，这一下班是不对的，这里只此一手，这一下点是俗手，这里有3个变化可以选，这一下顶是大俗手，这里应该去地取势，这一下刺，反正就不该这么下。李艳看着一脸认真的温爵，李艳违心道：“你人还怪好的嘞。”应该的，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围棋。温爵依旧神态认真。是啊，还热爱个锤子热爱。裘君之已经跟自己的徒弟相认了，2个人窃窃私语。你瞧瞧，还是现役的职业棋手会玩。迟默双手抱胸，十分认可的点点头。他们还想再来一轮。李艳坚决不同意，于是迟默和温爵开始对局。温爵让迟默3子，布局各有千秋，对杀十分激烈。到了官子的收束，迟默终于坚持不住了，开始崩盘，但他心情却没有受到影响，2撇粗粗的眉毛轻轻皱起，一副认真的模样。裘君之见迟默的架势，感慨莫名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就差一点点。李艳捏着棋篓的盖子，也替迟默惋惜。裘君之摇摇头，可惜的是迟默没有走上职业的道路，她是有可能以女子身份拿到世界大赛冠军的，那可是创造历史，历史上没有人做到过吗？李艳还真没查过这一点。她摇摇头，没有，这一行男女棋手自古以来就是泾渭分明。迟默已经投子认父，完全不想听温爵复盘，不安分的扭来扭去。温爵十分无奈，但没再坚持，把棋子收进了棋篓之中，看向李艳，现役女子围棋的第1人，连国内积分榜的前50都进不去。我巅峰在100名左右的位置徘徊，但跟排名前10的棋手对弈，完全就是噩梦，没有赢过一盘。李艳深以为然，我遇到迟默之后，就天天做噩梦。你还是有天赋的，不过成为职业之后，很少能够享受下棋的乐趣了，以后业余下棋应该会比较开心。李艳讶然，你不打算继续下了？去年我被传媒大学特招，选了跟你一样的专业，从那个时候起就没下过等级分比赛了。编导，对，我们导师昨天还拿你拍的微电影讲了一堂课，以后有机会向你多多学习。李艳有些汗颜，干笑了2声，哈哈，好。迟默看着温爵跟李艳相谈甚欢，便开始捣乱，从椅子上下来，跳进了他的怀里。温爵微微一惊，而后揉了揉迟默的脑袋，给李艳抛了一个警告的眼神，好好对待迟默。李艳，不一会，陈家人也来了。陈诗诗穿了一身宽袖齐胸汉服，妆容精致，眉心还点了一抹嫣红之色，对于出来玩十分期待。观察了一下，人分为了3派，妈妈们的队伍、爸爸们的队伍以及年轻人的队伍。迟万里和裘君之处于必经之路，陈诗诗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2位叔叔好，然后就直奔目标而去。陈东风穿着破洞牛仔裤，戴着一顶阔檐草帽，倒是没化妆装嫩。嘿，迟老板，裘老板。迟万里扯了扯嘴角，哟哟哟，
这不陈影帝吗？大忙人啊！裘君之与陈东风平时交际不多，只算认识，点点头就当打过招呼了。但陈东风非常自来熟，老裘，生意不忙了。裘君之退役后，便在池万里的支持下投身房地产行业，正好赶上了风口。如今他地产上的名头比退役职业棋手更加响亮。这几年房地产不景气，我也没那个心思了，资产都折现了。你们公司收益怎么样？让我插一脚，我还以为是新闻乱报呢，还真卖了呀，可惜了。你来晚了一步，我已经让池老板包养了自己都只有30%的股份，再卖就没法混了。不过投骗子完全没问题，拿银行利息来投着玩呗。我可没那么多钱。万里兄说这话还差不多。池万里给两人续上茶水，别听他瞎忽悠，他家他老婆管事，他自己只管抛头露面，懂个什么企业经营。真有想法找他老婆谈。陈东风毫不在意，没办法，就是这个躺赢的命，到时候找个女婿，把产业一交，就快活的退休去了。老裘也别做啥生意了，理理财，早点享受生活。你年纪轻，再生个3胎什么的，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交给儿子打理不过，生3胎是办不到了。温芳和江鸾正好路过，温芳向两人打了个招呼，两位好久不见。可他的视线没在裘君之身上停留。带人走了。陈东风尴尬地摘下了草帽，低声道：还没复婚啊？我听说只是闹了个小别扭。裘君之端起茶杯，流露出一抹苦涩。那个时候我是铁，他是钢，碰在一起响叮当，现在后悔是不是晚了？池万里默不作声。他人家事管不了。陈东风有样学样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。裘君之无奈道：100亿影帝，情感经历应该挺丰富的吧？支支招呗。陈东风深吸了一口气，再说一遍：100亿影帝。OK， 我明白了，这就把一身绝学传授于你。烈女怕缠郎，缠就完了。裘君之 PS 3更，晚上必补上。第66。势单力孤。中午，江元州大显身手。饭后开始下起雨来，江鸾直头疼，这天气预报也太不准了。在这里玩也挺好的。莫千宽味道。温芳端着咖啡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剧目电视上播放的短片，正是李艳呕心沥血完成的处女作，以面馆老板娘和客人的对话为窗口，展示一个街区的喜怒哀乐，影射一些社会现象。故事比较散，属于群像类型的作品。老板娘的扮演者是陈瑜。沙发上，温觉拿着纸笔向李艳讨教，把她弄得直尴尬。虽然他自己也觉得这算得上是得意之作，可关键是现场有3位影视一线从业者。不过他还是向温觉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。到了最后一幕，温觉不由得赞叹，以老板娘的丈夫回到面馆为结尾，简直太精彩了。一个场景就把剩下所有的浮现收回，还给了观看者心中圆满的结局。李艳羞赧的一笑，而如同树袋熊一般挂在李艳身上的迟默警惕地看着温觉，他二话不说，伸手捂住了李艳的嘴。温觉这才注意到了气鼓鼓的迟默，不由得扑哧一笑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。我又不会跟你抢。迟默皱着脸，半信半疑。江鸾端着一盘饮料放到了茶几上，递给几人，无酒精鸡尾酒，你们尝尝看。谢谢阿姨。X3。李艳没喝过这种东西，尝了一口，挑了挑眉毛，有酒味但不含酒精，简直为自己量身定做的。这必须要想办法学会，以后好忽悠酒蒙子。外面的雨不大不小，却迟迟不停。下雨天爬山实在太傻，一行人便继续看电视，选了一部陈东风主演的剧情片。裘君之疑惑道：陈局今天不来，他现在忙得很。池万里叹息，而且他毕竟是那个位置的，跟我们这种商人在一起，肯定会有说法的，否则老李夫妻也能请来了。裘君之点点头，像陈局和老李这样洁身自好的，那么多年我见到的没几个。瞅了几眼电视，个人都看不到一块去。几个当爹的喝茶抽烟去了，这个年纪的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沙发上，迟默和温觉都睡着了，陈诗诗也有了机会跟李艳说话。他靠在李艳耳畔低声道：你好，我叫陈诗诗，然后把自己的耳朵伸过去，显然是想让李艳一样画葫芦。一旁的江鸾抱胸看着电视，用眼角的余光打量，啧啧，这是高手。瞧瞧，傻闺女还靠在肩膀上流口水，全然不知道偷被夹了。可李艳却目不斜视地拿出了手机，陈诗诗十分遗憾地加上了李艳的微信，点开她的头像，发现是一张全家福，暗自点头，一看就是个顾家的男人。果然和想象中的一样，手指在虚拟键盘上敲击。你和迟默妹妹没在交往吧？李艳愣了愣，
娱乐圈的人都那么直接的吗？如实回复，没有。这个情况有一些原因。陈诗诗，我听说过，不过迟墨妹妹好可爱的，你就不心动吗？李艳，陈诗诗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我天性就是爱磕 CP。李艳，哈哈。陈诗诗，你在魔都大学上学吧？我打算退圈学习，正好选了这个学校，以后就是学长了哦，握手。李艳，现在魔都大学这方面的师资有空缺，我们过段时间还得去隔壁传媒大学蹭课，建议你还是直接选传媒大学。温爵在那个学校，你可以找他，他人很不错的。陈诗诗，哎，要是早知道就好了，我都已经入了学籍了，不想继续麻烦家人，而且我妈买了池叔叔隔壁的房子，离传媒大学就有点远了呢，恐怕还是要拜托你。你不会不高兴吧？可怜。一旁的莫谦偷瞄着，非常疑惑，自家性情直率的女儿，怎么跟男孩子发消息查理查气的？他抬了抬眼皮，跟另一边偷瞄李艳打字的江鸾视线交汇，哪怕是如此尴尬的场景，两位实力派依旧十分从容，同时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李艳，你那么出名，来学校上学的确会有诸多不便，我有个室友高大威猛，非常可靠，到时候介绍你认识一下，混熟了，有事我就带他去。陈诗诗，那就谢谢你了。李艳，不客气。陈诗诗，对了，你有看过我拍的电视剧吗？微博有关注我吗？偷笑。李艳，现在关注，以后会看的，之前学业太繁重了，没什么时间。陈诗诗，伤心。不过你能拍出那么精彩的短片，着实是费了不少功夫吧，真羡慕那个姐姐，能成为你的女主角。对了，你们不会再交往吧？李艳，没有。陈诗诗，单身。李艳，陈诗诗，嘿嘿。李艳，他是在嘲笑我吗？温爵在舒服的沙发上睡得迷迷糊糊，醒来却看到妹夫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，顿时无名火起，可又不好说什么，只能 Q&A 了一下迟墨。迟墨咂摸嘴，伸手在嘴上抹了一把口水，顺手呼到了李艳的脸上，于是这觉他是睡不成了。江鸾把迟墨摇醒，给李艳递过去了纸巾。迟墨，你怎么能乱擦口水呢？都那么大的人了。迟墨起床气很大，靠在李艳肩上，懒得搭理妈妈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迟墨在李艳的脸上狠狠吸了一口，留下了一个红印，歪头跟妈妈打了个手势。他故意在李艳脸上流口水，是通过这个方式完成的。陈诗诗，江鸾训斥道，你以后不许这样了。迟墨，哼。他尴尬看向众人道，没办法，默默现在这个脾气啊。莫谦笑意盈盈，默默真可爱。不过李艳的脾气也挺好的，他应该是高兴吧。温爵捏着迟墨的手掌，我看学校里的那些情侣都像这样，迟墨这个样子很正常的。温爵的助纣为虐，让迟墨非常满意，在他的脸上又蹭了蹭。校园恋爱就是这样美好，不像我们圈子里，好多像这样腻歪的情侣都没有走到最后。不过听说默默妹妹没有跟哥哥交往呢。陈诗诗是单立孤，却丝毫不落下风。第67，因为老六旅游终止。迟墨不太懂，温爵倒是明白得很，他神情一凝，审视的目光停留在李艳身上。温爵眯着眼悠悠道，你的意思呢？李艳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还能有啥意思？迟墨皱起了眉毛，虽然听不懂，但就是感觉温爵在欺负李艳，于是他起身挡住了好姐妹。可这操作直接把温爵给整不会了。默默，我在帮你啊。迟墨油盐不进，欺负李艳就是不行。温爵，他浑身一颤，下意识看向坐在窗边的温芳，可没料想一向严肃的母亲一副完全没绷住的样子，你自己都没谈过恋爱，就别乱弹琴了。话说完，温芳就忍不住笑得花枝乱颤，空气中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息，女眷顿时笑成一团。除了迟墨下划线。江鸾见气氛挺好，就拉人一起去玩桌游。李艳婉拒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随手拿了一本科普杂志翻看。看了一会，有人来，他抬眼发现是温爵的母亲，放下了杂志，叫了声阿姨。你好，仿佛只是为了打个招呼。他坐下后果然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看雨中的湖景出神。李艳也放松下来，继续看杂志。约莫10几分钟之后，温芳才开口，陆河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陆河是孤儿院奶奶的全名，这是直到她去世李艳才知道的名字。刚回家时候，李艳很不适应，只要周末就会去找他。那时候陆河总是凶巴巴的叫他下次别来了，但李艳还是每个礼拜都会去。陆河最后是老死的，大概是好事做多了，无疾而终，在春风中离开人世，十分安详。
您跟奶奶之前就认识吗？温芳点点头，认识，很早之前就认识了。她那时候是舞蹈院的老师，教过我。奶奶没跟我们说过她过去的事。李艳露出缅怀之色。不过现在回忆起来，她对于我们的体态非常关注，每个孩子都得靠着墙壁矫正站姿，说是培养气质。奶奶是为了什么不继续教跳舞了？舞鞋上被人塞了刀片。温芳叹了口气，这种龌龊事在我们这一行很常见，竞争太激烈，训练强度又大，又不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。但陆老师不一样，她舞鞋里的刀片是被她老公亲自放进去的。她老公为了给她的姘头扫清障碍，亲手毁了陆老师的事业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有一场外交场合的演出受到了影响，上层机构非常关注，派人来调查。可陆老师却主动隐瞒了这件事，甚至还推荐了她老公的姘头参加演出。后来听说陆老师家境不好，她年轻时候能跳舞都是受婆家资助，这么做是为了报恩。直到温爵被绑，我才跟她重逢了。温芳笑道，一个如此淡泊的女人，还是会被一群孩子气得七窍生烟。不过她看起来真的很幸福。李艳看着窗外的湖景，叹息一声，陆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眼看气氛差不多了，温芳看向李艳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您说。她收回缅怀之色，认真倾听。温爵被我养得太过阴沉了，过得并不开心，但我看他和你相处很轻松，可能是对迟墨爱屋及乌吧。你没事的时候多找他玩一玩。过去我对他的约束太多，直到这些年我才想通，我想让温爵自己选择未来的路，可我对他的影响太多了，他一直不敢对我说自己真实的想法。李艳疑惑道，可时间还有大把，慢慢来呗。我得了癌症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李艳眉头紧锁，可从温芳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，仿佛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我这半年来在国外治疗，孩子和丈夫都觉得我已经在国外组建了家庭，应该能瞒得住。主要是温爵还太小，他性格敏感，我怕他经受不住打击。他跟家里人都有着隔阂，我也不知道找什么人才好，只能拜托你了。李艳沉默了片刻，转为一副认真的表情，我很尊重您的想法。温芳长舒了一口气，她继续道，但是抱歉了。在他震惊的表情中，李艳大声喊道，裘叔叔，你老婆生病了。温芳，怎么回事？裘君之神色匆匆地跑了过来，身后跟了一群人。李艳退至众人身后，阿姨说她得癌症了，在国外治疗，怕温爵伤心难过，就假装在国外组建了家庭。温芳咬牙切齿，李艳，你这个混蛋！他掰开裘君之，你别拦着我，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。他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李艳居然是个老六。裘君之紧紧抱住了他，老婆，你早就原谅我了对吗？我陪你去治病，一定会治好的。温芳气的胸口剧烈起伏，少说废话，赶紧把这个混球给我抓过来。温爵眼中含泪，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妈！一家人顿时哭天抹泪。这旅游是游不成了，除去裘君之一家，其他人的晚饭都是去池家吃的。第68 10块1个钟头。唉，坐到一起就开始叹息。江鸾端来茶水，60%的治愈率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，吉人自有天相。等温芳能接受了，我们一起去探望一下。李艳则惴惴不安，阿姨可能不希望见到我吧。陈东风伸手搭在李艳的肩膀上，说什么呢？我要是老裘都能给你磕一个温芳，也不过是遇事慌了手脚，一时钻了牛角尖，想通了以后也会感谢你的。池万里搭腔道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裘君之如今手上有大把的钱，还怕治不好病？最差的情况也能保证10年高质量的生活。我要是得这病，我可不会像温芳那样想那么多，捆都得把迟墨捆在身边，天天给我削苹果吃。迟墨看了眼手里的苹果，皱了皱眉头，看向江鸾，妈妈到时候教你削。迟墨点点头。池万里顿时老怀大慰，开始计划哪天抽空假装的感冒。陈东风长腿交叠靠在沙发上，刷着微博，突然道，对了，过2天就是你那个电影颁奖了。李艳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他是对自己说的，我也得到通知了。陈东风一目十行看着自己微博的评论，分心道，初审基本结束了，评委组19人，12个人选你那部，其他片子还有分票，复审应该是稳的。奖金有多少？陈东风摇头，没有奖金。报销车票住宿吗？陈东风脸颊微微抽搐，应该报的吧。那就好。你很缺钱吗？帮我照顾诗诗，我给你开工资吧。我不缺钱，就是问一嘴，主要是这片子也不是我一个人拍出来的，至于一起上学，只是顺便的事，不用开工资。陈东风也不是那种非得客气的人，玩笑道，行吧，
反正陈诗诗自己也有钱，实在缺钱了，你自己想办法骗点。我都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李艳，陈诗诗脸有些红，爸，你别瞎说。迟默听了，顿觉不妙，立马跟妈妈商量起零花钱的问题。江鸾嗑着瓜子，斜眼看着他，认真学一个小时拼音。给你5块。迟默伸出2只手，意思很明显，要10块。江鸾爽快地答应了，但是每天要考试。迟默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然后给李艳抛了个媚眼。江鸾心情非常不错，有竞争了以后，自己都会努力起来的。莫谦目睹着这一幕，一口茶水好险没喷出来。这家大业大的，一个发卡就是5位数，结果10块钱就收买了，这闺女也忒好骗了。嗨，你们家还真是节俭啊。江鸾叹了口气，倒不是节俭，是不太敢让他碰太多钱，万一以后非得继承家业就糟糕了。莫谦一头雾水，可涉及这种问题没法多问。李艳则想起些可怜的鲤鱼们，顿时认同了江鸾的判断。打工人已经够辛苦的了。江鸾看向陈诗诗，上学的时候要不要给你配几个保镖？我家里用的还算挺专业的。陈诗诗摆手，不用，那样我会挨骂的。这都会挨骂？你们当明星的也不容易啊。江鸾感慨道。赚钱哪有容易的？陈诗诗抹平了裙摆。我们已经算是最容易的了，但有些私生粉真的很好讨厌。住在阿姨家附近能蹭上安保，安心好多。至于学校吗？是公共场合，问题不大的。更何况还有李艳关照我。李艳尴尬地笑了笑，谈不上关照。上学是自己是走路去吗？还是开车？陈诗诗问道。我有一辆小电驴。他愉悦地拍手，那太好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蹭车了。我先下单一个可爱点的头盔。李艳、迟默聊了一会，陈家人回隔壁的别墅暂且休息。池万里则因为团建的员工跟游客起了冲突，闹上了热搜，需要紧急处理。家大业大，没办法的事。迟默因为他的狗男人跟别人眉来眼去，心情非常不好。等人走了，他就跟江鸾据理力争起来。等学会了说话再去上学，江鸾直接拒绝。迟默不肯，总不能这个样子麻烦李艳吧？他不要学习了，光在学校照顾你什么时候会说话了？什么时候我给你安排去学校？迟默委屈巴巴地看着李艳，撅了撅嘴。李艳没法管，更何况学说话是好事，这件事你还是听妈妈的话比较好。自己闺女的学习天赋，江鸾很清楚，之前不过是摆烂而已。迟默的失语源自于10几年前匪徒举着血淋淋的尖刀，加之那句闭嘴的威胁，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太过深重。可这些东西在李艳陪伴的日子里渐渐消散。江鸾也想尽快让迟默跟这个年纪正常的孩子一样去享受青春，最好的岁月可是稍纵即逝的。认真学1个月，不管怎么样都让你去上学，好不好？迟默想要讨价还价，可江鸾在这件事上油盐不进，他只能郁闷地在李艳身上寻求安慰了。第69，好困。隔壁别墅，陈东风亲自动手给女儿调试直播设备，真打算隐退了？现在势头那么好，万一有合适的剧本，也可以休学去拍啊。马上就开始宣布隐退的直播了。莫谦要在这个时候最后提醒一下女儿，我还没有爸爸那么好的心态，圈子里的是是非非太磨人了，我想休息一下，反正万一复出扑街了，家里的资源还怕捧不活我。那倒也是。莫谦找了张清洁面膜，撕开包装，妈妈给你化个妆。不用了吧，只是直播而已，既然要宣布隐退，还是要有点仪式感的。好吧，那就听前辈的话。你呀，莫谦宠溺地点了女儿的额头一下。陈诗诗吐了吐舌头，俏皮一笑，撸起额前碎发，享受妈妈的专业服务。今天和李艳见面，觉得怎么样？怎么说好呢？她歪着头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什么意思？不满意吗？那倒没有，陈诗诗靠在颈枕上，跟我想象中的一样，很可靠，值得依赖。害羞的时候还挺可爱，虽然还有些客气，但感觉很快就能成为朋友了。不过一定要交往之类的念头，见面之后倒是浅了不少。莫谦抚平着面膜，是因为有个迟默在。有一点，如果他跟迟默维持这样的关系跟我交往的话，我心理上肯定过不去，但我估计他也不会这么做，主要还是不太了解的原因。想象毕竟是想象，但还是很期待跟他的相处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你就不想尝尝看了？莫谦揶揄道。那还是有点想的，讨厌了，你害人家说了什么？莫谦无奈的摇头。诗诗，你最近有走绿茶人设的趋势，收一收，咱们别走黑红这条路。陈诗诗，时光如流水，很快又到了周一。李艳打着哈欠从地下停车场开
开出了小电驴。立冬之后，天气转冷的厉害，早晚都只有10度上下了。他一向怕冷，作为秋裤最坚实的拥趸，他已经套上了。中午如果热了，就去卫生间脱，怎么都比冻死要好。谁叫袜子套在秋裤上那么暖和？跟阳台上的迟暮日常性的挥手道别，开出了院门，拐了个弯，就到了陈诗诗的家门口。他穿了一件白衬衫打底，外面罩了件米色针织马甲，下身是一条牛仔裤。今天穿的可以说十分随意了，连头发也是随意的扎了一个马尾，看起来颇为清爽。陈诗诗一手挎着个包包，另外一只手抱着一个粉色的头盔，上面还粘了一只小黄鸭，靠着油箱摇摇晃晃，仿佛快要昏死过去了。嗨，李艳，早上好。他捂着嘴打了个哈欠，随后便扣上了头盔，坐上了小电驴。你没睡好吗？把好字去了啊。他又捂住了嘴，是压根没睡。希望今天流程能走得快一点。我要补觉。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我可以跳级入学，而且跟你一个专业说着。头盔砸在李艳的后背，陈诗诗伸手揉了揉，不好意思啊。李艳无奈道，再忍忍，睡着了很危险的。一路上，李艳的后背被砸了无数下，有惊无险的到了学校，停下了小电驴。陈诗诗攥着李艳的袖口，亦步亦趋地走向教学楼。我先带你去教务处，要去洗把脸吗？陈诗诗已经灵魂出窍了，算了，直接带我去能睡觉的地方，手续一会再补，让我先睡一会。李艳拿出手机查了查课程表，上午是在大教室上课，可以混在其中，便答应了。没成想陈诗诗一出现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还没开始上课，教室就开始嘈杂了起来。李艳开始换人舔了，不得不说她舔的都是些高颜值的。是咱们这个专业的吗？肯定不是，学校里的美女在论坛里都贴出来了，这明显是跟李艳之前舔的校花是一个档次的。如果是这专业，论坛上不可能没有这号人物，可能是新生什么的，颜值入学了吧？真羡慕，这个档次的我都舔不到，沸羊羊见面都得给你递根烟。我怎么感觉他跟一个拍网剧的明星有点像？此时一个女同学快步上前，她是陈诗诗的铁粉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难掩激动之色。诗诗姐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你好。她困迷糊了，下意识就伸出手来。女同学握住了她的手，诗诗姐怎么会来这里上学啊？为了李艳。女同学双眼暴突，看着头顶正在掉黑线的李艳，草。渐渐也有其他同学认出了陈诗诗，人群开始簇拥了起来。卧槽，活的明星，前天直播说隐退上学，没想到是我们学校，咱们运气真好啊。诗诗姐，给我签个名吧。让一让，让我过去。场面有些控制不住了，罪魁祸首陈诗诗却开始催促起李艳来。好累啊，我要休息，快把我带走。李艳叹了口气，只能使出召唤神兽的技能。张正，救命啊！半分钟之后，张正推开众人，解救出了2人。陈诗诗趴在桌面上，睡得十分香甜。李艳把外套脱下来，盖在她的头上，因为有很多人拿起手机拍照了。张正一头雾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他是一个明星，不想干了，就来上学。他的爸妈叫我帮忙照顾一下。李艳言简意赅，直奔主题。张正微微颔首，了然于胸，我是看纯爱的，不喜后宫，我们还是绝交吧。李艳，滚！那我走了。李艳挽留道，疯狂星期四给你点外卖。义父，果真吗？在学校给他做保镖就行。张正作为难得急先锋，果断摇头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，不能跟其他女生接触太近，三香乌苏，特殊情况召唤你一下就行了。那我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。行吧，我想跟诗诗姐说几句话。张正，滚！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张正，滚！你好。张正，滚！陈诗诗同学，跟我先办一下你的入学手续。张正，滚！李艳皱了皱眉，看着那个落荒而逃的背影，这好像是刚赴任的校长吧？张正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真的吗？李艳耸了耸肩膀，反正已经被你吓跑了，无所谓了，我不会被劝退吧？张正有些忐忑。不至于，等他劝退你的时候，你也这么吓唬他不就好了？张正。不一会，校长重新归来，带来了体育老师、教导主任等人一起撑场面。张正十分鸡贼地戴上了耳机，装作刚刚的事没有发生过。第70，忽悠。办公室内，陈诗诗在辅导员的帮助下，做着签名、缴纳费用等例行程序。
李艳双手背在身后，站在一边出神。校长坐在板凳上，上下打量着李艳。是的，校长，坐吧，又不是叫你来罚站的，就是随便聊聊。校长随手搬了把凳子。感觉学校相较于过去有什么改变吗？李艳接过板凳，思考了一下他话里的意思，顿了顿才说道：您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去举报的，该举报就举报。校长摆摆手，我又不是这个意思，真就随便聊聊。李艳沉默了一阵，校长咧咧嘴道：今天天气真不错啊。是啊，好像又下雨了呢。好在电话铃声适时的响起，缓解了彼此之间的尴尬。喂，怎么了？听了一会，他的脸色凝重起来。这还想什么？报警处理。他挂断了电话，眉头紧锁，还不忘跟李艳点点头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好。李艳坐到辅导员身边，帮忙一起整理档案。辅导员是个女老师，姓蒋，很热心，只要学生有需要，她甚至能亲自开车带学生跑一趟的那种。什么助学贷款、贫困生补助申请这类问题，她了解的比工作人员还多，因此跟班级里的同学处得很不错。他瞅了眼李艳，补考过了吗？那必然是过了呀。还必然是过了呀。多可惜，挂了一次，今年的奖学金都别想了。我又拿不到1等2等的奖学金，也就优秀学生那500，还只能充饭卡。你好大的口气，省着点能在食堂吃1个月了。蒋老师一副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李艳一点也不感到可惜，食堂的饭菜也忒难吃了。那确实是难吃，蒋老师对于这一点也是十分认同。不过听说负责人换了，马上就有正常的饭菜了。他挑挑眉，这新校长人还怪好的嘞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今年终于让我评上优秀辅导员了。蒋老师兢兢业业，本来早就该评上的。奖金多少？李艳好奇地问道。蒋老师咂咂嘴，每个月涨500，这可是刨去房贷的生活费增加了500啊。儿子又能多报一个兴趣班了，你多损啊。陈诗诗听得倍感新鲜，大学生活果然很有趣，又填好了一张表，递给了蒋老师。他扫了一眼放下了，皱皱眉，又拿了起来。老师，怎么了？监护人你填的李艳，找他有什么用？陈诗诗有些疑惑，不行吗？也不是不行，大学生都是完全民事行为人了，监护人只是为了突发事件联系，最好还是填父母比较可靠。蒋老师正说着，电话响起，他随手接起，的应了几声，脸色不太好看的样子。他挂断了电话，看向陈诗诗，你的一些粉丝想闯校门，正在校门口闹，情绪比较激动，我们已经派了警察交涉，校方害怕会有纠纷事件发生，需要你表态一下。陈诗诗脸有些发沉，我现在过去，我建议你本人不要过去，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为了见你一面跑过来，影响教学秩序。蒋老师沉吟了片刻，在社交账号发条消息就行了。陈诗诗点头，拿起手机飞速编辑了一条微博，给蒋老师看了看。您看这样可以吗？蒋老师本来就是传媒专业的老师，有这方面的判断能力，扫了一眼觉得措辞没问题，点点头，麻烦你了。见他发布了之后，蒋老师回了个电话，回去交代了一番。陈诗诗一脸歉意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之前跟他们说过，希望不要影响校园秩序，看样子还是没什么用。没事，不是你主动挑起的问题，就不能怪你，学校不会是非不分的，学生就是学生，其他的社会身份造成的影响，只要配合处理就够了。我完全配合学校方面的意见，我是真心来学校学习的，不会炒作的。蒋老师拖了拖眼镜，微微颔首，这件事应该是班级里有人在网上传播，这个问题我们会处理的。谢谢辅导员。别客气。花了2个课间搞定了陈诗诗的学籍问题，顺便得知各个辅导员在班级群里隐晦地警告了学生，可骚扰不减反增，因为有更多人通过打听知道陈诗诗在学校里上学的消息。不过有张正在，除了寥寥几位狂热粉丝外，没什么人敢近身。校方也觉得势头不对，进行了更加严厉的警告。陈诗诗也发了律师函，再加上她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，直白地拒绝了狂热粉丝合影签名之类的要求。到了上午的最后一堂课，情况变好了不少。今天久违的去食堂吃饭，迟默愿意学习说话了之后，江鸾偷偷找李艳聊过，让她中午不要回家吃饭，一来陪陈诗诗熟悉一下校园，二来再刺激一下迟默，让他争取在1个月内尽可能的学说话。理想的情况下，1个月以后就安排迟默入学，等他适应之后，江鸾也就可以安心的参加工作了。迟默的依恋，李艳从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，但他同时也希望迟默能尽快踏入正轨，没有不配合江鸾安排的理由。
于是就收到了微信消息的轰炸，应该是江鸾的通知。刚到下课的时间，李艳扫了眼手机，就收到了99家的消息，不回来吃饭了，委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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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星号99，这个月学校里中午也要上课，没有时间回来了。这种欺骗是受到官方认可的。江鸾非常体贴，直接叫李艳复制过来，他来应付，所以李艳根本就没有心理负担，大哭。没办法，你尽早学会说话，我很期待早点跟你一起上学的。收到消息的迟暮含着干饭专用勺，突然傻笑起来，回了个努力的表情，凶狠地干起饭来。江鸾云淡风轻，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托着腮拿李艳忽悠迟暮，一忽悠一个准。第71食堂，鱼，你说我要不要去？夜晚摸着口袋中那张电影票，有些犹豫。一阵寒风吹过，陈宇拢了拢风衣，如果喜欢的话就去吧。文海人挺好的，唉，可是让他帮忙约一下李艳，他都不愿意答应。自从陈李绝交之后，夜晚经常陪他一起散心，可陈宇仍是样样不乐，毫无改善。学校恢复教学之后，李艳不住宿舍，午饭也不在食堂吃，仅剩的偶遇机会都没有了，甚至他连陈瑜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连他发过去的消息都是已读不回。夜晚注意到前面的垃圾桶，拽回了出神的陈瑜，小心点，差点就撞上了。陈瑜回过神来，对不起啊。夜晚叹了口气，哎，你振作一点吧。夜晚，你也不要为了我的事影响了对文海的判断，如果因为我错过了，会让我更难受的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夜晚不想刺激陈瑜，转移话题道，你跟李艳的妹妹聊得怎么样？手机震动，夜晚拿起来查看了一下消息，他妹妹很可爱，一直在安慰我。陈瑜笑了笑，继而转为了黯然。只是他告诉了我，有一回李艳的妈妈误会了他，他都半年没叫一声妈。婉，其实我不是没办法找到跟李艳相处的机会，我是不敢。夜晚翻着消息界面，脸色变得有些复杂。怎么了？陈瑜好奇地问道。夜晚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道，学校里来了个叫陈诗诗的明星，你知道吧？陈瑜的嘴角流露出一抹苦涩，他现在跟李艳在身边对吗？你看消息了没？我是猜的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李艳小时候救过我以及其他几个女孩子，那天银泰前穿着白裙子的女孩是其中之一。你的意思是说她也是？所以我是最没有资格再接近她的人。夜晚震惊了一瞬，立马宽慰道，李艳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喜欢上别人的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一开始就不配得到这种喜欢，不是吗？食堂排出长长的队伍，陈诗诗指节轻轻敲击不锈钢饭盆，清醒后他才后知后觉地戴上了口罩，但是作用已经不大了。不过被注视的感觉，陈诗诗早就习惯了，并没有觉得别扭。现在他对学校的食堂更感兴趣，问李艳道，食堂饭菜真有那么难吃吗？李艳沉吟了片刻，形容道，没有到难以下咽的程度，就是味道平平，毫无期待感的那种。关键是大厨对于菜色的创新太过超前了，一般人没办法领会他的艺术。他说着，感觉有些奇怪，今天的食堂怎么排队排这么长？张正解释道，明天食堂换人了，晚上停止营业，都说这是最后一顿了，全都是过来打卡的，纯精神有问题。要不是陪陈诗诗来食堂熟悉，他宁可去沙县小吃解决午饭。陈诗诗则微微颔首，一脸庆幸，幸好赶上了。李艳到了窗口附近，李艳巡视了一下，发现今天的菜都挺正常的，大概最后一天营业。大厨情绪不佳，没有进行创新。三人打了饭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。陈诗诗尝了一口，便戴上了痛苦面具，比盒饭都难吃。张正没有拿起筷子，端正地坐着，双眼注视着一个娇小短发少女。等他靠近，才招了招手，思思，快过来。短发少女脸倏地红了，端着餐盘，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张正的身边。嗨，学姐。李艳十分熟络地打了个招呼，这几天常有见面。你好。他抬起头，便皱眉。哦，李艳啊。李艳。一旁的陈诗诗非常有礼貌地伸出手，我是李艳的好朋友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你好。叶思的脸又红了。陈诗诗看看魁梧的张正，顿时心疼起叶思来。学姐，你辛苦了。你别看张正这个样子，他其实还挺温柔的。李艳往嘴里塞了块红烧肉，嘟囔道，叶思，你都瘦了，多吃点。我没瘦，你们搞科研的多费脑子啊，多吃点不费脑子，都是重复实验。一块肉你让过来，
我让过去。叶思的家庭条件不好，哪怕在食堂打饭都很节省，很少打荤菜。张正知道他性格敏感，不能直接给他钱，于是每次在食堂一起吃饭，都给他加肉。之前李艳是听文海一脸狰狞的口述这个画面，如今亲眼所见，果然如此。狗粮硬往嘴里塞，陈诗诗一脸磕到了的表情，含着筷子直勾勾地盯着张正。找女朋友了还没请客呢，这不得698的海鲜自助顶上。李艳笑盈盈道：李艳，你不要老是这样欺负张正。叶思只要看到李艳就能恢复正常，跟其他人都是一副社恐的模样。李艳猜测，8成是护肤属性的加持。为了张正，他愿意做这个坏人。嘿嘿，其实主要是挺好玩的。张正终于如愿把肉放到了叶思的饭盆里，羞赧的挠着后脑勺，没事没事，应该请客，应该请客的，都是花爸妈的钱，不要那么铺张，浪费。之前李艳带我赚了一些钱的，请客还是够的，那也该存着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叶思低下了头，声音细如蚊蝇，看得陈诗诗差点把一次性筷子嚼吃了，朝着李艳一副兴奋的样子，以后我们都和他们一起吃饭吧。你们拍戏的没有像这样的吗？陈诗诗摇头，那些表演痕迹太重了，哪有那么青涩？这才是我想象中大学的恋爱。他无意中瞥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眯着眼打量着，嘴里呢喃道：这是女主角。陈诗诗站起身来，晃着手，结果一群人都跟着回应，翻了不少饭盆。于是陈诗诗小跑了几步，到了女孩面前：你是陈宇姐对吧？前天没见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好在我也来上学了，一起吃饭吧。第72，刻意叫我陈瑜就好了，好久不见了。陈瑜带着礼貌的微笑，没有拒绝，顺势坐在了陈诗诗的身侧。李艳往嘴里死命的塞着大米饭，喝紫菜汤往下顺，专注于干饭，有利于缓解尴尬。叶婉坐在对面，朝着陈诗诗展颜一笑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叶婉，是陈瑜的朋友。真好，还能沾光认识明星。我现在隐退了都，不过本来也不红。陈诗诗羞赧的摆手，要说沾光，还是我沾李艳的光。认识了你们这些新朋友，毫无营养的客套了好一会，就像外交会面一样，措辞特别讲究。等他们唠开心了，李艳连饭都吃干净了。张正的速度更快，又打了一份都吃完了，两人只能面面相觑。李艳叹息了一声，可惜张正已经是女人的俘虏了，否则还能让他带自己离开。唉，这叶思吃饭忒慢了。不一会，文海也来了，好热闹。于是陈诗诗又认识了新朋友，就这样在食堂开启了专属于陈诗诗的迎新派对。陈诗诗对陈瑜最为亲近，毕竟小时候共患难过，此时已经手挽手了。瑜，你参演的那个短片，那个老板娘演得真好，掩盖了原本的气质，完全带入了角色。陈瑜对她也是同样的感觉，很自然的熟络起来。我只是业余的而已，没你说的那么好。说真的，我对朋友从来都不说客套话，你最后那个镜头情感太丰富了，反正我自认是做不到的。陈诗诗彩虹屁拍的一套又一套，只是带入情境，并没有带入角色。陈瑜聊起表演，心情好了些，有个教表演的老师很厉害，过几天还会来学校开一节公开课，有兴趣的话我帮你约位置。一定。陈诗诗欣然答应，接着问道：我记得带入情境也要有对象才可以，你把对手想象成了谁啊？我有点好奇。众人，陈瑜笑容一致，微微低下了头，难掩黯然之色。从众人若有若无的视线里，陈诗诗确认了是李艳。陈诗诗看得出来，他们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是分手了吗？他还真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，否则不会提这一嘴的。在大平层时候，李艳说自己没有女朋友，陈诗诗还以为两人的关系是好朋友之类的，这一下彻底尬住了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不错呢。陈诗诗眼神飘忽，而李艳拖着腮帮子盯着天花板，脚趾头已经快把袜子抠烂了。文海适时的解围：张正，什么时候请客？找到女朋友了？698的海鲜自助不得顶上。叶思，我要存钱，请你们吃沙县吧。张正从善如流。文海扯了扯嘴角，有种以后喝酒都去沙县喝。张正大义凛然道：你怎地凭空污人清白？我什么时候主动喝酒了？哪次不是你非得拉着我去？莫名其妙接了一口大锅。见张正哀求的眼神，文海顿时心中了然，就想好心的把锅接下来，可注意到叶婉微微皱起了眉，连忙改口：你记错了，是李艳。
此时，轮到李艳眉头一皱了。好家伙，就1个月没住宿舍，这2个货就幸福美满了呗？这怂样还说老子是舔狗，不过一下子抓住了2位的把柄，简直美哉！啊，对，以后我不喝了，行了吧？他看向叶晚，这下有成为亲戚的可能了，顿觉亲切了不少。挑挑眉，我替你监督，放心，我这人绝对不当二五仔。叶晚嘴角微微抽搐，行，你已经和文海交往了？李艳挑眉，为啥没看到朋友圈官宣？屏蔽我了。叶晚乐呵道，你还关注我的朋友圈呢？对，是屏蔽你了，是你先不回消息的。李艳忙忘了。行，我现在通知你，明天晚上大家组队去看电影，我请。明天晚上我要去坐动车去颁奖典礼。夜晚，后天颁奖，明天住宾馆。今天不行，大后天。李艳果断点头，好，解开屏蔽，我好截图发给我妈。夜晚，文海难得脸红，还没有答应，别告诉干妈了吧？夜晚也羞涩万分。李艳狐疑地看着2人，你们确定没交往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李艳顿觉失望，叹了口气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我答应了，行了吧？夜晚气势汹汹，以掩盖羞涩。李艳瞪圆了眼，继而有些乐不可支，连连点头，行。夜晚哼了一声，偏过头去，你作为亲友团的，不应该筹备一下，好歹炸点彩带气球什么的吧？那必须的。李艳看起来比文海还要高兴，走，喝奶茶去，我请客。奶茶店里，李艳手指在手机屏幕敲出了残影，不一会，文海就接到了电话。夜晚没好气道，你个大嘴巴。李艳乐呵道，买副挂炮吧。夜晚，你有点厚此薄彼了。张正受到了冷落，非常不满。李艳笑道，那你要不要挂炮？张正，陈诗诗抱着陈瑜的胳膊，一副磕疯了的样子，鱼，大学真是太好玩了。陈瑜却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来。陈诗诗这才后知后觉，抱歉。他摇摇头，没事。陈瑜注意到陈诗诗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在他耳边低声道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用顾忌我。陈诗诗犹豫了一下，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做了让他无法原谅的事。他一愣，眼神变得无比复杂。有时候情难自抑，还是可以理解的。陈瑜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陈诗诗知道自己误会了，挠了挠脸，哦，那加个微信吧。好。在奶茶店聊到上课，李艳都没有看陈瑜一眼。第73两年半，你烟。迟默俏生生的从小马扎上站了起来，语气生硬的叫他的名字。李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真厉害，第一天就学会叫我的名字了。他羞涩的抓了抓脸，一个大跳上了小电驴的后座，待他坐稳，李艳捞起地上的小马扎，风驰电掣的开进了别墅的地下停车场。大厅里，江鸾罕见的翻着一本英文原著，旁边摆着笔记本，他不时会提起笔做摘记，十分认真的样子。见到人回来了，招招手，过来帮我整理一下笔记。迟默正捧着李艳斥13元巨资买的加肉加蛋加火腿肠的鸡蛋灌饼，大口大口的嚼着。听到这话，眉毛皱了皱。明天小火火不在家住，妈妈居然还要霸占他的时间，简直太坏了。李艳二话不说，支起迟默专属小马扎就坐到了对面，吃家里的，用家里的。最近又闲出屁来，这点小忙他自然是乐意效劳的。能考上双一流大学，词汇量自然不错，看出这本是有关经济学理论的英文原著，只是某些专有名词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整理笔记肯定要明白意思。但有江鸾在旁边，这自然不算问题。李艳在新的笔记本上认真的摘抄，只是重新处理一下分段，并不吃力。看着他俊秀的字迹，江鸾艳羡不已，你的字真漂亮，我就写不出来。迟默继承了我的缺点，今天抄的汉语拼音就像软脚虾一样。迟默，一个念完1年级就没写过作业的人，字能写得多好看。李艳笑了笑，默默那么聪明，很快就能练好的。迟默 Omega。 江鸾十分满意的点点头。李艳等于迟默进步的阶梯，有这句话在，不能也能了。摘抄着笔记，李艳对这本书也升起了几分兴趣，主要是江鸾总结的太有意思了。经济学中有个理性人的假设，就是假设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最小代价去获得最大的利益，方便对经济活动进行研究。江鸾用喂鱼的迟默做比喻，用最小的饵料让鲤鱼进行了最多的劳作，还自己喂鱼做了实验，甚至还做了实验笔记，感觉延展一下都能做该专业的毕业论文了。李艳愈发了解到
他为了女儿放弃了多少。明明拥有卓越的天赋，却能为了家庭任由他消磨。他不由得感慨，阿姨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迟墨的，保证你可以安心的帮叔叔经营企业，不要给自己施加这种责任感。江鸾看出了李艳的心思，不由得眯起了好看的杏眸。能被共情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，养孩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血脉相连的幸福感是没有东西可以比拟的。不过孩子长大了，总要放手的你，有时候太过照顾默默的心情了，比我还宠着他，这样对他没有好处。李艳老脸一红，还好吧，你可以随意一点，就像跟朋友一样，只要日后让他在学校里玩得开心就足够了。迟墨挑了挑眉毛，不是当老婆一样相处吗？于是他抬起眸子，用水汪汪的卡姿兰大眼睛看向李艳，一脸希意，捏着小裙子，你烟。可惜李艳不会读心。等你学会了说话，我们就一起去学校玩。迟墨。直到晚饭时间，陈诗诗如约蹭饭，迟墨警惕心骤起，特别是听他们聊着学校中的事，迟墨嫉妒的不行，呆毛焦躁不安的弹跳着，好几次让李艳帮他剥虾，打断两个人的对话。然后陈诗诗的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表情。一顿饭，两个人的心情不停转换着。可晚饭后，陈诗诗就要回家了。那么早？就在这里多玩会呗。江鸾挽留道。那可不，多说几句，迟墨明天肯定就更加努力了。今天学校有粉丝骚扰，一会我要开直播去说一下这件事。这样啊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跟爸爸说了，他会帮忙处理的。那就好。直到他离开，迟墨的呆毛才解除了警戒模式。洗完澡，迟墨又赖上了李艳。不过天凉了，睡衣比较厚实，没有最开始那么具有挑战性了。李艳也习惯了跟迟墨的身体接触，只是他洗完澡就开始哼哼唧唧，脸也有些发烫。算了算日子，又是亲戚来了。李艳关心道，肚子疼？迟墨点点头。江鸾打开了保温杯，递给李艳，他拖着杯子给迟墨喂水。江鸾问道，明天是你那部短片的颁奖典礼了，会直播吗？学校安排了人一起去，至于以什么形式，我就不太清楚了，没细问。好吧，江鸾点点头。对了，衣柜里有套西装是给你定制的，我想这是正式场合，看你衣柜里也没有，就给你准备了。那个多少钱？你还是别问了。江鸾心虚的偏过头。那要几个月的工资？等这个月过去，你一个人带迟墨，给你薪资翻倍，这样的话2年半就能还上了。李艳嘴角抽搐，这可不是办法呀。思索了一番，找到了借口，最近查的严，我爸爸会被怀疑受贿的，以后阿姨还是别给我买东西了吧。没事，到时候补个劳动合同，和保镖一样的那种，我给你打卡，顺便也能给你缴社保。江鸾一拍手，对了，以后还能给你干实习呢。在迟家，李艳就从来没说服过迟母，这次果然也不例外。要不是母女俩闹别扭，床还得卡在海关呢，李艳只能认命了。那真是谢谢了，你这孩子就是太客气了，有什么好谢的，都是正经的劳动报酬。 PS 不是不想写，二阳差点去世。第74小仙女。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，又一天的课业结束了。李艳把行李塞进了车后备箱，蒋老师倚着车门，嚼着口香糖，啧，衣服包都用爱马仕的，没看出来还是个富二代，找亲戚借来撑场面用的。你可别装了，我又不问你借钱，当初被警察带走都那么淡定，我那时候就看出来了，你小子家里8成不一般。李艳坐上了副驾驶，摊手道，其实是我小时候救了富家千金，现在找我给他家带孩子，看我太穷，就把家里不要的包借我显摆显摆。蒋老师系上安全带，听到这话不由得一笑，不愧是编导专业的学生，张口就来。他咂摸了一下，连连点头，不错不错，有那个味了。寥寥几句就勾出了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。富家千金小时候被主角所救，结果嫁给别人生了孩子，还找你给他家带孩子。在一系列的爱恨情仇后，主角才发现那孩子是他一次醉酒后的情难自抑。不愧是老师，那你想的剧本是什么样的？还是你编的故事听起来更有合理性？别闹了，我就是一教传播学老师，你可是获奖的编剧，您可真能捧。李艳哑然失笑，玩笑道，要是以前去捧捧领导的臭脚，也不至于迟迟评不上职称，要是有那么容易，我早就评上了。蒋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人好多，我不敢开。你有驾驶证吗？李艳小心翼翼地把车驶出了校园，我还以为学校会安排校领导跟我一起去，可说是呢。蒋老师看起来心情颇为不错，出差补贴1天1000，
真不错，报销额度还高，咱们这2天吃点好的，家里孩子不用管。蒋老师耸了耸肩膀，我妈会带的。老公呢？离了。李艳只能感慨一句，辛苦了。蒋老师倒没那么在意，语气依旧轻松，是啊，一个人缴房贷真是脑壳痛，有时候还得啃老人的退休金。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晚高峰堵堵停停，蒋老师经验充沛，买票的上车时间并不着急，晃晃悠悠到了动车站，甚至把车停在了动车站附近的 4S 店保养。颁奖典礼在苏州的一处酒店，动车大概2个点就到了。取票，站台等车，找到座位，放好行李。出发时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吃份盒饭算了，到站时间太晚了。行，李艳站起身，我去买吧，记得扯发票，我要红烧带鱼的。李艳点点头，这个点和他们一样妥协的人很多。过道上，人流熙熙攘攘，其中总有没素质的人挤过人群，把队伍弄得乱哄哄的。安全员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规劝，不过挤归挤，没有爆发什么冲突。李艳随着人流慢慢的挪向又贵又难吃的盒饭。突然，啊！一声女孩的尖叫响起，顿时整节车厢都安静了下来。这女孩就在李艳的前面，她不由得皱起眉，伸手掏了掏耳朵。所有人都注视着她，李艳也不例外。结果，女孩缓缓转身，直视着李艳，伸出手来狠狠甩了她一巴掌。啪！一声清脆的声响，响彻整节车厢。李艳甩了甩手背，好在反应快。女孩整张脸上写满了愤怒。流氓！李艳，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顿时一片哗然。当然，李艳花了几秒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你误会了吧？她压抑愤怒，谁他妈平白无故被甩了一巴掌还能开心的？但还是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和较高的声量说出这句话。如果这时候发火，就变无可变了。女孩胸口剧烈的起伏着，看起来非常生气。你刚刚摸了我的屁股，还有什么误会的？我刚刚手揣在兜里，你是隔着裤带摸的。李艳忍无可忍，我踏马揣在卫衣的口袋里，怎么隔着裤带摸？你还狡辩！她嘶吼起来，你是有什么大病？刚刚你自己挤过去的，我还给你让了位置，你没看到？李艳又掏了掏耳朵，真不要脸。一旁的人群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，这小伙子看起来挺老实的，没想到干这种事，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。这年头小仙女还是挺多的，女孩子有胆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，肯定不是误会。切，她裤子穿着那么不正经，内裤都印出来了，不就是想让别人摸吗？女孩穿着一条瑜伽裤，说话的中年男子视线在上面游离着。女孩转身，一手拍在桌面上，虎视眈眈地看着说话的中年男子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李艳翻了翻白眼，操，傻逼是真多，这下裤当呼黄泥，不是屎也是屎了，自己8成会被这人划归一类了。贱男真是有够恶心的，都21世纪了，女孩子都没有穿衣自由吗？有个 OL 装扮的女子摘下了耳机，举着手机对准李艳，你别想跑。李艳没有遮挡摄像头，这么做显得心虚，把手揣回兜里，从牙缝里发出不屑的声音，冷冷道，没干就是没干，跑鸡毛，敢做不敢当，无耻！你看到了是怎么的？女孩子有勇气直面这种事，怎么可能是污蔑？男大学生帮腔道，清华学姐，那是个例。对，这不是个例。刚刚对于那个中年男处的出言不逊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现在袒护同类倒是兴致勃勃，瑜伽裤少女猎了大学生一眼。安全员此时才从人群中挤了过来，问了事情原委，看起来有些为难。李艳看起来一脸平静，瑜伽裤少女声嘶力竭。她观察了一下李艳，想了想后劝道，是不是因为人群拥挤造成的误会呢？我要求换女性安全员，你们男人都是袒护男人的。李艳瞥了一圈举着手机的人，很好，有一种要被网暴的感觉，真特么麻烦，报警处理吧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女孩高高的昂起头，指着地面，你现在马上给我下跪道歉，我没摸，让警察来。看人群拥挤，没有证据，就这样有恃无恐，这公道我自己讨。女孩又挥起了手，李艳伸出手要挡，却被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抢先了。他见到来人一愣，你怎么跟来了？迟默怕你被欺负，没想到还真有先见之明。李艳，第75下划线。江元洲今天倒是没把西装穿出来，换了套不惹眼的运动服，也没有戴墨镜。李艳第一次看到他摘下墨镜的样子，终于明白迟默的浓眉大眼是从哪里遗传的了。跟李艳打过照面，他便看向安全员，换了副严肃的神色，我是他的监护人，帮忙通知一下乘警。安全员有些为难，
显然不想麻烦，只是一件误会而已。刚刚他扇了我家孩子一巴掌，那我就白让他摸。女子瞪圆了眼，还讲不讲理？我们查监控，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想着人多监控看不出来是吧？他狠狠地摔了挎包，开始大吼大叫的撒起泼来。男人啊，瞧瞧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欺负女人还有理了？随便乱摸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啊！安全连忙去劝，可他不依不饶，恍若受了天大的委屈。闻声，有不少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看热闹，那些不知原委的人也起身来想要看热闹，让原本就拥堵的过道变得更加混乱。有些爱看热闹的傻逼父母带着孩子还往里面挤，理所当然的走散了。开始传来孩子的哭泣声，人与人之间也开始推推搡搡，争吵起来。眼见着马上就要出现踩踏事故了，安全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没有继续劝女子，赶紧联系车内广播劝阻。可这需要一些时间，现在已经非常混乱了。江元周推开几人，从地上捞起险些被踩到的孩子，交给座位上的乘客。他瞪圆了眼，你们看热闹不怕害死人命？安全员也开始劝阻，可许多正义之士都不愿意离开，甚至跟安全员都争吵起来。此时有人在外围疾呼道，老王，你怎么还不长记性？上回踩到人，咱们站着的就要配合调查，坐在座位上就没事，听到没？快回来！声音由远及近，一遍遍的重复。李艳此时护着两个小孩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松了口气。不愧是传媒专业的讲师，连看热闹的人都能解决。拥堵因为蒋老师的发挥没有继续加剧。几分钟之后，车内广播终于响起，几位乘警也匆匆赶来，显然比年轻的安全员老练许多，严厉的一一警告。终于有惊无险的在下一站停靠前恢复了秩序。有个母亲这时才想到找自家孩子，第一时间居然不是安慰孩子，也不是向安全员道谢。刚刚怎么了？我听说是有人在车上被强奸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抓起来了吗？好像全然不知道刚刚自己的儿子面临何等的境地。安全员牵着泪眼婆娑的小孩送到了母亲面前，无奈道，假的。哎呦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安全员心力憔悴，实在没办法忍耐，狠狠地皱起了眉头。在公共场所请看好孩子，不说就不说嘛，什么态度？他埋怨了句，抱着孩子离开了车厢，嘴里还骂着孩子为什么跑丢了，仿佛自己全然无错。安全员叹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见事情差不多了，两位乘警来到几人面前。怎么回事？安全员大致说了一遍。乘警眉头紧锁，人呢？安全员环视一圈，也很茫然，人呢？乘警，你问我？安全员江元周提醒道，刚刚停车的时候他直接下了。乘警亲眼看到他们哄孩子，帮忙疏散，一个趁乱跑脱，一个留在原地帮忙，孰是孰非不问可知。把几人请到工作人员歇息的车厢，把事情原委进行了细致的记录，险些造成公共安全事故，肯定是要详细的记录下来的。配合完毕，李燕问道，对他会有处罚吗？乘警叹了口气，哪怕险些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，可单纯从行为上来说，他并没有违法，就算再者，我们也只能批评教育而已。至于你们之间的矛盾，刚刚也给你查看了监控，没法证明你没有触摸，虽说一罪从无，可你也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。假如我没有挡住那一巴掌，就能处理了。乘警看了眼执法记录仪，怒了怒嘴。李艳付之一笑，算我倒霉，闹这一趟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。乘务给李艳三人升了商务座，还白吃了份盒饭。虽说本来就能报销，幸好没出事，不然我都没办法交代。蒋老师拍了拍裤腿上的脚印，视线移向江元周。这位是……自从蒋老师一出现，江元周就装起来了，垮着一张批脸，非常严肃的样子。私人保镖，难怪感觉不像一般人，是退伍的军人吧？他冷漠的点头。蒋老师不再自找没趣，看向李艳，脱了脱眼镜。蒋老师，李艳，他妈的，怎么解释？良久，蒋老师忍不住了，试探道：“少爷。”李艳挠了挠脸：“我家是工薪阶层。”明白。蒋老师点头：“低调是吧？”“真不是。”“啊，对对对，其实吧，我给这家人的孩子当保姆，主人家对我挺满意的，所以给我安排了一下保镖。”“蒋老师，列车已经到站，下车时请注意安全。有江元周还是有好处的，至少行李不用自己提了。”打了个盹，李艳还是有些迷迷糊糊的。“我来吧。”江元周接过了蒋老师手上的行李，看向李艳：“小姐找你。”蒋老师下划线。李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
屏幕正亮着，弹出了视频通话。之前睡觉的时候静音了，摸出蓝牙耳机，接通。迟默坐在床上，穿着例假限定皮肤恐龙睡衣，看起来气色不错，正抱着保温杯喝水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似乎不在意一直没有联系到李艳。他吐出吸管，伸出一只手，嗨。不一会，江鸾抱着小猫入境。阿姨，到了吗？刚到，那就好，注意安全。动车站声音嘈杂，聊了几句，便挂断了视频电话。另一边，迟默放下手机，拿起了平板，看起了摄像头中的李艳，咂了咂嘴，还没看够呢。迟默嘿嘿一笑，把平板支了起来，抱胸紧紧盯着。第76传播，一部7座宾利旁，中年男子衣冠楚楚，不时看一眼腕上的名贵手表，眉头紧紧蹙着。江元周提着行李，径直走到了男子面前。江元周，中年男子瞬间便切换出一副谄媚的模样，搓着手。江董，您好，我不是集团董事。中年男子被噎了一下，可脸上毫无尴尬，嘴上连道：是，我记错了。而后快步走到江元周之前，率先来到车后，打开后备箱，放好行李。他坐到了驾驶位，不时看着后视镜打量着李艳。江元周在后排拉上帘换衣服，不消2分钟，便从居家版切换到了工作服，坐在李艳身边，按住扶手，撩了撩袖口，露出手表来。昏暗的车内，李艳发现了手表上的一点红光，叮，一直在录着。江元周毫不掩饰的点头。李艳，车子平稳地驶出了动车站。因为小时候遗失的经历，李艳这辈子还是头一回出远门。如今的城市都是大同小异，更别说车子还没进市区，仍然在高架上行驶，没什么特别的建筑，可他仍然有一种新鲜感，不时望向窗外。中年男子抬头看了一眼车内后视镜，第一次来南京。李艳点点头，是的，迟总的家教还真严啊。江元周作为官方指定的保镖，有这种联想也很正常。李艳可不能认下来，随便说一嘴亲戚搪塞过去就是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江元周便咳嗽了2声，接过了话茬。迟家只有一位独女。中年男子立马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，明白，我不会乱传闲话的。蒋老师眼神复杂的看着李艳，原来是私生子啊，难怪那么低调。江元周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人心眼真多。迟总和夫人感情很好，他立马回道，明白。江元周又翻了一个白眼，不过你倒是说对了一半，他算迟家半个儿子。中年男子沉吟片刻，握着方向盘点头。啊！蒋老师则震惊的张大了嘴。李艳，车内的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。中年男子不时看向后视镜，露出3分谄媚7分尊敬的神情。李艳倒是想跟他说几句话缓解一下尴尬，但是中年男子明显谨慎了很多。在他看来，江元周作为迟家的近臣，说出的话类似于迟总非正式的表态。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年男子早就已经心猿意马了，难怪总裁秘书亲自打电话安排自己接人，这妥妥是未来可期啊。而李艳居然有些习惯了。晚上10点，到了市中心一家商务酒店，是颁奖方订的，拿身份证登记了一下，领了2张房卡。电梯上，江元周束手而立，蒋老师跟孩子发语音消息互动，李艳则跟迟默互相发表情包。找房间号，拐了几步就找到了。蒋老师想起自己的行李箱还在人家手上，回头一看，地上放着行李，江元周又神秘失踪了。人呢？他就这样，有需要的时候会出现的。不信你点个外卖，肯定是他送过来的。真专业。蒋老师刷了房卡，进了房间，一会来找你。好。放了一下行李，把明天要的东西整理了一下，打量了一下房间。这酒店的档次还算不错，房间也挺大的，有40平左右。地上铺着波西米亚风的地毯，1.8米大床，带落地窗，家具也挺上档次的。可李艳天天在迟家混着，也算开过眼界了，倒不是嫌弃，就是期待感降低了很多。等了一会，蒋老师就叩门了。进门后，2人相视无言。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，逼了他叹了口气。老师，您别这样，我脑壳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反正不是您想的这样，我对你的隐私没啥兴趣。之前就是开开玩笑。蒋老师坐在了沙发上。明天上午是颁奖典礼的彩排，晚上是正式颁奖。顺利的话，下午会有一段空闲时间，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，买点特产什么带回家。老师不去吗？我过来是替你跟主办方接洽的，毕竟你还没参加工作，学校就有义务派人过来，这种地方还是有些弯弯绕的。
就怕你稀里糊涂签个什么合同就麻烦了。需要我帮忙买点啥不？没钱，到时候看看有啥吃的，随手买点，我带回去糊弄孩子就行。OK， 你可别替我垫钱。行。李艳拿起手机打开外卖，在池家培养了吃宵夜的习惯。蒋老师瞥了一眼，把单子留着，可以报销，替我点一份鸭血粉丝汤。OK。他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电话铃声响起。他本来想走出房间再接，瞅了眼号码是学校的固话，便坐回了沙发上。喂，听筒里，对方的语速极快。蒋老师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，瞥了眼李艳，嗯了一声，用肩膀夹住了手机，朝他伸手，手机给我用一下。李艳把手机递了过去。蒋老师打开微博，找到了一个热搜的词条：景浩动车猥亵景浩。视频中虽然打了马赛克，但自己哪能不认识自己？李艳震惊，卧槽！蒋老师跟对方说道：这是明显剪辑过的视频，一会我就写报告，详细说明事情的经过。又说了几句，蒋老师把电话递给了李艳。喂，我是赵四，听筒传来疲惫的声音。校长晚上好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下这件事，纯属子虚乌有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赵四顿了顿，又道：学校会妥善处理的，优秀大学生到底怎么来的？我是清楚的，学校会站在你这一边。李艳拉动屏幕，视频打了马赛克，要人肉也人肉我，暂时跟学校没什么关系吧。校园论坛上，有人以目击者的口吻转发了这段视频，含沙射影地说：这个人是你。赵四点燃了打火机点烟，呼出一口气。学校已经第一时间删帖了，但是私底下的传播是一定的，你也别太过担心。想要捏造事实抹黑我们的学生，我们也是不能答应的。谢谢，早休息。第77颁奖风波上。蒋老师长叹一口气，抬眸看向一脸无所谓的李艳。我就不该让你去买饭，跟这个有啥关系？李艳接了壶自来水，打算煮开水喝，又拿起2个杯子洗，喝茶还是白开水？我自己回去煮。好嘞，要不要我再口述一遍？不用，还记得大概，到时候写好再找你补充一下。早点休息，明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吧。好，知道了。蒋老师叮嘱了几句，便苦逼的去写报告了。煮好开水，李艳倒了一杯，提着茶包上下晃荡，在池家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泡的差不多了，尝了一口，直皱眉，下意识提起茶包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丢。由奢入俭难啊。玩了会手机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江元周手里提着2份鸭血粉丝汤，手里还拿着一袋茶叶。哪份是你的？不加辣的那份。李艳瞄了眼茶叶，挑了挑眉毛。你在我房间安窃听器了？江元周翻了翻白眼，我给自己买的，酒店的茶叶沫子太难喝了，要不是迟默怕你跑了，谁乐意天天盯着你啊？江元周每天毕竟也是拿着保温杯喝茶的中年人了，意识到这一点的李艳尴尬的挠了挠头。那啥，能不能匀我一点？楼下超市有卖，自己去买。你也喝不完不是？江元周不情不愿的分了些给李艳。李艳捏着一把茶叶，接过了鸭血粉丝汤，忘了没给你点。你要吃啥？江元周翻着白眼哼了一声，我自己买了。此时一个外卖小哥小跑着过来。江先生。眼瞧着外卖小哥从保温袋里拿出了一件又一件包装精致的外卖，盒子不大，看小票都是3位数的高级货。哎呀，出差真好啊。嘴硬，30W 不愿意要，非得赚3000一个月。李艳，牛肉锅贴，鸡汁小笼包，鸭油烧饼。李艳果断伸手关门，江元周拦住了。我没给你点的，我只是顺带的。江元周没好气的分了一半给李艳。阿姨对我真好，别演了，现在没录。李艳，江元周去给蒋老师送了鸭血粉丝汤，见李艳还杵在门口，问道：有事？之前的视频有没有录下来？有。怎么了？那玩意不合法，找那人麻烦，有的是办法。江元周显然还不知道热搜上的事。李艳含糊道：找什么麻烦？就是一神经病，我就一问。别删了啊。对面的2个房间也有人点了外卖，小哥把外卖放在了门口，按了门铃就去跑下一单了。斜对面门开了，一女子出来拿外卖，拿外卖的女子没有注意到他们，取了外卖就合上了门。江元周眯了眯眼，诱惑，还真巧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对面房间的门也开了，居然又是认识的人。李艳，好巧啊，女孩头发湿漉漉的，裹着浴衣站在门口。她又注意到了江元周叔叔。
哎，他提着外卖，吃点不？女孩摆摆手，不用，赶紧回去把头发吹干吧。温觉跟迟墨的关系好，江元周对他还是很有长辈的感觉。他这才想起自己裹着浴袍就出来了，拢了拢浴袍，提着自己的外卖，合上了门。江元周瞥了眼李艳，收敛了慈祥的笑，威胁道：“我可提醒你，裘老板可没表面上那么温文尔雅，下手之前掂量一下。”李艳关上门，开始品尝南京特色小吃，一口鸭血粉丝汤，一口小吃，气温6、7度，房间里热气腾腾。开空调了。叮咚，门铃响了。李艳才刚吃没几口，放下筷子，打开门。温觉套了件米色毛衣，下身穿了一套迟墨秋冬同款的百褶裙加裤袜，踩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，刚吹好的头发随意披在肩头。呼吸间，好闻的洗发水味道便钻入了鼻尖。初见时，脸紧紧绷着，只让人感到严肃。如今神情柔和了不少，又披散着头发，平添了几分温柔。他变了很多，家逢变故，便能在短短几天里产生变化。他提着自己的外卖，站在门口，我点多了，一起吃点吧。李艳让开身体，迎他进去。迟墨妈妈给我也点了不少，我还想让你帮忙分担呢。是吗？我看你没打算跟我分享啊。温觉看了眼全都敞开的外卖盒，就知道这人在撒谎。好吧，还是没怎么变。李艳尴尬地笑了笑，泡了杯茶递给温觉。你妈妈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检查结果还算乐观，属于早期，现在人在国外，我父亲陪着，准备手术和疗养，具体什么情况得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。吉人自有天相，虽然非常同情，可想起他妈要吃人的样子，李艳就有点瘆得慌。温觉却突然笑了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除了我妈妈之外，我家人包括我都是很感谢你的。你妈妈还怪我，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妈妈骂人骂得那么难听。李艳，你别在意，我妈妈就是那个脾气。温觉宽慰道，她把连家人都没告诉的事告诉了你，你却出卖了她只是最讨厌别人背叛而已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李艳把一盒没碰过的糊糊状小吃推给了温觉，这个是甜品，我晚上不吃甜的，你吃了吧。温觉大方的接过，拿起勺子低头要吃，可头发有些碍事。你有发带吗？李艳呆住，我一个短头发，戴这玩意干嘛？别人谈恋爱都会在手上圈一根女朋友的发带，迟墨没给你吗？说着，温觉拍了额头一下，就算有我也不能用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分寸了，你别在意。温觉想了想，盘起头发，拿起一副多余的一次性筷子，当做发钗固定头发。李艳夹起一块锅贴嚼着，嘟囔道，我跟迟墨不是那种关系。第78颁奖风波中，温觉与迟墨狂野的吃相不同，十分注重细嚼慢咽。我没吃晚饭，大概是觉得吃的有些多了。他解释了一句，迟墨饭量比你可大多了，阿姨给我买的宵夜肯定是按他的口粮安排的。李艳把外卖往他那儿推了推，你多加油，别浪费。说起迟墨，温觉露出发自肺腑的笑意。迟墨小时候就特别爱吃，过去在我父亲的骑射里，他人缘很好，罕有的几次吵架都是别人吃了他的零食，不过他总是愿意跟我分。我放学给他买的烧饼、煎饼、果子，他也很护食，随聊随吃，实在太过丰盛，秉着不能浪费粮食的精神，最后几口艰难的吃完。吃饭的功夫，温觉的头发有些松了，他取下了一次性筷子，丢进了垃圾桶，长发如瀑布般落下，留得很长，几乎要垂到了腰间，有些湿漉漉的。他伸手撩拨着头发，看起来很在意。没吹干。李艳从浴室取来了吹风机，客气道，要帮忙吗？温觉犹豫了一下，合适吗？那算了吧。温觉带他吹好了头发，李艳已经泡上茶了。温觉披散着头发，举止优雅地捧起茶杯呷了一口，皱起了眉头。李艳也尝了一口，刚刚喝茶包的时候觉得可难喝了，可14块一包的茶叶跟阿姨泡的茶又分不出区别了。果然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白瞎了迟家的好茶叶。给你换一杯白开水。不用，没那么难喝。那不还是难喝吗？李艳腹诽着，给杯里续开水。你是来参加颁奖的？温觉点头，有个学长的作品入选了，我参与了剧本，就来了。李艳想起那日他虚心求教的模样，有些汗颜。你还真是谦虚。温觉不以为意道，他是纯属镀金来的，你靠的是实力，最有含金量的奖项应当是给你的。这个行业是最赤裸裸的名利场，各种奖项的花头很多，哪怕有陈东风的内幕消息在，李艳也不太信，过来也只是权当长见识。
原来还想参观一下大屠杀纪念馆，还有南京府的景区，来之前都预约上了，如今却被坑得没法去。主办方应当是给同一批人安排了相近的房间。李艳看向他，问道：“你知道你隔壁住的是谁吗？”温觉狐疑地看着李艳：“你要干嘛？”“没啥，只是看着眼熟，又想不起来是谁。她是我学长的妹妹，是做短视频账号的，算是网红吧。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温觉打量着他：“我可以替你要微信号。”李艳扯了扯嘴角，不是他对这娘们感兴趣，显然是这娘们对他更感兴趣。见他不说话，温觉还以为他默认了。迟默比他好看多了，好罚。我没这个意思。哦，李艳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快0点了。哦，你是在赶我走吗？没有。那要一起下棋吗？我带了围棋，一时半会也睡不着。李艳便答应了下来。走廊上，温觉房间门口却站着一男子，大半夜穿着一身西装，一副快上市的样子。不过江元周好像也是这副怂样，甚至晚上还戴墨镜。李艳倒是没觉得多奇怪。听到门打开的声音，他回首看了一眼，便转身望向温觉，而后打量起李艳，最后视线又回到了温觉身上。电话怎么打不通？我给你带了些宵夜。西装男子提了提口袋，楼下老头子摆摊的小馄饨，那个摊子看起来很有烟火气，你会喜欢的。手机在房间，所以没接到。我吃过了，不需要。温觉淡淡道。他丝毫不恼，看向李艳：“这位是？”李艳，他露出喜色，伸手道：“一碗面就是你拍的吧？真厉害。”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李艳把茶杯换到左手，与他握了握手：“太客气了，我叫戴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没想到你跟学妹认识。”毫无营养的寒暄，导致虐菜的时间被人占用。温觉十分不快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戴成注意到了这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。没事。温觉从毛衣兜兜里揣出房卡，滴的一声刷开了。要进来吗？这合适吗？那算了吧。戴成，李艳，刚到了0点，就开始下雨。落地窗外是都市的雨中夜景，远处的写字楼有30%的灯还是开着，射出的艰难可见一斑。房间里，李艳头子认输，捧起热茶，心境平和。跟迟默下，他还是想挣扎一下的，最近也有所改善。跟温觉下，李艳压根就没想过能赢。无论什么行业，票友也搞不过靠他吃饭的专业人士。下过一局棋，他才想起要系头发，衔着发带，双手拢起长发。李艳低头看向棋盘，他简单扎了个揪，开口道：“这盘棋你太过保守了，只想着防御，从来都不打入这是下棋的大忌。特别是直黑的开局，一手是护不住空的，但是一手却能破掉别人的空。我想少输几个子，那没有意义。输半目和输100目都是输，特别是敌我悬殊的时候，不下惨烈的棋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。唯有下棋时，温觉没有了彷徨，充满了自信。听温觉讲了一会棋理，接着是局部战斗的复盘。结束后，李艳捡起黑子丢入棋篓之中。戴成就是隔壁那人的哥哥吗？是的。哦，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单纯的巧合是有可能的，但方才照面眼神，不像是看到陌生人的感觉，似乎含着对自己的轻蔑。地铁上的遭遇，极有可能是有意为之，简直莫名其妙。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，单纯为了一个奖项，这玩意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。温觉看起来有些不满，虐菜还要人家认真，真是过分。李艳在心里吐槽了一句：“刚刚走神了，让我悔意不起。”这可不行。李艳，第79颁奖风波下，棋盘不是很好的材质，可棋子落在上面依旧会有好听的声音。可无论是好看的花园里下棋，还是酒店的房间里，李艳总是很痛苦，因为对手都很强，而且绝不留手。迟默看起来多憨一个人，在棋盘上都想弄死自己。你为什么愿意跟我下棋？我那么菜，因为没有别人愿意跟我下。怎么可能？至少给你送馄饨的学长会愿意跟你下。戴成比你还弱，而且不愿意学跟我下棋，会说些怪话，故作高深，恶心透了。还是你比较实在，下棋的时候跟我爸爸一样。说着，温觉盯着李艳插在脚趾缝里的手。李艳把手抽了回来，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温觉摇头，没事，你可以随意一点，这样其实也挺好的。我还以为你很讨厌那种没规矩的人。是很讨厌，李艳，可是你没有不规矩啊，你只是把我当朋友，所以不拘小节而已。知识分子家里的人，说话是中听。你是在恭维我，还是在讽刺我？至少不是讽刺。他眉毛弯了弯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
大概是他这个性子，很少能有朋友陪他聊聊天。好不容易逮上一个，话还不少，对于棋盘便显得没有太过专注。不过李燕的棋力也不需要他专注，又下了几盘。到了凌晨2点，温爵看起来依旧很有精神，李燕不得不连打哈欠，才被放回了房间。晌午，闹钟叮叮当当，李燕迷迷糊糊走进浴室，出来的时候已经彻底清醒了。在迟墨家睡得挺好，偶尔熬一下并没觉得多累。裹着浴衣拉开窗帘，天灰蒙蒙的，外面依旧下着小雨，这梅雨下的也忒晚了点。李燕打了个寒噤，虽然房间里并不冷，但她怕冷。打开床头柜的衣服包，拿出墨拆封的衬衫，塑料片把白色衬衫的领口都织得笔挺。江阿姨把领带都贴心的提前打好了，套上就是。领带看起来也很不错，以持家的手比，肯定价值不菲。贵是有贵的好处，至少比妈妈从地摊上给爸爸挑的看起来好多了。可李燕莫名的不想穿。叮咚，门铃声响起，李燕把昨天的衣服套了回去，捋着翘毛打开了门。蒋老师眼眶有些发黑，手上还提着早点，看起来怒气冲冲的。该死，真该死，我怎么就该死了？蒋老师，李燕接过塑料袋，把老师让到沙发上，拿出一个包子啃。我的奖没有了。连你的名字都从出席名单都刨去了。蒋老师手指之间夹着一根熄灭的烟头，大概是困迷糊了，都忘了丢。李燕从他手指之间把烟头取下来，丢进了垃圾桶里。事情出来了，差不多没多大的风波，约莫是颁奖方收到了举报。那回去吧。就这样回去？对，为什么要回去？这是你应得的荣誉，好像也没有那么了不起。不要也行，不委屈，不委屈。那我来是干啥的？留在这也是浪费时间，明明就是故意的。对啊，他们能看不出来吗？李燕嚼着包子，含糊不清的道：“这奖给林清玄行，给戴成也行，给我就不行。”江元周不知道什么时候靠在了门口，朝着李燕点点头。视频已经剪辑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发。蒋老师闻声面露诧异：“什么视频？”动车上的全程录像，非常清楚，不是监控的那种。江元周解释道：“李燕，我好像没提过这事吧？那你想澄清吗？”倒是想的。江元周点点头。蒋老师显然松了口气，横了眼李燕：“有这东西，早点跟我说啊。”倒不是不想早点说，关键是我自己也没看过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江元周把视频给了两人分别发了一份。蒋老师几乎逐帧的看了2遍，点点头，问题不大。视角虽然有些奇怪，但是也足够能证明清白了，就是要编个为什么要拍的理由。李燕想了想，道：“说学校要求拍纪录片什么的就是了，校方应该会配合的吧？”蒋老师赞许道：“是个说法，证明清白还那么麻烦。”江元周有些不以为意。群众审判一向是疑罪从有。江元周竖起大拇指：“精辟，不精辟，谁都一样。”他随手合上了门，需要出门告诉我。李燕扯了扯嘴角：“我可以打的。”“不，你不可以。”李燕。蒋老师在房间的水龙头洗了把脸，拿洗手液搓着被烟头熏了不少时间，有些发黄的手指关节，尴尬道：“让孩子闻出来又要挨骂了，辛苦了。”习惯了。蒋老师坐在了沙发上，拧了拧脖子，打算什么时候发？等事件开始进一步发酵的时候发，影响最小，现在发又疑罪从有了。蒋老师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有个出名的机会是不容易的，这个奖真不要了。李燕扯了扯嘴角：“我就怕他非要硬塞给我，热搜可是一套首付的钱，虽然对他们来说不多，可他们舍得吗？这个奖值钱吗？圈内还是有点名气的，不过普通人知道的少，万一他们想借此让普通人也知道呢？”蒋老师先是皱眉，之后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哈哈哈哈！要是这样，就是他们活该了。”笑着笑着，他又皱起了眉头：“你在这一行这样得罪人，恐怕很难混。学校能转专业吗？”蒋老师，你认真的？我没那么好的天赋，也没那么大的兴致在这种行业消磨自己。他瞄了李燕几眼，有解决办法了。还心情那么差吗？好不起来，你出去玩玩吧，我跟颁奖方做些收尾的工作。好了，我联系你。辛苦您了。不辛苦，为毛孩子服务。PS 大事已成，准备了一段时间，玩了一段时间适应一下，马上恢复更新。第80代成影，有必要那么夸张吗？酒店口，江元周夹着烟头，倚着石狮子，上下打量着李燕。羽绒服都穿上了，气温都个位数了，这时候不穿啥时候穿？这羽绒服可贵了，999块呢，要多穿穿，不然就亏了。江元周翻了翻白眼：“你知道你那套西装多少钱吗？”李燕捂着耳朵：“
躲过了那个数字，又不会问你要钱。你怕个锤子！他在石狮子上按灭了烟头，随手丢进了垃圾桶，小跑了几步，跟住了李艳。去哪儿玩？我送你。李艳揣着口袋，绕出了花圃，漫不经心道：我能一个人去逛吗？江元周笑了笑，我可以让你觉得是一个人在逛。话说你平时都躲哪儿的？不告诉你。李艳，去哪儿？要开车吗？我打算去旁边那个小区的公园锻炼身体，叫家里给你装一套。算球吧。边走边闲扯，迎面来了3人，远远就认出来了，温觉、戴成以及昨天找事的女子。江元周直嘬牙，缘分呐！你啧什么啧？把狗都换来了，用脚拨弄开狗子。江元周随手拍了拍裤腿，我查过了，这姑娘叫戴成颖，她这个哥是他爹外面的女人生的，不过现在是正宫娘娘了，真乱。小三生的比亲生的还大，这不是有王位要继承吗？等把正宫的外戚吃干抹净了，爱妃这一支不就上位了？你少看点宫斗剧。温觉和戴成2人走在前面，戴成颖跟在后面，亦步亦趋，一副十分尊重兄长的模样，演技不错。江元周赞同的点点头，低声道：看样子他是真心讨厌你，瞧他看到你的那个模样，恨不得宰了你吃肉。李艳，他应该是平等的讨厌每一个男人。不，他特别讨厌你，我招他惹他了，我去买根冰棍看戏了，你要不滚。江元周果然去小卖部买了冰棍，眨眼功夫就找不到人了，而对面也注意到了李艳。温觉晃了晃手，小跑着迎了上来。吃早饭了吗？吃了。你吃了吗？李艳上下打量着温觉，见他就套了一件针织连衣裙，问道：你不冷？有点冷，吃过早饭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会降温来着。见李艳松了松围巾，温觉摆了摆手：不用，我没事的。什么不用？李艳揣好了围巾。温觉，其实还是有点冷的。哦，回去穿衣服吧。忘带了。李艳朝着旁边的店点了点下巴，去那家店买吧。我不会讲价钱，这种街上卖的都好贵。李艳，裘叔叔那么有钱，你还要讲价钱？爸爸给我的卡里有好多钱，但我妈不让我用爸爸的钱。可是你爸妈已经和好了呀。温觉一脸震惊，什么时候和好的？李艳一脸震惊，什么？还没和好吗？温觉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李艳，我妈妈只答应了治病，难道他们已经和好了？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说。戴成颖已然走到近前，眼中难掩厌恶之色，戴成则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戴成学长，你昨天见过这位是他的妹妹，我的同班同学。戴成颖。李艳点头，认识。戴成颖，人渣。温觉愣了几秒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瞅了眼戴成颖，你说动车上的那个是李艳？戴成颖收敛神色，撅了撅嘴，受了委屈一般，是的。这不可能，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李艳瞪向戴成颖，那你昨天跑什么？报警啊？你不愿意承认，报警有什么用？他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，躲在了温觉的身后。李艳脸颊抽了抽，真特么能装，他表演专业的吧？温觉愣了愣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戴成颖。戴成无辜道，这其中可能是误会。误会什么？别装了。李艳指了指酒店的方向，刚才把我房卡都收走了，早饭都得自己买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戴成决心装到底。温觉皱了皱眉，酒店有早点。李艳点头，啊，还是自助的。听说一人给1盏燕窝，我辅导员没领到早餐卷，气坏了。戴成颖。戴成，你等着。戴成颖跺了跺脚，气哄哄的走了。这件事我真不知道和你有关系，等我了解一下再跟你联系吧。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，如果真是误会，我一定还你清白。李艳挑了挑眉毛，咱俩没那么大交情。戴成看向李艳，轻轻叹息，而后深深地望了温觉一眼，脱了脱眼镜，露出一个无奈的笑来，追向了戴成颖。温觉和李艳同时打了一个寒噤，李艳望着他小跑的背影，还能看到晃来晃去的围巾下摆，活像日系偶像剧的男主，也忒能装逼了。温觉双手抱肩，被戴成的眼神舔了一下，导致他对寒冷的感受加剧了。环顾四周，最后看向街对面的咖啡厅，那里好像有空调。李艳脱下了羽绒服，递给了温觉，先裹上吧。羽绒服本来就是长款的，套在矮一些的温觉身上，几乎都要拖到地上了。你不冷吗？李艳得意地撩起针织衫，露出了保暖内衣，加绒的。温觉，你不热吗？有点。南京市中心的咖啡厅，哪怕在工作日，还是有一些生意的。李艳看着中英夹杂一长串的价目表，
心在滴血。温爵则果断多了，给我来杯蓝山咖啡。点完就合上了菜单。李艳顺势合上了菜单，不来块蛋糕啊？温爵摇摇头，刚吃完早饭。哦。侍应生见李艳合上了菜单，还是很不识相的站在一旁，举着 paid， 非得等李艳点单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拿铁加糖。侍应生指了指旁边的小木盒，里面有方糖，您可以自由添加。PS 好久不见，嘿嘿。第81和 office。 温爵小口小口的抿着，听李艳说明前因后果。咖啡厅的黑胶唱片放着，不知道是莫扎特还是贝多芬还是别的什么音乐家演奏的，也不知道是啥协奏曲。钢琴弹的李艳直打哈欠，好在还有咖啡支应着。你的意思是程颖故意的？温爵听完，把马克杯放回了杯碟，拿起小勺搅动着，抿了抿嘴，继续道：是不是误会？李艳揉了揉眉心，我原本也以为是不是想多了，可哪有那么巧。一部动车上正好遇到了一个目的地的人，刚好还找我的茬。温爵感受到了李艳语气中的厌恶，沉吟了片刻，起身道：我去找他说说，这咖啡快100块一杯了，先喝了再说，而且没那个必要，你什么都问不出来的。温爵坐回了沙发上，手依旧摆在台面上。我跟他关系还挺好的，你小时候跟迟墨关系不错吧？他做坏事的时候会不会跟你说？李艳用自己对迟墨的理解，很没礼貌的打了个比方。温爵挠了挠脸，迷茫道：他小时候不做坏事啊？李艳咧嘴笑了，他怎么可能不做坏事啊？好吧，这件事你不用在意，可能就是误会吧。温爵蹙蹙眉，终归还是点了点头。两人在咖啡厅坐了一会，李艳看了眼时间，给家里人带点南京的特产。要一起吗？我家里没人了，买特产也没有人可以送。温爵托着腮，马上抿起了粉色的嘴唇，一双眼睛微微眯起，透过玻璃看向街边嗖嗖作响的樟树。哈哈，这样啊？李艳尴尬地扣着脚掌，自己这嘴也太欠了。家怎么会没人呢？李艳抬头看，一双深棕色、深到发黑的瞳孔，一头黑色短发，眼前是一位青年男子，比自己年纪大了一些，眼袋颇深，感觉比池万里下班的时候还要累的样子。一身西装，内衬的马甲都穿上了，比江元周只穿外套，还解开扣子走路甩来甩去的正式多了。他顺手解开了西服的扣子，脱下外套，随手叠在了李艳的羽绒服上面。小妹，好久不见了。温爵微微晃神，隐隐约约松了口气。哥。温爵拘谨地往里挪了挪，给男子让了位置。男子坐下后朝李艳颔首示意，饶有兴趣地辨认了一番。李艳，我是裘元齐，温爵的哥哥。看过你小时候跟他们的合照，没想到真能认出来。哈哈，幸会，客气。裘元齐招手叫来了侍应生，点了杯美式，要了个牛角包。你们两个喝什么？李艳端起自己的杯子，喝了一口，这玩意还带点酸味，实在喝不来，所以还有剩下的。温爵也摇了摇头，我也够了。裘元齐也没勉强，手支着下巴，看向温爵，眉眼都带笑。这几天都在替老爸做事情，实在没工夫看你这几天终于忙完了。现在家里也只有你自己一个人，搬到我那里去住呗，还有佣人照顾，能轻松点。温爵摇摇头，我习惯了，没事的，我给你叫个保姆吧。真不用，那就依你说着。裘元齐对着李艳无奈的一笑，李艳尴尬的扯了扯嘴角，作为有妹妹的人的亲身体会，这两人感觉多少有些客气了，可能妹妹长大都是这个样子吧，真让人惆怅啊。咖啡还没上来，又来了个熟人。那天晚上开着宾利来接李艳等人的中年男子，虽然大腹便便，但拿起手表看了眼时间的姿势依旧非常潇洒的。老赵，事情处理完了？裘元齐见人来，也连忙招呼。中年男子点点头，裘总这里的事情看样子也没什么问题了，款项和合同文件之类的需要跟您秘书交接一下。裘元齐点点头，看向李艳，不介意的话。不介意。他屁股往里挪了挪。裘元齐殷勤地换来了咖啡厅的侍应生。老赵没有看菜单，只要了一杯热牛奶，这玩意菜单上没有。李艳抿了一口酸唧唧的咖啡，偷偷翻了翻白眼，早知道也点牛奶就好了。这位是池叔叔的朋友，池叔叔请来帮我处理一下事情。老赵擦了擦手，十分狗腿的跟李艳相握，不敢当，是池总的下属。裘元齐眼中闪过一丝不可察觉的嫉妒，很快便收敛了回去。哈哈哈，没想到你们认识呢。老赵点点头，是啊，昨天晚上我去接的。李艳马上接下了下半句，小李，
叫我小李就好。对于这种因为某些特殊原因的殷勤，李艳实在是敬谢不明。那天是开玩笑的。什么玩笑？哦，知道没事，就认识认识。说着，老赵看向温觉，影响你们了吗？裘延琪好意的解释道，这是我妹妹，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。裘小姐，温觉也没纠正，只是摇摇头，没事。此时聊天分为了2个区块，温觉和裘延琪聊些家里的事情，老赵跟李艳介绍了一些南京里的景区，扯了1刻钟。李艳假模假式的看了眼手机，我要去买一些东西，你们继续聊。老赵眼中明显有着不舍，李艳没忍住抽了抽脸颊，被除了亲爹之外的中年男人留恋，真是一种复杂的体验。温觉也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没想到小李那么讨厌我。李艳摸了摸鼻子，没有，刚刚想打喷嚏来着。我也一起去吧。温觉适时的站起身，裘延琪笑着起身，妹妹长大了，留不住，我送你们一程吧。去哪儿？温觉脸上浮现一抹绯红。李艳挠了挠眉毛，就附近的步行街放下来就行。裘延琪看向中年男子老赵，我知道有条街，本地人去的，那儿东西不坑人，自己找家礼品店包装一下就好了。李艳顿时眉开眼笑，那真是太好了。PS 明天2更，今天刚找到状态就得睡了。爱无限火力杰斯真的猛。第82痴情不是罪过。司机解锁了车门，温觉和李艳下车，原本闭目养神的老赵也睁开了眼，道：巷子里有家挂着木牌的店，我熟，报我的名字能打折。行，谢谢。拉上车门，温觉伸手紧了紧羽绒服，踮着脚透过人群打量着前面的巷子，好像就是那儿吧，先去那家店看看。李艳摇头，我压根不知道他叫啥。温觉没成想老板打着电话从门面里探出头来，朝他们招手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好家伙，真是滴水不漏，姓赵的认识池万里比我还早，就你这点道行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。身后江元周酷酷的点了根烟，你不是逛街的时候都用隐身术吗？现在露头干啥？温觉则规矩了许多，喊了声江叔叔，还是你这闺女懂事，跟小时候一个样。江元周瞥了眼李艳，这个月工资还剩600，正好给我外甥女买礼物，你有意见？李艳，这个月还有23天呢，我乐意，大不了偷吃万里的烟抽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开心就好。宾利上，老赵挂断了电话，有些在意的揉了揉耳朵。裘延琪打开窗，往嘴里塞了根烟，给老赵递了一根，是不是中耳炎？去医院看看吧。老赵接过烟，聚了火，没事，我有火，我可以带我去见池叔叔一面吗？这几天他在出差吧，而且除了业务之外，我也不太跟老板闲聊，我给你一个秘书的电话吧。裘延琪呼出一口烟，很快便被风吹散，要是跟您多相处几天就好了，还能多学点东西。老赵笑了笑，裘总客气了，会有机会共事的。裘延琪这才满意的笑了，以前一直给我父亲办事，好不容易自己单干了，真怕自己做不好。老赵瞧了裘延琪一眼，做得很好了，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啥也不懂，要不是遇上池总，迟早被严打了。裘延琪。20分钟之后，来到动车站门口，老赵拍了拍司机的肩膀，就这下吧。裘延琪笑道，送进去吧，驾驶证扣分算什么，该守规矩还是要守的。裘延琪没再坚持，这几天麻烦了，日后可能还找您请教。一定。老赵站在原地，等着见不到车尾灯了，随手打了部出租车，轻车熟路的进了一家私人会所。老赵十分慈祥的跟前台聊天，小王啊，怎么还在这干呢？不是你介绍的吗？你怎么没点上进心？好歹当个中层干部也成啊。我特么不会讨好人，谁跟你说当领导要会伺候人的？瞧瞧大哥这一身行头，我劝你别干传销了，那么多年没被抓，现在也可以收手了算了。你这种人啊，劝不了了。你老大正在包厢里等着接头呢。躲在背后偷听的池万里表情非常精彩，见到老大，前台也不怵，只咧咧嘴，不情愿的一笑，果然不会讨好。两人进了一间会所里普通的会客室，里面还摆了一张台球桌。老赵给池万里倒茶，池万里躺在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。我说你那么多年不成家呢，就为了这个女人吗？哈哈，见笑，怎么不说说你现在做些什么？我还说你拼了老命的工作为了些什么？实在不信你就带她去公司看看啊。老赵又咧嘴一笑，我要真这么办，今天连句玩笑都开不了了。说着他递过茶杯，还有他结婚了。池万里顿了顿，而后叹了口气，接过纸杯，拍了拍沙发，坐吧。小裘总怎么样？在我们村当村长都费劲，
谁一开始就能当村长的？都是慢慢学的，人不坏就行了。未必。池万里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还让他参与吗？仅限于此了。老赵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两人相视一笑。敲门声适时的响了。莫谦摘下口罩的墨镜，露出精致的妆容来。门口的前台什么态度？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吗？老赵，池万里笑了笑，我都忍了，弟妹也忍忍吧。莫谦坐在了对面，跟老赵伸手一握，看向池万里，这位就是介绍给我共事的朋友。池万里点点头，钱总经理，不想进董事会养老，想找点事做。莫谦微微一惊，池总对这个行业那么看重吗？池万里摇摇头，他也不光管这一件事。对了，还有裘君之的儿子想参与一下，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多少让他占一点股份。多少呢？他敢花多少钱买，就买多少吧，从我这里出，其他小事你跟小赵聊就行。老赵恭恭敬敬地递过了名片，莫谦认认真真地接过了。陈东风呢？不是说来南京给李燕站台吗？莫谦叹了口气，我想着别让他瞎掺和，他净出些歪主意，就让他挣钱去了，没想到还出事了。早知道让他来了。池万里笑了笑，你们这行当里的人，不说枪毙吧，我觉着平均刑期也得3年吧。真好玩。见笑了，莫谦有些尴尬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池万里摆摆手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就论交情，不论生意。莫谦松了口气。老赵揉了揉耳朵，掏出个耳机，外放出一些迷你之音。老赵关掉了外放的电源，脸颊微微抽动，这些就是所谓的评委，他们都是凭这些东西吗？幸好没娶媳妇，如果娶了老家那些婆娘，早晚被阉了。莫谦疑惑道，什么东西？就听听你们这些行当的人私底下说什么，这就监听上了。莫谦抹了把脸，大企业的经理业务水平果然过硬，怎么办到的？收购了一家化妆的工作室，想着能用上，没想到真能用上。莫谦一愣，什么时候收购的？老赵尬干的笑了笑，昨天半夜。莫谦，池万里挠了挠脸，见笑了，这事我不知道，我可不干这事。第83忘情不是洒脱。上，买了些特产。到了下午，蒋老师也已经交接完，这回李燕听话了，不再乘动车，坐江元州安排的车回去。温爵也给池墨带了一份礼物，另外买了2份下午就放到快递站寄到国外给爹妈了。见他要脱羽绒服，李燕摆摆手，算了，你留着吧，记得干洗完还给我就行。温爵踌躇道，要么我也回去吧，在这也没事情干。你不是陪朋友来的吗？走了多不好啊。也是啊。有什么事打电话，直接打给江元州，他跟神仙一样，什么都能解决。李燕朝江元州伸了伸手，名片。江元州翻了翻白眼，早就给他电话了，江鸾安排的。李燕尴尬的笑了笑，哈哈哈，这样啊。温爵抹了把脸，忍住了笑，跟池墨说一下，我回来就去找他。江元州乐了，最近池墨爱上钓鱼了，记得买根鱼竿。温爵，车缓缓驶出了闹市区，一路上，江元州频频从后视镜看李燕。李燕，江元州，气氛陷入了尴尬。李燕咳嗽了2声，打破了沉默。池墨什么时候爱上钓鱼了？江元州面无表情的道，江鸾朋友圈发了照片。哦，李燕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老这么看，我打算半路做了我。江元州挑了挑眉毛，我们家5代从军，没滥杀过你这种平头老百姓。那就好，不过也可以破例。李燕，蒋老师嘎嘎直乐，你们平常都这么说话的吗？不是 X2， 只有跟他才这么说话 X2。蒋老师，好恶心啊。李燕，江元州，又沉默了几分钟。上了高速，不是节假日这条路还是很空的。江元州也能分神说说话。裘老板的闺女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啧，还把衣服给人家穿。江元州瞧了眼李燕，还哼了一声，不是，你有病吧？我还以为什么事，人家是家大人出去了，心里不安，随便有个认识的人都像亲人了。蒋老师下划线，他已经恶心到开始站立了。很显然，蒋老师是误会了什么。李燕解释道，这是我朋友的亲舅舅。蒋老师嘴角微微抽搐，这也行，我只喜欢女人。蒋老师，我误会了。李燕满意的点头，您太误会了。蒋老师挠了挠腮帮子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校园群里说你是校花的舔狗来着，校花是谁啊？李燕。江元州接过话茬，陈瑜。李燕，那个小姑娘，表演专业的吧？是好看。江元州笑道，那件羽绒服还是人家的。李燕思索了一番，好像还真有这回事。龇牙道，好像还真有这回事。对了，
那可是去年冬天他跟我一起去挑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件衣柜里是唯一一件没被挂起来的外套，而且还被阿姨塞到柜子最底下的羽绒服。李艳那时候还觉得奇怪呢，记得往行李袋里塞衣服的时候，江阿姨的表情极其的古怪，就自己不记得，谁都知道了。江元周冷哼一声，别在意这些细节。蒋老师瞅了李艳一眼，人家没答应你，你就打算让别的女人穿这件衣服？想要气气，他果然还是小男生，太单纯了，啧，一个字，纯情。李艳哈哈大笑，瞧瞧，我们教编导的老师就是那么有想象力。江元周面无表情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李艳，江元周握着方向盘，戏谑地瞧着李艳，被迟默知道了。你知道你是什么下场吗？李艳想起了池塘里那些锦鲤，汗毛倒竖，什么下场？江元周微微一笑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大概会一个冬天都会穿那件羽绒服，3年之内都会买那件羽绒服的同款穿。李艳，切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每次都会穿着那件衣服找陈瑜聊天。蒋老师满脸同情地看向李艳，也太狠了，豪门赘婿果然很难当。他可以不去学校吗？江元周横了他一眼，你心虚了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真不是，要么你现在掉头，我要回来。你果然心虚了。李艳，别闹，那你给我买条烟。蒋老师，李艳，切，我是不会为霸权所屈服的。黄昏，到家，院子里，江元周手里抓着一条烟，闲庭信步地走在院子里，不时还往手心里敲，像得胜的将军的一般。江鸾好奇道，你什么时候抽这个牌子的香烟了？消费降级了？江元周得意洋洋的道，李艳给我买的。江鸾醋意大发，随手脱了围裙，他这次回来都没给我带。转身的时候，江鸾突然反应过来了，说有什么秘密？江元周挠了挠头，哈，没什么秘密啊，他就是觉得我辛苦，体恤一下长辈也是很正常的呀。你心虚了？我哪有？你说不说实话？什么实话？行车记录仪我这边有记录。江鸾拿起手机翻了翻，嘿呦，删了。你还挺有职业道德，你果然心虚了是吧？江元周眼神飘忽，那是租的车，能不删吗？对了，你哪来的记录？你果然心虚了。江元周，池塘边，还不知道江元周已经叛变的李艳，正在接受迟默的热烈欢迎。钓鱼竿转移到了李艳的手上，迟默挂在了他的身上。你艳进步很大呀，嘿嘿。拿了会鱼竿，卫衣口袋里的手机开始嗡嗡作响。迟默从李艳的身上下来，拿回了鱼竿，还挪了几屁股的距离，抬了抬手示意捏着手机的李艳接电话。来电显示是夜晚，李艳接通了电话。喂，我听张正说你们老师回来了，你也回来了。晚上大家一起吃饭看电影呗。今天有点累，不想去。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我特么又不是王八过了半晌。李艳叹了口气，行吧，我去。PS 家人们，2更了，感觉再坚持几天能恢复状态，给老弟来点免费的礼物，鼓励一下，没准还能提速。第83，忘情不是洒脱。中，迟默对着餐桌上的螃蟹直流哈喇子，拿起一个放到了李艳的手上，做了个分开的手势。他知道只要和李艳分着吃，就不会挨骂。李艳娴熟地掰开螃蟹盖，掰了一半给迟默，另一半放在蟹盖上，等他吃完一半再给他。江鸾从厨房端出一盘炒青菜，见着迟默心虚地低着头吃螃蟹，没好气道，你别老惯着他，不然他老爷长不大。李艳讪笑几声，从吴妈手里接过碗碟分给迟默，而江鸾又转回成了碗姜汤，放在了迟默的面前。迟默的大眼睛瞟了黄黄的姜汤，顿觉事情不妙，自以为隐蔽的 wink 了李艳一眼。李艳，迟默啊，今天这碗姜汤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，不然你就只有这一只螃蟹了。迟默，喝一口。迟默摇头。江鸾瞪了他一眼，开始了死亡倒计时，1、2。迟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2撇眉毛拧到一块了。江鸾双手抱胸，盯着他，别装，大口喝。母女俩较了几轮劲，迟默喝了半碗，江鸾就没再勉强。阿姨，晚上我去市里一趟，晚上回来睡吗？回来的。迟默的车钥匙在书架上，你开去吧。迟默瞟了一眼李艳，若无其事地拽住了李艳的衣服下摆，往嘴里狂塞米饭，嚼啊嚼，擦嘴，起身，微笑，跟妈妈摇手道别。李艳用眼神向江鸾求助，给他打包点剩菜就行了，别惯他。江鸾拖着下巴，
看向迟默：“你晚上把拼音默写完，今天晚上的20块不想挣了，马上就圣诞节了，才100块可不够买礼物。”迟默挣扎了3秒钟，才松开了李艳的衣服下摆，叹了口气。李艳有些好奇，什么礼物？江鸾好像是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，捂嘴偷笑。那天看我翻朋友圈，他看中一部车，打算在我这里挣钱给你买。自行车？劳，哈哈哈，斯莱斯。李艳，迟默皱了皱眉，看了眼妈妈，总觉得上当了，招了招小手，把蹲在厨房刨饭的江元周唤了过来。默默，要给你做什么吃的？迟默摇摇头，把他手机存的图片给他瞅了一眼，手机打字圣诞节礼物。江元周微微一笑，小意思，你爹每个月给你买一辆换着玩都行，咬咬牙每天给你买一辆，也能坚持几年，就是他们没那么多产量卖给你。李艳，迟默对于自己的亲爹挣钱的能力并没有太多的理解，而且自家舅舅这么说，想必也不是很贵，于是安心的点点头，手机又打了一行字：我挣钱给小活活买。江元周，江元周是知道他妈跟他做的买卖的，好好学说话，就给他10块钱1个小时的零花钱，而且每天都设置了迟默没办法完成的 KPI， 连全额都拿不到。看到正在使眼色的江鸾，强忍住笑，拍了拍迟默的肩膀，你加油。在迟默坚定的眼神下，李艳开着粉色2座小跑车驶出了停车库。迟家严格遵守天将黑就开饭的原则，吃完饭出门还没到6点，目的地是商场里的一家海底捞。看群里的照片，这帮人正埋头折签纸鹤。到了地方，他们已经进去了。你这几次怎么都迟到了？张正咂咂嘴，非常不满的样子。李艳随便编了个瞎话，堵车了。对面的叶晚横了他一眼，婉拒了服务员倒饮料的服务，这是贵客，等他来了，我们再喝水。我给他倒。李艳从善如流，我错了，我倒，成了吧？你不知道我们为了省30块钱折千纸鹤折的有多辛苦。叶晚翻了翻白眼。李艳咬牙道：这顿我请。叶晚得逞一般的伸出手与身旁的叶思击掌。爷。叶思收回了手掌，弱弱的回应：好贵啊，还是 AA 吧。他在这种地方显得更加拘谨，看样子是没来过这种地方。张正一副心碎的样子，谁的女朋友谁心疼。李艳乐呵道：还是叶思姐够意思。我同意。张正吃的多付2个人的钱。叶思，那还是你请吧。李艳。看到李艳吃瘪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只是除了坐在角落的陈瑜，哪怕和2个好朋友挤在一起，他还是觉得孤零零的。他还是没看我一眼。夜晚余光瞥了自己的好闺蜜一眼，而对面的3个臭男人正在愉快地聊什么听不懂的话题。不是说好了你倒水吗？夜晚敲了敲空水杯，倒。李艳拿起水壶，一一给几人倒上。陈瑜一直在看他，水杯又在他面前。李艳伸手要拿过来，可是陈瑜却抢先握住了。李艳只能探过身子给他倒水，才发现陈瑜今天仔仔细细化了妆，头发也梳了十分复杂的公主头，应该是花了不少功夫，没准还花了钱在店里做的。身上的这套白色的裙子和披肩是2人第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他穿过的。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，是后来听叶晚说，那次他劝了陈瑜好久才让陈瑜换了运动服，还因此敲诈了李艳好几杯奶茶。那天她真的好美，今天也是。人是一样的，过了1个月而已，能有什么变化？但情感是不一样的，心里辣了的口子没办法恢复原状。其他人可能能忍，可这种事李艳永远都没法勉强自己。见李艳只是瞥了一眼，陈瑜又低下了头。叶晚紧蹙眉头，什么时候陈瑜那么畏畏缩缩过？李艳这个货也够犟的，怎么装不都不装一下，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他伸手托起陈瑜的下巴，在陈瑜惊愕的表情中，他开口道：李艳，陈瑜今天做了头发，还化了妆，可好看了，你看到没？李艳尬干的扯了扯嘴角，自顾自的倒水，看到了，好看。PS 微微卡文，这几天又忙，第2更会有，但加更只能过几天了。另有个粉丝群，可以在个人主页可以找到，好像现在只有安卓的能加。第84，忘情不是洒脱。下，陈瑜被托起下巴，还被李艳这样敷衍，屈辱感充满了全身，双眼升起了水雾。叶晚连忙松开手，陈瑜用手抵在额头，遮住泪眼，我去厕所。2人连忙起身让开，陈瑜逃也似的离开了。唉，几人皆是叹息。李艳则喝了口水，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，淡淡道：怎么还不上菜？众人。张正深吸了口气，燕啊，今天这日子这样办多少也过了，你少学我妈说话。叶晚在桌底下踢了文海一脚，想让他也劝一劝。他瞅了叶晚一眼，
皱了皱眉，而后摇了摇头。叶婉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，看向文海：“你连说句话都不愿意，这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问题。李艳有她的道理，你哪怕看在我的面子上呢？陈瑜不是你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李艳和我亲兄弟是一样的，我问你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什么日子？”李艳越听越不对劲：“哎，你们怎么吵上了？”叶婉的怒气蹭蹭蹭的上涌：“今天是陈瑜的生日，我问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李艳叹了口气，又喝了口水：“我知道。礼物呢？态度呢？你哪怕哄哄他呢？哄一哄管用吗？不是这个问题。那你这样就管用了？管用？”叶婉被噎得不要不要的，脸涨得通红：“你今天必须给我说出个道理来，不然我就用指甲把你的脸找花。”他伸出手，露出今天刚做的美甲，贴的甲片长出了一截。“我不靠脸吃饭，无所谓。”叶婉更气了。可李艳虽然嘴上开玩笑，但语气没那么活泼，脸色也是黑沉沉的，没有刚开始掩饰的那么淡然。显然她也是很在意，也很苦恼。叶婉见了，也就没那么生气了，坐回了位置上。李艳靠在沙发上，声音阴哑：“我一直认为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信任是基础，这个出现的问题，我是没法接受的。即便我能接受，陈瑜也不能接受。”叶婉没好气道：“别说这些没有用的，陈瑜不接受，眼巴巴的等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撒气吗？”“我没有撒气。”李艳揉了揉太阳穴：“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今天是接受了，可是以后的日子呢？”叶婉信誓旦旦道：“我敢保证，以后他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了。”李艳点点头：“我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这件事还是过不去。”“怎么会过不去？你就那么小气？”这又回到一开始说的了，哪怕我过得去，陈瑜也是过不去的。你到底要说些什么啊？别跟我这当谜语人好伐？”李艳捋了捋头发，深吸了口气：“好吧，那我们说得清楚一些。我们打个比方吧，比方说，许多年后，我和陈瑜结婚了。某一天，我在洗澡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我手机女同事打来的电话，他想接，却突然回想起这件事，我是多么的在意。于是，陈瑜没有接这通电话，大度的没有问我，直到1个月之后，他才无意中得知这是我带的一个实习生。1个月，实习生已经能独立上岗了，所以我不用再频繁帮助实习生的工作了，好像是皆大欢喜。可是这1个月，陈瑜的心情会是怎么样？或者说，直到那天之前，他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时刻？换作是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？”叶婉沉默良久，抹了把脸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可是你看到通话记录可以跟他解释啊。我跟你解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欲盖弥彰？只有这一种可能吗？这种生疑的事会出现100次、1000次，每次都有能及时解释吗？他生疑的时候，会不断想到这件事。对陈瑜来说，这本身就足够痛苦了。本来一个玩笑就能说开的事情，但因为自于1个月前的这件事，成为了阻碍。”叶婉皱眉思索了一会，猛然反应过来：“不对啊，大家过日子不都是这样吗？可能会有些影响，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？你这样不就是钻牛角尖吗？”李艳点点头：“你说对了，我就是钻牛角尖，但是这种亲密关系，如果不到这样的程度，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”叶婉抓了抓头发，辩解道：“我也不是一定要你跟陈瑜结婚什么的，你就不能试试看吗？试试看？文海跟你谈恋爱是试试看的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叶婉又混乱了：“你还是在钻牛角尖。有几个人第一次谈恋爱就能结婚的？那也是奔着结婚去的吧？”叶婉又被噎住了，脸红了红：“他还想再坚持一下。你们明明之前那么要好。”李艳紧紧握着杯子，手被的青筋暴起：“他可是你的朋友，你忍心让他经历这种痛苦吗？大家都一样的，我干嘛要跟大家一样？”可……叶婉身后的陈瑜早已泪流满面。“叶婉，不要再说了。”李艳抬头：“终于指示他了，生日快乐。对不起，我还是要再去一下厕所。”李艳笑了笑：“叶婉擦了擦眼睛：“我也去一下。”叶思捂着额头：“我也是。”沉默。是今晚的康桥。张正接过姗姗来迟的服务员送来了肥牛卷，瞅了李艳一眼，缓和了一下气氛：“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。”李艳靠着背板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“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是真他妈的难受。”张正闭上了嘴。李艳把脸转向背板，砸了沙发一下。隔壁的客人站起身来看了一眼。张正不好意思道：“刚失恋，不好意思。”李艳，客人：“没事没事，我懂。”他递过一盘水果：“送给你们。”张正接过果盘，道了谢：“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”文海扯了扯嘴角：“这玩意是自助的，
可以随便拿。张正，第85警察姐姐回来后，大家都默契的没有继续谈论。李艳也不再回避陈瑜的眼神，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再躲就是欲盖弥彰了。干杯干个不停，不过杯子里都是酸梅汤和豆浆。李艳已经吃过饭了，随便夹了几块就停了筷子，左手漏勺，右手公筷，给一行人服务，不仅要付钱，还要出力，简直没天理。李艳晃荡着漏勺，看了一圈，陈诗诗呢？叶婉接了一块肉，无奈道：“人家有代言，品牌方创立的纪念日，他必须要直播，争取下半场赶到。下半场不是看电影吗？中途赶过来还有什么意思？改了，去 KTV。哦，喝酒吗？小酌一点吧。”张正山东人的 DNA 动了，有女朋友在这不敢造次，但明显心情愉快了几度。文海是学生会的，下半年还有个运动会要开，最近忙得很，拿起手机噼里啪啦的回了半天消息，才放下手机。李艳把他盘子里的菜回锅里热了一下，学生会也太忙了，还好吧？也有好处。文海要了条毛巾擦手。李艳，前天校园论坛的事知道吧？李艳点头，听说了。学校说在控制舆论，影响不会太大吧？学生都知道了，之前的事不也都不知道了？1个礼拜也就过去了，可能没那么容易了。文海叹了口气，你有个10W 的奖金。有人眼红。李艳狠狠地揉了揉眉心，我还真没想到这茬。陈瑜关切道，冤枉你的人知道是谁吗？知道。他要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，折腾我做什么？许久没和李艳说话，只是跟李艳寻常聊上一句，他心里就有些痒痒的，接着又泛起一阵心酸。他夹起一块青菜咽进肚子里压了压，问道，你现在住在迟墨家里吗？李艳抹了把脸，语焉不详道，有什么联系吗？叶婉眼珠子转了转，哦，就是那天商场门口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姑娘吧？李艳点点头，对呀。那你够辛苦的，天天吃好的，喝好的，还有别墅住。不过说辛苦，确实挺辛苦的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。说实话，迟墨睡相真的挺夸张的。陈宇想了想道，那可能就不是单纯的意外事件了，和迟叔叔关系密切，总是会有很多麻烦。发觉自己说的话有歧义，他找不到，倒不是说迟叔叔有什么不对，但是总是有人可能会借这件事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好处。李艳想不明白，又问，这样做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？陈瑜叹息一声道，我记得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人为了认识我爸，故意让他家孩子欺负我，然后叫家长的时候请我妈妈吃饭那次，我妈差点救着了道。这种事很多的借你接触迟叔叔的可能性不大，也不会用这种办法，但是可能是别的方面的，如果有关系就会很麻烦。总之你小心些吧。话音未落，便来了位不速之客，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外套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蓝色翻领。罗嫣然拍了拍李艳的肩膀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为什么不给我的朋友圈点赞，跟我走一趟吧？就为了这事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是跟我开玩笑，还是跟我用审讯手段？你多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而后笑声戛然而止。没办法，要受理啊，我可是主动接的，给点面子。此时陈瑜站起身来，你好，我是陈康的女儿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是我请李艳来的。罗嫣然朝陈瑜看去，眯起了眼。李艳看得都瘆得慌，他开玩笑呢。走吧走吧，你紧张什么？我隐形眼镜掉了，帮我找找。李艳，他戴上隐形眼镜，咧嘴一笑，鱼是吧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陈瑜，罗嫣然。陈瑜一愣，而后才反应过来了，嫣然姐，哇，好多年不见了。罗嫣然更高兴了，加班到现在，我连饭都没吃，我可以一起吃吗？当然好啦。他拉了个凳子，就坐下干饭了。李艳叹了口气，怎么每次我付钱，你怎么都能找过来？罗嫣然嘴里塞得满满的，嘟囔道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艳双手叠在桌子上，脑袋靠在手上，完全摆烂的坐姿。罗嫣然挑了挑眉毛，居高临下，你真不知道，李艳亲爹好歹也是这个单位的，跟罗嫣然也相处过一段时间，更别说他的执法记录仪压根就没开。于是他丝毫没有动摇，大概知道。你说说看，有人报警说你非礼，果然如此，本人来的，带成影，连名字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李艳，罗嫣然截到了陈瑜投来的眼神，果然马上就误会了，朝着李艳坏笑了一下，对陈瑜解释道，瑜，你放心，这家伙还算靠谱，他是被冤枉的。陈瑜对他苦笑了一下，
用复杂的眼神看向李艳。罗嫣然用手戳了戳李艳，低声道：“渣男，打算吊着他，小心陈局把你关起来。”这是回头再说。李艳无心开玩笑，横了他一眼：“你说我是冤枉的是什么意思？”罗嫣然从吃瓜转变到心虚，避开眼神，哈哈哈，我只是这么觉得。李艳笑了笑，觉得我人品好。气罗嫣然川剧变脸，鄙夷道：“就你浏览器记录的那几个网站，你也好意思提人品？”李艳，第86，狠人。支队长说一定要把你关满24小时，他一般不管这种治安案件的。还好姐姐值班，总比别人来整你好不是？吃你顿饭不亏吧？李艳给他夹了一筷子毛肚，多吃点，算你有点良心。罗嫣然蘸了蘸调料，你有没有可以澄清自己的证据？没有的话还挺麻烦的。李艳点头，有，完整视频。罗嫣然瞪圆了眼，怎么来的？你管我？能不能打个商量？罗嫣然搓了搓手，见他一副有所求的表情，李艳十分好奇，怎么的？他一副讨好的模样，能不能等等再拿出来？我觉得我们支队长不干净，我打算收集举报。我真是猜不透你啊，没想到还是个狠人啊。罗嫣然义正言辞道：“我完全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。”别扯淡，你单纯只是为了男朋友升官。罗嫣然没皮没脸的承认了，副大队长升到大队长能多1000块呢。李艳也打算瞧瞧戴成颖到底为了什么，明明得奖的目的达到了，还咬着不放。于是他点点头，行，你吃饱没？罗嫣然点点头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你不多待会，晚点也行，我不打扰你们，找个角落打几把王者荣耀消磨时间就行。我晚点还要回家呢。已经和陈瑜把话已经说清楚了，便能少待一会，就少待一会。他恋恋不舍道：“这就走了吗？”你们好好玩吧。文海替我垫一下。陈瑜明显一副失落的样子，没事，我请就行了。还是我来吧。生日快乐，礼物我之后补给你。我签了经纪公司，已经打算休学了，以后就能在电视里看到你了。没那么快了，哈哈。那再见。两人走后，他们聊天感觉好可怕呀。李艳看起来还挺单纯的，没想到心思那么重。叶思刚才完全不敢说话。夜晚叹了口气，以前他完全没有表现出来，一副傻傻的样子，这些日子完全不一样了。文海解释道：“我们孤儿院长大的，总有人欺负你，不想办法就会被人欺负死。他那时候算年纪比较大的，小学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是李艳替我们处理的。打架他也是场场都参与，不过你放心，他永远都不会算计朋友。”张正拍了拍文海的肩膀：“你们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”其实还挺好玩的。文海嘿嘿一笑。不知为什么，陈瑜又开始擦起了眼泪。这个时候，海底捞员工举着生日快乐的灯牌过来了。卧槽！地下停车场，罗嫣然抚摸着粉色的小跑车，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。这哪儿来的？李艳随口扯了个蛋，抽奖送的。哎，我怎么记得这部车好像是被池万里拍走的？李艳身形一僵，什么池万里？我不认识。罗嫣然挠头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你肯定记错了。也是，你怎么会认识池万里？那你怎么会认识呢？啊，没事。到了警察局门口，李艳就发现事情不太对了，因为那儿站了4个保镖。办公室里，江鸾捏着皮包，打着哈欠，旁边坐的迟暮紧紧依偎在他身边。江元周站在一旁。两人进门后，一道人影闪过。李艳，罗嫣然，你说你不认识？我不知道啊。哈哈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身上挂的是池万里的爱女迟暮，对不对啊？呵呵，唉，宁城升官无望了。罗嫣然拨弄着迟暮脑袋上的呆毛，迟暮害怕的开始发抖起来。罗嫣然叹了口气，还没好啊。他朝江鸾快走几步，恭敬道：“江阿姨。”江鸾仔细辨认了一下，温婉的一笑：“嫣然吧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闲得难受。”江鸾，李艳坐在座位上，迟暮放松了许多，头一歪就睡着了，开始流哈喇子。江鸾拖了拖他的脑袋，放在了李艳肩头，朝着坐那边的警察努努嘴：“没事，忙你的去。”罗嫣然瞅了眼满头大汗的实习生和侃侃而谈的知名律师，带着死道有不死贫道的意志，果断道：“没事，他一个人就行了，我给您叙叙旧。有那律师在，靠2个半吊子，能做1个字的笔录都见了鬼了。”江鸾也知道他的小心思，道：“等迟暮睡踏实了就行。”好。沉默了几分钟，罗嫣然实在没忍住：“阿姨，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“问吧。”“您是李艳的监护人？”江鸾点头：“是啊，他户口都在我家户口本上。”“怎么，要查案了？”
没有，怎么会？罗嫣然悻悻道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妈妈没跟你说过吗？我说在我家可能会有些麻烦事，所以这么办比较方便。她是答应了的，也说你同意了。李艳陷入了回忆之中，终于想起来了，还真有这回事。她抹了把脸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妈说过一嘴，你今天就算是嫁了一次人了，我还以为开玩笑呢。难怪我和你母亲一见如故。李艳，过几天我回家看看。罗嫣然笑得花枝乱颤，回娘家看看。李艳，手机铃声响，江鸾接了一个电话，说了几分钟的时间，便挂断了。做笔录吧。江鸾对正在吹迟末呆毛完的李艳道，事情怎么样？你如实说就行了，别害怕。他有害怕的样吗？上次就跟我抬了1礼拜的杠。罗嫣然十分无奈，那是你们冤屈他了，要不是为了查案，我肯定是要个说法的。江鸾轻声细语，但是气势十足。罗嫣然缩了缩脖子，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对你生气你在这里要好好工作，当成一份事业来做，怎么能因为认识我就这样没个正形呢？罗嫣然对于江鸾完全不敢造次，低头道，我错了，行了行了，你忙吧。第87分手应该体面。做完笔录，李艳背着迟末上车，一副哆哆嗦嗦的样子，看得江元周甚得慌，生怕外甥女摔了。系上安全带。江元周吐槽道，才100来斤就受不了了。李艳抖了抖被迟末口水淌得湿漉漉的毛衣，没好气道，我不是累，是冻的。江元周尴尬地发动车辆，找不到，舌下生津，说明胃口好，是因为我答应他回去再给他一只螃蟹吃。江鸾无奈地摇摇头，吃多少个都馋。睡梦中的迟末听到螃蟹，张开嘴咬住李艳的肩膀，缩了起来。李艳被偷袭了一下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江鸾，他伸手捏了捏迟末的脸，醒醒，还没吃上呢。迟末粗粗的眉毛不安分地抖了抖，睁开一只眼，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无比合适的座位上坐着，一只手往上伸了伸，在李艳的脸上捏了捏，安心的又闭上了眼。江鸾宠溺地揉了揉女儿的脑袋，总也长不大，默默还真爱吃螃蟹。李艳笑了笑，是啊。江鸾偏头看向窗外，记得最穷的时候，家里的米就只够煮粥喝，那时候迟末才2、3岁，那个年纪馋得很，又任性，不给他吃好的，他就趟地上打滚。每个礼拜村子里有集市，我去摆摊能挣点钱，每次买2只螃蟹，单给他煮一锅螃蟹粥，2只就够他吃1个礼拜的。迟末假装偷吃，他都翻脸。晚上能抱着高压锅睡觉，他可能记住那个味道了。每次到了这个季节，就非得要螃蟹吃。李艳面无表情道，他又在作我了。江鸾瞅了一眼，痛吗？还好，有点痒。那你就忍忍吧，反正也快到了。李艳，附近就是黄浦江，天气冷，起了雾气。江元周放慢了车速，空调开大了一点，毕竟是外甥女做的孽，好歹要照顾一下。不过有迟末保温，李艳也没真冻着。江鸾从提包里拿出了迟末奥特曼图案的保温杯，打开了递给李艳，喝一点。没事，不差这几步路。李艳挠了挠被热气吹得发痒的脸庞，歉意道，真不好意思，让阿姨大半夜的还跑出来一趟。江鸾摇摇头，在家里也是闲着，带迟末出来对他有好处。再者说，这事未必是你的问题，你也这么觉得？江鸾偏过头，露出暧昧的笑容来。也，谁啊？李艳，陈局的女儿。李艳，我是找人跟着你，可没有跟进餐厅里。我记得今天是陈局女儿生日，猜的。她也是有这个见识的。李艳张了张嘴，想了想，还是心里话咽下了，点头道，是的。江鸾见李艳犹豫的模样，就把她的心思猜了个8、9不离10。我找人跟着你，你觉得不舒服吧？李艳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只能尴尬的笑笑。她心里不舒服，江鸾是务必要解释清楚的，不然自家闺女咋办？10万里当初给你开30万的月薪，不是想拿钱砸倒你啊？见李艳发懵，江鸾继续解释，事业做到了他那个地步，对手是什么手段都能用的，怕你不小心着了道，又不敢跟我们开口，他跟提这么一句，就是告诉你，你有麻烦可以尽管跟家里说，因为那些麻烦很有可能就是接触10万里太近造成的，只要沾上钱，就会有人心鬼欲天底下总有动歪心思的人。你迟叔叔生意刚起步的时候，想把他丢到黄浦江喂鱼的就不下一打，找人跟着你就是怕你沾上麻烦。包括江元周给你录像也是这样，在公共场合要小心一些，这年头想要给人找些麻烦太容易了，以后出远门尽量坐车吧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你迟叔叔也不是吃素的，这事我已经大概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处理了。
那个小姑娘很快就会跟你当面道歉的，具体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委屈你了。李艳听了解释，理解了几分，低头看着睡得正酣的迟默，笑道：其实被人需要挺开心的，我从小被人冤枉惯了，一点也不觉得怎么样。默默就拜托你照顾了江鸾，揉了揉眉心，吐槽道：小时候我管他，你迟叔叔老惯着，现在他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可长得比我都高了，一点也不怕我，真是头疼。迟默很聪明，他今天晚上学拼音可努力了，已经知道前女友怎么说了。李艳，迟默睡梦中嘀咕着陈驴。江鸾躲开李艳的视线，这孩子说什么驴的，大概是馋驴肉火烧了吧。李艳，陈鱼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套了一件西装外套，他喝了几口酒，哪怕有妆在脸上，依旧映出几分绯红，举着麦克风唱着第12首伤感的情歌，边唱边哭，声音都哑了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。陈诗诗脱下毛衣外套，松下口罩，摘下墨镜，看向张正，大个子，这怎么了？张正浅酌了一口啤酒，他说从今以后他要醉心于事业。陈诗诗脸颊抽了抽，伤心到这个地步。李艳来过了吧？张正叹了口气，又无奈的摇摇头，当初李艳也这么整过一回，我他妈造的什么孽啊。文海拆台道，我记得你那时候劝酒可是一杯又一杯，开心坏了。张正，他为什么又走了？陈诗诗疑惑道，警察找上门了，就是学校论坛传的那事。陈诗诗眉头皱了皱，讲呢？也没了。陈诗诗叹了口气，这圈子好人待不下去的。PS 家里有些事，今天先一更，明天恢复双更，周末争取加更不回来。第88你哭什么？诗诗你来了呀。陈玉揉了揉发红的眼眶，对不起啊，我才应该道歉。来那么晚，陈诗诗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礼盒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随便买了根项链，比较配 V 领的礼服，以后走红毯的时候记得戴。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一定会戴的。签了哪个经纪公司？星辰。陈诗诗点点头，难得走影星路线的公司，跟你的气质很合适。B 级还是 C 级的合同？应该算是 C 级的，分成虽然少，不过条件比 B 级的宽松，挺好的。以你的眼光，肯定骗不到你。合同找人看过了。陈诗诗笑了笑，祝你星途璀璨。就是可惜了，要是能签我家的就好了。没办法，我爸爸跟陈叔叔认识，有利益输送的嫌疑，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，害了爸爸辛苦半生的事业。你也是拿啊。我爸爸能同意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数个小时前，戴成站在聚光灯下，和颁奖的大咖合影。为了这个奖项，他已经付出了许多，不过得到的会更多。父亲独断专行，哪怕让他参与公司业务，也总是指手画脚，根本不给他什么权利。自家原本是圈子里的投资公司，近几年才成立经纪公司，培养自己的演员，看似人挺多，可在业界根本算不上什么，加起来也没半个角，甚至没几个演员能叫上名的。最红的也只是拍短视频的三流草根。如今自己得了这个奖，父亲也能瞧得上自己了，更何况还谈了一个父亲都没谈成的大的合作项目。没想到这种好处，代价居然如此便宜，只要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，真是实惠。戴成都恨不得亲信里的一口。哥，你之前答应我的。戴成影低声道。戴成皱了皱眉头，别像催债的似的。他低下了头。温觉俯身穿过人群，坐在了戴成影身边。刚刚你最喜欢的那个导演讲话，你刚好错过了。不过我录下来了。戴成和戴成影交换了位置，递过了手机。温觉皱了皱眉，十分不喜。我喜欢的是他的作品，至于他在这种场合说了什么，根本不重要。一会有晚宴，我带你去见见他吧。裘元琪帮我约了，我没去。温觉拢了拢身上宽大羽绒服，拿起手机，对着一个聊天窗口发呆。戴成笑容一滞，你的朋友怎么没来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原因，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温觉揉了揉眼睛，我困了，先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戴成紧紧攥着手中的奖杯。哥，我跟他解释过，你确定被他摸过了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我叫你办的事，你确实办好了没有？温觉可能只是被他骗了。那个李艳不是什么好人，温觉很单纯，我多跟他说说就好了。戴成英解释道，我现在要让他马上身败名裂。你现在马上去警局，我联系人。可答应你的钱，现在我找人给你转。好，在一个瘫痪身上浪费钱做什么？想办法嫁个好人家更有好处，比如多接触裘元琪。
我们家跟他的合作才能安稳。离开大厅，走出酒店，戴成颖双手插在口袋，摸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。3斤面做个寿桃，好大个废物点心！我呸！我呸！我呸！我挣的钱要拿还得看你的脸色，要不是老不死的在，谁怕你？连坏事都没法，除了拿钱拿捏我，就没别的人能用了。人家就拿你当干脏事的手套，还做上瘾了，还敢记挂人家地产商的女儿，真是乐死我了！蠢猪都能拿到地，人家是吃干饭的，能认识温爵的人，居然什么背景都没有。天哪，只有他能相信了。裘元琪这个捡来的儿子，也想图家产，真是有意思。戴成颖撒完气，招手拦了部出租车。小妹，去哪儿？上海。多少钱？打表400。去不去？行。憨厚的司机握着方向盘，好几天才接到这么一个大单，开心的直咧嘴。话匣子也打开了，小姑娘大半夜出门要注意安全啊，要是碰上了，大白天也未必安全。那倒是。冷不冷？我给你开空调吧。戴成颖伸脖子瞅了眼电量，还是算了吧，别开不到了。你不用给我省电钱，不行我就去服务区充。你猜我为什么打的？猜不着。戴成颖，行了，开快点吧。司机从扶手箱拿出一团东西，本来给我闺女买的，看样子带回家也冷了，送给你吃吧，正经的肯德基，10几块呢。戴成颖也不嫌弃，接过来一层层剥开保温层。你人还怪好的嘞，那你女儿吃啥？嘿，一会我再去买。你对你女儿真够好的。司机咧嘴一笑，等你生个女儿，你老公保准比跟我一个样。唉，天冷了，明天带她去买件新衣服，就是存不下钱来，等她结婚不知道咋办哦。司机见戴成颖不回话，看了眼后视镜，诧异道：哎，你哭什么？第89病房。阿姨，我母亲的情况怎么样？女子放下了手上的水果，穿着白大褂的值班医生放下手里的文件，倒扣到桌面上。成颖啊，先坐吧。医生指了指角落的饮水机，自己倒杯水吧。你嘴唇都起皮流血了，做主播能挣钱也要注意身体啊。化妆品把脸涂坏了，还怎么嫁人？戴成颖倒了2杯温开水，给了医生1杯，自己握着1杯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我妈妈怎么样了？医生摘下了眼镜，回避他炙热的目光，朝着哈了口气，抽了张纸巾擦起了镜片。自上个月那次 ICU 之后就不太好了，如今稳定下来了，他只剩下瞳孔反射了，最好的情况也是只有眼睛能动的植物人。他睁大了眼睛，撑了几秒钟，可泪珠仍然大颗大颗的从脸上滚落，他却没有伸手去擦，脸越涨越红。最后他实在没法忍耐，把纸杯重重的砸在桌上，嘶吼起来：你答应跟我情况稳定之后能做手术的，钱我都已经凑齐了。医生拿起桌面上差点被映湿的文件，放在了桌面的文件架上。成颖，你应该有心理准备的。戴成颖这才回过神来，阿姨，对不起。他捡起地上被摔碎的眼镜，捧在手里，我实在是没忍住。您知不知道有更好的医生？我看新闻，国外的舒马赫即便情况更差也能治好我。我不是怀疑您的水平，就是想让我妈活着。天底下有几个人能支付起这样的代价？医生叹了口气，让他舒舒服服的走吧，再继续下去便是对他的折磨了。你念过1年临床医学，应该知道这种痛苦。阿姨，我只有妈妈了，我不能失去她，因为爸爸更有钱，能给我买好看的衣服，所以我才不愿意跟妈妈一起生活。她知道吗？妈妈老了，难看了，我觉得她丢人，所以不愿意让她来学校来见我。她知道吗？我每个月见到她都是忍着嫌弃。她知道吗？我要让她知道，我改了她女儿，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好人，可我很爱她。她知道3年以后的我现在样子会开心吗？天底下哪有能瞒过父母的孩子？医生递上自己这杯温开水。以前我与你母亲共事的时候，手术间隙她总去换衣间看手机里有没有你打来的电话，发来的消息，她从来没有怪过你。你又是何苦呢？你3年跟她说的话，她都能听得见，她会安心的。医生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，不要为了你妈妈做坏事，那样她会很伤心的。我宁可她活着伤心，也不愿意她安心的走。医生见她执拗的模样，妥协道：护理费用还是一样，但是不知道会进几次 ICU。 不过你妈妈是医院的前辈，大家都很关照，大概6个月内病情不会继续恶化。你可以想办法联系首都医院，有种干细胞疗法还有点希望，实在不行就只能尝试一下中医了。不过到了这个情况，一般的交情不会帮你治疗的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对了，最近有没有警察？
或者别的人问过您治疗情况？戴成颖捏了捏拳头，指甲几乎都要嵌入掌心中。我就想知道是谁把我妈弄成这样的。医生深深地看了戴成颖一眼，都3年，别这样了，之前找我的只是问病情，协调民事赔偿的。3年之后，赔偿不是已经下来了，还有一些护理费用，他们每个月都得出钱。可能是不愿意出钱，所以找了警察来看一下，那些钱都是直接冲到你母亲的账户上的。肇事者不是已经死了？一个开货车的司机，他们家人还出得起钱继续赔？医生眼神闪躲，他注意到倒扣在文件架上的文件，伸出手来，阿姨，那个是我妈妈的诊疗记录吧？医生笑了笑，医院里的排班表。戴成颖端起纸杯，喝光了白开水，起身要再倒一杯。医生接过了他手里的水杯，我来吧。趁他转身的功夫，戴成颖拿起了文件，见了扉页，他便皱起了眉头。这分明就是诊疗记录。医生叹了口气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都是花了的钱，你是信不过我？戴成颖抬了抬眼皮，不是。话虽这么说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，一页页的翻过，直到最后一页。他指着最后的金额，这20W 是赔偿款。我没经手，你看转账人，我总不叫某某财政厅垫付吧？戴成颖放下文件，直勾勾地盯着医生，阿姨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口口声声叫我阿姨，还是不相信我？医生垂下了眼皮，显然很不高兴。我不是怀疑您收了好处，我好歹也工作了3年了，不是当初那个傻孩子。3年里一共赔了不下120万，一个死掉的货车司机值得家人出那么多钱？肇事者不赔钱 ，ZF 敢垫付？戴成颖眼神变得锐利，是不是买凶杀人？警察有跟阿姨说过什么？医生把碎掉的镜片扫进了垃圾桶里，一点一点地掰下上面的碎玻璃碴。成颖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他顿了顿，又接了杯开水，小口小口地喝了几口。最近医院在调查反腐，我们部门被举报，所以来查了一下诊疗记录，我们的压力很大。不过我绝对没有乱用过药，你可以等通报，看我是不是有贪污。他拿起诊疗单递给戴成颖，你随便找医生核对，或者去找别的家属对单子，治疗费不是最低的，你就直接去举报，我绝不怪你。我为了给你省点钱，有些药就偷偷报损了，报损多了些，所以被内部调查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他扬了扬文件，叹了口气，我就是怕你能看得懂，没想到还让你多心了，是我误会了。阿姨，您别怪我。戴成颖歉意道，我去看看我母亲。医生从衣柜里找了一副医用护目镜戴上，无奈道，把我眼镜摔碎了，害我只能戴一晚上这个了。您这样也很好看。走廊安静无声，房间滴滴的仪器声有节奏的低鸣着。戴成颖贴在母亲的胸口，我真傻，直到今天才明白过来，妈妈还真是被害的。仪器的鸣叫声突然局促了起来。妈，我不会去查的。他紧张的连忙道。仪器很快又平稳下来，他低声聊了一些瞎编的近况，直到天光将亮，走出了病房，笑了。原来我的傻是遗传妈妈的。第90，笃信。赏月呢？李艳站在门口叉着腰喝着感冒冲剂。江元周被扰了兴致，侧过脸没好气道，有意见？真有闲情雅致，真希望以后能找到和你一样清闲的工作。你还以为安排安保是闹着玩的？江元周顺手折了根梅花枝剔牙。不过最近还挺闲的，池万里短时间内不出国了，我也能跟池墨一起钓钓鱼了。有那么危险？还好吧，就是偶尔会来1-2次，国内大部分也就是威胁，国外就比较凶险了。但如果真在国内动真格的，还真不好办，毕竟不能带枪。还真有啊，你以为呢？怎么的，想抛弃池墨了？李艳耸了耸肩，我就单纯好奇，不过感觉来一下还挺刺激的。江元周捧着后脑勺，无奈道，你以为是警匪片啊？只有傻子才拿刀枪对付人，真正有手段的就像刚才警察局里的那个律师。就这么来一趟。江元周伸出2只手，10块。江元周，那还不如让我住1晚，10万里眨眨眼就能挣来的钱，你心疼个什么？又不是你的。不是这么说的，风险担着，好处不要你良心是安了，看人家钱揣口袋里难受，你非得10万里把闺女嫁给你不成？江元周丢了梅花枝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你在下一盘大棋啊。李嫣面无表情道，江阿姨最近推荐给你的小说我也看了。江元周，有钱人都那么傻，世界早就太平了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李嫣挠了挠脸，折腾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你鬼知道他们有什么弯弯绕。每次开车的时候遇上池万里和董事会那帮老棒子一部车，我都头疼。我劝你别多想，
不然一瓶安眠药都不够你1个月吃的。我都知道了。宽大的檀木办公桌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擦拭着桌面一个流光溢彩的新型摆件。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很足，男子只穿了薄薄的白色棉衣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。他转过身来，瞥了裘元琪一眼，怎么了？裘元琪靠在椅子，戴成影的那个妈。他打开折扇，笑而不语。吕清晨，你别装傻，借我钱花钱买戴老板的公司股份，还白白的把股份送给我，还明里暗里的让我要了戴老板女儿的经济合同。所谓关系紧密一些，你吕清晨的星辰娱乐还需要这种三流经纪公司？吕清晨坐回自己宽大的椅子上，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，取出一根，用桌面上断头台样式的雪茄剪处理完了，递给了裘元琪。最近古巴又开始禁运，雪茄价格都涨了。那天我叫秘书去把所有国产的都买了，尝了个遍，还是20块一支的最好抽，居然比古巴的雪茄都有味道。裘元琪皱皱眉，对于吕清晨无所谓的态度不满，还想说些什么。吕清晨敲了敲桌面，打断了他。元琪，我们认识不少年了，不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你父亲是我见过最有眼光的，能在楼市跌价的前夜把资产处理干净，我是花钱跟未来裘老板交个朋友，不是跟现在的裘元琪玩心眼。吕清晨笑了笑，我才想清楚，裘君之只给你一点钱，就是怕你赔光。你的赌性太大了，想赌一把，也不是你这么赌的。吕清晨拿起手中的打火机，俯身给裘元琪点燃了雪茄。你这只是古巴的，你买不到的，我叫人给你送一些过去。对了，一会再尝尝国产的，替我试试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。秘书不会跟我说实话。裘元琪抽了一口，被烟雾迷了眼。我不是傻子，既然没联系，你为什么要派人去医院？裘元琪忍着烟雾，紧紧盯着他，而吕清晨双手交叠，只是无奈的摇摇头。元琪，你还是不想交朋友？炸我，你道行还不够。他叹了口气，我能在这一行站得住脚，是因为交了不少朋友，当然也得罪了不少人。吕清晨指了指屁股底下的紫檀木椅，等你在这个位置坐几年，就知道在这里的规矩了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吃过几次亏，就能学会在规矩之外办成事的本事。当然，有人第一次坐上这个位置就能懂，那是天才。他伸出手指在两人之间挥了一下，你我都不是。你能查到的事，别人也能查到，恨不得我去死的人能占满这间屋子，我为什么还好好的坐在这里？说着，吕清晨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，想合作就不要这样和我说话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不信邪，可以继续查我试试看。裘元琪被惊得手一抖，雪茄掉在了地上。你再学刘备糊弄曹操？吕清晨垂下了眼皮，看着捡起雪茄的裘元琪。裘元琪拍了拍衬衫上的沾染的烟灰，把被烫出洞来的衬衫往皮带里掖了掖。就算你是曹操，我也不是刘备。就算我是刘备，你也不是曹操，我说的对吗？吕清晨听了却哈哈大笑。就算你是曹操，我也不是刘备。就算我是刘备，你也不是曹操。太妙了，哈哈哈！你父亲应该早点把手里的钱交给你的。裘元琪却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吕清晨收敛了笑容，摆摆手，我们是一路人，以后我们去楼下咖啡厅。我不喜欢在这里看到自己合同在我秘书的办公室，你去签个字就行了。什么合同？星辰10%的股份，不过你要出6000万。裘元琪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不公道吗？董事，给你一席，除了业务经理外，下面的部门你想参加随便安排人，包括财务。裘元琪的眼神变得炙热，当真？你一共也就7000万的身家，我也不好意思多要，好歹给你留点吧。吕清晨抬手看了眼手表，12点前秘书要下班给老婆过生日，请你的律师早点来。第91吕星辰。裘元琪签下了名字，把合同附件放进了提包里。明天上午8点，钱会到账的。明白。对了，私家侦探的费用我已经付了，您不要再给了。秘书捋了捋鬓角，不过我想他也不敢再收一次。裘元琪先是一愣，而后善然道：让吕总放心吧。对了，让那个小姑娘别再找事了。小姑娘？戴成影？什么事？不是你安排的吗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走出大门，裘元琪便拨通了戴成的电话。办公室内，秘书戴着耳麦，向吕清晨转述着两人的通话内容。银枪蜡烛头，果然没这个本事。吕清晨夹着古巴雪茄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别听了，一天到晚跟婊子聊7聊8，整天盯着裤裆的男人有什么出息？这是你想办法圆吧？持家不像这种货色，只要稳，不要接，明白？吱呀，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身后木门打开了，秘书识趣地抱着电脑走出了办公室。从房间里走出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。
抱着一只小熊玩偶，揉着眼睛。星辰，醒了。吕清晨连忙掐灭了雪茄，声音温柔。女孩睁开眼，埋怨道：“你又抽烟，实在是心烦，就抽了一口。”女孩探出头看了眼烟灰缸里的烟蒂，明明就是2支。啊不，1支半，这1支是别人抽的，我不管，给我1元5角。吕清晨从抽屉里取出硬币，按在女孩的手心里，伸手在座机上按了个键，叫吴妈上来给小姐洗澡，顺便把饭送上来。吕星辰埋怨道：“就不能哥哥给我洗吗？”吕清晨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头发：“你都那么大了，要么哥哥给你洗一次。”不要。吕清晨：“嘿，明天就能上学去了。上学可以，但是不能跟朋友晚上出去玩，要回家。你说800遍了，尤其是不能去浴室玩，那里水太脏了。你身体不好在家里洗，老是王妈给我洗，太没意思了。给你换个人。”换个男人吧。吕清晨。吕星辰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：“嘿嘿，我现在身体很好了，医生说只要别跑马拉松就没事，所以你别老管我了。”吕清晨翻了翻白眼：“我跑都够呛，你别老是那么调皮，在学校要跟别人好好交朋友，与人为善。我人可好了。”啊，对，你敷衍我。没有，就有。赔钱1块。吕清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卡来，明天就有钱打进来，你收着。吕星辰摇了摇头：“我就要1块。”清晨，上学路上，小电驴被交警拦下来了。陈诗诗扶了扶头盔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：“这位同学，你这样在路上很危险，不要在电动车上睡觉。”交警对李艳叮嘱一下：“注意一下你的女朋友，不是戴了头盔就安全了。”李艳从善如流的接受批评：“我会注意的。不过她不是我女朋友。”陈诗诗提了提口罩，点点头：“不是，我是他兄弟的女朋友，不过他昨天晚上睡在我家，我们喝多了。现在我们急着去跟我男朋友解释。”交警，你能给我们作证吗？交警，不然他会被我男朋友打死的。交警仔细打量了李艳一番，放下了口罩，脸颊微微抽搐：“李艳，早上好。如果真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跟领导请假，给你们协调。”李艳捂着脸：“陈，他胡说的。你怎么在这里上班了？伤还没好回不去刑侦？这里缺人，我就过来帮忙了。这事别跟罗嫣然说，你以后别做这种事了，不太好。”李艳无奈地辩解道：“真没有。”陈诗诗脸都埋到肚子里了，宁城盯李艳一会，内心挣扎着：“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这样，这次我可以帮你撒谎。李艳，下次再跟你解释。我快迟到了。”小电驴开走了，陈诗诗也彻底清醒了。话说你朋友真够义气的，还劝你向善，真是个好人。他竖起大拇指：“你怎么每天上学都困成这样？实在不行，让人开车送去吧。坐车里没意思，电动车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。”陈诗诗伸手指了指电动上挂着的包子，李艳从挂钩上摘下递给了他：“迟末什么时候去上学呀？”陈诗诗咬着包子，含糊不清道：“江阿姨说她学得很快，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了。”不错，她好有意思，我要是有这种妹妹就好了。陈诗诗掰着指头：“不过运动会她要错过了，校庆正好能赶上，我要跟她一起表演节目。”李艳摇摇头：“迟末暂时还不敢的，人太多了，容易吓坏了。”陈诗诗拍了他的后背一下：“你别太保护他了，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过一般人的生活？”有道理。陈诗诗奸诈的一笑：“我已经跟老师申请表演节目了，他也同意了。你到时候来做导演，演小品直接从网上找现成的背台词就行了。要什么导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要原创，好歹是编导专业的，别让人瞧不起。我现在已经够让人瞧不起了。”到了学校，进了教室，果然迎来的是一片鄙夷的眼神。张正打着哈欠从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走了过来，站在李艳身边后，用凌厉的眼神扫了一圈，别听风就是雨。三人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最后一排，依旧迎接着鄙夷的眼神。唉，毫无威慑力可言啊！李艳拖着腮帮子，玩着开心消消乐，以解忧愁。陈诗诗还是竖起大拇指夸赞道：“真帅。”张正老脸一红，昨天宋叶思回去的时候，下湖走一只流浪狗，他也是这么说我的。李艳翻了翻白眼：“谁问你了？”张正叹了口气：“我看论坛上有很多女孩子都约好了说要泼你一脸水，别泼粪就行啊，一会把你的雨衣借我用用。”陈诗诗挑了挑眉毛：“不至于吧？第92，你给太多了。你这件雨衣是真牛逼，连领口都能进不来水。”李艳脱下了帽子，捋了捋头发：“卧槽，连头发都不湿。啧，矿泉水洗脸，真奢侈。”
张正十分佩服他乐观的精神，蹲在垃圾桶旁优雅地点燃了一根烟，提醒道：“一会进食堂泼菜汤就没辙了，那玩意可烫。”李艳耸了耸肩膀，蹲在了他身边，拔了一株野花插在他的头顶，所以咱们晚点去吃饭，那时候菜汤也就凉了。为什么是咱们？张正横了他一眼，摘下脑袋上的野花，插到李艳的头上。叶思最近做实验忙得很，就只有吃饭的时候能见面，我还得陪你。李艳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放在他的头顶。张正拿下来看了一眼，居然是100的经验，压制住了他的恋爱脑。张正连忙揣进口袋里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给你办的妥妥的，早晚我得给你挡一次，够意思。一个女同学气势汹汹地提着矿泉水瓶过来了，滑，人渣，骂了一句，便跑了。李艳抹了把脸，水顺着头发流了下来。张正夹着烟讪然一笑，淋湿了就抽不了了，多浪费。李艳摸了摸口袋，伸出手来，少废话，带纸巾没真没道德，居然搞偷袭！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拉屎的纸都是从你抽屉抽的，我说怎么用那么快？那不能怪我，我们全班都用你的。李艳，两人扯了一会蛋，足有10几分钟没有人来泼了，但是大的要来了。对面一个小姑娘吃力地提着一桶5L 的矿泉水，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李艳挪动着，脸涨得通红。最后她终于放弃了，歪着脑袋望着李艳。叮！张正，李艳，小姑娘，井号39。张正，李艳，她该不会以为我会自己把桶提起来泼自己吧？李艳面无表情地戴上了帽子，想了想又摘了下来，反正也已经湿了，正好洗个头。张正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外卖？我好饿啊！”你早说呀！李艳甩了甩头，拿出手机递给张正：“吃什么？麻辣烫吧，有汤的就不要选了。我不是为你着想，想让你暖暖身子。”心领了。对面小姑娘的井号39已经开始抽搐了，见两人要走，她急了，拽住李艳的雨衣：“帮帮我！”李艳忍了一下，又忍了一下，实在忍不住，崩溃了，差点都要哭了。小妹妹，你多少讲讲道理，人家好歹泼了就跑了，哪怕不明真相，也算是为了公平正义。你这个公平正义有点太大了，我满足不了啊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把水提到教室里。你哭什么呀？李艳一愣，真的？小姑娘点点头，她从卫衣兜兜里拿出一大包餐巾纸，费劲地把它拆开了，拿了一张纸够了够，没够到，只能递给李艳。你自己来吧，头发都湿了，用完帮我提水。李艳抽出2张纸擦了擦头发，记得以后不要买那么大包的，2天就用完了。小姑娘接回了餐巾纸，塞进了卫衣兜兜里。为什么呀？这是我念了2年大学的经验。张正，这样啊？学长，我叫吕星辰，编导1年的。哦，我编导2年。吕星辰面露惊喜，那就拜托学长多多关照了。李艳提起了水桶，我李艳，这个是张正，我们班长，有事找他，他会关照你的。张正，吕星辰点点头，看向张正，这样啊，那就拜托张学长了。张正扯了扯嘴角，李艳已经走出去老远了。吕星辰小跑着追了上去，学长，别把我水拿走了呀。话音刚落，李艳转角遇上2个蓝色制服的人，拦住了他。为首的那个警员摸了摸帽子上的国徽，正色道：“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吕星辰止住了脚步，震惊道：“我就是开玩笑，他没拿我水，你们出警速度也太快了点。”警员看了眼小姑娘，又瞅了眼李艳，挠了挠脸，就这个小姑娘啊？他踮起脚看身后赶来的张正，这个就是你兄弟？李艳，解释清楚了。罗嫣然又低声问了一句。宁城真不是个东西。罗嫣然摸出了手铐，民不与官斗。李艳马上露出讨好的笑容来，真是个讲义气的人，那么关心老弟的事，我很心里暖暖的。罗嫣然满意的点点头，事情已经搞清楚了。走吧，你还真不要脸，被人泼了水还能笑？你看到了？本地微博刷到的。吕星辰完全搞不清楚，拽了拽罗嫣然的袖子，警察叔叔，他是帮我提水，没有抢。罗嫣然看向李艳，示意他怎么办。李艳无奈的把水递给张正，交给你了。陈渊的血了。雨衣还给你。李艳脱了雨衣，顿觉轻松，看向吕星辰，有什么事找张正，以后不要像我一样，要好好学习。你在里面也要好好改造。李艳、罗嫣然、张正目送李艳被押解走了。吕星辰叹了口气，没想到会帮我提水的帅哥学长居然也会犯罪，人还真是复杂。
我还以为会跟他产生更多故事呢。哥们陈渊的血本来就开心，遇上个开心果，就更开心了。张正笑道：会的，会的。然后他指了指自己，我也是个帅哥吧？吕星辰一愣，而后非常尬干的笑了笑，哈哈哈哈哈。帅哥，帅哥学长。张正不是没法忍受他人对于容貌的评价，但是和哥们比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我有女朋友，他没有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样啊，还没女朋友？我有机会吗？张正摩挲了一下下巴，认真思索了一下，打算挽回一个无知少女的心。他不太喜欢可爱型的，喜欢那种高冷的。他又想了想之前遇上的迟暮，也很难说，谈一天也行。我给你钱。吕星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钢镚，想了想又塞了回去，换了一个5毛的。张正的心顿时就平衡了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你给太多了。吕星辰。第93。老弟，我真的那么像那种人吗？李艳坐在警车上吃着罗嫣然赞助的小面包，罗嫣然拧开矿泉水递给他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认真了？不用，早就喝饱了。李艳撕着面包往嘴里送，拧成那个样子真不像会开玩笑的人，我还以为他当真了。其实吧，他还是有些怀疑的，特意找我求证了一下，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形象。需要警察叔叔帮助走上正道的小朋友。罗嫣然摊手道，他在我这更啰嗦，你就忍了吧，他那个样儿也没什么朋友，多陪他聊聊天。今天晚上我想吃螺蛳粉，你跟他说，你自己不会跟他要啊？我想要惊喜。你跟一个靠侦讯吃饭的演什么惊喜？罗嫣然挠了挠头，好讨厌啊，什么东西都瞒不住，生日惊喜什么的，一眼就被看穿了。你也够辛苦了，你也是，一天浪费了不少水吧。李艳，我们还是不要继续互相伤害了吧。罗嫣然叹了口气，话说能不能叫池老板别派律师来了，那个实习生都不想干了，我好不容易有个实习生可以知识的说，还来一次就10W 呢，发传单得5000个小时才赚得到。罗嫣然翻了翻白眼，解决这个案子10W， 不是来一次就给那么多，你以为印钱啊？哦，那让他多待会吧，你先坐会。李艳坐在不锈钢椅子上，瞅了眼柜台的抽纸，抽了一张继续擦头发，抬头看着今天的新闻30分。今日魔都警方打掉一张贴涉黄小卡片团伙，抓获2名发放小卡片人员。据悉，该团伙曾一夜张贴3000张涉黄卡片。李艳深深地叹了口气，20块1个小时啊。柜台上的女警员瞅了李艳一眼，你在同情犯罪分子？没有，公平正义我今天都体验过了，我哪能同情犯罪分子啊？李艳扭头看到坐在办公室里的律师，正恬淡地端着茶叶水，又叹了口气，坐回了不锈钢椅子上。对面有2人被铐在了椅子上。老弟，怎么进来的？李艳抬了抬眼皮，要是什么重刑犯早就被看押起来了，不会就这样铐在大厅里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李艳耸了耸肩膀道，一言难尽。你呢？犯什么事了？发卡片。李艳，你们打算招供不？招毛，最多关3个月，这儿的警察都不敢打人。卧槽，牛逼啊，那么硬，你们能挣多少钱啊？那可不老少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色外套，挡住了2人的视线，他们十分不满道，让让。中年男子转过脸，听话地坐在了李艳旁边。李艳身体一僵，对面的罪犯招了招手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我又不杀人，就是跟你聊聊。旁边的同伙也乐了，胆子那么小。李艳坐了过去，中年男子翘着2郎腿，似笑非笑地看着3人。李艳硬着头皮跟2人窃窃私语起来，渐渐的3人之间就充满了快活的气息。老弟，跟你聊天是真开心，你不是吹牛逼吧？能搞那么多钱？不行，咱们大伙，你留个电话。李艳退后了几步，拍了拍裤腿，看向对面的中年男子陈局，他们都交代了。陈康点点头，那我省事了。2个犯人，刚才不少警员路过都被陈康用眼神支视开了，偷偷躲在柜台上偷看，此时都出来敬礼了。乌乌泱泱站了10几名警员。2个犯人，李艳叹了口气，你们2个出来不会报复我吧？陈局好厉害的。2个犯人，陈康无奈的摇摇头，带走吧。带2人走后，陈康笑道，以后来我们单位上班吧。是他们俩傻笨儿，不太聪明。赶巧了，你诱供的手段还是可以的，高于我们基层警员的平均水平。不过毕竟不合程序，尽量还是少用吧。李艳，我没这个打算。那可惜了。您怎么来了？都上新闻了，不得不来。现在看样子可以走了。陈康笑了笑，多亏了你。
这里会流传我一句话都没说就破案的传奇，跟这个点协调办事就方便多了。您说笑了。柜台的小姐姐端来了2杯茶，当官的来就是不一样。沉默着喝了几口热茶，陈康叹了口气，可惜了，您太抬举我了。陈康看了一眼装傻的李艳，笑了，我是说陈瑜。李艳喝了口茶，您太抬举我了。你一开始就知道你救过陈瑜吗？李艳捏着纸杯，有一次看照片的时候，陈瑜翻到过合影，他可能忘了，可惜了。陈康又重复了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会带到的。对了，你的事不要太过追究，会影响侦查。陈康端着纸杯，拍了拍李艳的肩膀，走了。听说你破案了。罗嫣然眼中满是嫉妒。李艳点头，抖着腿，拿着筷子夹起一块鸡丁丢进嘴里，大口大口的嚼着。呐，小意思，手拿把掐，我的3等功啊。罗嫣然捂着脸，好不容易抽签轮到我捡的便宜，能和宁城吹牛的呀。李艳得意洋洋道，现在轮到我吹牛了。你知道这种傻子多少年才能碰到一个吗？喂，不发点奖励就算了，还说风凉话。李艳不满道。罗嫣然翻了翻白眼，不是给你打饭了吗？12块呢，也行吧，一会我再打包1份带走。第94证据。律师搬来椅子，坐到李艳身边，友善地伸出右手。你好。看他这张脸就像看10万块钱。李艳敷衍握了握，你好，李先生，如果不想亲自交涉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联络。要加钱吗？律师，哈哈哈，您真爱开玩笑，哈哈。李艳自己接了杯开水回来，那要加吗？我们收费是很公道的，一个 case 只收1次费用。哦，那您看需要怎么处理？还有的选。李艳喝了口水，从罗嫣然的抽屉里偷了一包旺仔小馒头。听10W 先生的高论。律师点点头，以我们已经掌握部分事实，可以朝着诽谤罪的方向走。至于是民事还是刑事，还要看法官的裁定。女性作为嫌疑人大概率是民事，但我有一定把握，最差也是缓刑。10W 不是。律师，我们能不能做得公道一些呢？律师一愣，公道什么意思啊？李艳，你的意思是不用处理的那么严重吗？李艳放下了旺仔小馒头，无奈道，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处罚？就是治安案件，道歉赔偿基本就行了。严重点的行政拘留3-5天的，他捋了捋领带。维护秩序是需要成本的，不是舆情特别严重。在这里，最希望的就是大事化小。哦，就这样吧。这很明显是故意犯罪，舆情没有大范围传播，但是正好能影响你的生活，这里不愿意侦查，我可以想办法找证据。要加钱吗？律师，要。那算了，好不容易能跟这样的企业家搭上线，要是能捞一个商业纠纷的官司就赚大了。没成想这个2代这么小气，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家教，为了长远利益，他让步了。可以不要。此时人来了，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。戴成先走了进来，朝着李艳讪然一笑。李艳挑了挑眉毛，身后紧跟着的戴成颖进前来鞠躬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上热搜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时间就找人撤了，也已经在我的抖音上发布了道歉视频，所以耽搁了一点时间。热搜？刚才正午12点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。律师微微一笑，不用找证据了，这就算情节严重的了。李艳却直皱眉。罗嫣然拿着一个小本子回到办公室，瞧了一眼戴成颖，你就是当事人？戴成颖露出了胆怯的模样，往后缩了缩，而后低着头道，是的。热搜是怎么回事？罗嫣然放下了笔，我不知道。罗嫣然搬来了一张凳子，示意他坐下。好，那学校论坛的呢？戴成颖端正的坐好，双手放在膝盖，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，挣扎了片刻，抬起头来咬了咬嘴唇。我是觉得你们不会处理，就自己注册了个小号发的。律师6。李艳的眉头却越皱越紧，这是来上赶着坐牢了，那自己可不拦着。律师也很愉快的给李艳的纸杯加了些热水。罗嫣然在本子上记下了这句话，接着问道，是因为感觉到有人对你的行为，然后误解是他，情况是这样对吗？李艳摇了摇头，这不可能，要是一直实话实说，哪怕说可能被别人剐蹭了，李艳都可以选择不起诉，接受道歉。可江元周可是录了视频的，如果有这一段，江元周肯定能知道，就不至于在动车上闹这么一阵了。对不起，戴成颖又鞠了一躬。影片的奖项，温爵的哥哥也已经帮你申诉了，我们不是你想的为了这个奖项而串通起来故意陷害你的。李艳扯了扯嘴角，敷衍的点头，能不能等我几分钟？一会温爵就会帮我带证据过来。李艳盯着他的眼睛，
你们要是算计到这个地步，你叫谁给你求情都没有用。戴成颖缩了缩脖子，戴成上前道：李燕同学，我妹妹她真的知道错了，怎么处罚都行，但我们真不是故意设计你，一个奖项而已，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我出去一下。李燕站起身来，顺走了剩下半包的旺仔小馒头。戴成颖低头撇了撇嘴，戴成果然是猪，这个姓李的能认识那么多人，能是一般人家的吗？不过他也无所谓，他没得到好处就没有嫌疑，罪罪不济也不过是听人指使的小配角，本来也是这样，只要不用坐牢就行了。一会再上个热搜开直播道歉，有受害人在，大家都会同情自己的角色，不知道晚上能赚多少钱，吸多少粉。现在合同在裘元琪手上，他看在温觉的面子上，也不会克扣自己。那妈妈很快就能去首都治病了，他捏紧了拳头。李燕在门口吃完了小馒头，温觉也过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递给他，诺，你的羽绒服干洗过了。李燕对温觉没什么怨气，她跟迟墨一样属于天真的女孩子，我就开个玩笑，我自己穿了一个冬天都从来没洗过。温觉脸红了红，那会有我的味道的。听了这话，李燕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重罪，抹了把脸。这个是在车上用这个手机拍的，哥他花了很多功夫买下来的。温觉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了手机递给李燕，你要看吗？李燕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意义不大的。你哥哥怎么会费那么多功夫呢？哎，温觉无奈道，他说是我的朋友，就把戴成颖签到他自己的公司里了，1个礼拜之前就签了，还不知道有这件事。现在他是老板，觉得自己对员工也有责任，还特意让我跟你道歉，你的奖他想办法让他们还给你，跟你哥哥说一声不用麻烦了。李燕笑了笑，你把手机送进去吧，我在这待一会，律师会处理的。那我一会来找你。李燕递过了纸杯，那正好帮我续杯水。PS 这一段下衣就能暂时过去了，忍忍吧。第95，高高在上。视频没有被剪辑，视频背景资料显示的时间也对得上。律师开口道。李燕点点头，那肯定对着上，差十几秒也没法判断。如果没有上热搜的话，诽谤罪还是悬，现在的话只要起诉就行了。李燕瞧了眼靠在门口认真下网棋的温觉，摇摇头，不用了，你帮我问问戴成颖愿不愿意单独和我谈谈。不一会，律师领着戴成颖进来。李燕看着坐在椅子上律师，你出去。带上门。律师，我本来是想较真的，但感觉这事跟你关系不大，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戴成颖松了口气，是啊，都是误会的，我有一点钱可以赔给你。李燕嗤笑道，别装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什么意思？他茫然地看着李燕，我出去就让律师起诉你。他咬了咬嘴唇，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李燕。李燕站起身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热搜是我买的，为了直播赚钱，我母亲是植物人，我需要钱吊她的命。戴成颖迎着李燕严肃的目光，你不要这么看着我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你可以查。李燕坐在长椅的另一侧，还有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了，我宁可戴成去死。你家里的事我没有兴趣，你老板呢？温觉的哥哥没有问题，我还得挣钱呢，有个后妈在。戴成颖早就学会了撒谎面不改色。李燕松了口气，好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不会起诉的，你也别扯到我。那你别告诉温觉。李燕笑了，你还在乎这个？怕老板不要你？我不想在戴成手底下，不代表我喜欢在裘元琪手底下。面对李燕轻蔑的态度，戴成颖没有忍住，身体有些颤抖。我和温觉只是朋友，你这种人高高在上，怎么会明白我的感受？我特么哪里高高在上了？我被泼了一上午的水，都没骂过你一句，你只不过是虚伪罢了。我草了，你他妈再说一句，吱呀！门开了，温觉一副雀跃的样子，我赢了也，这个可是职业棋手。李燕，好厉害啊！戴成颖，接着他才发觉自己有些失礼，看看李燕，看看戴成颖，你们聊完了呀？李燕点点头，回去上学了，学校也已经发通知了，不用再喝水了。戴成颖可怜巴巴地低下头，对不起啊。李燕磨了磨牙，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温觉拍了拍戴成颖的后背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戴成颖抱着温觉，嘤嘤嘤地哭了起来。李燕呲了呲牙，走出了审讯室，正好遇上了2个发小卡片的犯人。嗨，你们俩应该是立功表现吧？2个犯人，哥们，你们俩都上电视了，还以为能硬扛呢。你以为警察局不能领口供办案？那我俩还得谢谢你。后面的警察推了推他们，少废话，原本是3到7年，现在都3年以内了，你还不该谢谢人家。2个犯人，说话，谢谢 X2。李燕被这2个傻辈儿逗得开心了不少，
出来以后好好做人。送走了温爵，接着跟律师辛苦了几句，他自己打了部车走了。墙角，罗嫣然忙里偷闲地躲着打王者荣耀。在这你都能摸鱼？我们骗去案子本来就不多，现在是午休，你懂吗？赶紧走，给我送回去吧。打车太贵了，我帮你打。罗嫣然挑了挑眉毛，晋级赛生死局，搞砸了把你送回来关着。妥妥的，最近我可闲了，天天打什么段位，这把赢了就钻石了。我星耀7，要不是我没时间玩。于是警车驶出了院子，离开了闹市区。罗嫣然瞥了一眼后座的李艳，你小子是真能惹事。别说了，我就想安稳念个书，招谁惹谁了？半夜被池叔叔抓走之后，就没碰上什么好事。哎，你怎么不报警抓他，让我也看看热闹？他握着方向盘，似笑非笑看着后视镜的李艳，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陈局、池老板、裘老板、陈影帝，还有嗨，你干什么不发财啊？那个嗨是啥？那对双胞胎。罗嫣然横了他一眼，你还真惦记啊？那倒没有，我就怕他们和池墨一样有心理阴影。不会的，他家全是医生，有啥病早治好了。李艳，罗嫣然欲哭无泪，我他妈一个警察，居然被你这货套话了。我也不想知道，没事就行了。罗嫣然突然拍了一下方向盘，对了，最近我们局里要拍反诈的片子，你给我写几个剧本呗。李艳抬了抬眼皮，写几个？你以为甩子呢？就3分钟的那种短视频。李艳点点头，多少钱？罗嫣然，总不能打白工吧？入选了奖励200，我们局里出。几个？30个。是1部200，还是30部？你还想把30部包圆了？我们跟附近的学校都联系了，我给你内定1部算不错了，钱没多少，但能署名呢，往上评还有奖励。算了吧，最近灵感枯竭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罗嫣然在校门口停下了车，下去吧。李艳递回了手机，永别了。罗嫣然看着李艳午后朝着校门口奔去的背影，她无奈地摇摇头，拿起手机按亮了屏幕。罗嫣然的笑容渐渐凝滞了。PS 日常目有大纲，有点难写，好在主线有大纲，混了好多，感觉有点状态了，之后就慢慢衔接。另点我头像加群有更新提醒哦。SKR 第96幽默感，编导这种就业老大难的专业，在新媒体时代迎来了第2春。最不济的也可以做剪辑，在魔都就业其实不算差，可相较于同等学历的理工专业，平均工资就要低不少了。但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，那肯定有追梦的因素在。一下课，被辅导员鼓励的学生们就拿起手机开始录视频，无非是国际政治、中东局势、爱豆塌房的内幕，以及母猪的产后护理之类的。不过等过了这个学期，他们就会明白，没什么卵用。那些专业的东西，有专业的人在聊，哪里轮得到卷了3年高考没工夫看闲书的他们了。而吕星辰刚来上学，被大家的努力感染到了，但他又不认识班级里的同学，不知道怎么参与，于是从班级的前门出去，从后门进到另外一个教室。这里的景象完全不一样。张正摆出一套拼多多19.9包邮的茶具，向陈诗诗第一次表演山东派系的茶道。而李艳已经参加很多次了，拿起自己专属的瓷碗，滋溜滋溜地喝了几口，中，这位推中了，从女朋友实验室顺来的纯化水，果然非同凡响。张正眯起了眼，吕星辰，陈诗诗，你放出来了呀？那个坏女人怎么处置的？吕星辰自然也知道了，他的辅导员说过这事了，警察叔叔说知错就改善莫大焉，就让他道个歉就好了。这样啊？陈诗诗让了半个屁股。吕星辰受宠若惊地坐了另外半边凳子，嘿嘿一笑，我们班级里的同学都好忙地说，你们怎么没有事情做啊？唉，没辙。陈诗诗叹了口气，我们本来也能忙的，只是有人不想参加。吕星辰瞅了瞅张正，张正摊了摊手，看向李艳，于是吕星辰也看向李艳。李艳滋溜滋溜，唉，大学生活好无聊啊，那我来上学干什么呢？大家都一样的，哪有那么多惊险刺激的体验，等上班了想无聊都没机会了。吕星辰拿起小杯盏，咂摸了一口，发现味道还行，就喝进去了。张正一副十分满足的又给他斟上一杯。上大学不应该是激情澎湃，参加各种竞赛，然后走上人生巅峰吗？陈诗诗还想争取一下。对，吕星辰非常赞同的点头。你没来上学之前当演员的时候，对于隔壁学表演的来说就已经是人生巅峰了，可现在是编导专业啊，有剧本不写，
我不就白来了？只有导演、演员、编剧都会的人才能成为传奇，在影史上留下名字。吕星辰点着小脑袋，对，听说导演可厉害了，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。我才来的。陈诗诗，张正，你已经掌握了这个职业的本质。李艳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欣慰的点头。吕星辰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嘿嘿，我还没那么厉害啦。陈诗诗没忍住给李艳的脑瓜子来了一下，你少带坏小姑娘。吕星辰摊手道，我开玩笑的啦。不是，你们就光练我一个人。李艳没好气的揉了揉脑袋，写剧本，你们不动笔怎么写？光用嘴指使我。吕星辰专业捧哏的，双手抱胸又点上了头，有道理啊。陈诗诗，那怎么写嘞？反诈的题材我不太懂啊。吕星辰，对啊。李艳，你先随便编故事，我给你们想想办法串过去。吕星辰点点头，好好。上课铃响起，张正利落地把茶具塞进了抽屉里。吕星辰嗖的一声回了教室，蒋老师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，在黑板上写今天的板书。今天讲传播学发展史，李艳对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的，毕竟自己也被传播过几次，便拿了笔记本认真听课。陈诗诗则开始了自己的剧本创作。10分钟之后，陈诗诗拽了一下李艳的袖子，我不知道后面怎么写了。他看向陈诗诗，苦思冥想10分钟的创作。那是一场雨，好大的雨。男主人公在雨里拥吻女主人公。李艳愣了10秒钟，陈诗诗趴在桌子上，写不下去了。要么你教我，要么你帮我写。这个场景作为最后一幕非常打动人心。此处的雨在电影中应当表现为情绪，或压抑，或宣泄，或悲凉。你可以往这3个方向上努力，让影片贯彻这种核心的情绪，描绘一下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什么。Understand？ 陈诗诗恍然大悟 I come。 5分钟之后，陈诗诗拽了拽李艳的袖子，我又不知道后面怎么写了。李艳接过本子，一个阴天，男主人公嫖娼被抓了，经历了许多事之后，女主人公原谅了男主人公，最后是一场雨，好大的雨。男主人公在雨里拥吻女主人公。李艳看了一眼剧本，愣了30秒。陈诗诗依旧趴在桌子上，实在写不来。你说你会圆的？李艳微微一笑，勉强绷住了。设计得很巧妙，贯彻了宣泄的情绪，但是故事不够完整。一些男主人公为什么要去嫖呢？女主人公为什么要原谅男主人公呢？这件事说清楚，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剧本了。Understand？ 陈诗诗摇摇头 I don't come。 李艳，张正拿过剧本看了一眼，没绷住。他没绷住，导致李艳也没绷住，2个人没绷住，辅导员自然也绷不住了。李艳，张正，站起来，你们2个笑什么呢？张正瞅了眼李艳，马上选择出卖队友。他给我看了眼自己写的剧本，太精彩了，我没忍住。陈诗诗已经社死到趴在桌面上了。李艳磨了磨牙，好歹陈诗诗是公众人物，传出去就不好了。就是个大纲，写完了交给您。蒋老师怒气减了3分。之前李艳提过一嘴不想从事这个行业了，让他还挺在意的，没想到是装的呀。他就地取材，继续讲课。短视频的传播要素里，幽默感是很重要的，用最重要来评价也不为过。而镜头的幽默感是最难捉摸的，而从文字诉诸于影像，表现力将会天差地别。蒋老师走过来，伸出手，我们先体会一下李艳同学对于这种幽默感的表达。李艳，第97。赞助，老师好厉害啊！没想到你随口就能讲一个冷笑话，难怪能当大学老师。对，好厉害的。蒋老师疑惑地看向突然冒出来的吕星辰，你是哪个班的？编导1年的。我找李艳同学帮我看剧本。蒋老师起了兴趣，接过笔记本，我来看看。我在马路边捡到1块钱，交给警察叔叔，他收了以后跑掉了。原来他是个假警察。学习成绩怎么样？吕星辰疑惑地歪着头，什么意思呀？成绩好的话可以转专业。吕星辰，他委屈巴巴地捏着一缕小辫子，看着李艳。李艳背着手，抬头吹着口哨。不一会，陈诗诗打开了一条门缝，偷窥了一下，发现情景没有想象的那么紧张，敲了敲门，喊了声报告，进来吧。进门后，陈诗诗十分诚恳地向蒋老师道了歉。蒋老师温和的一笑，指了指别的工位，随便找个凳子坐吧，顺手给他们倒了开水。还在罚站的李艳见了直翻白眼，还真是区别对待。我看出来不是李艳的笔记，平时听课挺认真的，今天怎么开起玩笑来了呀？陈诗诗不好意思地搓着手指，那个是我写的剧本。还没等蒋老师发话，吕星辰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学习成绩怎么样？
李艳接上话茬，成绩好的话可以转专业。爷 ，X2。蒋老师双手抱胸，用严厉的眼神看向李艳，知道同学学习上的困难，你不帮助就算了，还说风凉话，不管几个字，都是诗诗怀着热情写下来的。李艳，这是您刚刚说的。闭嘴！李艳指了指吕星辰，他刚刚也说了，他还是小孩子，你跟他比？李艳，吕星辰骄傲地挺了挺没什么料的胸脯，陈诗诗高傲地伸了伸腰，露出长者笑。吕星辰，两人之间的 PK， 师生二人并没有在意，蒋老师更多的是考虑李艳的问题，而李艳考虑的是今天晚上王者荣耀能上几颗星的问题。他靠在椅子上，拿笔点了点桌面，你要负责教他们完成剧本，至少要到入选的水准，否则操行扣10分。我的课你的成绩是不及格，这可是区里公开征集，您跟我开玩笑吧？李艳扯了扯嘴角，征集什么的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周末就不能跟迟墨钓鱼了。好不容易在迟家有和自己心意的娱乐的说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说话一向算话他，瞧了眼陈诗诗，诗诗说要在校庆上演短剧，那个本子你也给我搞定。李艳推诿道，我怕班级里的同学会有意见，他们也想参加的呀。他们能有什么意见？之前骂的那么难听，还好意思对你有意见？全当是补偿了。李艳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摆摆手，剧本我接受，补偿就不必了。我要那玩意干啥？蒋老师露出了神秘的微笑，伸了伸手，3个脑袋凑了过来。我刚收到消息，这次校庆有人赞助，每个班给3000的预算，原创剧本奖励500-2000不等，从彩排开始 ，PD 300一天，演员81天，最后是评选，哪怕鼓励奖都是超市卡500。OK， 我接受。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李艳果断点头，班级里选也行，保证他们心服口服。什么？吕星辰的反应更加夸张，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我们1年辅导员的办公室在哪儿？我们班还没人报名呢。蒋老师指了指隔壁，云淡风轻道：去吧，李艳会帮你搞定的。吕星辰拍了拍李艳的肩膀，帅哥学长，得了1等奖给你150，然后嗖的一声消失了。蒋老师端起了茶杯，望向吕星辰潇洒的背影，真是个活泼的女孩子啊。李艳无语凝噎，老师，你真会做顺水人情。那必须，每年教师节我收的水果都吃不完的。厉害，厉害，哪个企业赞助的？好阔气啊。陈诗诗打断了舔狗李艳，好奇地问，好像叫什么阡陌投资。我查了查，是东风娱乐新成立的子公司，主要投资文娱行业的。我听说老板背景很深。李艳，你要抓住这次机会。蒋老师语重心长地交代道。诗诗也是，如果这次做得好，还能有一定的曝光度，以免你在这念了几年书，人家都忘记你了。陈诗诗，李艳，诗诗就算了，瞧不上属实正常。李艳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李艳扯了扯嘴角，不敢，不敢。陈诗诗摇了摇手，干这一行对金主都是有信仰的。老师，你应该尊重我的职业操守。那是我唐突了。蒋老师非常欣慰地看向陈诗诗，难怪你能红，有你在曝光度会高一点，但是校方绝对不勉强你参加，我听从学校的安排。陈诗诗含蓄的一笑，对了，过段时间我们班应该会再来一个插班生，那是我朋友李艳。蒋老师叹了口气，最近插班生好多呀。系啊，系啊，这节下课是大课间，下节课上完就放学了，大家都拿起了手机打王者荣耀，而李艳作为 VIP 用户，拿起手机跟门口小摊的老板们预定了迟末的饭前小点心，一个榴莲千层，一个加蛋加火腿肠加里脊肉的手抓饼，10个拇指煎包。李艳看向陈诗诗，你要吃些啥？她摇摇头，最近在迟叔叔家都吃胖了，不敢再吃了。吕星辰看了看陈诗诗的胸口，又看了看自己的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为什么不吃饭也能长大呢？李艳看向新认识的小朋友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预定，不然出去得等好久。吕星辰戳了戳手指，委屈巴巴道，我的钱都充饭卡了，没有钱给你。没事。吕星辰眼睛里闪着小星星，竖起了大拇指，帅哥学长，你真大方，到时候你让我刷饭卡就行。吕星辰，第98拱火。嗨。迟末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打了个招呼。李艳熟练地拿起小板凳放在前座上，把手抓饼塞进了他的手里。他反过身坐在电动车上，嗷呜嗷呜地吃着手抓饼。李艳为了照顾他，开着小电驴在院子里绕了好几圈，等他吃完了手抓饼，才把车停到了地下室里。迟万里难得这个时间在家里，跟江鸾聊着什么事，见到女儿一副快乐的样子，他就有点不快乐了。作为父亲，女儿因为另外一个男人开心，
那种感受实在是难以形容。家里什么车都有，什么菜都能做，结果坐个电动车，吃个手抓饼就开心成这样。池万里忧愁地叼着烟，眺望天边的晚霞。江鸾也是拿着活宝没辙，你猜猜是谁非得把他抓来的？此时，陈诗诗已经换完衣服，赶来蹭饭了。阿姨，池叔叔今天也在啊？你好忙哦，老是见不着面。池万里宽厚地笑了笑，想吃什么？我叫人给你做，都可以，我不挑食的。池万里笑道，你和池墨都挺好的，不挑食。池墨就喜欢蔬菜和猪牛羊肉鸡鸭，进口的还嫌有味道，就委屈你陪池墨朴素一些了。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家常菜，在家里都吃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寒暄了几句，陈诗诗坐在了榻榻米上写剧本。池墨和李艳刚从地下室上来，他心情愉悦地拎着小蛋糕在江鸾面前炫耀了一番，才发现了池万里。池墨双手背在身后，像是视察下属一样，对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跑去冰箱给李艳拿可乐了。池万里，帮爸爸拿一听啤酒。池万里不死心的道。池墨侧过头来看了看他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绿色的雪碧，扬了扬。池万里面带笑容，也可以。他小跑着过来，把雪碧放在了池万里面前，又跑开了。觉得奇怪，又扭回头看自己的亲爹。叮！池万里掩着面，摆摆手，去吧。待池墨转身，江鸾抽了张纸巾，没办法，就算你不想，他也已经长大了。池万里打开了易拉罐，倒进了透明玻璃杯。我出了钱，什么也不能给他，关键是这孩子也不要钱花，一个煎饼就够了。咕咚咕咚咕咚，他忧伤地举起玻璃杯，一饮而尽。给男人倒是送车，还得我掏钱，你说谁能受得了这委屈？江鸾，我完全写不出来，让我看看你写的。陈诗诗每不满意一次，就会扯掉一页。到了现在，笔记本只剩下了壳，只得向李艳求助。而意志力不坚定的李艳已经被池墨引诱，放弃了创作，和池墨一起快乐地玩植物大战僵尸。被陈诗诗 Q 了一下，他才猛然惊醒，尴尬地把电脑给池墨，摆出一副凝重的样子。我今天没有灵感。池墨，江鸾摸了摸池墨的脑袋，他们要做作业，你先学习一下，以后也要做的。池墨捏了捏拳头，点头，目光烁烁地盯着李艳。快点，现在两个人听你讲课了。陈诗诗催促道。李艳揉了揉眉心，谁放学了还老是盯着课业，不想着摸鱼的？只有像陈诗诗这样那么多年没上学的学生，才会那么有热情。你知道写剧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陈诗诗问江鸾，借了一本笔记本，拿起笔打算记录。听了这句话，认真的思索了一下，没想到能够正中回答的答案，他便摇了摇头。李艳脸色严肃，热情是热情，热情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写出完美的剧本的意志，能够让你克服一切困难。啪啪啪啪啪啪，池墨非常捧场的鼓起掌来。李艳羞涩的一笑，陈诗诗，你在忽悠我，我就告诉辅导员。他指着池墨，要是热情有用，你早就跟池墨结婚了。江鸾，池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池墨有一种很受伤的感觉。门口抽烟的池万里和江元周动作整齐划一的丢掉了烟头，撸起了袖子，结果被江鸾一眼瞪了回去。两个人捡回了烟头，蹲在墙角继续抽了起来。李艳这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这人码字都快码疯了，什么话都敢说，连忙递过去一个苹果让他消消气。陈诗诗接过恶狠狠地啃了一口，一边的池墨拽了拽李艳的袖子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李艳拿起一个苹果给他，他做了一个削皮的动作，结果李艳乖乖地拿起削皮刀给他削皮，看得陈诗诗一口苹果差点没噎住。写剧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李艳削苹果的速度飞快，一整根苹果皮都没断。啪啪啪啪啪啪，池墨又鼓起掌来。陈诗诗有理由怀疑，这孩子是故意的。他露出了甜美的笑容。你一定给女孩子削过不少苹果吧？怎么会那么熟练呢？好奇怪哦。池墨缓缓转头，露出和善的微笑。叮！李艳双手握拳抵住鼻子。写剧本最重要的是能卖钱。还没等陈诗诗开口，李艳马上打断施法，这是真心话，而且老师教的也是这样。我没说你说的不对。陈诗诗无奈的摊手，商业化一定是目标，我是拍网剧的，那种剧组是更加纯粹的利益导向，观众喜爱就是目标，这一点我懂。还有呢？池墨，叮，我们现在不是要抓住观众的心，而是要抓住评审的心。李艳叹了口气，我们要写的是反诈的剧本，给外行看的，这种本子最麻烦了。陈诗诗点点头，要写的通俗易懂一些，还得有趣。写这种故事难度是很高的，但我连艰深的都写不出来，只能写简单的。错，
大错特错，门外行一定要搞得复杂一点，最好让人看不懂，又好像有一点能看懂云里雾里，要有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。总之，脚本字数越多，他们觉得越赚，就越能通过。迟末 ZZZZ。PS 昨天给我卡吐了，搞到现在才搞好，今天开始搞点存稿，不然老出意外。第99。妈，内容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？陈诗诗费解地看着李艳，李艳熟练地从茶几里拿出一床毯子盖在迟末身上。内容当然重要，但通过才是第一目标，想赚钱的话，也得先过制片和投资人这一关，否则不是毫无意义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更不想写了。对了，陈诗诗。看到陈诗诗的表情，李艳又紧张起来。写故事怎么教？根本没法教，要么这样，你不要在意什么反诈之类的框架，随便写一个故事，结构完整不完整的都无所谓，只要算是一个故事就行。我给你接上，什么都行。当然，早说不就好了。回去睡觉了。李艳松了口气，再见。人一走，迟末睁开眼，植物大战僵尸。两个人快乐的继续战斗。一个温馨的小房间，床架上挂满了粉色的星星。吕星辰光着脚趴毛皮地毯上，进行着艰难的创作，感觉到身后有一股视线，他连忙把本子合上，半坐起来，把本子塞进睡衣里。你别偷看，你在写葫芦娃的故事吗？怎么主人公还会喷火？反诈宣传片的剧本，学校的作业，反诈还会喷火吗？吕星辰撅了撅嘴，你别管，反正我认识的学长能给我圆。他歪头看着吕清晨，你不准查他们，我的好朋友人都很好的，才一天你怎么知道他们很好？他们给我提水，还给我泡茶喝，还请我吃了排队都吃不到的好吃的。虽然我要用饭卡还钱，最重要的是还答应带我挣钱。吕清晨实在无法理解他一天的功夫到底干了些啥。你确定你去学校了？去了，不然怎么连剧本都会写了？你那个也算是剧本？停！吕星辰鼓起了腮帮子，除了老师以外，他们都没说写的不好。那个最会写的学长还说我写的非常精彩。不要怀疑自己，继续努力。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？吕清晨皱起了眉头。再停！吕星辰在胸前打了个叉。就是老师鼓励我组织表演节目，让我挣钱，还逼我新认识的学长帮我。吕清晨脸颊微微抽搐。你那是什么学校？要是你欺负我朋友和老师，我就不跟你说话了。对于哥哥的10万个为什么，吕星辰只能下最后通牒了。他无奈的摇摇头，长大了，管不了你了，你早就应该有这个觉悟了。吕星辰非常欣慰的点了点头。他从睡衣里拿出本子，塞到了枕头下面，掀开了被子，钻进了被窝。我要睡觉了，明天我要7点起床去上学。昨天做噩梦了吗？吕星辰闭上了眼。要不要吃安眠药？医生说1个月最多只能吃2颗，今天不吃了。那你别勉强自己，可以请1天假。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，别累坏了。我不要，食堂有小笼包吃。大个子答应帮我排队的。大个子又是谁？泡茶的。啊 ！ZZZZZZ。两边是惨白的墙壁，脚下是冰凉的白色瓷砖。在封闭的走廊内，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，朝着远处看去，这里像是无限延伸的空间，看不出尽头，能看到的只有一片沉沉的黑暗，耳边萦绕着让人不安的滴滴声。忽然，一个血红的矮小的人影缓慢着朝他走来。吕星辰缓缓后退，一阵寒风吹过，人影骤然变大，朝他飞扑而来。血液滴滴答答从人影中渗出，滴落在瓷砖上，一滩滩血液很快便如蛛网般蔓延，眨眼间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血色。吕星辰认命似的蹲下身，闭上双眼，浑身颤抖。中，这个位推中了。吕星辰睁开了眼，周围的血色没有改变，但中间突兀的出现了2张拼在一起的课桌，上面还有一套非常廉价的茶具，从女朋友实验室顺来的纯化水，果然非同凡响。吕星辰站起身来，惊愕道：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里好可怕的，快走。李艳，哦，那再见。吕星辰愣了愣，而后叉腰气哼哼道：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这时候不应该说有我在？不用怕吗？我这个人一向最尊重妇女意愿了。那你待着吧。也行。张正坐在椅子上都比他个头高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为什么在发抖？有血，还有黑色的影子，他每次都会吃掉我。陈诗诗让出了半个屁股坐，这一次吕星辰直接拥住了他。陈诗诗叹了口气，拿出了笔记本，帮我看看怎么样，成绩怎么样？成绩不好的话可以换个专业。吕星辰看向李艳，不解道：你这次怎么不配合了？
李艳一副沉思的模样，我在想她穿着裙子是怎么随手掏出一个本子来的。陈诗诗，吕清晨站在床边，看着笑得在床上打滚的吕星辰，松了口气，给他盖上了被子，拿起螺丝刀安上了护栏。清晨，被闹钟吵醒的吕星辰头发乱糟糟的坐了起来，又躺了下去。算了，今天不去了。想了想，又坐了起来，还是去吧。然后又躺下了。3次之后，他还是认命的起床了。刷牙、洗脸、梳头，不一会，吕清晨就看到哭得抽抽搭搭的妹妹从卫生间里出来了。他快步走过去，怎么了？我头发梳不好了。他们心中美少女的形象第2天就要崩塌了。吕清晨眼皮跳了跳，叫阿姨给你梳。那没事了。吕星辰松了口气。对了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新的噩梦，太可怕了，他们都说我太可爱了，非得要我陪他们玩，拉来拉去的，害得我腰酸背痛。吕清晨，你开心就好。第100寻常的一天上，气温还没有到开空调的时候，但已经开始落霜。天气一冷，李艳就缺觉，主要是昨天跟迟墨玩植物大战僵尸，玩到凌晨2点。第1节课是比较好说话的老教授，他就裹着羽绒服趴着补觉。同桌的张正偷偷往嘴里塞小笼包，另一边的陈诗诗正在奋笔疾书。喝豆浆吗？陈诗诗摇了摇头，不要，你自己喝吧。张正拿起了灰尘扑扑的热水壶，往杯子里倒了一杯豆浆，从口袋里揣出2包调料，撕开1包酱油，1包辣椒油倒进了杯子里，拿一次性筷子和弄，豆浆开始凝固了。陈诗诗，你哪儿来的一热水壶的豆浆？张正微微一笑，跟打饭阿姨是我的山东老乡。你的调料呢？都是外卖的小料包，还有一抽屉连臭豆腐味的都有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口味很独特。不了，给我来一杯甜的吧。陈诗诗递过了自己的杯子，白糖、红糖8。张正推了推李艳，从你这拿点东西。李艳拱了拱身子，张正拿出一颗红糖块，给陈诗诗冲了一杯豆浆，接着前排后排，只要保温杯是空的，都雨露均沾了半杯。早上的第1节课很快就过去了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吕星辰大摇大摆地进了教室。5分钟后，张正，我星号的，喝豆浆就喝豆浆，非得加臭豆腐酱，你是有啥大病？李艳骂骂咧咧地苏醒过来，抬头就看见吕星辰拿着一次碗，大口地喝着咸豆浆，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李艳，勺子的动作却一点也没停。你吃这玩意不怕吐？吕星辰翻了翻白眼，我又没怀孕。周围的同学因为被豆浆收买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而张正像老大爷似的拢着袖口，艳啊，你也该接受一下新鲜事物了。2年了，你一口都没试过，今天小吕第1次就接受了挑战，你也试试看，保证提神醒脑。李艳沉思了片刻，看着吕星辰大口的样子，他动摇了，那给我也整一点。于是大课间的晨跑 ，you， 吕星辰和李艳2个人趴在操场边，吐了个痛快。吕星辰双眼通红的看着李艳，幸好有你在。哦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不然别人非以为我怀孕了不可。2人吐了个天昏地暗。晨跑结束，2个人洗了把脸，出发前往小卖部接受张正的补偿。我给忘了今天要晨跑来着。张正讪笑着摸着冒着热气的板寸头。吕星辰举着2个热狗，口袋里揣着一根甜玉米，愤愤不平的样子。小笼包白吃了，明天我再给你买。明天的特色是猪油拌面。食堂换了厨子以后，每顿的限量食物都特别好吃。自从知道吕星辰是插班生以后，张正特别照顾他。吕星辰狠狠嚼着热狗，那这次先原谅你。张正点点头，那明天试试看榴莲糖冲豆浆吧，那个也好喝。吕星辰十分机灵的起了疑心，结果被张正挑着大粗眉毛怂恿了几句，他还是接受了挑战，喝就喝。说着他看向李艳，你呢？你当我是大傻逼？一个风尘仆仆的老面孔迎了过来，超市聚餐不叫我。李艳见到文海，递过去一根烤肠，马上运动会了。我刚才还看到你在操场上画线，忙得很呢。运动会倒是没什么准备的，按老样子来就可以了，就是学校比较重视校庆，现在就开始准备了，事情那么多，表白墙还扔给我管。文海2口就吃掉了烤肠。你们俩闲的话，中午来帮忙吧。不去。中午和叶思说好了一起吃饭的张正毫不留情的拒绝。文海看向李艳，我也不去，跟学生会玩不到一块去。谁叫你要做烂好人的？我可打算中午开始写演出的脚本，没办法，总要有人做的。文海叹了口气，不过你参加演出倒是帮助更大。吕星辰左看看右看看，直到文海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，他才打了个招呼，嗨，你好。文海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。
吕星辰艰难地挣扎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把玉米掏出来。你饿了吧？这个给你吃。文海非常感动地婉拒了，弓着伸手放在他的头顶。他们都没看出来我饿了。谢谢你，小妹妹。你是超市老板的女儿吗？吕星辰的笑容皲裂了，拍开了文海的手，打开塑料袋啃着玉米。他大衣的李艳提醒道：文海。张正翻了翻白眼，早上起不来，不吃早饭能怪谁？三个人留下了绝情的背影，往教室走，留下一言不慎导致被狠狠嫌弃的文海，在风中凌乱，真没礼貌。吕星辰愤愤不平地啃着玉米，问道：运动会你们报了什么项目？张正：铅球和标枪，今年限制一个人最多报2个项目。唉，李艳：我报了5000和3000米。就你？吕星辰不屑地撇撇嘴。李艳晃了晃手指：去年这2个项目我都得了第2。就这，呵呵。吕星辰脑中金光一闪，食指按在眉心，做出了柯南的标志性动作。莫非在学校里有你一生之敌，样样你都比不过的那种同学？你说那2个金牌是不是同一个人拿到的？恭喜你，猜对了。李艳点点头。吕星辰一副早已看透一切的样子，告诉我是谁，我帮你下药搞定他。编导专业的荣耀由我来守卫。啊，对，李艳敷衍的点头。那人今天刚给你下了药。吕星辰看了眼笑得眯起了眼的张正，陷入了沉思。我果然是一叶障目了。那我们赢定了。张正叹了口气，刚才说了，今年除了集体项目，每人只能报2个。那好吧，到时候能摆摊卖水吗？吕星辰搓着手。李艳瞥了他一眼，有志愿者不能卖，愿意送的话随便你。那可以送臭豆腐味的豆浆吗？你的意图太明显了。吕星辰叹了口气，我第一次参与运动会，不能参加总得帮帮忙吧。你可别添乱了，要不是班主任已经给我报上去了，我都不想参加。都1个月没跑了。李艳摸了摸逐渐消失的腹肌。 PS 终于100了，撒花。第101寻常的一天中，李艳吃着食堂的午饭，翻着陈诗诗的一上午的作品。有什么意见吗？不错，字写的挺好看的。陈诗诗眼中透出杀气。李艳噎了一下，你还没完成，我如果让你改，你接下来就更写不下去了。很差吗？陈诗诗看起来有些沮丧。不，李艳摇摇头，意料之外的好，这是一个可以用的故事，我怕你虎头蛇尾，所以才不敢鼓励你。陈诗诗立马露出了笑容，我会写完它的。对面的吕星辰把腮帮子鼓鼓的，斜着眼看人，真是一个狡猾的男人。这口太大了，他噎住了。叶思给他递过了汤，慢点。吕星辰喝了口汤往下顺。你在挑战自己的喉咙的极限吗？张正乐呵地看着吕星辰。吕星辰摆摆手，这次失误了，我能一口吞下一个饺子，都不用嚼。张正早就吃完了，拿了根牙签剔牙。你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。吕星辰身形一僵，很快又挥舞起饭勺，是很不容易。吃完饭，几个人逛着校园消食，路上打量陈诗诗的人少了许多，以前偶尔会偷拍的人渣，现在也没有了。一来是习惯了，二来张正的威慑力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，可真动气的时候，一般人是吃不消的。吕星辰左瞧瞧右看看，发现远处一对手牵手的情侣，双手抱胸，啧，还真是青春呐。陈诗诗也是头一回在学校内逛，这种轻松的感觉他已经许久没有体验过了。大学生活真好。张正翻了翻白眼，跟李艳小声嘀咕着，他们在感慨些啥？你要是饭卡一次能充2万，你也能感慨。张正一副忧愁的样子，我们山东人只有考公上岸才有感慨的资本。大哥，你才大2，在我们那，除了高考之前那10几年属于保护期之外，剩下的日子都只有这一个目标，否则吃席都只能做小孩那桌。说着，张正动起情来，你知道小孩那桌是什么概念吗？连酒都不能开，我已经错过了好多瓶飞天茅台了。李艳挠了挠鼻子，你不顺走，谁跟你说没顺走了？李艳逛了一圈，宋叶思回了实验室。张正频频回头，人又不会跑，你担心什么？李艳打了个哈欠，回去睡午觉。刚刚有个人好像跟叶思关系很好的样子。李艳是拿张正没辙的，自己天天看纯爱的动漫，可认识的人里，没有人比张正更像纯爱漫画的男主角了。你说那个秃顶？吕星辰无奈的摊手，他没你帅，就算贴上假发比你好看点，也打不过你。话音未落，秃顶从一行人身边走过，瞅了一眼吕星辰，摇着头离开了。吕星辰，张正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叶思的学术生涯毁了，
他缩缩脖子，可怂的样子。我去道歉吧。张正拍了拍他的脑瓜顶，我去吧。张正大踏步地赶上了秃顶，按住了他的肩膀，而秃顶脸上写满了惊恐。见此情形，吕星辰捂住了脸，要么还是我去吧。李艳则老神在上，毫无紧张感，安心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张正搞不定的男人。听起来有点变态又有点厉害的感觉。陈诗诗如是评价道。果然5分钟之后，张正满面春风地回来了。原来是俺山东老乡。吕星辰无声地鼓着掌，您就是山东呼保义。嘘嘘，了不起了不起，也没有那么厉害了。3个人汇合，去找远处停在公告栏前的李艳。只见他眉头紧锁，认真地看着一则公告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人才啊人才，什么人才？吕星辰钻到李艳身前，踮起脚来，学生星号，在运营校园表白墙时利用职务之便牟利，其行为已经违反了校园制度，对学校声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。假装女同学发男同学的照片，夸赞对方的容貌，引诱男同学加他的个人微信，受骗人数达到3位数。吕星辰脸颊微微抽搐，现在的男人都单纯到这个地步了吗？学校的处罚公告果然每次都那么精彩。李艳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公告栏。吕星辰握紧了拳头，我想运营表白墙，感觉能挣大钱，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可以帮忙运作一下？陈诗诗指了指不远处的警车，罪魁祸首正在被借押上车，你还是想点正经主意吧。我们整个学校的男同学都成为了被歧视的对象。张正把手机揣回兜里，幸灾乐祸道，朋友圈正在发为受骗声明，幸好我有女朋友了。李艳目送天才接受审判，感慨道，难怪天天反诈，这手段谁顶得住啊？哎，这是不是个好剧本？能不能挣到200块？吕星辰还是那么爱钱。李艳十分赞同的点头，挺好的，最好找学校里的男同学来参加演出，比如说你，然后让诗诗姐当女主角。那一定会很受欢迎的。李艳坚决反对，这玩意也没有女主角啊。陈诗诗却意外地鼓励起吕星辰，好啊，我们可以自己拍一个，发到学校里也算给校庆预热。他们本来就打算让我拍一个短片，相信别人不如给自己人做。耶，那我就有2个剧本了耶！吕星辰兴奋地蹦了起来。半分钟后，2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艳身上。张正乐呵呵地朝李艳补刀，还睡得着吗？2个剧本，2个节目表演的 PD， 还要拍个短片。李艳嘴角微微抽搐，看了眼手机的消息，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雪橇僵尸到底怎么样才能打赢？张正，你在说啥？要是打不赢，今天晚上又不用睡了。第102寻常的一天下，不再选择摆烂的李艳，一开始就陷入了瓶颈期，因为吕星辰实在是太烦了。中午回宿舍打游戏，午休的居多。原本是安安静静的时间，可他坐在李艳对面，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自己的故事，嘴里还碎碎念个不停，和蚊子叫差不多，简直是精神攻击。李艳有些忍无可忍，可惹这种人不高兴了，容易撒泼打滚，想想就很麻烦，便往耳朵塞了副耳机。听歌呢？吕星辰探出了脑袋，指了指李艳的耳朵，能不能给我听听？李艳觉得让他听歌没准能消停一点。1分钟之后，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？到了高潮的部分，吕星辰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饱含深情的开嗓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破音，陈诗诗、李艳2人走出了教室，留下了沉浸在自己美妙嗓音之中的吕星辰。怎么能够用常理判断他？听歌为什么就不能唱呢？李艳对于自己不理智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怎么办？陈诗诗抱着本子看向办公室，实在不行我就去跟老师借一下办公室用了。那我也去。不行，那样他肯定会找过来的，那至少蒋老师也没得睡了。身后蒋老师淡淡道，我真是谢谢你。我开玩笑呢，您这个时候不都在睡觉吗？听到惨叫我就来了，我还以为学校出现凶杀案了。蒋老师靠在栏杆上打着哈欠，能不能搞定他？我下午还有2节课要上。李艳沉吟了片刻，灵光一闪，赌不如输，给他放死了都要爱吧，嗓子哑了应该就好了。蒋老师权衡一番，点点头，我办公室还有点薄荷糖，别让他嗓子发炎了。隔着玻璃窗的吕星辰轻轻演唱着。陈诗诗叹了口气，多买点吧。老师。转眼就到了下午的最后1节课，下课铃响，李艳甩甩抄板书抄得发酸的手腕，合上了课本。张正背起了篮球，打不打？回家晚了会没饭吃的。唉，你从宿舍搬出去之后，
就没跟我一起玩过张正挑挑眉吗？周末过来打几场呗，顺便锻炼锻炼，多少有点集体荣誉感。马上就运动会了，行吧 ？OK， 那到时候我们踢足球，90分钟逮捕时的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上次你那帮老乡差点没把我缠死。切！张正跟陈诗诗和吕星辰打了声招呼之后，便汇入回宿舍的人群之中。陈诗诗的书包也终于收拾完了。Go go go！ 陈诗诗和吕星辰手挽着手走出了教学楼。今天大概是最后回暖的一天了，太阳使劲地发挥自己的余威。来往同学有的在商量晚上吃什么，有的在商量晚上谁打辅助。前面2个小姑娘不知道聊到什么，咯咯直笑。听了一下午课，李艳只感觉脑袋空空，不知道学进去了什么。再有2年就要实习，然后像爹妈那样在单位日复一日的工作，接着便是成家，养育自己的孩子，接着他们也会循环往复。想想的确很无聊，但肯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人生其实算是顺利了。他只希望能一直这样顺利。快点啊，我的炸香肠都要凉了前面。吕星辰用沙哑的嗓音催促着。来了。领了预定的点心，目送着吕星辰被车接走，载着陈诗诗坐着电动车到他的住处。小电驴停到家门口，面前是歪着头思索着什么迟默。他会过神来，脸上荡漾出笑意。李艳。迟默瞪圆了原本就大的眼睛，似乎震惊于自己能够清楚地说出他的名字，后知后觉的开始害羞起来，捂住了脸，偷偷地掰开指缝，瞧了眼他，然后又合上，接着又张开，最后跑了。李艳。吃完一顿可口的饭菜，陈诗诗和李艳坐在茶几上写作业，迟默在江鸾身边害羞地滚来滚去。什么作业？江元周好奇地看着李艳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。你不都用电脑吗？语文老师不知道抽什么风，让我们写作文，还非得手写说着。李艳放下了笔，终于写完了。陈诗诗还在冥思苦想，看着李艳云淡风轻的模样，有些受挫。这难道就是天分的差距吗？江元周拿起本子，8岁那年，我因为着凉而发烧了，在那北风呼啸的深夜里，亲爱的母亲打不到车，给我带好了雨披，背起我冲向了大雨之中。陈诗诗，你到底是怎么能水800个字的？江元周放下了本子，不忍卒读。我有好故事还能写给老师，我现在一脑门子债，都不知道从哪里写起。李艳拿起笔记本电脑，打开了文档，坐在了沙发上，调整好格式后，就陷入打打删删的绝境之中。迟默也从妈妈旁边走开，非常矜持地坐在他对面，拿自动铅笔边抄拼音边念。1分钟之后，迟默挪到了李艳的面前，又1分钟之后，迟默贴在了李艳身边。在1分钟之后，李艳在迟默频频的眼神哀求下，打开了《植物大战僵尸》。江元周揣着手，我看出来了，你闺女是阻碍李艳进步的阶梯。江鸾一副无奈的样子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要李艳在这里，迟默就怎么都学不进去。月亮悄悄爬上枝头，迟默终于睡着，开始在床上打滚了。李艳合上电脑，放到床头柜上，迟默把脑袋靠在他的肚子上，以大字形固定了下来。车灯照亮了窗帘一瞬，隐隐约约有下楼梯的声音，应该是迟万里回来了。李艳重新给迟默盖好被子，闭上了眼。第103交代。周6的正午，张正和李艳坐在台阶上晒太阳。下午干什么？踢足球。李艳抱着后脑勺，也行吧。文海呢？听说在开会，下周3就运动会，接着就是校庆了。难得的周末用1上午时间来开会，我哪知道去。不一会，足球社团和山东老乡团就汇聚于足球场。叶思的秃顶导师也成为了老乡团的替补成员。看样子叶思因祸得福，估计能够学运昌隆了。踢了半场，张正和李艳在场边喝水。李艳拿起手机回迟默催他回去的表情包，张正则给女朋友发自拍。哎，那个是文海不？对面的操场上，文海形单影只的推着小车，给学校的跑道画辅助线。李艳皱眉道：看看去。到了他面前，张正接过了他手中的小推车，顺手盖上了斗车的小盖，推到一边。就让你一个人干，咱能受这种委屈？走，跟我踢球去。文海看到张正，有些意外，不过还是无奈道：别闹了，今年运动会2个学校一起办，人多我画完线还要去采购啊。李艳耸了耸肩膀，往年采购你都轮不上，今年怎么给你一个人办了？升官了，后勤办主任。文海苦笑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揣出烟给张正递了一支。3个人坐在看台的边缘。唉，今年不一样了，之前学生会权力比较大，自从学校换了领导，对学生会的监管比较严格，
现在就是个干活的组织。张正皱了皱眉，什么意思啊？李艳直翻白眼，以前卖新生校园卡、宽带安装的地推，全是学生会的人偶尔恶心小卖部，学校里的奶茶店、炸鸡店什么的，他们也自愿给学生会一点赞助，加起来一个月也能收不少钱，一年下来不就是笔大钱？运动会校庆这种大活动正是做账的好时候，能不抢着去吗？操，这也太黑了，没钱就不干了。文海叹了口气，这只是一部分问题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因为这么一点钱才参加的学生会，学校管得严了，给学分也公平了许多。为了评优，奖学金也有人参加的，就是都盯着两校合办的校庆，一上舞会就商量出了个宣传标语，然后决定运动会全都交给我了，只划了几个新生来帮我。文海指着那几个推着小车，看起来十分社恐的新生，能不能把足球场让出来，先让我们把线画了。李艳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图纸发我手机上，你带他们去买东西吧，我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帮忙。张正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，走向足球场。夜晚呢？李艳踢着小石子，随口问道。他和陈瑜在一起，给他做助理，听说陈瑜已经得到一个电视剧女三的角色了，导演很看重他，挺好的。我也收到电视台的 offer 了，等忙完这阵，我就退出学生会，多少也做点事情，也算一个交代，以后周末就可以直接去实习。你还真够卷的。张正才卷，每个晚上都在宿舍翻申论。好家伙，我都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。文海瞥了李嫣一眼，你不是打算做导演吗？我可打算在你的电影里客串角色的。没这个打算了，我打算上班挣点钱存下来，开个小卖部，当然剧本也要写，万一被人看上没准就发财了，到时候就收租过日子。你们找我玩，我就随时有时间了。文海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心里难受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李嫣叹了口气，两手交握，眉头紧锁。有个女孩子很喜欢我，文海，她家特别有钱的那种，就是之前跟你说在她家做保姆。文海，她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女孩子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。李艳瞧了眼文海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可没劈腿，跟陈瑜彻底掰了人家才找上我的。文海抬了抬手，我能不信你吗？你继续。对她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上来，其中我也有一些责任要负，因为有些事除了我没人可以办到。对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继续说，没准我就听懂了。对于文海高情商的说法，李艳一点也没得到安慰，解释道，就是小时候那个案子，她是其中一个女孩子，因为那件事心理阴影比较重，需要我开解一下。文海点点头，那我就明白了。陈瑜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李艳左右看看，低声道，陈诗诗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。文海说回那个女孩子的身上，李艳揉了揉眉心，就有一点很麻烦。怎么说？她老是会跟我贴在一起，我是一个不希望惹人注目的人，这件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一下？你喜欢人家吗？李艳思索了一番道，还可以，不是不行的那种，如果现在分开的话还是会有点难过，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了。我明白了。文海点点头，就是比当初的陈瑜还差了一点。李艳左右看看，拿起手机，犹豫了片刻后关机了。等到手机彻底熄屏了以后，你这么说也可以。说完他又重新开机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人在江湖，有些事不得不防，与我性命有关。好吧，你继续。总有一天他会长大，估计到时候他爹会给我一笔封口费，所以我想开个小卖部。文海扯了扯嘴角，那和你不想当导演有什么关系？封口了还能天天在镜头前晃来晃去吗？万一那个女孩还是喜欢你呢？没有什么得到的东西可以没有代价。李艳双手交握得更加用力。我爸妈过安稳的日子不容易，我不想他们为我担惊受怕。我不明白。文海看向李艳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未来的事可能没有你预想的那么糟，你有时候太悲观了。对，你说的对啊。李艳笑着拍了拍文海的肩膀，怎么可能有意外？人家根本不可能看上我，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。说文海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也不为过了，他口中的未来是对他最残酷，对其他人都最好的结果。第104开火做饭回来了。江元周抬了抬眼皮，哟，身上那么脏，挨打了？义务劳动。给操场划线。李艳拍了拍身上的石灰，马上运动会了不是？江元周眼神朝院子内的方向游离，幸灾乐祸地抖着腿，你死定了。由于你没有及时回来，迟默非常生气。果然，迟默腮帮子已经鼓到了历史的最高值，两颊都憋红了，呆毛律动的幅度也十分惊人，再快一点都可以把他头顶飞来飞去的那只蜜蜂砸晕了。
摘下电动车上的塑料袋。李艳摸着后脑勺，哎呀，学校有点事安排我做，居然忙到那么晚。迟默终归是经验不足，被狡猾的男人诱骗，顿时气消了一半。可刚想接下塑料袋的时候，被坏人挑唆了。江元周也学着他，双手垫着后脑勺，仰着头对着空气道：欺负人家没上过学，这种事谁都可以做，不想来就别回来了呗，还找借口。不知道在外面和哪个女人玩得那么开心。拜江元周所赐，迟默的腮帮子再一次突破了历史的最高值。很不巧，这一次迟默又是输的双马尾。李艳靠得又近，他还是第一次被头发甩了2个巴掌。怎么说呢？很新奇的体验，就像是这他妈是评价的时候吗？李艳快走了几步跟了上去，伸手把殒命的蜜蜂从他的头顶摘了下来。哼！迟默侧过脸，李艳。迟万里拢着袖站在凉亭上眺望，心情愉悦。对，好好好。可惜他高兴了还没1分钟，迟默就拉着李艳进屋了。唉，迟万里往嘴里塞了根烟，坐回了原位，继续视频会议。迟总，您的意思是华北地区下个季度的安排您没有其他意见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迟万里打开文档看了几个数据，目标太低，预算太高，可以适当降低员工薪水。我这里有一套方案，可以降本增效。迟万里点点头打断道，这个提议非常好，管理层降 30%， 中层降 20%， 基层涨 3%， 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。迟总，迟万里面无表情的再次打断道，车间效率没问题，销量出现问题，你告诉我降谁的薪？方案打回去重做，薪资调整也出一份具体方案，以我说的为准。结束了通话，他合上电脑，揉了揉眉心，天气那么冷，还得去北方一趟。江鸾心情倒是很不错，马上他也可以陪迟万里出门了。他横了迟万里一眼，不愿意回我家。哪有，好久没去了，见老丈人谁不高兴啊？迟万里心虚的移开眼神，看向江元周，小舅子，回老家去看看不？江元周嘴里骂着娘，把小电驴推进车库。李艳这个王八蛋把电动车钥匙给拨了，听了一愣，摇摇头，不去，我已经应聘了学校保安了，1个月能多挣3000，还没过去呢。迟万里掐灭了烟头，随他去吧，我是劝不了。江鸾无奈的叹息。江元周把小电驴停好，上楼准备做饭，到了厨房才发现家被偷了。李艳系上迟默的围裙，砧板上放着番茄，手里拿着刀，正要切。迟默，江元周怎么想着做饭了？江鸾笑盈盈的靠在冰箱上，迟默要我给他做饭吃，说在家里吃腻了。江元周，迟默点着小脑袋，2撇粗粗的眉毛挑了挑，这是他早就想好的条件。晚一点回来又没事，又不是没回来，刚才是气糊涂了，没想到还真成功了。迟默，迟万里见女儿没出息的模样，直心塞，要了罐啤酒，眼不见为净。江元周犹不死心，想要争取一下自己的饲养迟默的权利。你不会看看就以为自己会做饭了吧？我5岁的时候就学会做饭了，倒是好多年没怎么认真做了。李艳笑了笑，不过家里人生日的时候下过几次番茄鸡蛋面，连我妹都说好吃，应该是还可以的。迟默非常捧场的点点头，江鸾拍了拍李艳的肩膀，那今天的晚饭就交给你解决了，多下几碗。啊，好吧，我怕你们吃不习惯。有什么吃不习惯的？也好久没吃面了。一旁得知还要和妈妈分享的迟默，心情不甚愉悦。迟默，火，女孩子可不能小气哦。江鸾捏了捏迟默的脸。李艳转身拿碗。迟默 ，Omega。李艳回头，迟默。江鸾没有继续批评迟默，反而笑了，装作很大方也可以哦。迟默在厨房目不转睛地欣赏李艳熟练的动作，这比杀了江元周还难受。自己在厨房，迟默就从没有进来看过。于是他也拿了1罐啤酒，坐到了迟万里对面。过了一会，迟默跑了出来，一双手比划着什么，指着厨房中的李艳，招手示意2个人快来看。得到最高指示，2人来到厨房，他一只手叉腰，得意洋洋地指着颠锅引了油火的李艳，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。江元周撇开脸，小声地凄了一声。迟万里面无表情地嘀咕着，他当年缠着我买第1个书包的时候，都没这样炫耀过。迟默不满地看着2人，江元周言不由衷地拍了拍手，哇，好厉害啊！迟万里更加言不由衷，好神奇也。迟默展示完毕，就不搭理他们了。于是2人各追加了1打啤酒。一顿饭罢，迟默吃了3碗，把剩下的面条都吃完了，坐在门口把腰上的系带都解了，摸着肚子打嗝。而方才饮罢的2人酒品也比李艳好多了，喝完了脸色也没什么变化。
池万里吸了口烟，看着小口吃面的李艳。虽然李艳会做，但她真心不爱吃面。好好照顾池墨，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，永远不要伤害他。池万里认真说话的气势，令李艳正襟危坐，下意识回话道：“我不敢的。”他听了，伸手抚了抚紧皱的眉头，又舒展开。这个回答虽说无可指摘，可实在也不算满意。他把易拉罐捏扁丢进垃圾桶里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不算下乘的策略，但也绝不算上乘。李艳只有颔首以应。我也不是你亲爹，怎么过日子也不好教你。池万里拍拍屁股，就说那么多。他站起身，非常幼稚的蹑手蹑脚，鬼鬼祟祟地靠近池墨，打算吓他一跳。第105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李艳陪池墨逛花园消食，他手背在身后，背着拼音，一会看向他，他就会笑一下，夸奖他一句。李艳，池墨得到回应，满意的点点头。逛了一会，池墨肚子没有那么鼓了，就把背在身后的手解放出来，5根手指不安分地张了张。李艳就拉着他绕圈，逛了几圈后，池墨有点累了，两人就随便找个椅子坐。池墨晃着腿，心情很不错的样子。月至中天，明星高悬，他抬着头看夜空，李艳拖着他的后脑勺，免得他被椅子边隔到。月下，池墨脸上的绒毛都可以看清，长长的睫毛眨巴眨巴，盯着月亮出神。他的肌肤状态非常好。李艳，他嗓音柔和的轻声道。李艳原来就只会说2个字，江阿姨那么费劲，教了个寂寞。这句没前因没后果，也没表情，实在猜不着啊。别墅门口，3个人用摄像头偷窥，他学你的腔调说话。江元周饶有兴趣地参观着家子。池墨，池万里推了推江鸾，我闺女说什么呢？她说月色真美呀。江鸾眉毛抖了抖，不满道，原来今天她又摸鱼了。池万里脸颊微微抽搐，他什么时候学会那么高级的词汇了？他平时不都对人文不感兴趣吗？江鸾微微一笑，但是他对李艳感兴趣，对人文不感兴趣这一点属于娘家那边遗传的。江元周也是同样的情况，于是他好奇地问道：月色真美啥意思啊？夏目漱石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，把 I love you 翻译成了月起立，就是月色真美，和日文的我爱你读音很近，属于比较浪漫的说法。估计他今天从哪儿看的吧？江元周撇撇嘴，小日本鬼子果然不是东西，把我外甥女都教坏了。池万里横了他一眼，你打算让他直接跟李艳说我爱你？江元周，池万里话刚说完，就捂住心口，伤心地蹲在一旁抽烟去了。而椅子上的李艳，由于没有满级翻译，江鸾在，实在听不太懂。池墨说完，就继续按照男人根本无法拒绝的36种情境推荐的最佳方案，保持65度角仰望星空，把圆圆的下颌线展示给了李艳。1分钟之后，脖子有点疼了，就放下了脑袋，发现他还没有反应。池墨叹了口气，全没有用，他只能用自己的办法了。李艳，池墨再一次用柔和的嗓音道。李艳还是听不懂啊，而且一听就是长难句，不过隐隐约约觉得好像听过一次。他陷入了沉思，打算回忆回忆。另一边，江元周看向江鸾，这又是什么浪漫的说法？你对你的外甥女评价过高了，她还能会几种浪漫的说法？江鸾摊手道，那他是不是在说其实你晚上做的面不好吃？江元周掰着手指，发现少了一个字，叹了口气，不会吧，他该不会说其实你晚上做的面好吃吧？只有2个人在一起还不说实话。江鸾，不是吗？江元周皱眉，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生的孩子？江鸾笑眯了眼，他还是那么喜欢小孩。江元周消化了一下这巨大的信息量，无语凝噎，那是喜欢小孩吗？池万里捂住心口的手更加用力了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江鸾翻了翻白眼，瞟了眼都快把烟头吃下去的池万里，他还没说那么多天为什么没有小孩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说的也是。池万里松开了捂着心口的手，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，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，需在这里开一个窗，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，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，他们就来调和，愿意开窗了。感谢伟大文豪鲁迅，让我水了好几10个字。池万里调和折中了一下，还是没调和过来，是什么事啊？李艳又没说什么，再说了，哪怕他知道也只会糊弄池墨罢了，他还敢糊弄池墨？江鸾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想当外公了？池万里发现自己竟然进入了绝境之中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妥协道，糊弄就糊弄吧，你不是看人很准吗？还不放心李艳？倒不是放心不放心，就是想着
他能不能接我的班？感觉还是勉强。江鸾乐了，都认可到这一步了，还心疼什么？池万里叹了口气，接班和我女儿是两回事。月色下，池万里更重要的那一回事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李艳。李艳终归是没想出来，见他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，他也抬头望远，演出非常苦恼的样子。盯了一会，迟默的就忘了原本说的是啥了。因为月色下，李艳的喉结更加吸引他，他伸手摸了摸，逐渐沉迷其中。池万里、江元周、江鸾、啧啧。渐渐的，迟默的表情变成了03分0。池万里、江元周、江鸾、啧啧啧啧。江鸾关闭了监控摄像头，顺便把平板关机了，不给他们看回放的机会，再看就过分了。池万里、江元周。10分钟之后，迟默和李艳手牵手的回来了。江鸾不留痕迹的观察了迟默的表情，分析了一下迟默的微表情，发现不能做出确切的结论。迟默只是单纯看着挺开心，这不是问题。他跟李艳在一起都是这副样子，要是亲了一下，应该会表现得更加兴奋。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根本没成，二是次数比较多，脱敏了。第一种可能，迟默应该不会太高兴，而第二种可能在李艳那里通过的概率不高。江鸾观察了一下迟默的嘴唇，结果他已经拿起一个苹果吃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案破不了了。江鸾十分遗憾，李艳这种仔细的孩子根本就不用观察，而满级侦察兵都发现不出端倪，另外两个就更甭说了。良久的沉默，地上是散落的烟头，头顶是明亮的皓月。池万里仰望头顶的月亮，问道：他到底做了什么？第106预算。周末一晃就过，黑眼圈深重的通宵勇士以及同样疲倦的卷王学子同时走进了教室。通宵勇士是李艳，而卷王正是陈诗诗。陈诗诗的状态是立志成为创作者的人都会经历的激情澎湃阶段，李艳则是属于倦怠期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而通宵主要是昨天晚上迟默把他踹下去了好几次，李艳十分后悔，就不该和他一起玩拳皇。在玩植物大战僵尸那段时间，迟默梦游 cos 豌豆射手发出 po 声的时候，自己就应该警觉的。卧槽，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李艳拿出热腾腾的大肉包塞进嘴里，别提了，她从书包里拿出保温杯，给我倒杯豆浆，就着豆浆吃着包子。早饭吃完，李艳对张正叮嘱道：一会1年的那个矮冬瓜过来，别让他吵醒我，辅导员的课记得叫醒我。叮嘱完就趴在了桌子上睡了个天昏地暗。恭喜你，张正面带微笑，睡得跟死猪一样，辅导员揪你耳朵都醒不来。于是你那结算旷课让你写3000字的检讨，写就写呗，百度上抄一份就得了。李艳睡醒了，神清气爽，心情愉悦，才注意到身边只有张正。陈诗诗和矮冬瓜呢？去辅导员办公室寻求指点了，他们俩吃外卖。李艳皱眉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给你当电灯泡。张正叹息道，今天叶思的实验不能离开人，所以不跟我一起吃饭了，所以说今天就只有我们俩了。那倒不是，文海说请我们吃饭，可能是周末给他干了那么多活，良心受到了谴责吧。李艳翻了翻白眼，良心受到谴责请我们吃食堂。徒步走到食堂内，早早就到的文海打了3份饭，占了位置。哎呦卧槽，牛仔骨16块一份，鸡腿6块一只，居然还有2只。张正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拍了拍文海的肩膀，你小子找了女朋友之后人情世故方面提升的太大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学校管理层变更了后，食堂水平提高很大。江元周做饭水平固然不错，但坏在太健康了一点，酱油用的都少，偶尔吃一下食堂的粗制饲料有利于心情愉悦。李艳看着丰盛的菜色，瞟了眼文海诚意满满的样子，心头了然，这摆明了是鸿门宴。他吧唧吧唧嘴，反正也逃不了，吃了再说。果然饭吃到一半，唉，文海叹息，咋了？张正搭腔道，这运动会不好办啊。怎么了？线不是都画完了，这几天又不下雨，也不是画完线就没事做了。唉，主要是运动会的一半预算划给校庆了。张正皱了皱眉，那就节省一点呗，再怎么省也省不出来。文海托着腮，面露忧愁之色，眼神频频瞥向李艳。我最近懒是懒了的，不至于连你也不帮。李艳嚼着脆嫩的带骨肉，咋办？说就是了。够意思。文海竖起大拇指，一会跟我去学生会，我们把新生分一分。李艳脸颊微微抽搐，我做苦工就行了，都是刚念完高中的新生，出门买菜都贵2块，你叫他们组织怎么搞？我一个人又忙不过来。